提醒世界各国人民，距离神启开启还剩10分钟。贺北岩看着电视频道里传出的这句话，要开始了吗？他摊开自己的手掌，一颗鸡蛋大小的黑色水晶悬浮在掌心之中。不久前，世界各国人民的脑海中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神启世界即将开放，所有人都将觉醒，获得成神资格。每人以自动绑定一块水晶作为觉醒契机，意念进入水晶便可得知神启世界的大致信息。随后，所有人都发现自己能够召唤一颗水晶，意念深入其中，全世界都沸腾起来了。原来，神启世界是一个自称为神的家伙创造的游戏世界，在其中脱颖而出，便能成为神。也正因为可以成神，神启世界前期巨干无比。根据介绍，前期升级非常困难，不过游戏没有门槛，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其中。每个人的起点都是一样的，从零开始。若能成神，便能永生。但就算没有永生，据说在里面得到的一切也可以带入现实。可想而知，那将会对现实世界带来巨大的颠覆。于是有许多人开始研究水晶，甚至许多亿万富豪不惜抛掷千金招兵买马，等待神启世界打开。每个人的水晶大小都相同，但颜色却是五花八门，多数为蓝色、绿色、黄色、红色，而贺北岩的却是黑色。从神启世界的消息出现起，他从未见过和听说过与自己水晶颜色相同的人类。出于本能，他也没有傻乎乎的在各大平台中暴露自己。倒是对于水晶的颜色，各种专家众说纷纭。有人说颜色越稀少则越强，有人说越亮越好。许多人都在这半年研究水晶为何会有不同的颜色，可无论谁都没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因此他无比期待着神启之日到来，自己的黑色水晶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惊喜。距离神启世界开放还剩1分钟，时间越来越近，贺北岩的脑海中出现一个声音。这1分钟，全世界人都等得心痒难耐。倒计时5、4、3、2、1，神启世界正式开启。进入神启世界，一阵头晕目眩，贺北岩来到了一处漆黑空间。请确定您的外貌，也可直接在本来面容上进行调整。以我的身材随机生成外貌，要和我一样帅的。贺北岩淡淡道。生成中，检测到您容貌过佳，无法再次调整，将以原貌生成。贺北岩，难道长得太帅也是一种罪过？连变更帅的权利都没了。生成完毕，正在检测您的转职水晶，将会根据水晶所散发的光芒确定职业并发布转职任务。原来这是转职水晶啊！现在他终于知道这水晶是什么了。思索之际，提示声再度响起，检测到您是天选转职者，无需做转职任务，直接进行转职，正在为您传送。您的职业为诅咒者，唯一竞技级职业，获得转职成功奖励，自选类型诅咒胚胎。提示：由于您是世界上第一个转职成功的玩家，额外奖励自由属性点加10。是否进行世界通告？我去，直接转职成功了，还获得了额外属性点。他有点想笑，这等于开局比别人多了10点属性，在前期而言简直不要太爽。甚至还出现了世界通告，当然要世界通告。紧接又弹出是否匿名，贺北岩果断选择否。他可不是崇尚苟着发育的那种人，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有成神。如今神启世界刚刚开始，正是需要提高知名度的时候，这样自己之后在世界频道中的发言才会被重视，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世界通告：玩家贺北岩最先完成转职，获得10自由属性点奖励，特此通告，望广大玩家努力。再次回过神来，他已离开那漆黑空间，眼前是一处美丽的喷泉广场。第66号新手村，自动弹出的虚拟面板显示了这里的信息，每个新手村可容纳1万人。他是在神启世界打开的一瞬间就进入了，可依然排在了66号新手村里。可想而知有多少人在这刹那间进入的神启世界。光是贺北岩所在的新手村便挤满了人。我去，老子刚创建完角色还没5秒，就有人做完了转职任务，这不科学。我也觉得有问题，神启世界打开还没1分钟，怎么可能这么快完成转职？这贺北岩是个挂壁吧？他转职成了什么职业？多出10点属性啊，这在前期是多么珍贵。贺北岩大佬在吗？能不能带我？我的转职任务是战士，村长在哪儿啊？别想了，除非他自己展示个人面板，否则就算他在这个新手村，我们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我的转职任务是商人，你妈的，任务还不能换，不然就是平民了。与其抱怨不如行动，我要开始寻找转职任务的线索了。现在时间就是金钱。确实，转职任务做完还能得到一件 F 级装备或技能，
大大提升战力。这句话顿时惊醒了无数玩家，纷纷开始进行任务与时间赛跑。进入神奇世界的人少说也有几千万，大家的起跑线都是一样的。可若是不赶紧完成转职，将会被无数玩家逐渐拉开距离。很多人都希望能在这全新的世界咸鱼翻身，获得更高的地位与权力，直至成神。不过在神奇世界，每人只有10次复活机会，次数耗尽后将永远无法踏入这里。但这都不是贺北岩最在意的。打开个人面板，玩家贺北岩，等级10100，职业诅咒者，竞技级唯一职业，生命80，体质8乘以10右元括号，魔法100，精神10乘以10右元括号，物理攻击20，力量10乘以2右元括号，魔法攻击20，精神10乘以2右元括号，物理防御8，物防8乘以1右元括号，魔法防御8，法防8乘以1右元括号，装备5，未分配属性点10，前者为具体数值，后者括号里的是属性值的比例转换。还行吧。贺北岩微微点头，没有着急分配属性点。诅咒者职业到底是什么？他最在意的便是自己的职业，无需做转职任务，节省了前期的宝贵时间，领先了所有人。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尽快搞清楚自己的职业，然后离开新手村变强。根据职业级别来判断，能称上竞技级唯一职业的绝对不会弱。贺北岩找了一个无人小巷，拿出他的转职奖励，自选诅咒胚胎 S 级物品，可变为任意诅咒装备类型，吞噬材料会变成强大的诅咒装备。诅咒装备 S 级物品，贺北岩猛地瞪大眼睛。S 级物品在神奇基础手册中有解释，物品装备品质分为 FSSS 级。S 级物品对刚进入神奇世界的贺北岩来说是非常高了，连帝国都会为了 S 级物品而发动战争，自己就这么轻易的得到了。紧接着一股有关诅咒者、诅咒装备的知识涌入脑海之中，瞬间他便明白了自己这个职业有多么强大。诅咒装备全部都是 S 品级以上，却被帝国严令禁止使用的逆天神器，因为他们拥有远超其他 S 级装备的强大能力。没有职业属性的使用限制，但有着无比巨大的使用代价。譬如无视距离能找到任何神级物品的罗针眼，指引你方向，但3天内无法得到便会七窍出血而死。又或者是将精神力提升至极限，拥有无尽法力值，无冷却随意释放各种强大技能的魔力项链，但需要你每天杀死一位至亲之人，若没有了至亲便会死去。但这些都是至强的诅咒装备，属于 SSS 级的品质。总而言之，诅咒装备的属性加成不一定很高，但效果绝对强。任选装备类型指的是可以为近战、远攻或特殊类，不过一旦使用诅咒装备便无法卸下，永远承受着诅咒。而诅咒者是能免疫诅咒，直接操控诅咒装备的人。诅咒者竞技级唯一职业，免疫一切诅咒装备的代价，完美发挥效果，但只能佩戴诅咒装备。提示：当达到5级时，开启更多职业性能，请尽快升级。就在贺北岩试图消化这些讯息时，更大的冲击紧接而来。叮！条件已达成，获得 S 级隐藏称号天选的诅咒者，请自行查看称号效果。由于您是第一个获得 S 级隐藏称号的玩家，额外奖励金币5000枚，属性点加20，获取经验值提升 20%， 一天，爆出物品概率提升 200%， 一天。第2章，强大的诅咒装备。接二连三的幸福让贺北岩脑袋有些懵。查看称号效果，天选的诅咒者 S 级称号，效果1，每装备一件诅咒装备，全属性提升 1%。效果2，装备槽无上限，可获得所有诅咒装备的属性、效果与能力。效果3，每升10级自动发放一个自选诅咒胚胎。卧槽，这不起飞了！贺北岩禁不住的喊出声。基础手册有介绍，每人最初只有3个装备槽，至多同时穿戴3件装备，等于获得3件装备的属性效果加持。想拥有更多的装备槽，需要通过升级、做任务等方式来开启，但至多也不会超过15个。贺北岩直接拥有无限装备槽，不一定手拿8件武器，身穿5件铠甲，却能将装备的属性效果全部累积至自身，简直是离大谱。外加每获得1件诅咒装备提升 1% 全属性，这未来不成人形 BOSS 了。而且每10级一个自选诅咒胚胎，也能让我根据自身需求，用材料打造出最适合我的诅咒装备。贺北岩对这个称号效果十分满意，不知道能否靠属性成神。随着时间，他的诅咒装备会越来越多，属性加成也会大幅提升。若能靠堆积属性成神，那他势在必得。思绪拉回当下，开始琢磨起自选诅咒胚胎。
一级自选项：攻击类、防御类、辅助类、特殊类、调教受宠、捕获等。选择攻击类。目前贺北岩需要趁手的武器用于外出杀怪升级，其他的都可以先放一放。二级自选项：长刀胚胎、大剑胚胎、吹剑枪胚胎。展开。二级选项实在过于繁琐，各种五花八门的武器全显示了出来。反复斟酌，贺北岩选择了长刀。原本他想选弓箭类的远程武器，走风筝流打法，但考虑到可能还要制作箭矢，前期成本太高了，最终选择了近战。已选择长刀类诅咒胚胎，请选择吞噬材料，生成诅咒装备至少2件材料或以上，具体属性效果视材料而定。贺北岩没有材料，但他现在有钱，5000枚金币。去新手村的商店看看，越好的材料会让生成的诅咒装备越强大。他已经决定要把商店里的高级材料全部买下。虽然直觉告诉他新手村商店里的材料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数量上去了，兴许能起到质变。最不济也是一件 S 级装备，足够在前期很长一段时间无双割草了。来到商店中， NPC 店老板注意到了贺北岩。这位勇士，你要买什么东西？贺北岩开口，我要店里最好的材料，最好是打造攻击类装备用的。老板惊异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多说，拿出2种材料。豪猪獠牙1级材料200金币，奥利哈钢矿石D级材料1000金币。注：一种十分锋利的蓝色矿石，可用于打造装备。这是我这里最好的2份材料，小伙子，你真的要买吗？看到这2种材料，贺北岩嘴角都在抽搐。好贵，1级材料就要200金币，而那 D 级矿石更是高达1000金币，东西卖的也太黑了。不过这是值得的，他要尽快制作出诅咒装备去杀怪升级，贵就贵点吧。买了，花费1200金币，成功购买豪猪獠牙、奥利哈钢矿石，随后转身就要离开。他发誓再也不会踏进新手村黑店。爽快的交易。等一等，我看勇士你十分需要材料，村子外收集材料的地方被一只魔灵鼠霸占，我没有办法派员工去收集，你能否帮我击杀它？同时他也挡住了前往镇子的路，不将他杀掉的话，就没办法前往镇子里去了。随着店老板的开口，贺北岩眼前弹出一个任务面板，是否接受新手村商店老板的委托？完成后金币加15，自由属性点加30，职业装备加1。贺北岩眼前一亮，购买了新手村黑店最贵的材料，竟然触发了任务。看样子还是一条主线。神奇世界里完成任务不会给经验，只有通过击杀怪物才能获得经验值。或许很不符合常理，但这就是神奇世界。这个任务金币虽然不多，但重要的是30个属性点和职业装备。诅咒者只能佩戴诅咒装备，因此任务完成后大概率直接奖励一件诅咒装备。这是神奇世界给他的奖励，和店老板无关，只有金币是他发放的。要知道诅咒装备最低品级都是 S 级，也就是说最次都会是一件 S 级装备，这可是只有他能享受的待遇，简直是财富密码啊！只要多完成奖励职业装备的任务，获得更多诅咒装备，叠加称号效果，他的实力就会像滚雪球般飞速提升。必须接受。贺北岩越想越期待，这种任务傻子都要接。本来生成出诅咒装备后，他就打算离开新手村，击杀魔灵鼠只是顺带杀杀罢了。店老板继续道，不过以你目前的实力，对付魔灵鼠很困难，最好先在低级怪区域提升到15级再说。贺北岩微微点头，这个魔灵鼠应该就是15级左右的层次了。再见。贺北岩告别了店老板，将2件材料与诅咒胚胎融合，正在吞噬豪猪獠牙1级、奥利哈钢矿石D级。吞噬成功，恭喜你获得死亡战刀。这是一柄红蓝相间的2米大太刀，拿上它有种武士的感觉。贺北岩立刻查看属性，死亡战刀 S 级诅咒装备，攻击力加100，效果对物理防御低于你攻击力的对手造成自身攻击力的真实伤害。诅咒自身物理防御为攻击力的负数，使用条件无限制。卧槽！诅咒装备的属性普遍不高，但贺北岩一眼就看懂了效果描述，也就是自身防御值没他攻击力高的生物将无视其防御，承受他最大攻击力的真实伤害，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输出武器了。如果换成其他人使用，会遭受诅咒，自身防御力等于攻击力的负值，可以说是一碰就死。未来只能叠血量和攻击，让自己尽量变得能多挨2刀。但作为诅咒者的贺北岩直接忽视使用诅咒装备的代价。装备死亡战刀后，贺北岩的攻击力为120，凡是防御力低于这个数值的对手，他的每次攻击都会受到120点真实伤害。1级怪的血量普遍在70-100，这个伤害能直接将他们秒杀。
太强了，毕竟不可能有1级怪的防御力过百，更何况贺北岩还有30点自由属性没有加。属性点的话，该怎么加呢？体质、力量与血量和攻击力挂钩，这2个是目前贺北岩优先考虑的。他没有技能，不是法爷，暂且不考虑加精神，全部加在力量上提高输出吧。现在要尽快杀怪升级。提示：你将30点自由属性加在了力量。玩家：贺北岩，等级10100，职业：诅咒者，唯一禁忌级职业，称号：天选的诅咒者，持有1件诅咒装备，全属性具体数值正 1%， 生命80，魔法101，物理攻击181，魔法攻击20，物理防御8，魔法防御8，装备死亡战刀，属性力量40，体质8，精神10，物防8，法防8。这个攻击力连2级怪也差不多能秒杀了。魔法和物攻多出来的一点是天选的诅咒者佩戴1件诅咒装备，全属性提升 1% 的效果，自身数值不足 1% 的将按0计算。目前来看还很少，可随着得到的诅咒装备越来越多，将会变成 2%、10%、50%，好像有点偏科了，但一切都是暂时的。第3章第1滴血，上架装备世界动容，这个攻击力直接去打3级怪也行了。181的攻击力让贺北岩信心大增，3级怪也扛不住他2刀，不过他也扛不住3级怪的1次攻击，甚至那些功高血低的2级怪都能把他的血条清空，可以说对自身走位十分考验，有玩魂类游戏那味儿了。稳妥点还是先虐2级怪吧。贺北岩可不想经历死亡，毕竟复活次数是有限的。来到新手村门口，有2个卫兵把守在那里，还有寥寥几位玩家，不知在东张西望些什么。没有做完转职任务前，玩家是不允许离开新手村的，这也是许多人拼命与时间赛跑的原因。正所谓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最先做完转职任务的人最早离开村子，享有优先杀怪权，不用经历抢怪、找不到怪导致无法升级的情况。但要不了多久，这种现象必然会发生，低等级怪物的刷新区域便会被玩家挤满，那时想要杀怪升级比现在要困难得多。我要出村，贺北岩淡淡道。勇者，祝你凯旋而归。2个守卫看着眼前的贺北岩，似乎知道他已经转职成功，将村门打开。这一幕引起了周围玩家的注意。我们新手村也有转职成功的人了，他是第1个。世界频道里频繁有转职成功出村的人，这些人都是潜力股。小兄弟，你能否加入我们昊天集团？我可以先给你10万元现金，你只需将外出杀怪掉落的材料、金币给我们即可。你们集团也太黑了，哥们，加入我们企鹅公司，立刻转账30万。如果愿意的话，签下终身协议，可以把你打造成人气高玩，企鹅公司也会大力培养你。你是全世界最先做完转职任务的人之一，但这批人中有很多是位高权重者或者豪门贵族的少爷公主，看你应该是独行者吧，这么单打独斗不行的。这些人围在贺北岩身边，很显然他们是早有预谋，蹲在这里为自己所属势力挖掘强者的。先完成转职不代表一定能成为强者，但绝对有优势。哪怕没能达到他们所期望的高度，这些集团公司也承担得起这个风险。不用了，谢谢。贺北岩直接拒绝，朝村外走去。唉，现在的年轻人就是高傲，这么好的翻身机会竟然不懂得珍惜。这很正常，哪个年轻人不觉得自己有本事，能闯出一番事业？特别是他这种最先做完转职任务的人。不仅如此，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还有点小帅，连我这个直男也嗨，只是不懂社会险恶罢了。当年我也像他一样，才落得如今这般境地，只能为他人卖命。谁不是啊？公司派我必须来这里蹲点挖人，自己的转职任务都没法做。世界频道中不断有人从各自新手村走出，看他的武器形状像太刀，估计是武士一类的职业。不知道这高傲又帅气的小子能走多远。望着贺北岩渐行渐远的背影，他们这群步入中年的人有些感叹和惋惜，又有些羡慕。我竟然不是第1个走出新手村的人。贺北岩捕捉到了刚才的关键信息，自己打造死亡战刀时，已经有人完成了转职任务，走出了所在新手村。可见全世界里的奇才还是有很多的。不过我是66号新手村里第1个走出来的，还拥有 S 级武器，暂时不用担心会被超越。神奇世界共有多少个新手村他不知道，但66号新手村附近的怪物区域目前只有他1位玩家。提示：你进入了2级怪物区。走入一片树林，贺北岩无比谨慎，远远看见有一只棕熊在呼呼大睡，意念微动，查看到了它的属性：笨重棕熊，等级2，
生命值170，攻击50，物理防御5，法术防御3，技能5。描述：一只智商不发达的棕熊，没事就喜欢睡觉，但被吵醒后有起床气，会攻击周围生物。天助我也！这2级棕熊正处于睡眠状态，血量也没有超过181，贺北岩可以将它一击必杀。猫着身子，小心翼翼地靠近，直到死亡战刀能攻击的范围。第一滴血，战刀直直地向棕熊斩下。181，高额的3位数伤害从笨重棕熊头上冒了出来。棕熊连句哀嚎都没能发出，就这么死在了睡梦之中。成功越级击杀笨重棕熊，获得24点经验值，还不错。杀死等级高出自身1级的普通怪物，经验值为20，每高出1级则再加10点经验，加上获取经验值提升 20%， 共计24点经验。如果是同级怪的话，固定经验为10，组队则将会自动根据综合贡献来进行系统的经验分配。不过若是击杀等级比自己低的怪物，经验值会强制为1，比怪物高出3级后将不再获得任何经验值。再杀4只2级怪就能升到2级了。摸了摸手中的死亡战刀，不得不说真的太给力了。这还只是1级加 D 级材料随便打造出的低级诅咒装备，要是能用 S 级到 SSS 级材料制作诅咒装备，又会有多强？说不定还会带有极其强大的装备技能。让我看看这大笨熊爆出什么。棕熊死后化为一个光团，贺北岩走上前用手触摸，获得金币+1，残破大剑。残破大剑 F 级，攻击+8，物防+3。装备条件：近战职业，力量10以上。爆了装备，好像是最低级的 F 级装备啊。装备分为 FSSS 级，只可惜身为诅咒者的贺北岩不能装备，倒是可以卖给其他玩家。现在世界交易市场中没有任何物品出售。残破大剑的属性还不错，应该能卖出一个好价钱。作为交易市场的第一件装备，就卖个200金币吧。贺北岩不认为这个价钱高，他还觉得自己做慈善了。200金币就能得到加攻击和物防的 F 级残破大剑，简直过了这村没这店。将物品上架至交易市场，发现世界频道的小图标有999家的消息提示。贺北岩点了进去，看看有什么有用的消息。这1级怪好难打，好不容易做完了转职任务，起码要10下才能打死1只1级怪。膜拜楼上大佬，我们转职任务还没做完呢，请问你得到了什么 F 级武器？别提了，那是根据职业随机给的，给我了个游侠之鞋，加点移速和攻速，攻击装都不给，这游戏也太难了。这个随机也太恶心了，还让不让人玩了？只能说成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运气还不错，给了个攻击技能，但杀1级怪也得放7、8次。我本以为这是个割草游戏，后来发现确实我是那棵草。集美打金团大量招人，有小姐姐，只需将你的金币上交给我们，上交1金币可得1万元，机不可失。我的天！大家快看世界交易市场，那第一个成功转职的贺北岩上架了 F 级攻击武器，属性还不错。不多说了，我要去干金币了。前期金币这么值钱，我得多搞点。确实，但我觉得没人会愿意花200金币买这件装备，哪怕爆率再低，只要我够干就可以搞出来。楼上真是个呆币，前期装备多值钱你懂吗？等你干出来，氪金大佬都神装了。第4章，第2件诅咒装备。贺北岩上架残破大剑时，并未隐藏自己的身份，这是他增长自己名气的第一步，为未来做打算。只是没想到现在金币这么值钱，一个就1万。看着世界频道中不断有人抨击自己，他笑而不语。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罢了。他上架这件装备本身就是给那些有钱人看的，200金币对于那些集团和富家子弟来说，要不了多久就能凑齐。在现实中呼风唤雨的他们，自然也想在神奇世界尽快拥有崇高的地位，那么就要花钱来提升自己了。哪怕这种提升只是一点点，但在前期来说至关重要。早知道就设置500金币了，有点小亏，但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机会割韭菜。继续杀大笨熊吧。贺北岩在树林里寻找，很快又找到了几只呼呼大睡的笨重棕熊，提着死亡战刀上前，距离升级愈来愈近。3号新手村外，一个官场气十足的中年男人正用弓箭射杀1级怪。每当怪物逼近他进行攻击时，身旁便会有一个玩家奋不顾身的来抵挡，哪怕自己会死。男人也趁这个机会与怪物拉开距离，继续射击抹血。一旦有人替他死去，代表着中年男人要支付对方20万现金，这是他找到的一种最稳妥的刷怪方法，俗称献祭流升级法，让别人替自己抵挡怪物攻击，为自己去死，而他支付对方报酬。
好处是不会分走自己应得的怪物经验，所有经验一人享用。胡爷，交易市场出现了一把 F 级大剑，您看。在他磨死一只怪物后，一位青年恭敬地走上前，展示残破大剑的属性。仅是看了一眼，胡爷就说属性不错，我闺女也是近战，可以给她用，动用一切关系收买金币，不管价格多贵。还有这种事以后自己定主意，时间宝贵，别耽误我杀怪升级。说完，胡爷向不远处招了招手，立刻有10名玩家满脸兴奋地走到他身边，共同朝下个1级怪走去。11号新手村，少爷，有人爆出了装备来卖。有人说道。什么？我杀了3个怪，连金币都没爆出来，竟然可有人卖装备了？被称作少爷的青年心中不太平衡。刚好我是近战职业，买了。青年直接决定。可是少爷，这个价格我觉得不值。你懂个嘚儿啊！青年一拍那人的脑门，猪脑子，给你说了你也不懂，赶紧去给我收金币。神奇世界，我必须要在这里成神。他的眼神无比坚定。类似的事情在各个新手村都有发生，那些有一定资本或权力的人都想得到这件武器，主要是1级怪的掉落爆率太低，加上许多人都没趁手的武器，杀怪效率也慢。出现一件属性不错的 F 级武器，谁都想得到。世界频道中不断有收金币的消息发出，而在他们大肆收拢金币时，贺北岩也成功升到了2级。恭喜你成功提升到2级，获得自由属性点加10。由于您是第一个升级的玩家，额外奖励一件自选职业装备，请进行选择：攻击类诅咒装备，防御类。牛逼啊！听到有额外奖励时，贺北岩神色大喜。职业装备果真是诅咒装备，不需要用胚胎和材料来制作，对于一个只能穿戴诅咒装备的人来说，如同天降福音。该怎么选择呢？现在贺北岩有了攻击装，每次升级还有属性点可以加，输出暂且是够了。选择防御类。恭喜你获得 S 级诅咒装备异变生命树铠甲。话音刚落，在自己的物品栏当中就出现了一件墨绿色铠甲。自选装备没有更细致的2级选项啊，有些遗憾。贺北岩调出装备属性，让我看看这铠甲有何不同。异变生命树铠甲 S 级，血量加150，效果每10点血量提升1点物理防御，1点法术防御。诅咒每次升级获得的属性点固定为4。看到这个效果，贺北岩的脑海中只有3个字：舒服了。得到死亡战刀，自己是功高血低的小脆皮，异变生命树铠甲刚好弥补了血低的这个缺陷。不仅如此，血量的提升还会带动双防的增加。在神奇世界，每当受到敌人的攻击，会将对方的攻击减去自身防御，再根据这个数值取一个范围值。任何攻击伤害都不是完全固定的，除了贺北岩手中的死亡战刀，刀刀真伤。现在他才2级，今后只需要将属性点加在体质和力量上，就会自动成为全能战士，能扛能打。分配自由属性点，2点体质，8点力量。贺北岩直接进行分配。异变生命树铠甲所带来的150血量，为他带来15点双防，已经不算少了。再用2个属性点加在体质就够了，剩下的全部加在力量上，稳定输出才是硬道理。玩家贺北岩，等级2200，职业诅咒者，唯一职业，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 2%， 生命250加5，魔法100加2，物理攻击196加3，魔法攻击20，物理防御33，魔法防御33。装备死亡战刀，异变生命树铠甲。2级这个属性数据，就问还有谁？贺北岩现在的属性轻松足够秒杀所有的2级怪了。3级怪打他，也如同玩家打1级怪那般，起码得7、8下才能血量见底。直接找4级怪玩去。血量和双抗的暴增让贺北岩信心满满，他现在的双抗防御甚至比4级怪还要高一些，要尽快达到5级。贺北岩继续深入树林，你进入了3级怪物区域，你进入了4级怪物区域。很快他便找到一只暴类生物，嗜血黑豹，等级4，生命值350350，攻击90，物理防御10，法术防御8，技能5。黑豹十分机敏，察觉到有个比自己等级低的生物在眼前晃悠，率先朝贺北岩扑来，丝毫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小瞧我，今天让你知道花为何别样红。嗜血黑豹的生命值扛不住贺北岩2刀，但他的速度很快，瞬间就咬了过来。贺北岩找准时机，抬手就是1刀，199，但自己也被黑豹死死咬中胳膊。你受到来自嗜血黑豹的攻击53，
嗜血黑豹没料到这个低级生物的攻击竟这么高，防御力也远超他想象，连忙松口想要远离。贺北岩怎会给他这个机会？化作经验吧，2米的大太刀可不是闹着玩的。在他逃出死亡战刀的攻击距离前，将其血条清空。你获得了36点经验，获得2枚金币。低级生命药水加1，低级生命药水10秒内恢复80生命值。药水只有这些？自己有掉落加成，贺北岩还期待着再掉一件装备呢。可见低级怪的爆率有多低。不过相比其他多数人10个怪掉不出1金币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挨了一下攻击，问题不大，血量还有200点出头。拿出刚得到的生命药剂喝下后，盯上了下一只嗜血黑豹。第5章，全世界有6位史诗职业者，成功击杀4级嗜血黑豹，经验值加36，金币加2，F 级武器加1。成功击杀4级嗜血黑豹，经验值加36，获得金币加3，F 级防具加1。成功击杀4级嗜血黑豹，经验值加36，获得金币加1。恭喜你升到3级，自由属性点加10。在接连斩杀6只嗜血黑豹后，贺北岩终于来到了3级。此外还获得了3瓶红药，2件 F 级装备。新装备的属性和残破大剑差不多，继续2比8分配给体质和力量吧，依旧是老样子加点。目前贺北岩还有3瓶生命药剂，可以持续续航，没必要把太多属性点加在体质上。至于影响蓝条和法攻的智力，等以后遇到相应装备再说。暂且他就是个近战武士。玩家贺北岩，等级3 16400，职业诅咒者，唯一职业，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 2%， 生命270加5，魔法100加2，物理攻击212加4，魔法攻击20，物理防御35，魔法防御35。装备死亡战刀，一变生命树铠甲，攻击力终于突破了200大关，达到惊人的216点。这2件垃圾装备也上架了吧？贺北岩看不上 F 级装备，点进交易市场，出售残破大剑，你获得了200金币。这么快，韭菜们的效率蛮高啊！上架残破大剑到现在再次进入交易市场，前后也不过20分钟。贺北岩嘴角上扬，既然韭菜的效率这么高，自己也不能看不起他们。2件 F 级装备分别设500金币上架，成功出售，获得1000金币。贺北岩，好家伙，韭菜们蹲点等着上架装备呢。明明比第1件装备价格卖的还贵，眼睛却眨都不带眨的。韭菜们如此给力，甚喜甚喜啊！毕竟神奇世界开启还没1小时，现在除了他以外没人上架装备，自然要抢着来。万一去还价的时候被别人买走了呢？有钱的大佬富豪用现金搜刮金币，招买打金团，目的就是在这刚起步的阶段买到装备，领先他人一点。新手村内的商店可不卖装备，只卖材料。不过有能用材料制作装备的装备铺，但价格比较贵。做出1件 F 级装备，不仅要自备材料，还要上交至少800金币，足够买 1.5 件了。所以要获得装备，一般只选择通过做任务、杀怪，或者派人蹲交易市场等着送钱。然而就在这时，世界通告，目前已有6位玩家成功转职为史诗级别的强大职业，望各位继续努力，善于发现新手村内的细节。提示：职业越稀有，对后续发展乃至成神的帮助越大。这个通告来得非常匪夷所思，但贺北岩怔住了。神起开始将近1小时，起码数千万至上亿玩家，才只有6人转职为史诗职业，连个传说都没有。神起的职业稀有级别为普通、稀有、史诗、传说，自己的竞技级不在里面，但绝对比传说还要高。虽然不包括自己，但6人实在太少了。这也足以证明稀有职业的转职难度。通告说多留意新手村的细节，稀有职业的转职契机肯定就在那里了。可惜和贺北岩没什么关系，已经获得稀有职业的人无法再获得其他职业，暂且也没有什么第2职业或2转的说法。最后那句提示意味深长啊，直觉告诉他答案就在自己达到5级的时候。反观世界频道内，6位大佬转职成史诗职业了，为什么不说都有谁？大佬们快说说自己是什么职业啊？你傻吧，这种时候谁会暴露自己？都是苟着发育等变强，万一被群殴致死不就完了？你们说会不会有那个贺北岩？毕竟他转职最快。他不可能。实话告诉你们，我的朋友就是6位史诗者之一，职业越稀有任务就越难，贺北岩转职那么快，绝对不可能是稀有职业。666，那岂不是说贺北岩是最垃圾的职业了？比如平民？话也不能这么说，
毕竟人家还上架了装备，职业虽然不强，但应该也不弱，8成挺弱的，估计是靠奖励的10点自由属性和运气杀的怪。看着无数人在频道内聊自己，贺北岩不屑地笑了。无知者无畏，一群跳梁小丑罢了。这些人连当自己对手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不可能想到，真正的强大职业根本不需要做转职任务，开局直接转职成功。就问你气不气？若是知道这个真相，这些人8成也接受不了或不相信，毕竟他们只会眼红别人，不懂得提升自己。有人得到了史诗职业，我也要逼自己一把了。贺北岩望向了林子更深处，他不会因为自己得到了强大职业就轻视他人，那样就和世界频道里的多数人一样了，等于给别人超越自己的机会。进入5级怪区域，贺北岩绷紧神经。讲老实话，他这个血量在5级区域蹦跶还是有点小危险的，特别是遇到嗜血黑豹这种的，因为速度快，难以躲避其攻击，只能硬抗，伤害还有点小高。很快他发现自己想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幸运女神的眷顾，他所在的5级怪区域是一群移动缓慢、皮糙肉厚的龟类怪物。甲龟，等级5，生命值520520，攻击95，物理防御16，法术防御12，攻击力只比4级的嗜血黑豹高5点，完全在贺北岩的接受范围内。区520点血量，老龟，你敢让我3招？贺北岩一个大不留心，死亡战刀就往甲龟防御最强的龟壳上砍，反正无视防御力，打哪儿都一样。甲龟的个头足有2米，见有傻子朝自己引以为傲的龟壳砍去，不做任何防备，反而伸缩头部咬向贺北岩。只可惜，咔嚓，负216，还没咬到贺北岩，自己的大龟壳直接被劈成2半，鲜血横流。甲龟在地上吃痛的打滚，趁你病要你命。贺北岩抓住机会连斩2刀，负216，负216，击杀甲龟，获得经验值+36，金币+2，甲龟壳+1。甲龟壳是一种 F 级材料，可以用来制作装备或者直接出售，再杀10只就能到4级了。贺北岩看了一眼经验条，5级已经在向他招手了。第6章连环任务，贺北岩化为了猎龟勇者。甲龟的攻击方式非常单调，移动速度缓慢。杀死完10只甲龟后，他只挨了1次攻击。恭喜你提升到4级，获得10自由属性点。等级来到了4级，贺北岩的物品栏里多了9块甲龟壳、3瓶红药和2瓶蓝药。除此之外，金币也收获了20多枚，聊胜于无。蓝药对我没用，先留着吧。这次的属性点该怎么分呢？虽然越级打皮糙肉厚的怪物很轻松，但没办法保证之后的运气还这么好。自由属性点还是太少了，加3点体质，7点力量吧。最终他选择了相对保守一点的比例分配。玩家贺北岩，等级4 12800，职业诅咒者，唯一职业，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2%，生命300加6，魔法100加2，物理攻击226加4，魔法攻击20，物理防御8加30，魔法防御8加30，装备死亡战刀，一柄生命树铠甲。4级升5级还差788点经验，如果去杀6级怪需要22只，继续留在这里砍5级甲龟则要33只。这一刻，贺北岩仿佛体会到了前期有多干。想成神确实不容易，得亏我有诅咒装备和经验加成，换成其他人升级更难。特别是那些法师，没杀1、2个怪蓝就没了，还得原地等回蓝。贺北岩忍不住的吐槽，抱怨也没什么用。他打算先去6级怪区域看看，如果不好对付就再退回来。他向更深处走去，还没踏入6级怪区域，竟发现有个戴斗笠的老人在不远处。人形怪物还是 NPC？ 若是后者的话，大概率能接到任务。贺北岩象征性的犹豫了下，还是走到了斗笠老人身旁。老人家，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与其眼神交汇，确认不是怪物后，他松了口气。哎呀，竟然这么快就有勇士来到这里了。见到贺北岩，斗笠老人露出10分人性化的诧异。你能帮我收集10块甲龟壳吗？这些大块头太硬了，我这老骨头啃不动。触发斗笠老人的任务：1，收集10块甲龟壳，交给斗笠老人。奖励5点自由属性。是否接受？我敲！险些一句国粹脱口而出。贺北岩几乎都要膜拜幸运女神了。这不是白送的奖励是什么？加上最先击杀甲龟掉的1块龟壳，他刚好有10块。前期玩家想要快速变强，靠的
就是属性点堆积。可这显然不是奖励的全部，因为这只是任务1，意味着这是一个连环任务。连环任务至少分为2个阶段，每完成一个小阶段便会得到奖励，越往后奖励越丰富，相应的也越难。据说最多的连环任务族有30-40个阶段，而最后得到的奖励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他十分期待接下来的任务和奖励会是什么。老人家，我这里刚好有10块假龟壳。贺北岩直接交接任务。我果然没看错你，勇士，获得5点自由属性。刚才只是为了考验你是否能真的帮到我，其实我需要的假龟壳还有很多，但很快我就要走了。斗笠老人的任务2，收集40块假龟壳交给他。任务时间请在1小时之内完成，否则任务失败。任务奖励自由属性点加15，遗迹传送时。好，我会在1小时内把假龟壳交给你。看来斗笠老人的任务只有2环了。想想也是，在5级怪区域的 NPC 能有多离谱的连环任务。不过第2阶段的奖励很不错，15属性点外加遗迹传送时，后者是重中之重，它是进入遗迹的钥匙。所谓遗迹，类似于其他游戏里的副本，在里面可以得到高额经验，获得装备的概率也很大。据诅咒者的职业记忆，一些强大的遗迹副本里甚至能得到逆天的 SSS 级诅咒装备。不过遗迹也分种类，有的是需要你杀死特定怪物，有的是探索或寻宝等等。不知道老人家的传送时是哪种遗迹？贺北岩掉头返回，暂时不去6级怪区域了。他现在的攻击力，1小时内杀死80只假龟都绰绰有余，加上掉落概率提升200%，40个假龟壳会掉不出来。击杀假龟，获得24经验值，金币加2。击杀假龟，获得24经验值，金币加2，假龟壳加1。击杀假龟，获得24经验值，金币加1，假龟壳加1，初级生命药水加1。击杀假龟，贺北岩沿路将所遇到的假龟全部击杀。不一会儿，背包里就有了10几块假龟壳。刚获得的5点自由属性，他全部加在了力量上，攻击力达到了240点，经验条也逐渐上涨，朝5级逼近。15分钟后，你已提升到5级，获得10自由属性点，开启职业任务。职业任务1，等级达到10级，并佩戴5件诅咒装备。奖励诅咒强化术，专属技能。描述：倒霉又幸运的勇士，你应该发现自己不仅无法穿戴普通装备，技能同样无法习得，但上天给你关扇门的同时又打开一扇窗，完成职业任务，获取更多专属技能吧。贺北岩，原来我连技能都学不了。讲老实话，若非开启了职业任务，贺北岩真不知道。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只是不能穿戴常规装备，技能总归是可以学的。真相竟是2样都不行。毕竟诅咒装备已经很变态了，比如贺北岩手中这2件 S 级装备属于根据数值变化的成长型，越到后期则越强。这还只是最低品级的诅咒装备，可以任意学习技能，随便一个技能再来个百分比伤害加成，那也太逆天了。话说专属技能有何效果，能不能提前看到？贺北岩意念微动，诅咒强化术，献祭1万金币，可使任意诅咒装备得到1次强化，并有概率增添额外新效果，每使用1次需献祭金币增加。看到专属技能的效果，贺北岩脸皮狂抽。一直以来他都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花钱方式，现在他找到了，可以强化诅咒装备，还有概率得到额外效果，这也太强了。意味着贺北岩哪怕得不到新的诅咒装备，只要有足够的金币，可以把获得的装备打造成诅咒神器。但前提是他要先得到5件诅咒装备，才能开启这个技能。升至10级后，他会再获得1个诅咒胚胎，还有2件要想办法得到。想到这里，叮！提示：由于你是第一个开启职业任务的勇士，可免费使用1次。任务1，职业专属技能。第7章强化。贺北岩似乎已经听得麻木了，将所有的震惊化为一声轻蔑的笑，仿佛在说：就这。不过他也听出了这声提示的潜在含义。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职业任务，越强越稀有的职业，其任务奖励就越好。因此贺北岩只是暂时领先在起跑线上，不能存有侥幸心理。这免费的强化术用给死亡战刀吧。贺北岩思考了下，便做出决定。根据他的情况，加强输出是最好的选择。虽然用给异变生命树铠甲也很好，让自己变成真正的肉装战士，但输出就有点跟不上了，逐渐会被其他人拉近距离。如果输出够强，一刀一个超级经验宝宝，还要什么防御？是否确定将诅咒强化术用于死亡战刀？确定后不可更改。确定。瞬间一道金光洒在战刀身上。提示：你对 S 级诅咒装备死亡战刀使用了诅咒强化术。强化完毕。
死亡战刀+1，120攻击力，对物理防御力低于你攻击力的敌人直接造成攻击力 ×2的真实伤害。诅咒防御力为攻击力的负数，这也太爽了！看着强化后的死亡战刀，贺北岩相当满意，攻击力翻倍，再次面对假龟，一刀就完事儿了。在众多人类玩家面前，他更是能一刀斩死一大片，如同开无双，去割草。但这还不够，属性点全加力量，加上死亡战刀提升的20点，贺北岩现在的攻击力足有297点。操控死亡战刀每次的真实伤害高达594，伤害直接接近600点。仅此而来的还有系统通告。世界通告，勇士贺北岩率先开启职业任务，获得一次免费使用专属技能的权利，望各位勇士再接再厉。世界通告，这次通告足足响了3遍，全世界的玩家都陷入了短暂的懵逼之中。回过神来后，琪琪在世界频道中宣泄自己的嫉妒。干，怎么又是贺北岩？这是个龙国人吧？我们漂亮国就没人上通告了？通告一共就响了3次，只有1次和他无关，剩下全部都是贺北岩，我都想把他屏蔽了。率先开启职业任务又如何？不过是个垃圾职业，专属技能也不会有多强。没错，职业强才是王道，像他这种最快做完职业任务的人，绝对是前期大哥大，后期地中地。哈哈，你们这是在嫉妒我们龙国人？嫉妒？哦，上帝，我们说的是事实，不信走着瞧。说不定他已经被其他稀有职业强者盯上了，快点死吧！哈哈哈。听说玩家被杀，自己的一件物品就会爆出，贺北岩就是头戴宰肥羊啊！最好还是别小瞧人家，能上通告总归是有道理的。一旦有人过于耀眼，就会遭来各种嫉妒与恶意，这就是人的劣根性。毕竟大家都是平等的开局，为什么只有你起飞了得到好处，而我们却没有这种机会？在他们看来，这不公平。心里的不满总会表现在行动和言语上。就比如世界频道中的这些人，唯一帮助贺北岩说话的，仅有那些龙国人和极个别理性的他国玩家。至于贺北岩本人，并没有在世界频道说话，他不 care。如果真有人想对付他，对待抱有敌意者，贺北岩绝不会心慈手软。他可不是什么圣人，我倒还希望真有人找上门来，给我送点装备和金币。蚊子再小也是肉。贺北岩现在的属性，哪怕没有死亡战刀，都能轻松吊打无数人。回归当下，贺北岩继续斩杀假龟，攻击力的显著提升，让他的杀怪速度直接飞起，行云流水，一刀秒杀。只要假龟被死亡战刀碰上，身体就仿佛纸一般薄，化为一束束光团。若非这里没有其他玩家跟他抢怪，恐怕怪物的刷新速度都比不上他杀的速度了。击杀假龟，获得12经验，金币+2，假龟壳+1。提示：40块假龟可以收集。终于集齐了。贺北岩看了下任务剩余时间，还有15分钟。为了这40块假龟壳，他总共至少杀了80-90只假龟，爆率属实之低。刚升级的经验条也涨到了1/3多，距离6级还差800多经验值。换成斩杀6级怪，已经快要升级了。先去交任务。再次来到斗笠老人这里，贺北岩提交任务。多谢你，勇士。若没有你的帮助，我真不知该怎么办。这是你应得的。获得15点自由属性，1级遗迹传送时。1级遗迹传送时，团队只有激活才知道会发生什么。使用次数1，进入人数上限050。提示：请携带足够的药水道具，在遗迹中死亡将会直接离开遗迹。看来我要多搞些生命药水了。特别进行了提示，贺北岩总要防范些。尽管他不认为自己会死在1级遗迹中，哪怕这是个团队级遗迹。现在共有20多瓶初级红药和10几瓶蓝药，这是他杀怪获得的所有药水。蓝药他用不上，可以上架卖出去。法师类职业对蓝药的需求量很大，如果有足够的蓝，甚至可以用风筝留无伤刷怪，与我正相反。贺北岩揣摩着下巴，既然如此，就1瓶蓝药换2瓶红药吧，真是便宜他们了。原本他打算3瓶红药换1瓶蓝药，后来想想，神奇世界刚开始还没3小时，大多数玩家还在跟1级怪纠缠，没几个人能掏出来那么多红药，干脆就2瓶吧。上架之后，贺北岩就不再管了，用脚趾头都猜得到世界频道里会说些什么。10几瓶蓝药都是他一个人上架的，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么这15点属性，我要分多少点加体质呢？贺北岩皱眉沉思。龙国某处，一群中年人正围坐在圆桌周围，议论纷纷。不远处还有许多年轻男女在忙碌，整理手中的材料，似乎在查找什么。我们在他国那边的人传来消息，贺北岩已被视为别国的眼中钉，一旦发现就会将他彻底抹杀。我们找到他了吗？
还没有，重名的人太多了，神启世界不受任何国家控制，我们也不清楚他的长相，知道了也没用。我不相信他这种人会用原貌进入神启世界，找不到那我们该如何确定他的品性，好做进一步判断？继续找，神启里也要时刻寻找他的蛛丝马迹，最好是能加上他的好友。也对，我们找不到也代表其他国找不到，现阶段来说贺北岩的出现对我们龙国是件好事。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职业，怎么每次都能被世界通告，还获得了这么多药水。让我们龙国国主玩家在努力下，无论需要什么都尽量支持，一定要尽快变强。第8章，经传说职业者出现，你将5点属性分配给体质，10点属性分配给力量，这是贺北岩的最终思考结果。查看个人面板，玩家贺北岩，等级567215500，职业诅咒者，唯一职业，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 2%， 生命350加7，魔法100加2，物理攻击312加6，魔法攻击20，物理防御8加35，魔法防御8加35，装备死亡战刀，一变生命树铠甲，真伤破600了。看着自己的攻击数值，贺北岩笑了。不过暂且他不打算进入1级遗迹，按常理 F 级装备对应玩家等级是1至10级，1级对应的是10至30级，遗迹的品级划分与装备相同，自然也是10至30级去最好。贺北岩打算回一趟新手村，据说新手村里面有许多 NPC 发布的任务可以接，希望能再遇到一个奖励职业装备的任务。贺北岩如此向幸运女神祈祷，朝新手村方向赶去。歪日，你知道老子是谁吗？敢抢老子的2级怪，管你特喵的是谁，老娘照抢不误。咋的？兄弟们加把劲，我们好不容易脱离了人如尸潮般的1级刷怪区，快点升到3级，就不用再遭受抢怪了。哪个小王八偷摸了我的尸体光团？我祝你生孩子没屁眼。走到2级怪区域时，逐渐变得热闹起来，到处都是人的影子。现在升级最快的一批玩家就是2级实力，杀起怪来相当卖力，一双眼睛还时不时瞟向周围，担心有人抢怪摸尸。倒有一处区域似乎被占领了，里面只有寥寥几人，外围有不少1级玩家站着守护，没人敢去打扰。目前1级玩家还占大多数，个人实力虽不如2级玩家，但人数多起来就不一样了。怎么有人从3级怪区域回来？哈哈，怕不是觉得自己能单杀3级怪吧？结果发现根本打不过，这种人咱又不是没遇到过。看他状态不太像啊，我还没听说咱66号新手村有谁达到3级了，世界频道里也没见有人提及，难道他是第一个？小哥长得挺俊啊，要不要加一下我的好友？贺北岩的出现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听着这些人的议论，贺北岩不为所动，继续朝新手村方向走去。这位先生，请留步。这时原本站在那里监视周围的几个1级玩家挡住他的路。我们小姐有事要问你，不会耽误太长时间。没空。贺北岩毫不客气，继续向前走去。那我就直接问了，告诉我3级怪的属性和你如何斩杀的他们，我给你200万现金的报酬。身后一个悦耳声音忽然高喊：200万，好多啊！贺北岩说着停下了脚步。见他停下，女子觉得有机会，快步上前。如果你给出的信息够详细，再追加200万，如何？贺北岩上下打量着他，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400万现金就想套出自己的情报，2个字，呵呵，这可是全民大比拼，看谁能成神的神奇世界，无法给予贺北岩满意的报酬，他是不可能说出任何东西的。我们家小姐是龙月集团的千金董月，400万完全可以拿得出手，这点你放心。他身旁的1级玩家会错了意，开始替董月自报家门。贺北岩摇了摇头，你理解错了，400万对我来说不值一提，给我5000金币，我把3至5级怪物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你。距离1万金币他还差4000多，如果对方能拿出5000金币，那就是血赚，但显然是不可能的。5000金币？你在发什么病？董月直接叫了起来。自认为阅人无数的他，从未见过如此狂妄的男人。5000金币没人能拿得出来。在他看来，眼前这个男人8成看上了自己的外貌，在调戏自己。如果不是真想知道3级怪的信息，他不会跟对方再多说一句话。周围的其他玩家听到后也是哈哈大笑，本以为是个高手，原来是个智障，说话快笑死我了。还3至5级怪物信息全告诉董月小姐，你是开挂了还是找到 bug 了？这么厉害，你怎么不上天直接成神啊？散了，这人脑袋抽了，神经病。撩妹也不是这么个撩法，
虽然必须得承认你的捏脸很帅。就在众人嘲笑贺北岩之时，突然出现的世界通告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世界通告，玩家吉恩第一个转职为传说职业，奖励金币1000，10自由属性点。靠！传说职业，第一个传说职业者出现了，终于不是贺北岩霸占世界通告了。等等，吉恩，他不是在我们66号新手村吗？难怪在这里没有碰到他，原来他一直没离开新手村，在做传说职业的转职任务。完蛋了，做完了转职任务，他马上就会来到这里了，赶紧多杀几只怪，不然就没得杀了。中2级玩家忽然意识到什么，纷纷把注意力放在杀怪身上。听到这个通告，董月也变得着急起来。吉恩可是漂亮国的国柱玩家之一，获得传说职业，一旦来到这里，就没他杀怪的事儿了。200万，你不告诉我也得说。董月懒得纠缠，态度强硬，身后的10几位1级玩家围了过来。贺北岩笑了，软的不行，就打算来硬的了。这是权贵者的一贯作风，要风的风，要雨的雨，多年早已变成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的娇惯性格。况且在村外对玩家发起进攻，不会有红名的情况出现，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对方显露敌意，贺北岩打算先下手为强，可他忽然感觉到背后有道视线盯着自己，回头望去，发现是一个身材壮硕的金发男子，近2米的个头，十分显眼。大小姐，吉恩来了，这么快？有本事别走！董月威胁着回到自己的刷怪区。吉恩来到这里，率先注意到的就是贺北岩，他总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什么不同，但又说不上来，于是便不再在意。各位都看着我干嘛？接着杀你们的怪吧！在神奇世界各国，语言都会自动转化。吉恩说着，徒手抓起2只2级野狼，一阵飓风吹过，3、5拳就锤爆脑袋，鲜血流了一地。周围人瞪大了眼睛，他们达到2级后杀一只同级怪，最少也要7、8次攻击，而吉恩轻松1挑2，这就是传说职业者的实力吗？可怕，太可怕了！不知道他是1级还是2级。众人暗自啧舌。贺北岩眼睛微眯，和风有关的职业吗？第9章，打赢我，道歉你1万。2级怪也太弱了，真无聊。一阵风吹过，甩掉了吉恩手上的血迹。他转职的传说职业是烈风拳者，随后迅速斩杀10个1级怪升级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属于半 AOE 输出的职业，可以施展飓风来快速杀怪，但真正的强大之处在于双拳。看见周围人的瞪目结舌，甚至连怪都不敢杀，吉恩不屑地笑了。这就是弱者的姿态，也是他最看不起的。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吉恩一清二楚。不过他也没兴趣在这里跟弱者抢怪，打算直接越级去挑战3级怪，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然后完成上层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找到那贺北岩还有龙国等地区的国柱玩家，将其击杀10次，让他们再也无法出现在神奇世界。特别是贺北岩被点名要优先处理。想到这里，他开口道：3级怪区域有没有人？没有，66号新手村无人在3级怪区域杀怪。董月站了出来，随后伸手一指，但这个男人是从3级怪区域回来的。不仅如此，他还说自己知道5级怪物的信息。贺北岩凝视着董月，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手指的方向正是自己，这是要把他拉下水。没有得到想要的情报，就打算借他人之手来杀害自己，还是认为面对传说职业者，看自己会不会还这么嘴硬。不管是哪种想法，他的行为都彻底激怒了贺北岩。你去过5级怪物区？那里有什么？吉恩看向贺北岩，这不正是自己最开始觉得不对劲的男人吗？给我5000金币，我就告诉你。贺北岩黯然不动道。听到这番话，吉恩不气反笑，因吹斯听。他好久没遇到明明是弱者还如此有骨气的人了，因此他打算给对方个机会，跟我打一场，赢了我不要你任何情报，道歉你1万金币。虽然现在他没有那么多金币，但吉恩敢放出豪言，因为他是传说职业者，区区1万金币，未来触手可得。何况他不认为自己会输，只是想看看这个弱者在败北后能否依然有这份骨气。完了完了，这傻子要少一条命了。董月这个女人，人美心却毒，以这种方式来借刀杀人，太可怕了。要怪就怪这人弱智，好好的400万拿着给出情报就行了，非要和董月对着干。还好我没得罪过他。众人小声议论着，他们都觉得贺北岩必死无疑。董月也在暗中偷笑，这就是得罪他的代价。可接下来众人听到了匪夷所思的一段话，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道歉我1万金币，你给得起吗？贺北岩理直气壮的神态简直冲垮了他们的3观。见过傻的，没见过这么傻的，竟然质问传说职业者给不给得起你1万金币。
不应该先想想怎么才能赢？不对，怎么才能不死吗？吉恩也愣了一下，随后放声大笑起来，有趣，有趣，我喜欢你的性格。赢的话，1万金币3个月内必定给你，可以跟我打一场吗？我承诺不会让你损失性命。龙国有句话叫点到为止，因为你的性格我很喜欢。他倒要看看这细皮嫩肉的小伙子有几斤几两。3个月，太久了，最迟半个月，不然我不跟你打。贺北岩说着就要往董月那里走去。他是需要金币，为获得诅咒强化术做好准备。但3个月后，他也不缺那1万金币了。亏本买卖贺北岩可不做，半个月就半个月。吉恩反手就要抓住他的胳膊，谁知贺北岩看都不看，说话算话，不然我饶不了你。手指朝吉恩的掌心轻轻一弹，负99，一个大大的红色2位数出现在吉恩的头顶，同时吉恩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撞倒了后面一排吃瓜玩家。我擦，好疼！我怎么也掉血了？撞击也算伤害？发生了什么事？我刚才被撞出眩晕2秒。吃瓜玩家们咒骂着，直到发现压在自己身上的吉恩。吉恩怎么被撞飞了？不应该是傻子稳输吗？这群小丑的榆木脑袋反应不过来，搞不懂到底怎么回事。可站在不远处的董月看得一清二楚，再次看向贺北岩的眼神充满了惊骇与恐惧。这个调戏自己的轻浮男人，竟然用一根手指弹飞了吉恩，甚至造成了可怕的99点伤害。那可是漂亮国的国柱玩家之一，相当于国家职业队，更是全神起第一个转至传说职业者的至强者，就这么败了，而自己却得罪了这样的人。一时间，恐惧充斥着他的大脑，呼吸都变得轻微许多，甚至忘记了逃跑。同样震惊的还有吉恩本人，在他掌心与对方指尖触碰的刹那间，犹如被巨石撞击，其力量他根本无法抵挡，只有被击飞的份。还有那恐怖的99点伤害，直接把他刚刚过百的血量打成了红血。吉恩看得到，对方腰间还配有一把太刀，没使用武器就有如此强大的输出，这是何等的变态！此刻吉恩并不知道，正是他刚才那句不杀你性命才让自己侥幸存活下来，但他只知道眼前的帅小伙是个强者，真正的强者大神，而他吉恩尊重强者，尤其是眼前这种既有傲骨又强大的人。紧接着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无比警惕地盯着对方。你是贺北岩？原本绝不会说错的3个字从吉恩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儿，连自动转化语言的神奇系统都无法正确翻译。贺北岩？什么牛马名字？贺北岩鄙视道。他并不知道自己上了他国的必杀名单，但对其他国的玩家并无好感。吉恩松了口气，看来对方是深藏功与名的高玩，只要不是贺北岩都好，不然自己说什么都要想办法杀他了，没办法向他学习。毕竟那不仅关乎上级的任务，还和他的光明未来有关系。大神，我来自漂亮国，能不能加个好友？吉恩并没有因为刚才的事恼羞成怒，反而想结交一番。全场人惊呆了，什么情况？被打飞不生气不说，还想得到对方的好友位？难道眼前这个人真是个强者？而贺北岩的回答证实了他们的想法。没兴趣，不加。吉恩解释道，我不会过多打扰您，不加的话我怎么在半个月后给您1万金币？想起自己之前大放豪言，吉恩就想给自己2巴掌，真的是后悔啊。半个月得到1万金币，他努力是可以搞到的，可那也差不多是他的全部积蓄了，还玩债自己真就要净身出户了。他也不是食言的那种人，毕竟打不过，惹对方不高兴把自己嘎了都没得说。与一个强者结仇，还不如和他成为朋友，自己吃点亏也没办法，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到时候我会主动找你。贺北岩继续道，你不是通道奖励得到1000金币吗？先给我。这好吧。吉恩一脸肉痛，但还是掏出一袋子金币交给了贺北岩。你获得了1000金币，还差9000，我记着呢哈，可以去你的3级怪区域了。说完后，贺北岩把目光转移在董月身上。下面该说说我们的事了，董月大小姐。第10章，受伤的护卫。你想干嘛？董月大小姐可是龙月集团董事的唯一宝贝女儿，你若动她，绝对会吃不了兜着走。10多位1级玩家把董月牢牢挡在身后，威胁贺北岩，管你什么龙月还是牛马，敢对我显露敌意，今天你们都要死在这里。贺北岩脚步一蹬，欺进他们身前。本要前往3级怪区域的吉恩看到此景，停下了脚步。他能从贺北岩的言语中感觉到和对方有仇，但不关他的事。不过亲眼观看高玩大神的战斗场景，说不定能有所收获。可很快他发现自己想多了。面对一群1级菜鸡，贺北岩只是提着拳头往他们身上砸，没有任何技巧与技能，
就是纯粹的力量，每砸一下就会有一人化作光之碎片消失在原地，只留下几枚金币和一件 F 级装备进入贺北岩的背包。想要复活，得等至少6个小时的冷却，没出新手村前都不会掉经验。但这个时间足以被其他人拉开距离了。他是怪物，快跑！有人见此想要逃跑，却没能逃出贺北岩的死亡之拳，被直接轰死。对付他们，贺北岩死亡战刀都懒得拔。1分钟不到，只剩下董月瘫坐在地，惊恐地看着贺北岩。别杀我！董月的声音有些颤抖。你应该感谢自己在神启初期遇到我，不然我必把你从神启世界直接抹杀。贺北岩没时间耽误在这种小人物身上。你还有警告你身边的一切人，别想着来挑衅我，否则我会让你们彻底退出神启。耳边传来冷漠的一段话，贺北岩化拳为掌，一巴掌打在董月的脸上。啪！清脆的耳光声响起，董月的头顶显示出2位数的伤害数值，化为了星光碎片。死！先前嘲讽贺北岩的玩家齐齐倒吸一口凉气。董月死了，接下来是不是就轮到他们了？刚才他们叫的也挺欢，这也是得罪了对方。作为能最快升级的一批玩家，其中少不了人精。只见一人跑到吉恩面前：“吉恩先生，刚才龙月集团的董月利用你，想借刀杀人，斩下这位大神。还好大神高人一等，没中他的诡计。”有人开头，顿时惊醒了所有梦中人。没错，他打算利用你的实力杀了这小帅哥，因为小帅哥不给他想要的情报。都一边去，话不会陈述就别说。吉恩先生，我来跟你讲，事情是这样的。一张嘴巴巴个不停，给吉恩整得一头雾水。这不是大神的私人恩怨吗？咋又跟我扯上关系了？但随着他们的讲解，吉恩理清了思路，顿时气得脸色通红。好一个董月，竟敢利用我！我必让你们龙月集团不复存在！得知自己与高丸大神斗争都是他策划的，血压都高了。大神，这件事不劳您费心了，我来。吉恩回头想替大神解决此事，却发现他早已不见踪影。听说了吗？吉恩被一个不知名的大神玩家给打败了。什么？吉恩不是第一个转职为传说职业的国柱玩家吗？竟然会输？这件事在世界频道里广为流传，大家都在猜测这个大神是谁，据说已经达到了5级。吹牛逼不打草稿是吧？现阶段已知的最高等级才2级，吉恩败了可能是真的，但被5级玩家打败绝对是假的。应该是有人从中添油加醋，或许是到达3级的某位低调大神。神启玩家数量已经破亿，我们知道的信息不一定就是全部，这倒是有可能。神启世界卧虎藏龙。回到新手村，自己与吉恩交战的事情已经传开了，有世界频道这个东西存在，消息传得无比迅速。世界通告：龙国玩家聂勇第2个成功转职传说职业，获得金币500，5点自由属性。世界通告：龙国玩家南石林第3个成功转职传说职业，获得金币100，5点自由属性。世界通告：漂亮国玩家金斯妮成功转职传说职业。又有人转职了传说职业，同时3个人转职成功，让贺北岩有些惊讶。不过他也没过多在意。身为竞技级唯一职业，贺北岩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快，勇士们让开一下，这里有伤员！就在这时，一阵高喊吸引了所有玩家的注意。几个 NPC 护卫浑身带伤，一人身上还背着重伤昏迷的护卫，仓促地往新手村某处跑去。好真实的 NPC， 这伤，这神态如此的逼真，沉浸式体验感满分。我觉得有任务可以触发，上去问问。有玩家大胆上前：“你好，护卫先生，是遇到什么事了吗？我可以帮你。”护卫看了他一眼，脚步未停：“你的实力太弱，帮不了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会保护好村子的。”好吧。这位玩家灰头土脸的离开。实力太弱，贺北岩听这意思，倒是觉得真有任务可以接。于是他暗中跟随护卫们，和他抱有同样目的的人也不少。直到他们进入村长家中，留下2个护卫站在门外。请问我可以进去吗？我有足够多的初级药水，说不定能够帮上忙。贺北岩小声说着，又在其他玩家的视野死角掏出10枚金灿灿的金币。他早就发现神奇的 NPC 很人性化，有独立思考能力，与真人无异，于是打算测试一番。这2个护卫对视一眼，咳嗽一声，脸不红心不跳的默默收下金币。小兄弟，主要的不是救人，而是解决问题。感觉你的实力还差些，但看你这么用心，去试试吧。随后一人敲了敲房门，示意贺北岩进入。果真有效，贺北岩心中乐开了花。把 NPC 当成真人对待还是管用的，只是他没想到连自己的实力都接不到这个任务。这任务到底有多难？带着疑惑走进了房间。其他玩家见有人进入，也纷纷上前询问，
却都被拒之门外。凭啥他能进，我们不能进？这不公平！是不是给你们塞钱了？两位大哥，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2枚金币。护卫1号满脸震惊，我们一生恪守职责守卫村子，就别想贿赂我们了，这是对我们人格的侮辱。没错，你们太弱了，比起想办法贿赂我们，还不如想想怎么提高自己实力。护卫2号也大声呵斥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贿赂，怎么可能会放进去？不然这护卫还咋当？人和人就是有差距，有些人真是没一点眼力劲儿。看看刚才那小帅哥悄咪咪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多会来事儿，出手也大方，1人5金币。再看看你们，这些话是2个护卫的心声，想想就行，打死都不可能说出来的。更何况这些玩家的实力实在太弱，接受贿赂也不可能放进去。第11章，极度危险的任务，向女神许愿，至强装备。进入村长家中，贺北岩看到了3个人，眼前自动显示出了他们的名字：年迈的村长，重伤昏迷的护卫，还有护卫队长。几位前辈，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我可以帮忙。村长和护卫队长看了他一眼，前者叹了口气：本来这件事我们暂时不打算让勇士加入的，但你既然来了，就告诉他吧。见此，护卫队长开口道：在村外3公里一直有兽人山寨存在，威胁着村子的安危。我曾多次派人前去清剿，但都没能成功。不知不觉里面已有上百兽人，普遍在7至8级左右，其中的精英级怪物兽人寨足有10级的实力，已经快要超出了我们护卫队的实力了。勇士，这不是你目前能接受的任务，我们不会强求你，选择权在你。团队任务：摧毁兽人山寨，极度危险。描述：兽人山寨越来越强大，若不尽快摧毁，未来新手村可能会覆灭。奖励1冒号1000金币，职业装备+1，属性点+30，声望值+500。奖励2，根据个人摧毁和击杀兽人的贡献度获得丰厚奖励。该任务至多可5人参与。提示：你可以请求护卫队的协助，但会降低个人贡献度。提示：该任务的结果会改变神奇世界的一些情况。当看到任务奖励有职业装备时，贺北岩就已经打定主意了。更何况根据个人摧毁山寨和击杀兽人的贡献值，还有额外奖励，这任务奖励属实丰厚。但这是个团队任务，也是特别标注出极度危险的一个任务，哪怕它的属性比任何人都高，数量上百，最低是7级怪，最高是10级，还是个精英怪，确实超过了贺北岩的能力范围。精英怪比普通怪物的属性要高很多，之前贺北岩在树林斩杀的都是普通怪物，普通怪打不过同级的精英怪。在前期来说，10级的传说职业者单挑10级精英怪都很难赢，但贺北岩有信心，因为极度危险是对其他玩家说的，而他是个例外。我接受。勇士，你想好了吗？这个任务不会那么简单，请相信我吧。你接受了团队任务，摧毁兽人山寨，具体位置已显示在任务之上。贺北岩不仅要接受，还准备一个人将这个任务做完。他要得到最高贡献度，获得最为丰厚的额外奖励。年轻的勇士，你的勇敢打动了我。村长接着说，年轻时我在世界冒险，偶然得到一件极其特殊的道具，直到老了也没能成功使用，就把它送给你了，希望它能帮你完成任务。村长从怀中掏出一颗泛着微光的水晶球，递到贺北岩手里。祈愿水晶球，特殊道具。描述：传说可以向愿望女神祈祷，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件物品，但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看到描述后，贺北岩的眉头一挑，可以向女神祈祷，岂不是说 SSS 级诅咒装备也能获得？但这只是一个传说。村长年轻时得到，直到老了也没能祈祷成功，就是鲜明的例子。愿望女神是否存在都很难说，但我是天选的诅咒者，说不定可以实现呢。想到这里，贺北岩就迫不及待的要试一试。多谢村长，那我就先去准备了。护卫队长，需要我的帮助可以随时找我。贺北岩离开此地，快速甩掉追问自己在村长家做了什么的大批玩家，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野外，掏出祈愿水晶球，对其说道：伟大的愿望女神，我贺北岩向您祈祷，给我一个永久无敌的神奇道具。这一路上他想了想，要 SSS 级诅咒装备还不如直接无敌呢。这水晶球能给一件物品，那就给我个永久无敌的道具，不过分吧。然而水晶球并无反应。那给我一个神格，让我成神。水晶球选择独自高贵。神格也不行，那我要一颗吃了就能满级的果实。水晶球依旧高冷。好吧，祈祷一个符合我职业的 SSS 级装备总行吧。贺北岩放弃不切实际的愿望，回归到正题。为防止这个愿望也实现不了，他还特意说自己职业而非诅咒装备，有点玩文字游戏的意思。
可水晶球还是无动于衷。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要你有何用？贺北岩气不打一处来，感觉情感受到了欺骗，甩手就把水晶球往地上一砸，只听咔嚓一声，水晶球裂了。我靠！贺北岩眼睛瞪得贼溜圆，能向女神祈祷的水晶球这么不耐摔的，他就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谁知道直接就碎了。本来还能在未来尝试祈祷一下，说不定就成了，现在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他的心在滴血。可接下来发生了无比惊人的一幕，只见碎裂开来的水晶球突然大放光明，随后宛如液体般融合在一起，最后化为了一团类似果冻的椭圆物体，还散发着神圣的金光。天选的诅咒者，你成功的向愿望女神祈祷，获得 SSS 级诅咒装备。贺北岩，难道祈祷成功的真正方法是最后把水晶球摔碎？究竟是怎样祈祷成功的，他不得而知。总之，贺北岩得到了想要的 SSS 级诅咒装备。他的第一把 SSS 级诅咒装备，圣晶史莱姆 SSS 级拟态型诅咒装备，攻击生命加500，双抗加50。描述：由极其稀有的圣晶打造出的至强诅咒装备，以至于诞生出了灵智，可幻化成任何生物形态。效果1：变形后拥有持有者 150% 的具体属性。效果2：击杀生命时有概率为持有者夺取1点自由属性，无上限，被击杀者等级低于持有者不会触发该效果。诅咒：每变形一次，持有者随机属性随机一项减少 10%。使用条件：无限制。单单看到圣晶史莱姆最弱的属性加成，贺北岩就知道他有能力摧毁兽人山寨了。第12章，回归现实的逆天发现。生命增加500点，为贺北岩带来了50双防，加上圣晶史莱姆的50点，总共提升100的物理防御、法术防御，直接肉起来了。还有500攻击力的加成，配合死亡战刀输出也瞬间爆表。玩家：贺北岩，等级5672150，职业：诅咒者，唯一职业，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 3%， 生命850加25，魔法100加3，物理攻击812加24，魔法攻击20，物理防御58加86，魔法防御58加86。装备：死亡战刀，异变生命树铠甲，圣晶史莱姆。这一刀下去，伤害就离谱了呀！贺北岩感叹道。作为 SSS 级装备，属性加的不算多，毕竟诅咒装备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效果。圣晶史莱姆可以变化为任何生物形态，并且拥有贺北岩全属性的 1.5 倍。唯一的遗憾是圣晶史莱姆的攻击不是真伤，倒是血量和双防决定了他的续航能力。击杀生物有概率获取1点自由属性，这个才是我最需要的。别看只有区1点，对贺北岩来说给予了他无限可能性。神奇世界才刚刚开始，未来还很长，这个技能等于让他如虎添核弹。看着 Q 弹的圣晶史莱姆，贺北岩蹲下身子，小家伙，你有灵智，可否变成能与我沟通的形态？似乎是听懂了他的话，圣晶史莱姆竟跳了2下，金光大战，随后一个水灵灵的可爱萝莉出现了。主人，我叫妮娜。贺北岩，这呆萌的眼睛，这奶里奶气的声音，还有这只有自己腰高的个头，让贺北岩的脑袋上冒出3个大大的问号，竟然直接变成了人。不过很快他就接受了，反正又不是萝莉控，变成人更好沟通一些。神奇世界也存在很多有某种特殊癖好的人，把自己的人物形象搞成萝莉或小正太，尽管他们在现实是抠脚大汉，但贺北岩不太希望妮娜叫自己主人，因为她的相貌和自己有一拼，走在路上绝对吸睛，一口一个主人的叫着，自己恐怕会被当作怪叔叔。可当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后，却得到妮娜的一句主人就是主人，这一点妮娜绝不会让步的。看着他一脸认真的可爱模样，强迫他仿佛有种罪恶感，于是只好作罢。倒是妮娜的属性值让贺北岩很欣慰。圣晶史莱姆妮娜，生命1312，魔法154，物理攻击1254，魔法攻击30，物理防御216，魔法防御216。提示：当拟态装备生命值归0，将回归本体状态，3天内无法使用。它的数值是根据贺北岩本身属性还有称号给予的额外加成总和来计算的。不得不说，简直是一个活脱脱的小 boss。 不知道妮娜和实际的精英怪比起来哪个更强。贺北岩打算待会儿就去兽人山寨，有妮娜帮自己抗怪和输出，完成任务的难度瞬间骤减许多。关键是妮娜并不算独立的人，而是属于他的装备。
任务依旧判定由他一个人进行。先看看上架的东西都卖出去了没有。先前击杀董月一行人得到的10几件 F 级装备，贺北岩全都丢到了交易市场。几个小时过去，交易市场也不再只有他上架物品，有许多人上架了 F 级装备。一件 F 装备的价格普遍在50至200金币不等，因为 F 级装备也有高低之分，5级怪掉落的 F 装备和1级怪掉落的不能相提并论。对于普通玩家而言，这些金币绝对是一笔巨额数字，但对资本来说是买得起的。本身装备的价格就是他们炒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与普通玩家拉开距离。现实和神奇世界，他们要双赢，但影响不到贺北岩。你出售了14件 F 级装备，金币加800，你的初级蓝药已全部售出，获得初级红药26瓶。现在贺北岩有近50瓶初级生命药水了，不过他好像用不到了。战斗时让妮娜用是个不错的选择，她有血量，自然就可以加血。通告：考虑到各位玩家还未适应神奇世界，10分钟后将会强制退出，3小时后将可再次进入神奇。这时，一条特殊的通告出现了，可谓是让无数甘地和资本家破口大骂，但谁也没有办法。神奇世界是用体内转职水晶激活的，也是货真价实的肉身进入。在这个全新的世界，所有人都需要适应的。进入神奇的这段时间，不断有人因为身体素质而被迫退出。这种强制退出不会有太多次，随着玩家实力的提高，逐渐适应神奇世界后就可以随意出入了。话说神奇世界声称一切都能带入现实，诅咒装备也可以吗？贺北岩找了一处怪物较少的地方选择退出，大脑一阵眩晕，白光闪过，贺北岩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屋子里。他可以感受到与装备之间的联系还在，尝试召唤出死亡战刀，却毫无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啊？贺北岩非常困惑。主人，你怎么消失了？跑哪里去了？在他灵魂深处传来妮娜的软萌声音。妮娜，这属实在贺北岩的意料之外。现实当中还能跟妮娜进行交流，我尝试召唤你一下，你看能否来到我身边？他催动意念，如果是在神奇世界，装备就会自动出现。不行，主人，妮娜能感受到你的召唤，但力量太微弱了，我过不去。听到妮娜的回复，贺北岩好像知道原因了，归根结底还是自己太弱了。但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防御等各个方面比进入神奇世界前变强了许多，证明他的个人属性还是在的。主人，你是去做什么事情了对吧？妮娜好无聊，我打小怪兽等你回来。好。贺北岩下意识的回应，接着瞬间反应过来，等等，打小怪兽，意思是说自己在现实当中，妮娜也能杀怪为自己带来经验，这岂不是要比全世界玩家硬生生多出3个小时的升级时间？今后更是在休息时也能让24小时不间断的获取经验，击杀6级怪物，获得24经验值，金币加3。听到这熟悉的消息声，贺北岩的心都快跳出来了。第13章，在现实也能升级。贺北岩让妮娜直接前往8级怪物区，并叮嘱她不要再继续深入，她的数值足以暴打8级怪。9级、10级怪其实也可以尝试，但6至10级的怪物数量分布的较为密集，很容易打这个的时候吸引到另一只怪物的仇恨，所以让妮娜选择稳妥点的打法。贺北岩不知道8级怪的具体数值，根据妮娜的描述，他说自己可以同时打5个，年纪不大，实力却如此的靠谱，令贺北岩很是欣慰。当然最主要的是他较高的双防、无限制灵活变身给予了优势。不知道那些预售职业的玩家能否和我一样？贺北岩拿起手机在各大平台搜寻着，答案自然是没有。每个预售职业玩家成功转职后都会奖励受宠，但回到现实，受宠也陷入了沉睡。不过他发现另一些有趣的东西，在微博、壁呼、抖音等各大平台的搜索排行榜上都出现了贺北岩3个字。震惊！上过多次世界通告的贺北岩，其真实身份竟然是贺北岩，接连被世界通告，为我龙国争光。几秒转职成功的贺北岩，职业到底是什么？聂勇、蓝诗玲2位龙国国柱玩家成为传说职业者，能否超越贺北岩？有小道消息称，贺北岩已被他国国柱玩家盯上，企图将他从神奇抹杀。最后一条消息吸引了他的注意，记得有人曾说过吉恩是漂亮国柱玩家，把他击败后还询问我是不是什么贺北岩。贺北岩，原来是在找我。贺北岩如梦初醒，当时他没有多想，以为是哪个奇葩老外的名字。照这条消息来看，10有8九是冲自己来的。自己的存在对于他国国柱来说是一个巨大威胁。上过多次世界通告，高价出售 F 级装备，10几瓶药水，这些都不是其他国柱能做得到的。
就连龙国对自己的态度都不好说。他们必须承认自己已经走在了所有人的最前面，所以必须打压乃至抹杀，把一切不确定因素统统消除。这么想的话，我就要小心些了。幸好自己没有在吉恩面前暴露身份，因此吉恩还把他当成低调的睾丸大神。或许通过这一层身份，可以利用一下吉恩。贺北岩笑了起来，既然有人想对付他，也没必要跟对方客气了。吉恩，传说职业者，非常不错，你就是我近期最大的韭菜和工具人了。贺北岩不会暴露自己，就连龙国人也不会说。在父母双亡，徒留给他100亿资产后，从不联系的7大姑8大姨都来联系自己，他就认清了人性。现在没有任何人值得他的信任，他会凭借自己和诅咒装备站在神奇的顶点。硬要说的话，诅咒装备是我唯一信任的人吧。贺北岩淡淡一笑，随后他又在各国联合创建的国际神奇论坛中看到一篇有质量的神奇分析帖。根据各国玩家的碎片消息，我做出了总结。神奇拥有超高的自由度与不确定性，包括与 NPC 的对话都充满无限可能。有玩家因为冒犯 NPC 把可以必接的任务丢失，也有人因为嘴甜而得到女性 NPC 的特别奖励。建议把他们当作真人，甚至你偷取 NPC 物品都行，只要不被发现。神奇没有过多的条条框框，但目前没人可以把神奇中得到的物品技能带出来，原因未知。好消息是自身属性都还在，只是无法数据化的展现出来。现阶段每人只有3个装备栏：武器、防具、鞋子，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攻击装，特殊职业不在此列。原来与 NPC 互动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看完后，贺北岩默默点了个赞，还是有点用的，就不白嫖了。回想起自己先前贿赂护卫，还有感动到村长从而获得的祈愿水晶球，这一切都是因为把他们当作真人对待。击杀8级怪物，获得48经验值 F 级装备+1。击杀8级怪物，获得48经验值金币+5 F 级装备+1。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恭喜你成功升到6级，自由属性点+10。3个小时很快过去，贺北岩在休息的过程中升到了6级，只是不进入神奇世界当中，他没法操作自己的属性点。现在距离我升到6级有段时间了，距离7级应该也没多远了。有妮娜在，着实让他节省了不少时间。贺北岩摊开掌心，激活转职水晶，白光充斥着视线，恢复过来时，他已经进入到了神奇世界。主人！不远处便形成一只绚丽大鸟的妮娜察觉到贺北岩出现，将眼前的8级狼人一口吞下，随后变回可爱的萝莉形态，扑进贺北岩怀中，嘴角带着些许鲜血，令他多了几分异样美。贺北岩总算知道他为何能1打5了，变成飞行生物，占据制空权来虐地面生物。若非狼人弹跳力好，可以攻击到妮娜，还能打得更多。简单抚慰下他，贺北岩开始分配属性点，全家力量。这3个小时内，他共获得了15点自由属性。有了妮娜，可以放心的追求高攻了。目前贺北岩的血量和双抗足够高，之前把属性点加在体质上，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容错率，别挨上1、2下攻击就暴毙。如今妮娜可以帮自己引怪拉怪，能扛能打分担压力，就不必加在血量上了。等遇到难缠的对手时，再有选择的加体质。867点的攻击力，翻倍就是1734点真伤。我不信这都打不过兽人寨主。妮娜的攻击也有1300点，贺北岩信心十足。那精英怪能有近900点防御，他打死都不信。根据任务指示，贺北岩来到了兽人山寨的位置，最外面有2座哨塔，上面站着4个兽人，其后是一些草屋，屋顶还有着不知名的头骨。有不少兽人在草屋外走动，有的扛着大刀，有的手拿法杖，远攻近战都有，挺专业呀。贺北岩查看他们的信息，兽人战士，等级7，生命640，攻击150，技能5。兽人战士，等级8，生命700-700，攻击190。兽人萨满，等级9，生命680，魔法攻击210，技能元素之力。他们的攻击没有妮娜的双抗高，但可以强制造成1点伤害。这是神奇世界的强制补正，虽然用处不大，但对贺北岩来说，还是能对他造成不弱的伤害。若是让其他玩家知道贺北岩的想法，恐怕会活活气死。他们面对这群兽人，可是连打的想法都不敢有，触之必死。妮娜，待会儿你去吸引他们的注意，以防万一，拿上这个。贺北岩掏出10瓶红药给他，看这些兽人的位置，一旦发起攻击，会直接拉起所有兽人的仇恨，因此他打算直接动手。好的，主人。妮娜将10瓶红药塞进自己的胳膊里，
变回史莱姆形态，从地表来到2座哨塔之下，躲过上面兽人的视线。随后再次变身，一个5米高的巨人乍然出现，双臂横扫，将2座哨塔变为废墟，根本反应不及。击杀7级兽人，获得24经验，金币加4。击杀7级兽人，好，有一族攻击。该死的巨人，竟敢杀害我们的同伴！一切来得太过突然，山寨内的兽人这才反应过来，怒吼着冲向妮娜。贺北岩微微一笑，没有诅咒代价的随意变身，让妮娜的战力并非表面数值那般简单。仇恨都被妮娜拉住了，我也该出手了。面对这些一刀就能砍死的兽人，贺北岩不会给他们转移仇恨的机会。第14章，首杀精英怪。变化成巨人的妮娜破坏力十分强大，接近他的10几个兽人战士瞬间被锤成肉酱，化为贺北岩的经验。见此，一个兽人萨满立刻大喊：巨人的攻击很强，防守阵型拖住他。萨满用元素攻击，快叫寨主来！一道道元素之力射向妮娜，伤害却微乎其微。兽人属于智慧种族，虽然大脑发育并不发达，但作战经验还是有的，一眼就看出这巨人的实力不是他们能对付的。某个兽人战士飞奔赶往寨主所在的位置，却突然被一道黑影挡住。他刚要出声叫人，却发现自己看到了一具无头尸体，那是属于他的身体。负1712，这能让你去找老大吗？贺北岩甩掉死亡战刀上的鲜血，寻找下一个目标。巨人形态的妮娜造成的动静很大，就算没人向兽人寨主汇报，要不了多久他也会出现。还不清楚10级精英怪是什么数据，所以能拖一会儿最好，先把这些杂鱼解决掉，这才有割草的乐趣啊！绕后的贺北岩趁兽人们没注意到自己，接连带走4、5只兽人萨满。此刻寨子里的兽人仅剩下50不到的兽人了，让护卫队长头疼的家伙们直接少了一半。竟然还有个人类，该死！他们是有预谋的，但终究还是被发现了。先解决这个人类。一些萨满调转矛头，将法杖对准贺北岩，10几道元素攻击朝他射了过来。干！开始群殴我了。贺北岩来回躲避着，可还是被2道元素攻击命中。负70，负64，近900点的血量瞬间少了100多。主人，妮娜来帮你。妮娜趁此机会挥动巨大的手臂，向前狠狠一甩，击杀近10只兽人，为贺北岩清出一条路。贺北岩赶紧从后方跑出，站在巨人形态妮娜的肩上。还是有风险啊！喝下2瓶初级红药，血量缓缓恢复着。虽然输出是可以秒杀他们，但一旦陷入包围或被群殴，面对漫天攻击，贺北岩没办法全部躲避，被打中还是挺疼的。要知道这些兽人萨满可是9级怪，而贺北岩只有6级，7级所需的经验是2000点，现在他的经验条才涨到1/3。好，可恶的人类，杀害我的子民，我要用你的血与肉祭祀他们！一阵震耳欲聋的咆哮声陡然响起，只见一只近3米高的红色兽人跳了出来，手中石斧朝妮娜挥去。负321，妮娜的血条瞬间少了1小节，好高的伤害！贺北岩查看到红色兽人的属性：兽人寨主，精英怪物，等级10，生命值3300，攻击280，物理防御50，法术防御40，技能狂化。好家伙，还挺厉害嘛！3000的血量，近600的输出，换成10级的传说职业者也得凉凉。只能说不愧是极度危险的团队任务。可惜任务的接取者是贺北岩，这个血量吃他一刀，外加妮娜的一次攻击就解决了，让他狂化都开不出来。兽人寨主发现自己的攻击并未造成想象中的巨额伤害，于是怒吼一声，两眼顿时变得猩红起来，发动技能狂化。敌人很强，寨主狂化了，快远离这里，以免被波及到。萨满在远处继续释放元素攻击，伤害再低也要放。剩下的几十只兽人连忙远离战场，他们高吼着为寨主助威，因为没人能打过寨主的狂化状态。这寨主子不按套路出牌啊！贺北岩忽然意识到，真的不能小瞧任何一个怪物。一般而言，怪物是血量降低到某个层次后才会放这种加持技能，谁知这兽人寨主见攻击伤害不高，直接满血开大了。但那又如何？无非是加点攻击和血量罢了。妮娜，给我制造机会，我来解决他。兽人寨主大步冲来，利斧砍向妮娜的一条腿。可就在他利斧即将命中时，巨人的腿竟然凭空消失了。嘿嘿嘿，妮娜现在是独腿巨人。他利用了史莱姆的特性，将一条腿收回。说着，原本消失的巨腿再度出现，然后像绳子般缠在兽人寨主的身上。贺北岩抓住机会，从巨人妮娜的肩上跳下，
宛如天降正一般攻了过去。负1734，负1734，连斩2刀，把狂化的兽人寨主打成血皮。丑陋的兽人，吃妮娜一拳。负1068，好！兽人寨主不甘心地倒在了地上，留下一个光团。精英怪太不经打了。贺北岩意犹未尽地摇摇头，配合妮娜2刀解决一个10级精英怪，这不比杀普通怪有意思得多？越级击杀10级精英怪物，获得1020经验值，金币加500。我去，好多经验！经验条突然猛涨一大截，离升级还差不到200。本来是给不了这么多经验的，但6级杀10级精英怪，再加上经验加成，让获得经验直接突破4位数。寨主死了，为寨主报仇！兽人永不为奴！仅剩的几10只兽人见寨主死去，开始不要命的向贺北岩冲来，哪怕自己的靠山被杀了，也要宁死不屈的送兽头，不愿被奴役。这一点对贺北岩来说还是挺方便的，很省事儿的就让他们变成经验值。妮娜，了结他们吧！巨人形态的妮娜迎上了兽人，击杀9级兽人，获得48经验值，金币加4，触发诅咒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加1。击杀8级兽人，恭喜你提升到7级，自由属性点加10。残党很快被剿灭，贺北岩也成功提升到了7级。这次他没着急加属性点，而是先留着以备不时之需。你完成了团队任务，摧毁兽人山寨，请尽快提交。不着急回去，先看看精英怪爆出了什么好东西。贺北岩大步走向前，触摸兽人寨主留下的光团，获得1级武器。兽人石斧1级，攻击加20，血量加40，物防加8，装备条件8级以上。获得1级技能书狂化，获得1级材料兽人寨主的头骨。任何人在前期得到这3样奖励，都会开心的起飞。前2样物品足以让自身的战斗力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唯独贺北岩是例外。这武器和技能书我都用不上啊！他哭丧着脸，有种激情打怪10分钟被垃圾奖励搞土了的心态。可就在这时，世界通告：玩家贺北岩成功拿下精英级怪物首杀，奖励职业专属技能书1份。世界通告：玩家贺北岩成功拿下精英级怪物首杀，奖励职业专属技能书1份。世界通告：玩家贺北岩成功拿下精英级怪物首杀，奖励职业专属技能书1份。反复响起的世界通告令全神起的玩家炸了。第15章，要不把大神也拉进来？巴格牙路，又是龙国的贺北岩，其他国家的高玩在干嘛？干脆死了算了。职业专属技能书，这是什么东西？我听都没听说过，一定是最符合自身职业的技能书，而且肯定很强大。我杀怪到现在，什么技能书都没爆出来过，贺北岩竟然获得了专属技能，他不是平民职业吗？怎么杀的精英怪？我不能理解。我现在确信他是前期职业了，真够猛的，连精英怪都能杀。呼叫贺北岩，企鹅集团1亿现金收购职业专属技能书，不够还可以加。他不会就这么一直猛下去吧？前期猛不代表后期也猛，好几个国柱玩家获得传说职业，贺北岩坚持不了多久。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玩家不看好贺北岩的未来。毕竟贺北岩在转职成功时，没有选择把自己的职业品级也通告出来，全世界的人都以为他是普通职业，只是最先转职成功。不过连续几次世界通告都与贺北岩有关，许多人都把他当做了必须踩在脚下的目标，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奖励啊！反观本人正看着手中漆黑无比的技能书，职业专属技能书，特殊物品，使用后将自动获得一个职业技能。诅咒者这个职业十分特殊，不知道有没有攻击方面的技能，但说实话他也不太需要，诅咒装备的效果就类似于技能了，还是 S 级的那种。每获得一件诅咒装备，等于既得到了装备，也获得了强大技能。像妮娜这种拟态型装备，还能把兽宠也算进去，一举3得，直接用了吧，只要不是诅咒强化术就好。贺北岩将技能书使用，成功使用职业技能书，获得技能诅咒之念。诅咒之念被动，每受到眩晕、混乱、致盲、弱化等负面精神状态，可将其免疫，得知使用者位置，并可释放1次该技能，无冷却，无消耗。乖乖，这个强啊！所有负面精神状态都免疫，还能释放1次。以后被盗贼偷袭，使用眩晕控制技能，不仅控不住自己，反而让贺北岩能使用这个技能1次。术士用负面光环想削弱他的战斗力，却会被贺北岩弱化。哪怕有人想暗中对付贺北岩，无论是隐身还是在远处，也能知道位置，然后雷霆出击。要是贺北岩站在某范围控制类技能里，不仅自身免疫，还能反过来对其他人释放，属实是强。
可惜物理负面效果不在此列，比如流血、灼烧、反弹伤害、中毒什么的。如果这也能免疫，那就完美了。以后敌人除了正面硬刚，任何歪门邪道都拿他没办法。是真男人就正面秒我，可惜这只是他的自我幻想，已经很不错了。诅咒装备我都能强化，说不定以后专属技能也可以升级呢。贺北岩如此想着，踏上了回村的路。王德发，贺北岩这家伙精英怪都干掉了，我们连普通6级怪都不敢打。66号新手村外，刚升到4级的吉恩咒骂着，他发现自己已经被贺北岩拉开距离了。在他身旁还有一位大波浪的外国靓女。吉恩，不要着急，我们是漂亮国柱，还是传说职业者，超越他是一定的。只是短暂的领先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影响，毕竟我们漂亮国才是世界霸主。这位靓女也是传说职业者，也就是第4个成为传说职业的人，金斯妮。我明白。吉恩长舒了一口气。金斯妮，你说我所遇到的大神和贺北岩相比哪个更强？金斯妮微微一愣，根据你对他的描述，暂时我觉得贺北岩更强点。吉恩叹了口气，其实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那位不知名的大神虽然轻弹自己一下就造成99点伤害，让他剩个血皮，但和击杀精英怪的贺北岩来说，肯定还差点距离。如果能知道贺北岩杀的是几级的精英怪，就更好判断了。那人短短几个小时就成为大神，我想拉他加入我们共同对付贺北岩。金斯妮，你觉得呢？可以考虑，但必须要慎重。他不也是龙国人吗？金斯妮问道。是的，我会在有把握的时候对他发出邀请，并且给出他所需要的利益。吉恩十分认真，这种强者肯定也不希望有人在自己头上。大神的事可不要让他国柱知道了，不然80%也会拉拢他。金斯妮点点头，忽然目光看到一个帅到耀眼的男子。Oh my god， 竟然有这么好看的捏脸，是那位睾丸大神。吉恩连忙带着金斯妮跑了过去，这才发现他手里还拉着一位小女孩。好可爱的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吉恩用风在手心制造出一个搞怪小人，他打算和大神处好关系，那就要先从他身边的娃娃抓起。妮娜叫妮娜。妮娜听到这西方名字后，吉恩更开心了。看来大神不排斥他国人，或许妮娜就是大神和某国外女子的爱情结晶。贺北岩把妮娜拉到身后，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吉恩。贺北岩杀了精英怪，我没时间跟你们闲聊，如果不是还债我就走了。他一脸冷漠地诉说着，语气中夹杂着些许不高兴，直接演起来了。吉恩和金斯妮互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几分欣喜。果然如他们所想，大神也对贺北岩没有好感。大神，我就是来先还一部分金币的。吉恩拿出2袋金币，每袋装的是1000金币。这么快，很能干吗？贺北岩毫不客气地接过，甚至懒得询问他是从哪弄的。吉恩讪讪一笑，这不是为了尽快还清债务吗？就不打扰大神了，我和同伴去接着杀怪还债了。话音未落，拽着金斯妮就往怪物林走去。明明是上层千辛万苦准备的家底，就这么送给别人，你知道那等于多少钱？能做多少事吗？没有了外人，金斯妮略带怒意地发出质问。这么凶干嘛？这不是为了对付贺北岩，与大神打好关系吗？可是你把我的那份也给他了，这才是金斯妮生气的主要原因。上层刚凑齐的金币交给吉恩，还没来及给自己，这憨货翻手就给了外人。明明是他的赌约，却把自己的钱也搭进去。作为同事，他血压都高了。面对灵魂拷问，吉恩尴尬地挠了挠脸，相信我，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呵呵，一码归一码，你欠我1000金币，2000。第16章提交任务。贺北岩被盯上，再次来到村长家中，贺北岩掏出兽人寨主的头骨，村长和护卫队长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们怎会不认出这是什么？这勇士，你真的做到了，而且如此的迅速，感恩幸运女神守护我们村落。村长难以置信地祷告着，护卫队长也无比震惊，简单询问过后赞叹道：勇士，你的实力真是令我刮目相看，一人便摧毁了兽人山寨，没想到那只精英兽人还有狂化技能，换成我也很难打过，若未来攻击村落，我们必败无疑。这是你的奖励，感谢你救了村子，这件事村长会上报给管辖我们的洛索城，但你要小心，新手村附近很少出现带有技能的智慧种族，这只兽人的身份恐怕不一般。获得1000金币，属性点加30，声望值加500，获得 S 级诅咒装备神敏之靴，任务个人贡献度100%，额外获得称号新手村的拯救者。你在66号新手村时将获得最大便利与优先权。66号新手村 NPC 对你的好感度提升至100，
因解决了新手村覆灭的危机，你的事迹被洛索城城主得知。NPC 护卫队长希望与你成为好友，在新手村附近时可随时得到他的帮助。注意，由于你击杀了兽王之子，兽人王国正搜寻凶手。接连响起的提示声，贺北岩险些没缓过神。新的称号没有属性加成，但能让他在新手村混得风生水起。不仅与全村 NPC 达成好感度100，还被护卫队长申请加好友。NPC 也能加玩家好友，这神奇，这自由度真的太高了。好感度100并不是最高，相当于友善关系。如果玩家长期在某地发展，和当地 NPC 的好感达到1000以上，他还会帮助你完成任务，甚至遇到危险时帮你断后。至于好友，当然选择同意。他真没想到自己的第一个好友是 NPC 玩家。贺北岩看了一眼好友列表，上面标出了护卫队长是精英10级 NPC， 难怪先前说能与兽人寨主5-5开。但最令自己在意的是兽人王国，原来兽人寨主是国王之子。好好的王国不带，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跑来小地方磨练自己，死了只能怪自己太菜。贺北岩根本不在乎王国的搜寻，整个山寨都被他和妮娜摧毁了，兽人全部阵亡，只能从战斗痕迹下手。那里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地面，还有几个巨人妮娜的大脚印子，只会找到巨人头上，根本想不到是他干的。等真正找到自己的时候，不知猴年马月了，就先让巨人族帮他背个锅。想到这里，贺北岩提问：这个声望和洛索城是什么呢？随着护卫队长的解答，他逐渐明白了。简单讲，洛索城是66号新手村的上级，声望类似于知名度，声望值越高就会有越多的 NPC 认识你，甚至还能得到神启世界的职位，率领 NPC 拥有部下，成为神启人上人和权贵者。只不过那需要的声望值非常多。出于对此类玩家隐私保护，基本不会有 NPC 叫玩家的名字，而是叫职位名称或勇士。这也是贺北岩放心加护卫队长的原因。勇士，不知道你是否得到了狂化技能书？护卫队长突然问道。击杀他的时候爆出来了。贺北岩从物品栏中把它掏了出来。护卫队长顿时目露金光。勇士，我有个不请之情，能否把狂化技能书交给我？当然，我不会以什么为了守护村子等虚伪的道德理由来绑架你，有什么想要的尽管说。提交任务后，护卫队长对贺北岩的态度变了许多。神启世界同样尊重强者，护卫队长都很难独立杀掉兽人寨主，贺北岩却做到了。他想了想，能否用高级材料交换？还差3级就10级了，10级时会得到诅咒胚胎，需要高级材料来制作诅咒装备。手上的兽人寨主头骨他看不上，如果能获得更好的材料，交换一个自己用不到的技能，完全值得。至于上架到交易市场，除了金币外，贺北岩不认为现阶段有玩家能得到高级材料。高级材料物品，护卫队长想了想，不知从哪里掏出一颗翡翠。这是 B 级材料物品墨翡翠玉，完全超过了狂化技能书的价值，但你拯救了村子，就当做是对你答谢吧。爽快！见护卫队长如此大方，贺北岩也很豪迈的把技能书递给他。狂化只是个1级技能，正常将最多换个中等程度的 C 级材料，得到 B 级已经超出预想了。你交易给护卫队长狂化技能书，获得墨翡翠玉。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还有其他任务在身。贺北岩带着妮娜与他们道别，他赶紧查看自己的新装备，看名字应该是鞋类诅咒装备，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神敏之靴 S 级诅咒装备，生命加100，攻击加30，移速加30。神敏开启后，你的动态视力速度得到大幅加强，以超光速进行3次攻击，持续时间30秒，冷却1分钟。诅咒使用5次神敏后将会受到反噬，全属性衰减 90%。 装备条件无限制，自带技能的诅咒装备。贺北岩惊喜万分，还真有技能类的诅咒装备。超光速进行3次攻击，也刚好弥补他输出频率不足的缺点。有了神敏之靴，在遇到之前无数萨满的元素攻击，贺北岩躲避的几率会更大。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种类的诅咒装备。现在贺北岩见识到了效果，技能你太3种类型了，还会有什么样的诅咒装备等着他呢？直接穿戴上吧。神敏之靴外表是银白色的，侧面还有一个半透明的翅膀，穿在脚上十分轻盈舒适。玩家贺北岩，等级71243千，职业诅咒者，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 4%， 生命950加38，魔法100加4，物理攻击872加34，魔法攻击20，物理防御153加6，魔法防御153加6。装备死亡战刀
异变生命树铠甲，圣经史莱姆，神敏之靴，可用自由属性45点。这些属性就连20级的传说职业者都没他高。现在他有信心去遗迹转转了，不过要先把店老板那个15级的任务给完成了。刚走出没多远，贺北岩感受到有2道视线一直在盯着自己，有人跟踪我。等级的提升让他的直觉也变得十分敏感，8成是之前自己进入村长屋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一直在这里蹲点。穿戴神敏之靴估计被对方看到了，诅咒装备不会被人看出来，对方一定把它当做自己的收获了，还敢把我当作猎物，有意思。贺北岩嘴角微微上扬，想到了一个计划。大哥，你说这小白脸真有好东西吗？不远处，一个男人瞅了眼贺北岩的背影。刘老二，你不相信大哥我的眼力？大哥王成给了他一脑瓜，我早就注意到他了，最开始就是他进入的村长屋，刚才又进了一次，那个靴子肯定是完成任务得到的奖励。那我们何时下手？刘老二问。别急，我们是猎手，他是猎物，还带个女娃娃，要有耐心。王成教育道，等他去一个人少的地方，我们就下手。可是在新手村攻击其他人，我们会被护卫抓的呀。你怂个够吧。王成又是一脑瓜敲在他脑门上。我之前做任务的时候跟 NPC 寡妇搞好了关系，他王夫是上任护卫队长，我俩现在感情很好，好友都加上了，他会罩着我们的。啥？厉害啊大哥，在神奇世界都这么能吃得开，魅力无穷啊。要不我咋是你大哥呢？好机会。猎物走进一处小巷了，准备动手。二人故作看风景的加快脚步，跟上转入小巷的贺北岩。第17章夺财害命，你配吗？人呢？拐进小巷子里，里面是个死胡同，却没发现贺北岩和妮娜的影子。嘿，妮娜在这里呢。妮娜奶里奶气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卧槽，鬼呀！刘老二被什么东西拍了一下，吓得他一激灵，回过头来发现正是猎物身边的女娃娃。找我什么事？贺北岩堵在了巷子的出口，见猎物出现，刘老二恼羞成怒，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瞬间将妮娜揽住，手中变出一把劣质匕首抵在他的脖颈。把你在村长屋获得的东西，还有那双靴子都交出来，不然这小女娃就要没了。现实中他和大哥是常年在刀尖上跳舞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下死手。在新手村这样，你不怕被惩罚吗？贺北岩很好奇他们哪来的胆子。刘老二听后笑道，像你们这种身处和平社会的人，根本不懂神奇世界有多自由，有时权力可以凌驾于规则之上。在你们努力杀怪时，我大哥已经与新手村的大人物结交为好友，若你不交出东西，这女娃必死无疑。刘老二得意地笑着，他知道大哥已经用意念通过好友面板联系那个寡妇了，之所以敢打对方的主意，就是依仗他无法在新手村对自己出手，否则不仅小女娃会死，他也会被护卫队抓监禁。在神启中，对玩家来说，监禁可是很可怕的。哦，原来是这样。贺北岩恍然大悟，那你的肯定没我大。既然权力可以凌驾于规则，那他就除恶扬善一次吧，得让对方知道出来混吃早要还的。妮娜，动手吧。那。妮娜抬起头，满脸天真无邪地仰望着刘老二。抱歉了，主人不让我跟坏叔叔玩。刘老二还没明白他为何会说这么一句话，下颚却突然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犹如陨石撞在了下巴上面，身体不由自主地垂直往天上飞，咻的一声瞬间消失。负666。提示：你已死亡，即将退出神奇世界，死亡冷却6小时结束后可再次进入。临死前，刘老二只看到一个3位数字，他刚过3位数的血量直接清空。你是御兽使？王成被妮娜惊到了，刚才他清楚地看到这呆萌可爱的萝莉一记升龙拳把刘老二给打成了流星，他比刘老二要聪明得多。妮娜叫对方主人，证明他大概率不是玩家。贺北岩没有说话，在他看来是默认了。王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对方已经出手了，那么就算被关禁闭也会干掉自己。没想到碰到个扎手点子，紧接着就看到自己的靠山寡妇出现在巷口处，如同抓住救命稻草，顿时松了口气。就算是强大的御兽使又如何？你在新手村伤人，必将受到惩罚。他大笑着朝寡妇喊：翠花妹妹，这里有人在新手村杀了我的朋友。叫的那是一个真诚。什么？是谁敢杀我阿成哥的朋友？翠花赶忙走了过来，嘴角边有个泥丸大的黑痣，奇丑无比。当看到贺北岩时，顿时愣住了。勇士，您怎么也在这里？王成激动地大叫道：就是他，他让自己的兽冲杀了我的同伴。几番大叫吸引来了许多玩家，不管到哪儿都少不了吃瓜群众。
这是咋了 ？WOC， 这 NPC 脸上好大的黑痣，丑哭我了。听说是有人在新手村杀人。我去，不会吧？谁这么大胆子？好像是那个御兽使，长得还挺帅。你们看，护卫队的来了！妈呀，这点是护卫队长也现身了。完了完了，帅哥要受监禁了。这护卫队长猛低狠，之前有3级玩家在村里找事，他一巴掌就给打出5秒眩晕。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护卫队也恰巧出现，全都认为贺北岩要遭大殃。翠花小姐，念在你亡夫的份上，就此离去，我可以不做计较。护卫队长没有任何废话，直接走到翠花面前。护卫队长阁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王成理直气壮道：这御兽使在村子里杀了我的同伴，不遵守村规，难道不应该抓他吗？然而护卫队长的一个眼神让他有种不祥的预感。明明是你带同伴想夺财害命，以对方受宠为人质要挟这位勇士，实力不够，惨遭反杀，还敢诬陷他人。王成瞪大眼睛，护卫队长是怎么知道的？只见他拿出一颗水晶球，我们并非信口胡说，此乃物证，里面录下了他的所作所为。护卫队拿下阴险至极的小人王成。当有玩家触犯某些底线时， NPC 便会报出他的名字，让他的光辉事迹被众人皆知。同时名字的颜色还会有变化，轻者变黄，重者变红，甚至是黑。此后其他玩家若与他组队或加好友，看到他的名字时就会知晓一切。这不公平，明明是他杀了我的同伴，为什么要抓我？王成依旧没有放弃，一旦被护卫队抓监禁，根据事情的严重性，可被关1至 N 天的小黑屋。他这种企图夺财害命加诬陷的事，可是大罪。小黑屋里无法退出，只有无尽黑暗陪伴，那是相当的精神折磨。提示：你触犯66号新手村法规被发现，暂时无法退出神器。若被护卫队抓到，将会被关监禁60天。若成功逃脱护卫队的追捕后，可随时退出。看到提示，王成不再演戏，直接逃跑。但他才2级，怎能跑过护卫队？小腿儿还没蹬2下就被带到了。阿西吧，阿西吧！他无能的狂吼着，到最后也想不明白究竟为何会被护卫队长发现。吃瓜群众却彻底明白了谁对谁错。还是个韩国人，该啊！夺财害命，你配吗？看你那逼实力，有意思，这事儿真有意思。王成是吧？我要发到世界频道去，我也去国际神起论坛蹭个热度。韩国人诬陷小帅哥，技不如人遭反杀，又被官方关禁闭。这个标题好，韩国人丢脸丢到国际上了。这小帅哥不仅人好看，受宠幻化人形也这么可爱，品级肯定不低吧？小妹妹，刚才没被吓着吧？坏人被抓走了哦。妮娜最喜欢打坏叔叔了，嘻嘻。听着众人的议论，贺北岩在好友列表上给护卫队尝到了生蟹，正是他让对方来这里的，并且是在发现自己被跟踪之后便告诉了他，同时也得知村规并不代表一切，和现实一样，大多数人遵守纪律的时，总有人为了自身利益想去冒风险。神奇世界果然真实，各种不确定性让成神的难度更加困难。御兽使这个身份不错，以后就用着吧。仔细想想，这个身份还挺适合自己，不然真不解释为什么一个讨人喜欢的萝莉叫自己主人。第18章神敏的妙用，可疑魔石。随后贺北岩前往15级怪物魔灵鼠所在的路上，那是一条通往洛索城的大道，中间需穿过一处矿洞，魔灵鼠却占据了那里，任何生物都无法靠近。沿路也遇到了些怪物，但被妮娜尽数斩杀。击杀10级熔岩怪，击杀11级森林跳鼠，触发圣经史莱姆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这些10级出头的普通怪已经不是他们的对手了。看着乱杀的妮娜，她突然好像明白诅咒者这个职业为何被当作竞技级唯一职业了。看似只能装备诅咒装备有很大局限性，但诅咒装备的种类多种多样，涵盖技能、受宠、效果等各种类型，装备无条件，几乎涵盖所有职业，可以说是他们的融合体。而其他装备只有属性和效果的区分，不可能像诅咒装备这般多样化。这种职业都不是竞技，那真没竞技职业了。神启中的各个帝国都严禁下令禁止诅咒装备被使用，甚至创建了专门的灭装军来对付那些偷偷使用诅咒装备的人。我作为诅咒者，是唯一没有代价便可使用诅咒装备的人，岂不是他们的头号公敌了？贺北岩倒不是害怕自己被个帝国盯上，而是在思考自己今后的打算。如果我的声望值足够，成为帝国高层乃至帝国霸主，估计会很有意思。他越想越觉得有趣，差点沉浸在自我想象当中。先努力升级吧，没有实力哪来的声望？没多久，贺北岩就来到矿洞之中，有一只好大的黑色老鼠在啃食蓝色矿石。
那些矿石正是之前黑店老板卖他的奥利哈钢矿石。魔灵鼠，精英怪物，等级15，生命值8800，攻击480，物理防御85，法术防御78，技能无。厉害啊，还是个精英怪。本以为只是个普通的15级怪物，未曾想是精英级的。10级之后每高1级，怪物属性也会增加不少，不像10级之前一次只加1-20，所以魔灵鼠的血量将近是兽人寨主的3倍。怪物这个数据贺北岩可以打，但风险也挺大。使用自由属性点，20体质，30力量。沿途击杀的怪物又给贺北岩带来了5点自由属性。为了对付魔灵鼠，贺北岩把积累的属性点在这里全部用了。玩家贺北岩，等级7，5243千，职业诅咒者，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4%，生命1050加42，魔法100加4，物理攻击932加37，魔法攻击20，物理防御173加6，魔法防御173加6。圣经史莱姆妮娜，生命1638，魔法154，物理攻击1453，魔法攻击30，物理防御268，魔法防御268。虽然贺北岩的生命值不高，但妮娜的生命和双防足以抗下魔灵鼠的很多次攻击，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妮娜，我们上！一声令下，妮娜变成与魔灵鼠同样大小的白色猛鼠，身后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宛如毒蛇般向他袭去。丑老鼠看招！负1349，滋滋！魔灵鼠吃痛，两眼猩红的露出獠牙咬向妮娜。他的速度很快，妮娜来不及躲闪，被咬个正着。负511，贺北岩抓住这个空档，手持死亡战刀进行攻击。负1938，近2000的高额真伤瞬间出现在魔灵鼠的头顶。神秘！攻击落下的瞬间，他开启神秘，脚下传来一阵白光覆盖全身，仿佛天神降临。妮娜从未见过这样的主人。负1938，负1938，负1938，之1/1000秒的速度快速挥出3刀，4次攻击共造成7752点伤害，加上妮娜的1次攻击，魔灵鼠的血量直接归零。击杀15级魔灵鼠精英，获得1680经验，金币加900，果然可行。见魔灵鼠化为一个光团，贺北岩激动万分。在他进行1次攻击后，使用神敏会瞬间重置攻击，再度3连攻，相当于起手可以攻击对方4次。死亡战刀又是刀刀固定真伤，4次攻击总伤害几乎接近8000，配合妮娜15级精英怪也得被他秒杀。我的技能型诅咒装备还是太少，得赶紧获得更多才行。贺北岩充分认识到技能型诅咒装备的强大。如果说效果，拟态型诅咒装备是贺北岩的根基，技能型就是帮他走更远的助推器。据说有附带特殊效果的材料，用它制作诅咒装备应该能出技能型，最好是来个群攻技能的诅咒装备。如此思索着，贺北岩走向光团。又到了愉快的摸尸环节了，这有点类似于现实玩的抽卡游戏，光团就是还未翻的卡，充满无限可能。15级精英怪，咋说也得有点好东西吧。获得1级武器魔牙项链，精神加15，体质加10，5级全职业可佩戴。获得可疑的魔石任务物品，获得1级材料灵鼠毛皮，还行。这件1级装备他直接上架交易市场拍卖，换取强化诅咒装备的预备资金，底价为300金币起，每次加价不低于50金币。他要开始割资本的韭菜了。根据世界频道最新透露的消息，现在升级最快的一批玩家是传说职业者们，据说已经有5级传说职业者出现了。魔牙项链适合法师职业，还是1级装备，属性远超所有上架的装备，相信会有不少人争抢。倒是这魔石是什么东西？难道任务还有后续？可疑的魔石任务物品，未知去找村长问问看吧。好家伙，真就一点信息也不透露。今天注定是以贺北岩为主题的一天。在他上架魔牙项链没多久，即便有无数玩家习惯了他总是出现在眼前，也忍不住的想吐槽，这贺北岩几个意思啊？1级装备增加这么多属性值，自己不用去上架。或许他走的不是法伤职业，可那10点体质就是100血，也不该上架呀。拿出来拍卖装币，8格牙鹿，我估计这就是他杀死10级精英怪爆的。不知道贺北岩多少级了，我们国的国柱玩家应该很快就能超过他了。看到贺北岩这3个字我就烦。听说已经有人在暗中组织，想找到贺北岩夺取他身上的宝物了。
不知是否有人刻意为之，世界频道中对贺北岩的谩骂越来越多。实际上，他们就是羡慕嫉妒恨，因为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这件1级装备注定是给那些有钱有势或传说职业者准备的。某新手村中，楠姐，贺北岩为啥连1级装备都拿来卖？难道他有更好的？一个16、17的青年对身旁的貌美女子道：“有可能。”南诗玲柳眉微皱，对于贺北岩，他根本捉摸不透。他好厉害啊！我聂勇从来没这么佩服过一个人，感觉我爹都不如他。聂勇啧啧称奇，希望能快点遇到他，我就可以抱大腿摸鱼了，这多舒服！又皮痒了是吧？南诗玲揪起他的耳朵，别忘了，你我都是龙国国柱玩家，能不能有点出息？天天就想着抱大腿当混子，转职成传说职业有何用？疼疼疼！我开玩笑呢，楠姐，我聂勇怎么可能不努力啊？你看我都5级了，这么粗鲁，小心以后嫁不出去。看着聂勇没个正经的样子，南诗玲叹了口气，用手中的法杖给了他一榔头，向上层汇报，这项链必须拍下，对我很有用。第19章，第5件诅咒装备，特殊任务。贺北岩与妮娜回到新手村，先去找店老板提交任务，获得了30自由属性点和他的第5件诅咒装备——斥候神吹剑 S 级诅咒装备，攻击加90%，效果每5秒生成一支吹剑，带有100%命中与穿透效果，上限1支。穿透，每支吹剑命中后对目标造成1000点一次性固定伤害。技能隐身，攻击时解除隐身，也可被破影技能发现。技能冷却时间3分钟，攻击距离100米。诅咒，隐身状态下每秒降低 0.5% 血量，100%命中和穿透。还有隐身技能，这也太强了吧！这件新装备不仅让贺北岩拥有了远攻能力，还能随时隐身，都可以临时客串杀手职业了。要知道，诅咒者的装备栏是无限个，等于可以先使用斥候神吹剑先手攻击拉怪，若对方跑到自己身前还没有死，再用死亡战刀近战来打。遇到特别强的近战敌人，也可以风筝流打法，实在打不过再开隐身解除仇恨，喝点药剂回血再接着打。面对智慧生物和玩家，隐身的用处更多。正因为无限装备栏的存在，吹剑攻击和使用死亡战刀的伤害是一样的，甚至还能手持死亡战刀开启隐身。可惜穿透效果无法加持在死亡战刀上，因为上面写得很清楚，每支吹剑命中后才会造成穿透效果。不知道在我隐身的过程中，技能会进入冷却吗？贺北岩打算测试下隐身技能，果断开启。可行，在自己隐身后，技能已经进入了冷却之中。哎，主人妮娜怎么透明了？伴随他的疑惑，贺北岩竟看到妮娜也进入了隐身状态，这也太逆天了吧！难道因为妮娜是我的装备，所以自动判定隐身？装备会跟持有者一起隐身，完全没毛病啊！贺北岩的容错率更多了，我可以在发动隐身后等待3分钟，然后再攻击对手，这样还能用1次隐身。妮娜也有了更多操作性，不得不说，这次算是人品爆发了。隐身技能那些转职刺客的玩家想得到，要10级在刺客导师那里花300金币学习，而且还是有时间限制的，需要多使用提升熟练度升级，才能延长隐身时间。但不是斥候神吹剑这种只有攻击才会解除的隐身，其实他的诅咒掉血就是限制隐身时间，可惜对贺北岩无效。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任何职业使用技能都要耗蓝，可贺北岩不用，都是装备自带的技能，他只有冷却，无需蓝耗。哪怕以后得到有攻击类技能的诅咒装备也是如此。就2个字，牛逼。紧接灵光一闪，想到一个比牛逼还牛逼的东西。诅咒装备不管类型再多终究是装备，那应该有减少技能冷却，甚至技能全部无冷却的装备吧。诅咒装备这么强，种类效果涵盖各个职业，很大概率存在这种装备。要是让自己得到技能无冷却的装备，不知能否让技能型装备的冷却也变为0。未来可期。去找村长问问那魔石是什么玩意儿。三顾村长家中，一进门竟然还能碰见护卫队长，怪异的眼光看向他们，这孤男寡老的怎么天天在一起？勇士，重新介绍下，护卫队长他是我儿子肖恩。村长看出贺北岩的疑惑，笑呵呵道：哦。贺北岩掏出魔石，村长，我杀了阻挡去往洛索城道路的魔灵鼠，调出来了这个，你看看是什么？当村长和肖恩看到魔石后，脸色杀变，直接抢了过去，反复观察，然后2人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错不了，这上面有诅咒装备的气息，绝对是某个诅咒装备的产物。村长严肃道：难怪奥利哈钢矿洞一直好好的，突然出现15级魔灵鼠，一定是有谁操控了他。护卫队长肖恩也愤恨无比：勇士，
你有所不知，使用诅咒装备的都是恶徒，更是神起全人类的敌人。和诅咒装备有关？贺北岩十分震惊，这么快就碰到同行了。如今还没有玩家知道诅咒装备的事，除了他自己，也就是说必然是 NPC 干的。可他的装备上没有这种气息，难道是诅咒者职业的功劳？是的，勇士，你能否帮我收集些材料，让我制作找到幕后黑手的祭坛？肖恩提醒道。那是新手村附近最危险的地方，绝命峡谷，全是13到20级的怪物，精英怪也有很多，里面甚至还有一只10级精英 BOSS。但他不是我们的目标，只要小心些就不会碰上。村长也开口道，此事事关重大，也危险无比。若勇士你愿意接受，完成后可以去找洛索城主领取奖励，他一定会给你丰厚的报酬。是否接受任务？收集制作特殊祭坛的材料。特殊任务描述：你似乎发现了埋藏在新手村的阴谋，为村长和护卫队长收集材料吧。恒金铃5，目标噬金刺猬；火光石灵石，目标火鸦；寻觅精血灵石，目标寻觅鱼人。奖励：前往洛索城找城主领取。还有特殊任务，神奇的多样化还真是屡出不穷。这个任务应该是新手村最难的终极任务，先把可能遇到的危险都告诉你，决定是否接受。贺北岩很想见识一下10级精英 BOSS， 能成为 BOSS 的怪物全身都是宝，也比精英怪物要难打许多。但他还是想去看看，能击杀的话，说不定会调出适合制作诅咒装备的高级材料。我接受，感谢你，勇士，我们村子有你这样的人，真是三生幸事。贺北岩接下了这个任务，看来一季副本的事只能再放一放了。不过这样也好，一季10到30级怪物都有可能碰到。绝命峡谷虽然危险，但怪物等级上限是20级。村长，肖恩队长，等我的好消息吧。贺北岩离开屋子，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村长看向肖恩，曾经你也像这位勇士一样，遇到再艰巨的困难也充满斗志，可惜你没他的天赋。父亲，你就别打击我了。肖恩欲哭无泪，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厉害的人，等级气息还没超过10级，却能击败15级精英怪，怎么会有这样的怪物？别说你，就是你老子我也没见过。村长白了他一眼，我曾去过王国，那里的强者后代10级前也无法像他这般强大。不管他是否完成这项任务，我都会向洛索城主推荐他加入审判者协会，那个专门对付诅咒装备持有者的审判者协会。不知道这位强大的勇者会不会加入？肖恩感叹道。第20章进入绝命峡谷。装备上斥候神吹剑，贺北岩看了眼自己的攻击力，已经突破了1000，到达了惊人的1073点。这种攻击力，他若使用吹剑攻击的话，双倍攻击加贯穿效果，足以一剑秒杀10级精英怪。我的血量还不太高，但现在有了远攻能力，这30点属性全部加在力量吧。贺北岩把完成店老板任务的30点属性加在了力量上。玩家贺北岩，等级723203000，职业诅咒者，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 5%， 生命1050加52，魔法100加5，物理攻击1062加53，魔法攻击20加1，物理防御173加8，魔法防御173加8。装备：死亡战刀、异变生命树铠甲、圣经史莱姆、神敏之靴、斥候神吹剑。再获得属性点就要考虑体质了。妮娜也是帮他拉怪引怪的好帮手，攻击很高，血量跟不上可不行。等我10级获得强化术后，优先强化异变生命树铠甲，看看会有什么变化。贺北岩如此想着，朝村外走去，一路上吸引到许多人的视线。帅哥，你又回来了。大神，能不能带我打下3级怪？我可以给你钱和金币。大神哥哥，你看我长得怎么样？只要你带我升2级，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您好，我们是阿三国1线开荒队部分成员，也被分配到了66号村，现在卡在了4级怪区域，能否雇佣您帮个忙？经过王城一事，66号新手村的玩家基本上都认识了贺北岩，还知道他曾一击打飞吉恩。主要是人长得太帅了，还有一个可爱无比的小萝莉作为受宠，对人的印象太过深刻。不好意思，我有别的事要做。贺北岩全部拒绝，离开新手村。绝命峡谷就在村子的后边，这里有护卫守着，不让任何玩家进入。但当看到贺北岩时，他们主动让开了。勇士，村长提前嘱咐过我们了，但一定要小心，这里原本是10级以上的勇士才能进入的，遇到危险可以使用这个，祝您一路顺利。你获得了66号新手村传送符，使用后可直接传送至66号新手村，脱离战斗状态10秒后可用。多谢。贺北岩接过，带着妮娜走了进去。提示：
你进入野外副本绝命峡谷。刚踏进其中，便听到了提示声。还有野外副本？原来不光有一季副本，神奇世界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探索。难怪肖恩队长说这里精英怪有很多，还有一只10级 BOSS。这岂不是说自己要拿副本首通了，还是全世界的第一个副本通关？他顿时有动力了。与妮娜逐渐深入，看到泥土里埋着很多不知名的白骨，这种地方随时可能出现怪物，贺北岩必须要谨慎。主人，这里好阴森啊！妮娜没有感到害怕，反而很好奇。但就在她说话之时，四周地面突然开始拱起，爬出了10几只骷髅怪。瞬间，贺北岩与妮娜就陷入了包围。骷髅怪，等级13，生命值980，攻击200。真不愧是10级才能进的副本。话说，其他玩家10级能打过13级怪物吗？贺北岩并不清楚，但对他来说都是送经验的罢了。10几只骷髅怪手拿破剑，嘎吱嘎吱的朝着贺北岩与妮娜挥舞。但骷髅怪的血量实在是低，根本接不下他们一招。负2230，负1672。妮娜击杀13级骷髅怪，获得84点经验值。击杀13级骷髅怪，获得84点经验值。击杀13级骷髅怪，获得84点经验值。触发圣经史莱姆装备效果，获得1点自由属性。恭喜你升到8级，获得10点自由属性。没有花里胡哨的攻击方式，贺北岩连吹剑都没用，完全的实力碾压让10几个骷髅怪瞬间化为骨渣。贺北岩越级击杀他们，给的经验并不少，并成功迈入8级。还是越级割草爽啊！属性点先存着。看了一眼经验条，升到9级要5000经验，还差2级就到10级了，不知能否在绝命峡谷中提升到。这些骷髅怪只是绝命峡谷对他的欢迎仪式罢了，更多的经验包在后面等着他。开始寻找任务目标，他并不着急，一点点进行探索，好让自己的经验条多长点。走了大约10分钟，沿途遇到的怪物从13级变为了15级，而且全部是成群结队的抱团行走。这副本原来是特么团队类型的，贺北岩这才意识到，这根本不是适合单人刷怪的副本。不过那是对其他玩家说的，对他而言，只要不来大批精英怪，成群结队的20级普通怪也能招架得住。还是少个群攻装备，不然这些怪物一下就能刷完，能省不少时间。贺北岩打定主意，10级获得的诅咒胚胎一定要制作个群攻类型的装备。如果在绝命峡谷得不到合适的材料，等去洛索城后再找找看。现在数十亿玩家都在各新手村窝着，没有人能去到城里。他要抓住前期优势，尽快有资格去往王国或某个帝国。只有有实力进入帝国之中，才能获得更好的资源以及成神的可能性。和那些 NPC 打交道比玩家有意思多了。不知道 NPC 有没有 BOSS 级的存在，可以试着把这种人物的好感拉满来当部下。贺北岩嘿嘿笑着，太君，我们找到了一个野外副本，已经派组织里的先锋队进去打探了。某新手村中，一个光头十分激动地叫着。在他面前有一位脸上有刀疤的胡渣男子，左右相拥2位女子。那你副本多少级的？井野次郎将怀中的2个女人推开。不清楚，原本守在外面的村子护卫不允许我们进入，经过好久的软磨硬泡，做了好多任务才同意让我们派人进去。带我去！井野次郎立刻动身。根据前几次世界通告的经验，他可以断定第一个通关副本的一定有通告奖励。先前为了转职传说职业，浪费不少时间，世界通告基本全被贺北岩抢走。不然的话，所有的通告绝对都是他的。已经错过那么多本该属于自己的通告奖励，这次他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通关副本的人。东瀛不会被任何人落下。一旦我成功通关副本，组织在东瀛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最重要的是通告奖励。他如此美妙地幻想着。先前看到贺北岩获得什么属性点、职业专属技能书，说不羡慕那是假的。第一个通关副本含金量比之前的那些通告更高，必定有更好的奖励。走在去往副本的路上，井野次郎满怀期待。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接下来要面对多么强大的怪物。第21章，远程的快乐，我懂了。击杀15级是金刺猬，获得96经验，横金加1。击杀15级是金刺猬，获得96经验，横金加1。击杀10级精英怪，获得840经验。击杀17级火鸦，获得120经验，火光10加1。触发圣经史莱姆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加1。横金和火光10集齐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贺北岩凑齐了5块横金和10块火光石。路上还击杀了一只精英怪，把这些怪物摸尸，累计获得金币700多，还有些低级材料。贺北岩看了眼经验条，经验值286555000，
经验条已经过半了，自由属性点也累积到了快20个。照这么下去，很有可能在绝命峡谷提升到10级。提示：你的经验值加成20%已失效。提示：爆出物品概率提升200%已失效。这么快，我已经在神起1天了。贺北岩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在神起待的时间，他甚至连饥饿感都没有。或许是因为实力的提升给他身体也带来了变化。经验加成和爆率加成失效也没什么关系，他已经跟其他玩家拉开距离了。接下来只需保持住就好，反正也不困，就不退出了，尽快把寻觅精血也搞到手。制作祭坛的材料他只差寻觅鱼人的精血了。这种怪物应该生活在河边及附近，可他进入绝命峡谷后就没见过河流。妮娜，你变成鸟类生物载我到天上找找。好的，主人。本来还是可爱萝莉的妮娜开始变形，最终成为一只可载3-5人的白色巨鹰。不得不说，有妮娜这个万金油在，贺北岩很多事都方便了不少。站在妮娜背上，他宽大的双翼缓缓展开，飞向高空之中。那是……刚飞向空中，贺北岩就发现有2只尖嘴鸟迎着他们飞来。尖嘴猎鸟，20级精英怪，生命值18000，18000，攻击680，物理防御90，法术防御95，技能撕咬、爪击，2个技能的飞行精英怪。副本里真是藏龙卧虎啊！看到属性后，贺北岩微微点头。这2只尖嘴猎鸟对法术的抗性还挺高，可惜他是物理输出者，还无视防御。贺北岩拿出斥候神吹剑， 1.8W 的血量，自己吹6剑就能弄死1只。每吹出1支剑后需要5秒自动填充，也就是1分钟便能搞定它们。这可是行走的大型经验包啊，怎能错过？掉头飞行，保持在100米内，我们来遛鸟。说着他便将吹剑筒对准1只猎鸟。咻！一根非常细小的银剑从剑筒蹦出，正中目标。负2230，负1000，贯穿伤害。救！3000多点伤害让猎鸟的血条掉了1截，仇恨瞬间被拉起，狂扇着翅膀追击贺北岩。主人，这些大鸟速度好像比妮娜快了点。听到妮娜的话，贺北岩仔细观察，发现2只猎鸟与自己的距离确实在逐渐拉近。不过这个拉近速度是十分缓慢的，若不是等级的提升让他眼力变好，压根就看不出来。没关系，再改良下翅膀，他们就追不上妮娜了。只见妮娜的音译出现细微的变化，贺北岩看不懂，但速度顿时加快不少，与身后的猎鹰拉开距离。还能这样？贺北岩惊了。只能说 SSS 级诅咒装备不能以常理来解释，不过他猜测这种提升也是有上限的。5秒填充完毕，贺北岩再次对准那只猎鸟吹剑。见到前方的人类又举起剑筒，吃了1次亏的尖嘴猎鸟想要躲避，可无论他往哪儿飞，这银剑都跟着他。负2230，负1000，这就是绝对命中效果，绝对会命中攻击，无法躲掉。唯一的对抗办法就是使用防御技能减少伤害或者格挡掉。若是其他玩家，哪怕是20级玩家吹出飞剑，猎鸟都有概率挡下，但偏偏遇到的是贺北岩，一个无视防御还造成自身双倍攻击力真实伤害的怪物。啾啾啾！连中2剑气的尖嘴猎鸟火冒3丈，智商不高的他只想着赶紧追上前面的蝼蚁，撕下他的血肉吃掉。妮娜的飞行速度也非常有讲究，10快10慢，给2只尖嘴猎鸟机会，又不让他们得逞，有点类似我撩你一下再冷你2下的那种感觉，把他们拿捏得死死的。1分钟后，2只猎鸟全被溜死了。成功击杀20级精英怪，获得1900经验 X2， 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加1 X2。恭喜你提升到9级，获得10点自由属性。太 TM 爽了，我好像懂那些远程职业的快乐了。无伤越级刷怪，这不正是每个玩家心中的终极梦想？贺北岩做到了。况且他还发现，击杀的怪物品质等级越高，越容易触发装备效果。2只精英猎鸟分别为他带来1点自由属性，把他们的光团摸一下，2只尖嘴猎鸟的尸体落在了地面。妮娜飞了下去，获得1级技能书撕咬，获得恢复药水小，喝下后直接恢复300血量，100法力值，冷却10秒 X2， 获得2000金币。没有了爆率加成，贺北岩只获得了2样东西，中规中矩。随后他重新站在妮娜背上，在空中继续寻找河流的踪迹。还有1级就能得到强化术了，感觉强化斥候神吹剑也挺不错的。诅咒装备越多，贺北岩就越难以选择了。他既想强化异变生命树铠甲，变得谁都打不动，可以无限战撸，又想强化斥候神吹剑，将风筝进行到底。毕竟成年人的格局
是我全都要。可惜他现在的金币存了不到3万，只够强化2次。主人，妮娜看到河流了。这时，贺北岩发现身下有一条河流，河流的两岸还有好多鱼人。寻觅鱼人，20级怪物，生命值1600，1600，攻击290，技能毒线唾液。终于找到了。第22章，鱼人聚集，极具挑战的战斗。妮娜，低空飞行吧，我要用吹剑了结他们。寻觅鱼人长相怪异，手拿鱼叉，根本不会飞行，但他们的数量非常多，河岸两边到处都是，少说也有50-60只。如果落地击杀也行，但尝到远攻的甜头，贺北岩当然要利用起来，把他们全部解决了。主要是贺北岩不清楚河中还有多少鱼人。咻！贺北岩瞄准一个寻觅鱼人便进行攻击，负2230，负1000，高额的双重伤害瞬间出现在他的头顶，顿时倒在地上没了生机。击杀20级怪物，获得120经验值。想升到10级，贺北岩需要1万点经验，自然要把他们全部解决掉，多累积一些。咕叽咕叽，10几只寻觅鱼人注意到同伴的死亡，看到了天上的贺北岩，酝酿出一大口绿色毒液朝他喷射。负30，妮娜。负29，妮娜。提示：妮娜受到毒素伤害，每秒降低3点血量，持续5秒。毒线唾液能喷这么远的？贺北岩专门让妮娜卡在距离地面100米的高空，这也能被喷到。别担心主人，妮娜不疼。妮娜懂事的样子令人心疼。在贺北岩看来，被这种垃圾怪攻击到是对他智商的巨大侮辱。还好自己没落地战斗，不然这几十只寻觅鱼一起吐痰，妮娜他俩不死也得残一个。是我肤浅了，妮娜，我们接着溜这些鱼人。说着便向远处飞去。10几只寻觅鱼人在地上追赶，与族群脱离，时不时往天上喷几口毒线唾液。有了防备后，妮娜就没有再被攻击到了。毕竟连20级精英怪都追不上他的速度，普通怪的技能躲避起来非常轻松。反观贺北岩站在妮娜背上，每5秒吹出一根银剑，同时也会有一只寻觅鱼人死去。负2230，负1000，击杀20级寻觅鱼人，获得120经验值。负2230，负1000，击杀20级寻觅鱼人。差不多了，可以下去干他们了。飞出一段距离后，10几只追赶他们的鱼人还剩6-7只。贺北岩纵身一跃跳了下去，趁着他们刚释放完一波技能，换出死亡战刀攻了过去。负2230，负2230，斩下距离自己最近的2只寻觅鱼人，紧接就有2只鱼人持着鱼叉戳向他。负130，负132。贺北岩的防御没有妮娜高，这些鱼人的攻击能够对他造成3位数伤害。不许伤害我的主人！妮娜娇喝一声，在空中从大鹰直接变成巨型猛鼠，翻转落地灵活操控尾巴，将剩下的4-5只寻觅鱼人全部扫死。获得120经验值，获得120经验值。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妮娜，多谢了。贺北岩拍了拍她毛茸茸的身体。论单杀速度，贺北岩现在没有妮娜快，毕竟妮娜可以根据情况变换成各种生物，完全掌握该生物的攻击方式，甚至语言，非常灵活。但未来就说不定了。将地上散落的光团全部摸完，贺北岩只得到了2滴寻觅精血。没有了爆率加成，任务物品出现的概率也低了不少。这一路上还有几个光团，也顺便给摸了吧。贺北岩突然觉得摸尸环节是一件痛苦并快乐着的事。继续拉拐。很快他回到河岸附近，锁定一片寻觅鱼人较多的区域，使用吹剑瞄准一只鱼人。负2230，负1000，当场秒杀。咕哩咕哩，同伴的死亡引起周围鱼人的注意，举起鱼叉朝他追来。这次有将近20只鱼人对他进行追击。想追我？贺北岩坐在巨鼠形态的妮娜背上，等待吹剑填充完毕。妮娜边跑边甩动长尾，抽打在身后一只纸鱼人身上。负1610，负1608。每次抽击都会带走一只鱼人的性命，他们想用鱼叉进行抵挡，但鼠尾灵活多变，根本挡不住。击杀20级怪物，获得120经验值。击杀20级怪物，获得120经验值。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这些鱼人又让我获得了3点自由属性，太舒服了。将他们全部击杀后，贺北岩笑容灿烂，这比在怪物区找怪杀怪要爽多了。同时又获得了3滴寻觅精血，还差5滴就能完成任务了。把剩下的寻觅鱼人全杀了，就去找 BOSS 的位置。再度来到河岸附近，他发现剩下的鱼人竟然全部聚集起来了，甚至数量还提升到了70多只。怎么回事？
突然变得这么有纪律性了。在那群寻觅鱼人的中心，有一只无比高大的鱼人王，手持鱼矛，两眼警惕地扫视周围。正是他将所有鱼人聚集在了一起，估计是发现子嗣莫名其妙少了一半。寻觅鱼王10级 BOSS， 生命值30000，30000，攻击780，物理防御120，法术防御110，技能水柱激流、鱼王冲刺、剧毒喷射。原来 BOSS 就在那条河流里，还好当时多留了个心眼，选择风筝流打法，不然这鱼人王用技能偷袭一下就要翘辫子了，这就没法风筝了呀。贺北岩有些头疼，所有寻觅鱼人都聚在一起，如果他再用吹剑攻击，所有怪物都会追击他。若只是这样倒无所谓，还是能弄死他们。关键是这只鱼人王，他的3个技能中2个都是远攻，还有一个是快速突刺的伤害位移。近战 BOSS 他还可以利用妮娜的速度来风筝死，这种能远攻能近战的家伙就比较麻烦了。作为 BOSS， 指不定鱼人王的远攻距离比他还要远，也不太好在空中磨血。贺北岩看了一眼自己的技能，神敏、隐身，只有寥寥无几的2个，但他已经想到了对抗鱼人王的办法。我可以先用吹剑攻击鱼人王，然后隐身让他们找不到自己，失去攻击目标，等待3分钟让隐身冷却时间结束，进入怪物中心靠近鱼人王，用死亡战刀攻击他1次，再快速用神敏攻击3次，然后继续隐身。这是典型的高攻刺客流打法，也十分危险。贺北岩算了下，斥候神吹剑自代币中效果能对鱼人王造成3000多点伤害，4次双倍攻击是近9000点伤害，共计12000多。他只要来回操作3次就能击杀寻觅鱼王。要是有其他人在这里听到贺北岩的想法，恐怕就直接跪下喊挂币了。说的头头是道，关键还真有可能实现。起码30-50人的副本，眼看马上就被他一个人攻略完了。有这么玩游戏的？但这种极致输出的刺客流打法也非常考验操作，那就是贺北岩攻击完的一瞬间，如果隐身不及时，将会受到无数怪物攻击，在这群鱼人的正中心，他很难进行躲避，说不定会直接暴毙。虽然妮娜作为装备可以同步隐身，也能帮他分担些压力，但只是一小部分。自己攻击的是鱼人头子，那些小怪肯定会优先攻击他。我还有28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在体质上吧。这是贺北岩进入神奇世界后最具挑战的一次战斗。第23章惊险弱点攻击。提示：你将28点自由属性加在了体质上。玩家：贺北岩。等级925201000。职业：诅咒者。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 5%。生命：105013330加66。魔法100加5。物理攻击1062加53。魔法攻击20加1。物理防御17320加10。魔法防御17320加10。装备：死亡战刀、异变生命树铠甲、圣经史莱姆、神敏之靴、斥候神吹剑。现在应该能多抗一会儿了，只要自己不在进行4连击的瞬间被秒，他就可以逃走。妮娜的血量也从1600多提升至了2000出头，并且拥有310多的双防。小怪对他的伤害已经变成了1，但毒素持续伤害依然有效果。可惜他的输出伤害不够，神敏的技能效果无法共享给他，不然可以充当主火力去做贺北岩的事。妮娜，隐身时等我先行动，到时你靠近鱼人堆，尽量帮我多牵制寻觅鱼人。好的，主人。妮娜会尽可能的多吸引这群小鱼人。贺北岩在隐身状态一旦进行攻击，妮娜的隐身状态也会解除，所以他们必须要配合好。深吸一口气，贺北岩放平心态，用斥候神吹剑射击寻觅鱼王。细小寒光闪过，寻觅鱼王察觉到危险，立刻挥出鱼矛将银剑砸进地里。身为 BOSS 的他竟然能够击落银剑，随后目光锁定到贺北岩的位置。咕啦咕啦，他大叫着指挥子嗣冲了过去，却没注意到地面闪过一道银光。-2230，-1000，吹剑的壁中效果出现，哪怕被砸进地里也会绝对命中他。咕哩咕哩，咕啦咕啦，乌泱泱一群寻觅鱼人和鱼人王使用毒液攻击，贺北岩和妮娜连忙躲闪。隐身，二人同时隐身，寻觅鱼王和子嗣失去了攻击目标，无数毒液全部落空，将一片地面变为了毒池，犹如无头苍蝇般东张西望。30秒后没有找到目标，仇恨消失，重新回到岸边聚集在一起。等待隐身冷却恢复的过程中，贺北岩手握死亡战刀，小心翼翼地从众多鱼人的缝隙中穿梭，来到寻觅鱼王面前。抬头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足有3个他大，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紧张的。
寻觅鱼王本身攻击力对他来讲并不致命，但若是没把握住隐身的时机，必将会吃到他的连招技能。鱼人王一个水柱激流把他击飞，来个鱼人突刺，再加些小怪攻击，他就玩完了。与此同时，妮娜也重新变成萝莉形态，走入寻觅鱼人之间。作为友方单位，他们能够互相知道对方所在位置。等到贺北岩动身出招，便会瞬间变成巨人形态，击杀周围的小怪。他只有一次的出招机会，要尽可能的多杀些。时间到了，看见隐身技能重新亮起，贺北岩与妮娜对视一眼，攻击-2230，神秘-2230，-2230，-2230。贺北岩绕到寻觅鱼王的背后狂砍，妮娜也在隐身解除时变成巨人形态，双拳如同泰山般压在几十只小鱼人身上。-1672，-1672，获得120经验值。站在原地的寻觅鱼王突然受到巨额伤害，生命值猛然骤降1/3。察觉到攻击来自于后背，没有回头，翻转鱼矛，直接朝背后刺去。-560。贺北岩没料到鱼人王的攻击技巧如此娴熟，被打个正着。隐身，没有任何迟疑，贺北岩进入隐身状态，逃出怪物群。同时，一条粗壮水柱在他刚才的位置冲天而起，再晚半秒就要被攻击到了。还好没有贪刀，不然就记了。他拿出1瓶恢复药水和4瓶初级生命药水喝下。你恢复了300点生命值，40秒内每10秒恢复80点生命值。BOSS 怪打得太疼了，鱼人王的一次普通攻击就让他的血量掉了1/3还多。这还是自己加了28点体质的情况，如果不加，对自己的伤害会更高。不过结果是好的，自己这套打法是可行的。主人，你没事吧？妮娜刚才杀掉了20多只小鱼人。寻觅鱼人的站位比较密集，妮娜倒是击杀了不少，让鱼人堆里出现了不少光团。我没事。贺北岩凝视那些光团，只有攻击会解除隐身状态，也就是说我可以在隐身状态去摸尸。寻觅精血还差5滴，趁着冷却时间还没结束，贺北岩大胆上前摸尸。神启世界有不少人转职成盗贼或刺客，许多都抱着前期可以隐身摸尸的想法，打算坑人偷跑。可得知要10级才能学习隐身技能时，这群人没少在世界频道中抱怨：你获得了寻觅精血，你获得了30金币，你获得了30金币，你获得了恢复药水中，你获得了寻觅精血。我这个隐身技能对没有破影的怪物和玩家来说太 bug 了，犹如万花丛中过。贺北岩当着这群鱼人的面摸尸，根本没有反应的。毕竟诅咒装备的效果都很强大，为了限制能无限时长的隐身，诅咒是在隐身期间扣血。可惜遇到了贺北岩这个异类，诅咒装备的代价全部无效化。以后强化斥候神吹剑，说不定能让隐身技能变得更强，比如无法被破影就彻底逆天了。那样的话就能靠这个技能来抢一些强大怪物的尸体光团，甚至面对极其强大的 BOSS 他也能保住性命。3分钟的冷却很快结束，贺北岩与妮娜再度配合进入鱼人群之中。因为被妮娜击杀了20多只小鱼人，鱼人王身边的子嗣明显减少了许多。-2230，神秘，-2230，-2230，-4460，弱点攻击提示：你击中了寻觅鱼王的弱点。卧槽！神秘的最后一击让他微微愣神，打了这么多怪，他还是第一次触发弱点攻击，让伤害再度翻倍。也就是这么一愣神，令他遭了殃。你被寻觅鱼王的冲刺攻击命中，出现 0.5 秒硬直状态。-580，-540，-75，寻觅鱼人攻击。-60，寻觅鱼人攻击。隐身，将近1400的血量瞬间蒸发1200多。贺北岩赶忙开启隐身脱离战场。好险！看着仅剩的100多点的血皮，贺北岩冷汗都冒出来了。还好只有 0.5 秒的硬直，不然他就嗝屁了。将仅剩的2瓶恢复药水和初级红药全部喝完，生命值缓缓恢复。贺北岩查看鱼人王的血量，寻觅鱼王10级 BOSS， 生命值6930-30000，只差最后4下了，不用等隐身技能恢复了。第24章击杀，成神线索，世界震惊。不仅寻觅鱼王进入残血状态，他身边的鱼人子嗣也从80多只骤减到了30只。残血的寻觅鱼王身上到处是伤，十分疲惫，在子嗣们的护送下想回到水里自愈治疗。不能让他回去。贺北岩微微心惊，眼见就要成了，若回到河里等于功亏一篑。顾不上血量还没完全恢复，贺北岩直接开启技能急速冲刺神秘。同时
妮娜也变成巨型猛鼠，四肢飞奔袭向那些小鱼人。咕啦咕啦，不知是否因为生命受到威胁，寻觅鱼王的感知突然变得十分敏锐，竟将手中的鱼矛投掷出去，然后掉头就跑。BOSS 拥有很高的战斗经验，发现自己不敌也会逃走，令神器增加了更多挑战性。可惜他没有破影方法，无法找到贺北岩的位置，这鱼矛掷出的方向离他差的有一点多。-2230，-2230，-2230，快速3连击让寻觅鱼王仅剩下最后的几百血量，同时他也来到了岸边，一个鱼跃就要扎入水中。30多只小鱼人拼命般的冲向贺北岩，试图给鱼王争取时间，却被妮娜拦下。事后神吹剑，贺北岩意念微动，光速切换武器，对准还在半空的寻觅鱼王，射击。-2230，-1000，贯穿伤害，成功击杀10级 BOSS 寻觅鱼王，获得5000经验值，声望加200。触发装备效果，获得1点自由属性。恭喜你提升1级，获得10点自由属性。已达成职业任务1，所有条件，获得职业专属技能诅咒强化术。后续任务自行查看。触发称号效果，获得 S 级物品，自选诅咒胚胎。提示：10级之后，每次升级获得15点自由属性。各类排行榜单已开启，无限装备栏可以让它光速切装，十分方便。用吹剑解决掉寻觅鱼王升到10级，妮娜也将快速小鱼人全部解决。一条条提示消息接连弹出，可还没完，一行金色字眼的通告出现在所有玩家的视线当中。世界通告：玩家贺北岩率先拿下副本首通，越级击杀10级 BOSS， 表现超越古今，特此奖励一条成神线索，请各位玩家再接再厉。这一刻，世界频道爆炸了。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越级击杀10级 BOSS， 拿下副本首通。贺北岩到底是什么人？不可能，我不相信，一个前期职业竟然能猛到这种程度，他绝对也是传说职业者，这 TM 绝对作弊了。莫妈东西，成神线索，一人血书求组队，找到贺北岩的所在位置，严刑拷打也要把线索逼问出来。我是企鹅集团原董事长马腾，对话贺北岩，300亿买下你的成神线索，并对你进行终生保护。不可能的，马总，他绝对不会交出来的。我是一名史诗职业者，现召集同样的史诗职业玩家，寻找贺北岩的位置，将他彻底从神奇抹杀。没错，得不到就毁掉，这很合理。我是史诗职业玩家，兄弟加个好友。这条通道的突然出现，让贺北岩彻底成了世界公敌，连许多史诗职业者都被炸了出来。成神线索是所有神奇玩家梦寐以求的东西，贺北岩竟然在神奇开启的第2天就获得了，这还得了？再让他这么发展下去，岂不是3天成神，5天吊打全世界了？出于对贺北岩这种无法理解的变态行为的恐惧，很多玩家甚至不考虑从他手中得到那条神之线索，而是直接将他从神奇抹杀。某新手村，我草，楠姐，贺北岩这也太……聂勇脸皮狂抽，被世界通告惊得说不出话来。数十亿玩家中，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么快成神2字会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南诗玲也面容严肃，摸着耳朵似乎在与谁通话，最后深吸一口气道：上面让我们不要受影响，尽快升级，在此基础上优先搜集能寻找其他玩家的物品，最快速度与贺北岩产生联系。聂勇，我们今后要24小时待在神奇了，这件事对上层的冲击很大。66号新手村外6级怪物区域，这个贺北岩，我一定要杀了他，得到那条线索。吉恩连续出拳锤死一只6级野怪，他搞不懂为什么这贺北岩3个字总是出现在他眼前，就像是魔咒一般。我们要不要联合东瀛和韩国国柱？金丝妮也突然觉得贺北岩这个人不容藐视。不用，他贺北岩有线索又不代表成神。我们回新手村，我要找大神帮忙开启职业任务。这段时间，吉恩得到了一个较难的特殊任务，完成后可以开启职业任务。东瀛，八嘎，该死的龙国贺北岩！现实里刚死去一条命，等待死亡惩罚时间结束的井野次郎，在电视上看到这条紧急插播消息，气得摔碎了酒杯。本来他进入副本被杀，心情就不好，看到贺北岩再次得到关注，还有那充满巨大诱惑的神之线索，别提有多难受了。同样进入过副本的他知道里面的怪物有多么强大。贺北岩能拿下首通，还越级击杀10级 BOSS， 肯定不是众人口中的前期猛如虎，后期菜如狗的职业那么简单。他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放下组织内 90% 的事，全力调查贺北岩的所在位置，必须找到他。记住，千万不要对他有任何冒犯。井野次郎并非东瀛国柱，
但和其他传说职业者、国柱玩家的想法都不一样。既然暂时无法超越，那为何就不能先在对方身边谦虚学习呢？等了解对方底细，暗中制定击杀计划，学成了后再反将一军，把他的一切都掌握在手心里，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做法。为什么就非要硬来呢？不只是他，神启世界内外无数有权有势者都在寻找贺北岩的下落，哪怕掘地3尺都要把他挖出来。甚至还有人花大价钱找所谓的预言家、观星师锁定贺北岩所在村落。每个人的目的都不相同，但真假难辨。世界频道中有各种贺北岩在哪的消息出现，一群连新手村附近都探索不完的废物，瞎逼比什么呢？贺北岩看到世界频道的消息就想笑，就算他们真的知道自己位置又如何？自己的新手村都出不去，怎么证实？又怎么来对付自己？这不就是在网上吹吹牛逼吗？真来了，让你们一个都走不了。倒是这个世界通告确实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难道这也算是神启对我的考验？贺北岩不喜欢讲什么能者多劳，但强者往往确实会经历到更多的压力。他点进任务面板，查看那条让数十亿人发狂的成神线索。线索据说率先得到所有神之祝福的玩家可以触发神启成神任务，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第25章，贺北岩死定了，找大神帮忙。所有的神之祝福，神启世界里共有多少神我还不知道呢。贺北岩觉得这线索就是扯淡的，他就知道一个愿望女神还是通过祈愿水晶球得知的。不过就算他再怎么不了解神有多少，肯定也有正义与邪恶之神的区别，就像普通装备和诅咒装备一样。也就是说，自己不光要得到秩序阵营这边的神之祝福，邪恶阵营的那一方也要得到。两边都是水火不相容，见面就开打，哪会那么容易？既然是线索，证明并不全面，心里有个底就行了。贺北岩走向寻觅鱼王留下的光团，获得3000金币，获得 B 级材料鱼王毒旗，获得1级装备寻觅头盔套装，生命加100，物理防御加10，使用条件10级近战职业，获得1级装备寻觅水鞋套装，生命加110，法术防御加10，效果可在水面行走奔跑，获得1级装备寻觅鱼毛套装，攻击加30，集齐3件寻觅套装效果，体质加10，力量加8，双防加5，全套套装属性还不错，还爆出了毒类 B 级材料。这3件装备都是10级才能穿戴，同时装备还有额外的加成效果。既然这么想杀我，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3件装备打包出售，送你们一个套装。贺北岩点进交易市场，将寻觅3件套设置为拍卖，8000金币起拍。还有些其他在绝命峡谷得到的装备也一并上架了。现在已经是神启第2天了，贺北岩知道那些富豪手中都攒了不少金币，自然要狠狠地宰割一番。寻觅套装虽然要10级才能装备，但并不妨碍这些资本的争抢。刚刚上架，立刻就有人发现了。贺北岩上架了好多装备，还有一套套装，这肯定是杀 BOSS 爆出来的吧？他是不是傻？自己不用拿出来卖，让大家赶紧升级好杀他。我觉得他是自信到自大的那种程度，觉得没人能打得过他，坐等他被打脸的那一天。越级击杀10级 BOSS， 他的消耗应该也挺大，想卖了这个套装回血吧。各位，你们有没有查看排行榜？里面有职业、综合2个大榜单，较强的前100名玩家可以上榜。贺北岩这么厉害，我以为他都是第一，但你们猜怎么着？除了综合排行榜第一外，在各职业排行榜中都没有找到他的名字，证明他的职业强度根本上不了排行榜，纯粹是因为前期靠技能、装备这综合实力堆上来的。什么？那不是超越他有希望了？让我看看职业排行榜。哈哈，还真是，要不了多久贺北岩就死定了。本来开始怀疑贺北岩职业是传说级的玩家们直接进行了否定，如果真要是很强的职业，为什么各职业榜都找不到他的名字？贺北岩看到世界频道的内容，也点进了排行榜中。排行榜开启后会自动将实力前100名的玩家显示上去，实时同步。综合榜的排名是对玩家的技能、装备、等级、受宠等综合判断来划分的，他位列第一，第2名差他好几级。职业榜就比较特殊了，里面细分了好几个小榜单，有战士排行、法师排行、刺客等等，也是根据技能、装备这些来进行分析，只显示玩家名字、等级和国家。贺北岩是竞技级唯一职业诅咒者，不可能再有第2个人，自然就没有诅咒者排行榜这一说。职业榜只和本职业的人进行对比，含金量远不如综合榜单。贺北岩只要把综合排行榜的第1名占据就够了，毕竟没有什么排行榜奖励，纯粹是让大家看的，相互竞争，也是对自己实力的一个证明。
通俗点也可以说是装逼排行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龙国的聂勇、南诗陵、漂亮国的吉恩、金斯妮都出现在了职业榜上，分别占据了刺客、法师、拳师、枪炮师的第1名，等级都是5级。其他榜单的第1名他都不认识，看了一圈下来，上榜玩家中有几百人达到了5级。这些排名随时都会变化，不知道龙国这俩国柱能不能保得住。贺北岩踏上返回村落的行程，他只知道后面这2位肯定是保不住的。从绝命峡谷出来后，护卫见到他更加尊敬了。勇士，您的强大简直令我们敬佩，请问我们是否应该开放此副本，让更多像您一样不足10级的玩家进入？这恐怕就是手通副本和声望值高的好处了，可以更改神器的原有设定，等实力达到一定层次，甚至能改变神器的世界观。不用，照常就好。其他玩家可不像他拥有如此变态的实力，他打就够吃力了，降低进入等级无异于让他们送死。最主要的是他不想暴露自己，以免被心思缜密之人察觉。回到新手村，发现吉恩和金斯妮站在大门口等他。大神，我接到了一个等级任务，能开启职业专属任务，可否帮帮我？吉恩直入主题，当然是有报酬的，您先看看。击杀风之精灵，等级任务。描述：你掌握了微弱的风之力，但仅是这点还不足以变得强大。击杀路过村子的风之精灵，用它的精华来壮大自己吧。任务目标：击杀风之精灵，10级精英。任务奖励：开启职业专属任务。任务失败，将所有等级任务延后20级前，你不会开启职业专属任务。看到这个任务，贺北岩有些愣神。自己5级自动就开启了职业任务，吉恩5还要击杀10级精英，更是有失败惩罚。想到之前直接转职成功，这难道也是竞技职业的特殊好处？大神，职业品级越高，等级任务越难。我知道10级精英对我们来说不好打，但只要我们3个传说职业者组队，绝对能打得过。吉恩很自然的把贺北岩也当作传说职业者。大神，您5级时也开启了等级任务吧？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帮您。而且击杀风之精灵还会掉落 B 级材料风灵盒，我可以把它给您，可以提升妮娜的实力。在请求大神帮助之前，吉恩做足了功夫，知道受宠提升实力最快的方法就是吃各种大补之物。贺北岩看了他一眼，我已经开启职业任务了，为什么要帮你？还有10级精英怪掉 B 级材料，是觉得我很好骗吗？不管掉什么材料，看到有失败惩罚，他就100个愿意帮忙了。这不正是坑他的最好机会吗？但作为不知名的大神，与吉恩无冤无仇，自然要装作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正常来讲，确实不会。吉恩解释道。可当我找到这只风精灵的时候，发现它有点不同。身旁的金斯妮白了他一眼，这么重要的事还卖关子，白白耽误时间。没听到大神都说自己开启职业任务，肯定杀过一只精英怪了。赶紧做完你的，我还想让大神带呢。于是他开口道：大神，总之他必掉落 B 级材料，如果不掉，你就把吉恩脑袋砍下来。第26章强化装备。既然你们这么保证，那我就同意了。贺北岩故作很难为情的答应，不过我不会跟你们组队，2个小时后在这里集合，我还有些事要做。吉恩点头如捣蒜，理解理解，只要大神答应了就行，战利品都商量好，组队不组队都无所谓。大神，那就不打扰您了，我们1个小时后见。2人走后，贺北岩来到村长屋子。强大的勇士，我已经听说了你的事迹，你简直是我们村子的救星。肖恩上来就给了他一个熊抱，贺北岩赶紧侧身躲过，他可对男人没兴趣。咦，叔叔为什么要抱主人？主人又为什么要躲呀？纯洁童真的妮娜小手扣着脸，满是不解。这是传递感情的最好表达方式，只是勇士拒绝了我。肖恩队长洒脱地笑了笑。妮娜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自己的主人。那我想与主人拥抱，主人会拒绝吗？气氛貌似朝不对劲的方向走去了。贺北岩连忙拉回话题，村长，任务完成了，已提交特殊任务，收集制作特殊祭坛的材料，并上交材料。洛索城主知道了你的事迹，等待你去领取奖励。洛索城主好感度加60。66号村村长好感度加80。66号村护卫队长好感度加80。勇士，真的很感激你。你现在可以去洛索城了，这封信你收好，到时交给洛索城主。村长将这些材料交给肖恩，后者离开屋子去准备祭坛的事了。获得村长的推荐信，特殊物品。描述：由于你的强大实力，村长要向洛索城主推荐你加入审判者协会，除掉神奇世界中最大的邪恶势力诅咒神教。当然，最终决定权在你手上。提示：触发关键词，有关审判者协会与诅咒神教的大概信息已进入脑海。顷刻间，这2个组织的信息被贺北岩接收。简单来讲，
审判者协会是由各帝国共同创建的强大组织，而诅咒神教则是一群使用诅咒装备的暴徒、追求力量者创建的特殊势力。两方几千年来一直都在不停战斗，但由于诅咒装备过分强大，审判者协会迟迟未能除根，让各大帝国头疼不已。若贺北岩加入审判者协会，击杀的咒装使用者越多，实力越强，地位也会水涨船高，但也被彻底拴在了协会之中，在到达实力顶峰前没有自由。暂时没这个兴趣，就算不加入审判者协会，我也有信心成为至强者。被各帝国共同创建的组织，其最强者的实力，贺北岩无法想象。绑死在审判者协会里，等于跟许多未知任务事件彻底无缘。神起这么大，他想去看看，他还不想缩在1亩3分地里。话说我作为唯一诅咒者职业，岂不是诅咒神教教主头子的头子？那些咒装暴徒使用诅咒装备，可是要承受诅咒代价的。自己这个唯一免疫代价的家伙，说是他们的神都不过分。最危险的诅咒神教教主头子，他爹被邀请加入审判者协会，真尼玛魔幻。心中默默吐槽一句，还好他暂时没加入审判者协会的想法，倒是可以等实力再强劲些，去诅咒神教看看，说不定有无主的诅咒装备能搞到手。不过这些信息也让贺北岩意识到，不能轻易让他人知道自己用的是诅咒装备，否则会有审判者来搞事。想到这里，他对村长开口道，我可以参与到搜寻可疑魔石凶手的行动中吗？说不定能够帮上忙。当初那散发诅咒装备气息的魔石，很可能就是诅咒神教的人搞出来的。可村长却摇了摇头，这件事只能交给审判者协会来处理，我们谁都参与不了。这比击杀10级 BOSS 危险10倍，制作祭坛已经是最大限度了。好吧，看来牵扯到诅咒装备的事，不是现阶段玩家能接触到的。随后贺北岩与村长告别，找到一处旅店休息，点进交易市场。你上架的寻觅套装已售出，获得 1.1W 金币。你上架的 F 级装备已售出，获得68金币。你上架的1级装备已售出。无数装备卖出的消息弹出，贺北岩又多了 1.5 万金币。现在他一共有 4.8 万金币，至少也能强化3次装备。他决定要强化诅咒装备了。施展强化术所献祭的金币每次都会增加，希望别太过分。这点金币已经是他全部家当了。首先要强化的便是异变生命树铠甲。思来想去，他还是打算按照之前的想法。现在的抗伤能力还是有些不够，一旦陷入围攻，很容易凉凉。想要快速升级，不被其他传说职业者追上，贺北岩就必须要冒风险。所以耐打是必须的。希望能给我强化的厉害点，别拉胯了。贺北岩祈祷着，强化装备也是充满玄学的一件事。诅咒强化术，是否要献祭1万金币，强化异变生命树铠甲？是。一道强光突然出现在铠甲之上，贺北岩的财产也减少了1万块。如果其他玩家看到他瞬间花掉1万金币，恐怕下巴都惊掉了。强化成功，他急忙查看铠甲信息，瞳孔猛然收缩。异变生命树铠甲 S 级150-200血量，效果1，每10点血量提升1点物理防御，1点法术防御。效果2，拥有一层自身最大生命值 X 1.5 的生命护盾，可抵御除真伤外的任何攻击，击破后10分钟恢复。诅咒，每次升级获得的属性点固定为4，血量增加了50，还出现了新的装备效果，最大生命值 1.5 倍的生命护盾，也就是妮娜的血量，足足2000多点护盾值。这个装备效果正是贺北岩想要的，无论是物理攻击、法术攻击，还是持续掉血的负面效果，都会优先扣除生命护盾。只有像死亡战刀那般的真实伤害，能直接伤害到他。这1万金币花得太值了，我的双防一直都不弱，有了生命护盾，再遇到寻觅鱼王也敢站撸了。贺北岩开心极了，继续强化。强化献祭的金币从1万涨到了 1.2 万，这么下去我只能再强化2次了。他开始思考强化哪个装备比较好。最后一次强化他打算留给还未制作的新装备。已经有了鱼王毒旗和墨翡翠玉2种 B 级材料，等从风精灵那里得到同为 B 级的风之灵核，就可以和诅咒胚胎融合了。3种 B 级材料打造，其中还有剧毒加风属性，自选一个合适的装备类型，就能出现范围攻击的诅咒装备了。这一次的强化该给谁呢？贺北岩陷入了思考。第27章，你的武器归我了。首先妮娜排除在外，虽然她也是装备，但贺北岩一直都把她当作独立的个体。强化妮娜对他本身没有太大帮助，现在的妮娜已经够强了。神敏之靴他也不做考虑，那么剩下的就是斥候神吹剑和死亡战刀了。在他们两个之间，贺北岩犹豫了很久，迟迟拿不定主意。还是斥候神吹剑吧，
有了生命护盾，我的近战输出能力也变相加强了。这样来看，远攻就不太够用了。最终，他还是翻了吹剑的牌子。是否献祭 1.2W 金币，强化赤后神吹剑？是，强化成功，请自行查看装备。强光在赤后神吹剑上迸发，贺北岩进行查看。赤后神吹剑 S 级诅咒装备，90120攻击力，效果每5秒生成一支吹剑，带有100%命中和穿透效果，上限3支，达到上限后可进行3连发。穿透，每支吹剑命中后对目标造成1000点一次性伤害。技能隐身，攻击时解除隐身，也可被破影技能发现。技能冷却时间3分钟，攻击距离150米。诅咒，隐身状态下每秒降低 0.5% 血量，攻击增长30点，距离增加50米，吹剑上限变成了3支。赤后神吹剑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把它的输出上限进行了增强。总体上讲还不错，毕竟我不是欧皇，不可能次次出现新效果。贺北岩很知足了，可以3连发吹剑，加上贯穿效果，攻击伤害比用死亡战刀施展神秘还要高3000，用来风筝高血怪物再好不过了。打开个人面板，玩家贺北岩，等级1035601500，职业诅咒者，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 5%， 生命1380加69，生命护盾2173，魔法100加5，物理攻击1092加54，魔法攻击20加1，物理防御206加10，魔法防御206加10，未用属性点16。2次强化让贺北岩的实力大大提高，再次遇到寻觅鱼王，甚至能在1分钟内解决战斗。光是一套远程和近战的连招，就能打掉他 1.9W 多的生命值。这波天虎起飞，贺北岩笑了起来。话说，还没看我接下来的职业任务是什么呢？职业任务2，等级达到20级，攻击力达到2000。奖励：咒者威严，主动技能。咒者威严，凡是进入你周身10米内的怪物或敌人，将强制受到3秒定身效果，无法动弹。冷却时间2分钟。描述：诅咒者的威严不容侵犯。很明显，这是一个范围硬控技能。冷却有点长了，但10米内所有敌人强制定身3秒，够我做很多事了。现在贺北岩的装备还不够多，无法灵活多变，但得到这个技能后会得到弥补，3秒时间足以大杀四方。但这个任务真正困难的地方是2000点攻击力。10级到20级一共就150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在力量上也就300攻击，剩下的只能靠任务、装备和触发妮娜的效果来获得了。看来得猛杀怪了。贺北岩把所有事情处理完毕，是时候去让漂亮国的2位国柱睾丸认清现实了。就凭你们还想干掉我，真不太够格。实际上贺北岩早就可以一刀秒了吉恩和金斯妮，但那样的话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1个小时后，吉恩、金斯妮与贺北岩结伴行。2人带他来到6级怪灵区后，左转右绕来到一处平原。这里有大片花圃，空气十分清爽，微风阵阵。不远处有6、7个皮肤洁白的精灵女性，身材曼妙，相貌十分俏丽，背上长着半透明的薄翼，手持精灵弓箭，可以御风快速移动。风之精灵7级，血量680680，攻击力185，技能神风术风袭。风之精灵8级，血量700-700，攻击力200，技能神风术风袭。这些风精灵围绕在一个绝美的精灵少女身边，她坐在大石头上晃着脚丫，似乎是在休息。风精灵公主10级，精英，血量5200-5200，攻击力350，技能寒霜风暴强风射击风之赐福。描述：风精灵帝国的公主由于对人类感到好奇，悄悄与服侍她的精灵跑了出来，随时可能离开。怎么又是帝国的 NPC 怪物？贺北岩禁不住在心里吐槽，之前的兽人寨主是兽人帝国的，现在又冒出一个风精灵帝国的公主。帝国不是实力最强者的聚集地吗？怎么见了2个都这么惨？虽然精灵公主比兽人寨主强了不止一点，血量和攻击都快追上15级精英怪了。莫非帝国大人物的后代和玩家是从同一起跑线出发的？仔细想想还真有这个可能性。那他的竞争对手就不光是玩家了，还有个帝国种族的强者后代，潜力一个比一个强。这时吉恩凑到他身边，大神，那个精英怪的身份不一般，血量也很高，我们先一起对付小怪，能否麻烦妮娜牵制那个公主？在吉恩眼中，他们就是怪物，哪怕身份不一般也不当回事，不会像贺北岩想的那么多。
行。贺北岩嘴上说着，但没有让妮娜行动，因为他根本没打算击杀那些精灵。先不说把风之精灵击杀没经验，就算是把风精灵公主嘎了，也只能给他几百经验，还不够塞牙缝的。他真正要做的是让吉恩的等级任务失败。你们先上，吸引怪物注意力，我可以趁此机会将他们全部秒杀，然后一起对付精灵公主。贺北岩故作高深道，一旦吉恩动手，就代表进行等级任务，这中间要是出了什么差错，就会判定为失败了。好，吉恩听后心中一喜，原来大神都这么强了，8级怪都能瞬杀，没有丝毫怀疑，双手握拳大踏步冲向风精灵中，阵阵拳罡波纹在空气浮现。什么人？风之精灵顿时警觉起来，一只精灵举起手中弓箭就要射击。金丝妮莲步轻移，找到一处合适的射击位置，手里突然出现一把重火器，看着十分威猛，准备为吉恩提供火力输出。刚刚瞄准打算射箭的风精灵，却发现大神出现在他枪管前面。那俊美无瑕的脸庞令人窒息，饶是见过无数男人的他也险些失态。大神，快让开，吉恩要被攻击了。他不知道大神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是什么意思。贺北岩，你的武器就归我了。啊！金丝妮还未反应过来，觉得胸口一阵刺痛，低头看去，竟发现一柄红色太刀贯穿了自己的身躯。负2292，你已死亡，即将回到现实，进入死亡惩罚时间，6小时冷却后可再次进入神器。你的 A 级成长武器量子格林机枪已掉落。直到最后，金丝妮都不明白为什么大神要杀自己。第28章，老子的实力就是智慧，只是把你的装备爆出来，真是便宜你了。贺北岩看着消失在原地的金丝妮，不禁冷笑。本来他是想把这两人的等级任务全部搞失败，但貌似情况不允许，那就只好杀了金丝妮，把吉恩的任务整失败了。法克，金丝妮，你的火力支援呢？沃特法，你怎么死了？吉恩一人面对7只风精灵，双拳难敌恩手，孤军奋战让他中了好几箭。发现金丝妮阵亡，赶忙掉头就跑。大神，快救我！应该还有其他怪物藏在周围。金丝妮被杀了。他与金丝妮一直处于组队状态，因此知道他死亡的消息。可他紧接看到大神脚边的量子格林机枪，庞大的信息量让他的小脑瓜瞬间宕机了。他想不通，为何金丝妮的武器会在大神脚边？难道是大神没能救下他？哼，瞧你那傻样，真是令人发笑。吉恩，告诉你一个秘密吧。贺北岩仰天大笑，根本没有救他的意思。他对着吉恩发出一条申请提示：玩家贺北岩申请加入你的队伍。一瞬间，愣神、错愕、无法相信，紧接转为无尽的怒火与屈辱。F U C K， 贺北岩，原来你就是贺北岩，我要杀了你！看着吉恩一边躲着风精灵的射击，一边无能狂怒，那滑稽的样子让贺北岩的念头无比通达与开心。这还要感谢你叫错我的名字，你真是我的福星啊，吉恩！他笑道。记住，回到现实，告诉你背后的势力，还有全世界所有想来杀我的人，敢对我露出敌意，你和金丝妮就是他们的下场。贺北岩从物品栏中随手拿出一个1级材料，对着吉恩甩去。这个材料是他忍着嫌弃与恶心，专门为吉恩准备的。1级材料，巨鸟的坚硬巴巴。法克啊！躲避风精灵的射击就已经很难了，面对朝自己飞来的巴巴，速度竟比身后的箭矢还快，吉恩根本没办法躲闪。他明白贺北岩是故意羞辱他，甩出这坨翔，打算用冲击力弄死自己。无尽的怒火憋在心底，却发不出来。贺北岩，你给我等着，我必将亲手杀你！本就进入残血，自知躲避不了，吉恩直接放弃抵抗，顿时被巴巴击个正着。负982，恐怖的伤害没有令他震惊，只有耻辱、不甘、愤恨涌上心头。可他根本没办法，自己中了贺北岩的埋伏，彻彻底底的被他从智商到实力全方位碾压，哪怕牙齿被打碎了，也要咬着牙往肚子里咽。你已死亡，即将回归现实，进入死亡惩罚时间。等级任务失败，受到失败惩罚，20级内不再开启任何等级任务，所有等级任务依次延后。你的1级防具已掉落。临死之前，你终于叫对我的名字了。捡起他的防具，贺北岩随手挂在交易市场中。特别备注：击杀传说职业者吉恩掉落的装备，并设置成5000金币的高价。目的不是为了买，而是让全世界人看到冒犯他贺北岩的后果。同样，金丝妮的 A 级成长武器贺北岩也挂在了交易市场，10万金币购买，不讲价。备注：击杀传说职业者金丝妮掉落的枪炮师装备，上架者贺北岩。
幸运女神或许是站在贺北岩这边的。击杀玩家会随机爆出一件穿戴的装备，好巧不巧把他完成转职任务获得的强力成长武器给爆出来了。这件武器击杀足够的怪物数量，还可以晋升为 S 级武器。现在却直接被贺北岩拿到手，然后上架到交易市场中出售。何等的暴殄天物！毕竟他无法装备，也不屑于装备。10万金币在交易市场写的明明白白，你金丝妮爱买不买？不尽快拿出来，早晚会被其他枪炮师收走。相信一定有人乐意花10万金币让自己变强，而得罪你金丝妮。不管怎样，贺北岩都稳赚不亏，将人性拿捏得死死的。人类勇士，谢谢你出手相助。几只风精灵来到贺北岩身边进行道谢，没想到那个男人的生命如此强盛，中了好几箭都没有倒下。玩家之间牵扯到现实的对话会自动更正为神奇智慧生物和 NPC 能理解的言语。不必谢我，我和他们本身就有仇。贺北岩不喜欢接受不属于自己的好意，但帮助了我们是事实，能感受到您很强，不知能否再请您帮个忙，让公主尽快随我们回帝国，以免刚才的事再次发生。风精灵苦笑道，实不相瞒，我们已经劝了很久了，告诉他不能去人类城镇，否则会被攻击，可他不听，就一直待在这里，说见到人类才肯走。触发特殊任务，劝导风精灵公主回家。尚且年幼的精灵公主在枕边听了太多人类的故事，对人类十分好奇，动用你的智慧劝导她回家吧。任务奖励风之灵核 B 级材料，是否接受？贺北岩本来他还打算用别的办法获取风之灵核，既然劝小公主回家就能得到了，总之算是一件好事。你就是人类吗？走到精灵公主跟前，那毫无瑕疵的仙女面貌几乎和妮娜不相上下，足以令任何雄性痴迷。但作为钢铁直男的贺北岩根本不为所动。我就是人类，你也见到了，可以回家了吗？精灵公主从石头上跳下来，飞到空中，好奇地围着他转了一圈，随后拽着贺北岩的手，走，你跟我一起回家，我要你全天待在我身边服侍我。贺北岩瞪大眼睛，好霸道的精灵公主，和他印象中的精灵根本不一样。凭什么？一把甩开精灵公主的手，你才刚认识我不到1分钟，就不怕我像刚才那个拳师一样威胁到你？不，你不敢。风精灵公主摇摇头，因为我比你强，刚才那个拳师就算冲到我身边也会被我干掉。听到他自信的言语，静静站在贺北岩身旁的妮娜嘟起了小嘴，莫名有种想揍他一顿的冲动。这小公主她都能收拾得服服帖帖，哪儿来的自信说比主人强？你比我强？贺北岩真不知道该说他年幼无知好，还是被爹妈保护得太好了。但他决定让这小公主感受下大人世界的黑暗，伸出右手照着精灵公主的额头就是一记大板力。-111，死！好痛！你竟然打我！这一招虽然伤害不高，但疼痛感极强。风精灵公主倒抽冷气，捂着脑袋，眼泪都快被敲出来了，俏脸满是娇愤。怎么不服？你来揍我！贺北岩特地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说道，用智慧劝他回家。扯勾巴蛋，老子的实力就是智慧，今天你不想回家，也得把你打得哭着回家找妈妈。不远处的几只风精灵见此，有些担心，想要上前，但被唯一的一只8级风精灵拉住了。相信这个人类勇士，他敢这么做，一定是有方法的。那我们几只7级风精灵有些手足无措，难道就这么看着公主和帮助他们的人类勇士打起来？作为善良的风精灵，这不符合他们的种族道义。8级风精灵轻咳一声，明显是见过世面的精灵，悄咪咪道，装作看风景。第29章，敲出心理阴影了。可恶，你气死我了！我要你好看！涉世未深的精灵公主从未想过有人敢打自己，连她的父母都没对自己动过粗，当成手心宝一样对待，现在竟然被一个人类给冒犯了。她飞到半空之中，举起小手，一把相貌不凡的弓箭出现在手心，强风射击，大量风元素汇聚在弓弦之上，随后迸射出一道极其迅速的白色光束。贺北岩静静看着光束射向自己，没有移动。-100，生命护盾为他吸收了全部伤害，同时显示了伤害数值。这怎么会？精灵公主怔住了，自己的攻击竟然还没有对方高，对方明明没有进行抵挡。给过你机会了，妮娜。闻言，妮娜变成巨鹰形态，载着贺北岩飞向空中。你不也是人类吗？怎么会变身？看到妮娜形态大变，精灵公主吓了一跳，急忙向远处飞去。就算你会飞又怎样？你是追不上我的。风精灵向来对自己的速度十分自信，在所有飞行种族中，风精灵的速度排名较前，精灵公主更甚，完全可以做到边飞边射击。她拉弓回头，
却没看到贺北岩的影子，是不是在找我？耳边突然传来那人类的声音，精灵公主连忙转过头，嘣！负222，又是一记板栗敲在了脑门上，声音十分清脆。哇呀！疼死我了啊呀！这一板栗把精灵公主敲得头痛欲裂，连飞行都无法维持，顿时摔在地上，捂着脑袋来回打滚，眼泪彻底忍不住的流了出来。自己引以为傲的飞行速度，怎么会被人类变成的巨婴追上？他想不通，更无法想到20级精英都追不上妮娜的速度。回不回家？贺北岩落在地上，满脸和善的蹲在他身边。不回，不打死你我绝不回家。风精灵公主美眸含泪，十分硬气。看来我打的还是轻了。贺北岩说着就伸出手，哈了一口气，似乎是在酝酿大招。精灵公主顿时花容失色，慌忙捂住额头，别打我，只要你跟我一起，我就回家好吗？负333。贺北岩根本不听，3倍疼痛让他嚎啕大哭，在地上到处扭动，两只玉脚扑腾个不停，恨不得直接昏死过去。此刻完全没有任何公主的形象了。人类是很可怕的哟，最后问你一遍，回不回家？贺北岩面带笑容，语气却很是吓人，顺带再次举起手准备哈气。这在精灵公主眼中宛如恶魔，俏脸惨白道：我回家，不要再打我了，呜呜呜！这才对嘛，早点回家，以后少到处乱跑，让爸妈操心。等实力强了再看大好河山，人类多可怕，对不对？贺北岩站起身来，走到众风精灵身边，比了个 OK 的手势。可那些风精灵全部愣愣地看着他，似乎是呆住了。勇士，多谢你了。好半晌，8级风精灵才反应过来，这个人类勇士的行为，属实把他惊得不轻，竟然以这种手法把他们任性的公主收拾得服服帖帖。人类果真藏龙卧虎。风之灵核呢？贺北岩伸出手掌，忙活半天不就是为了这玩意儿吗？只要回家就能得到，不管怎样让小公主回家就行了。在公主那里，您放心，我一定会让她给您。8级风精灵似是有点没底气，直接带着同伴飞到公主身边。我靠！贺北岩张大嘴巴，眼睛瞪得跟鸡蛋一样大，纯洁的心灵犹如受到10万点暴击。这么重要的消息怎么不早说？我特么都那样欺负她了，还能给我哥？他突然觉得自己才是精灵公主，这8级风之精灵才是可怕的人类贺北岩。不过任务奖励都说会给，应该跑不了吧？怀着忐忑的心情再次来到公主身边，他有些尴尬的笑着。小公主，头还疼不疼啊？贺北岩伸出手想摸摸她的头，缓解下疼痛，顺带挽回自己的形象。别打我，这东西给你就是了。见到贺北岩又伸出手，吓得精灵公主连忙把头塞进风精灵怀里，小手瑟瑟发抖地扔出一块晶体，风之灵核 B 级材料，带有风精灵气息的能量结晶。这是给孩子打出心理阴影，彻底玩坏了。8成这几个风精灵吹了耳边风，说了什么不交出灵核还会敲他脑袋之类的话。我现在就回家。精灵公主怕得不行，似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告诉她人类是很复杂的生物，前一秒还暴敲自己脑袋，后一秒就满怀善意的来关心自己。复杂，真的太复杂，太可怕了，看都不敢看贺北岩一眼，埋着头就往远处飞走了，暗自发誓不成为至强者前绝不踏出精灵帝国半步。其他风精灵跟了上去，唯独那位8级精灵慢了一步。再次感谢你，人类勇士，有机会欢迎你到精灵帝国游玩。哼，还是算了吧，永不见面最好。贺北岩收好灵核，他可不是傻子，都给人家闺女吓成那样了，小家伙万一回去告状，去精灵帝国岂不是要被他爹妈暴打？自己这小身板可经不起折腾。8级风精灵笑道：明白的，我们会将事情如实交代，愿精灵之神保佑你。完成任务，劝导风精灵公主回家，获得风之灵核。提示：涉世未深的风之精灵公主对你印象变得极其深刻，一生都不会忘记与你的初次相遇。提示：与强大或关键智慧生物产生羁绊，可能会对神启造成某些变化。对神启造成变化，关我屁事。贺北岩感叹道：只希望他长大了能理解我的一片好意。虽然我是为了风之灵核，但这玩意儿随手就给我了，应该不重要吧？现实中，漂亮国皇家酒店中，该死，真该死！原来我早就找到了贺北岩，他就在我身边，我还把他当作低调大神。吉恩面色通红，在房间内大发雷霆，想起自己先前对待贺北岩的态度，就恨不得扇死自己。我们早该发现的，只是没想到贺北岩转职的是御兽使，
金斯妮的语气十分冰冷，面色同样难看。自己的 A 级成长武器被爆了出来，还被10万金币上架在交易市场，在心里早就把贺北岩杀死无数遍了。在这里发泄对贺北岩没有任何影响。我们整理下对贺北岩的了解，将他的情报全部公布于众。吉恩，对，把他的所有信息都公布到全球神奇论坛，还要联系韩国和东瀛的国驻玩家，跟他们合作，并全力搜集贺北岩的现实信息。是我小看贺北岩了，从现在开始我将会把他当作大敌来对待。在二人整理发布贺北岩的情报时，世界频道大部分消息也在谈论着他们。吉恩和金斯妮被贺北岩杀了，他们不是传说职业者吗？这是真是假？不管真假，那枪炮师的 A 级装备绝对震。我也觉得难以置信，贺北岩能连杀2位传说职业者。那目前谁能挡他？我相信是真的。一直到现在，2位漂亮国柱都没说话，8成是进入死亡冷却了。全球神奇论坛出现了关于贺北岩的情报。他在66号新手村是御兽使职业，拥有一柄红色太刀作为武器，名叫妮娜，能化成人形萝莉兽宠，并且他本人能打出逆天的200加点伤害。发布这条情报的正是吉恩与金斯妮，说明他们真的被贺北岩杀了一条命。卧槽，200加点伤害，这是人能打出来的伤害吗？传说职业者现在都打不出800伤害吧？企鹅集团无限量收金币，有意者速来！无数人震惊于吉恩与金斯妮发布的情报。贺北岩到底是怎么在神起第2天就变这么强的？井野次郎刚结束死亡冷却，进入神起还没1分钟，就看到这个情报，立刻联系组织成员，有无在66号新手村的，与贺北岩进行接触。竟然这么强，也好，未来他的一切都是我的。惊讶于贺北岩强大的同时，井野次郎露出了阴险的笑容。第30章，难忘今宵的任务。想与贺北岩接触的人还有很多，各国财团、组织都在联系自己手下的人，有没有在66号新手村的？可惜他们注定会失败，甚至连他人都找不到，因为他没打算再回新手村，该去洛索城领奖了。目前神奇世界没有开启录像功能，网络上没有任何与贺北岩相关的视频照片，所以根本没人能认出他来。再加上他的颜值过高，哪怕是见过他的一流画师都无法准确画出他的样貌。我的装备会越来越多，以后各种职业都能伪装。现在他已经给世人造成了一个误区，让大家都认为他是御兽使，但他还能当斥候、当武士、当刺客，以后能充当的职业会越来越多，身份也就越来越多。已经给世人种下了御兽师的心锚，以后伪装成其他职业就很方便了。贺北岩并不是怕被玩家发现，而是不希望被那些虾兵蟹将注意到，耽误自己的升级时间。毕竟在新手村多待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解决吉恩和金斯妮这2人，目的达到，还额外获得风之灵核，是时候离开了。于是通过好友面板与肖恩队长进行道别，朝着洛索城的方向走去。新装备等到了洛索城再融合吧。融合诅咒胚胎需要一定的时间，他不是很想在野外进行融合，况且那么多装备类型，挑选也得花费不少时间。话说这吉恩还欠我6000金币呢，以后见面还能再恶心他一下。这6000金币是注定要不回来了。倒是作为阴阳，他的武器很不错，绝对能让吉恩再度破防。兽人山寨废墟，3名装备精良的红色兽人长途跋涉来到了此地。如果贺北岩在这里的话，会发现他们跟之前斩杀的兽人寨主十分相似。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个更为高大的红色兽人，手中拿着品级不凡的水晶双斧，全身青筋暴起，似乎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怒火。竟然是巨人族干的，这里怎么会有巨人？一名兽人看到地上巨大的脚印，一眼就判断出来。同时他也很疑惑，按道理巨人不应该出现在人类的村子附近。可恶的巨人，兽人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为何要杀我的孩子？双斧兽人却不管那么多，斧头挥砍在地面，轰的一声，50米内的地面顿时凹陷进去，无数蛛网状的裂纹四处蔓延。既然我儿死在这里，就让附近的人类给他陪葬。他眼冒血丝，怒火充斥整个大脑。兽王维托，你的儿子被巨人干掉，却向我们人类泄愤，算什么本事？忽然间，一个身穿重型铠甲的金发女子走了出来，她的铠甲上还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标志，十分神圣。审判者协会的人。兽王维托瞳孔微缩，哼，看来诅咒神教的手都伸到这里来啊！金发女子冷哼一声，巨型重剑出现在她手上，狠狠地插进地面。是离开还是打一架？我允许你们4个一起上，只会欺负弱小的兽人。你已进入洛索城，开启地图，你探索过的地方会自动点亮。提示：由于你击杀了兽王之子，令前来调查的兽王产生了错误判断，仇恨转移到了巨人族身上。
刚踏进洛索城，贺北岩就收到了一则提示消息，实时提醒，还不错啊。贺北岩并没有太过在意，反正他已经离开新手村了，有地图就方便多了。城镇远比新手村大，粗略估计至少能容纳5万名玩家。贺北岩猜测，未来会有5个或以上新手村的玩家来到同一个城镇。神奇有多大他不知道，但城镇一定不少。未来强大的玩家将会在王国、帝国碰面。街道两旁有各种店铺，譬如饭店、旅馆、铁匠铺、裁缝铺、药剂商店等等，就连受宠商店贺北岩都有看到。不远处还有传送阵以及来回排列走动的巡逻队，比新手村不知道气派了多少倍。城镇才是玩家真正的开始啊！新手村就像新手教程，无法体验到神奇的全部魅力。不得不说，神奇时刻都能给贺北岩带来新的体验。先去找城主领奖。现阶段只有他一位玩家迈入了城镇，其他行走的全是 NPC。探索洛索城的时间有很多。这位姐姐你好，请问城主府怎么走？贺北岩询问从身旁路过的一位绝美少妇。城主府？那么大的建筑看不见吗？啊，这个男人的脸。妇人性子比较火辣，很不耐烦，朝某处一指，直到与贺北岩的双眼进行接触。瑞斯林对你的好感度加50。贺北岩微微一愣，这也行？原来是刚来城里的勇士，刚才失态了，不知你晚上有空吗？要不要加个好友？瑞斯林冲他妩媚一笑。触发特殊任务，瑞斯林的邀请。描述：红楼头牌瑞斯林似乎对你抱有很大兴趣。任务目标：成为瑞斯林的好友，并在晚上去红楼找他。任务奖励：难忘今宵，金币加100。是否接受任务？不好意思姐姐，我赶时间。贺北岩嘴角狂抽，赶忙与他道别。这个难忘今宵，他还是看得懂的。果真是城市套路深啊，没想到这种任务都有。但他要抓紧升级变强，才不要沉迷在这种欲望当中，消磨自己的斗志。瑞斯林看着他仓促离去的背影，似是有些遗憾。他已经很久没遇到过让自己动心的男人了，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很快，贺北岩来到城主府门前，门外站着4个装备精良的守卫，等级都是40级精英。看到数据后，贺北岩竟发现和10级 BOSS 寻觅鱼王差不多，甚至还要强上一点。唯一比不上寻觅鱼王的是血量少了些。我是来找洛索城主的，这是村长推荐信。一名守卫见此进去汇报，很快便带贺北岩走进府内。府中充满清静与古朴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城主，我将这位勇士带过来了。走过一个庭院，护卫敲了敲房门便离开了。勇士，你终于来了，快请进。洛索城主布雷迪打开房门，十分欢迎。在贺北岩到来之前，他就已经从新手村村长那里听说了对方要来。请坐。早就听村长说了你的事迹，令人难以置信。未达10级就能击杀 BOSS 级怪物，还发现了和诅咒装备有关的阴谋，潜力无穷啊！布雷迪城主感叹着，亲手为贺北岩沏了杯茶。还好吧，这是村长要我交给你的推荐信，里面的内容我看了。贺北岩按照任务流程将推荐信上交。布雷迪随意看了2眼信，确认真伪。所以，勇士你要不要加入审判者协会？里面强者如云，加入后会得到许多便利。我相信他们知晓你的事迹后，一定会大力培养你。多谢城主了，不过我暂时没有兴趣。贺北岩婉言拒绝。那好吧。听到他的回答，布雷迪明显有些失落。有意愿的话，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接下来就是对勇士进行奖励了。你的实力大大超乎了我的预料，完成很多30级人类都做不到的事，只有帝国的天才能与你相媲美，必须给予重奖。第31章，完美地心装备。你获得洛索城主给予的丰厚奖励：强力药剂配方 B 级，获得 B 级法术卷轴灵魂之焰 LV3，获得 A 级材料血雷神木。接连3样奖励出现在贺北岩的物品栏当中。先不说 A 级材料，前2样物品他更是第一次见到。看到贺北岩愣神，布雷迪很是满意的笑了。配方及其所需材料后，可以调配出对应的强力药剂。法术卷轴则是记录着 B 级法术的攻击道具，价值1W 金币。遇到难缠的对手可以直接释放，具体你自己查看。本想再送你件武器，但看你腰间的吹剑有些不凡，干脆给你个适合打造雷属性武器的高级材料吧。布雷迪临时的改变主意，对贺北岩来说恰到好处。幸好来到洛索城后没有先融合新装备，现在风雷毒属性的材料他都有了，4种材料打造出新诅咒装备，将会无比强大。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城内有一处悬赏大厅，上面有各种任务，你可以去看看。接着布雷迪又特意强调一句，想加入审判者协会随时找我。多谢了。贺北岩拱手与布雷迪道别。注视他离去的身影，
布雷迪有些感叹的自言自语。亲眼所见后，这位勇士的潜力恐怕比帝国强者的后代还要高，装备也十分不凡。但那些强者后代拥有的资源用之不竭，有些一族强者后代达到20级就会进阶为 BOSS， 甚至带有 BOSS 前缀，不知他能否一直保持下去这个势头。贺北岩没有着急去悬赏大厅，而是迅速找到一处旅店住下，查看他的新收获：强力药剂配方 B 级，效果一冒号10分钟内提升 10% 攻击力，多次服用仅增加持续时间。效果2，永久增加5点力量，仅第一次使用有效。制作需要蛮力野猪人之血 X3， 蛮力野猪人骨髓 X1。当制作到一定数量时，可成为生活职业 B 级药剂师，并获得神秘加成。制作数量01000，增加 10% 的攻击力，还有一次5点力量的增加，也就是10点攻击力。现在还没听说哪位玩家得到过药剂配方，要是自己成功制作出来上架到交易市场，绝对能轰动全世界。在前期来说，增加 10% 的攻击力和力量加5，其价值无法估量。强化装备的钱马上就要有了。贺北岩开心的笑了。他作为诅咒者，无法佩戴普通装备和学习技能，但可以学习各种生活职业当副职，这是神奇的隐藏设定。除了主职业外，还可以拥有副职业。成为 B 级药剂师能得到神秘加成，是与药剂有关的加成还是属性的？贺北岩无法确定神秘加成到底是什么。再看看法术卷轴 ，B 级法术卷轴灵魂之焰 LV3， 描述：记录着能燃烧他人灵魂的法术，释放后对单体目标造成2390至3450点真实伤害，并进入虚弱状态。虚弱，全属性降低 30%， 使用次数1，伤害对贺北岩来说不算高，但虚弱效果还是蛮有用的。现在我也算是能使用普通技能了。灵魂之焰对 BOSS 使用效果会很不错。听布雷迪说这东西值1W 金币，证明有卖的，但我不可能花金币大量购买法术卷轴。他的金币用来强化诅咒装备都不够，1万金币一个 B 级法术卷轴，最大伤害跟他的吹剑攻击差不多高，除非有特殊效果，否则根本不值。不过若有足够的金币，可以购买大量 A 级卷轴，遇到敌人无限丢法术卷轴进行消灭，过一把法师瘾。等以后抓几个会制作这玩意儿的 NPC 或玩家吧，让他们天天为我生产法术卷轴，这个想法才是最现实的。眼下还是先制作新装备，将4种材料和自选诅咒胚胎拿出，请挑选1级胚胎类型：攻击、防御、特殊。攻击，挑选2级类型：长刀、巨斧、弓箭。这里他没有着急，开始一个个筛选。正常来讲，每个装备都有可能触犯为伤害的效果或技能，但贺北岩想根据自身的短板进行寻找。近战有死亡战刀，远攻有斥候神吹剑，能否有一个在这2种战斗方式时都能使用的范围攻击装备？简单讲，就是在近战和远攻时，新装备也能同时使用，增加输出伤害和攻击频率，属于百搭类装备，不会随时间被淘汰。有了明确方向，就好找许多。但贺北岩突然发现一个极其特殊的类型，为什么攻击类型里会有腰带选项出现？贺北岩搞不懂咋回事，犹如在各种刀剑棍斧中出了一个大盾，但脑海里总有个声音告诉他，一定要选这个，不然绝对会后悔。要不要赌一把？贺北岩的食指悬浮在半空，内心似乎在做挣扎。遵从内心的声音，就决定是你了。接着他一咬牙，直接选中这个腰带类 S 级物品，诅咒胚胎，攻击腰带类型。诅咒胚胎发生了变化，反正也不清楚会出现什么。贺北岩直接将4种材料与它融合，阵阵光芒闪烁，随后逐渐暗淡。一个墨绿色的腰带出现在他眼前，风雷毒株腰带 SS 级诅咒装备，生命加200，双防加20，弱点攻击正 10%。描述：4种高级材料打造而成的攻击装备，外表坚不可摧，因其蕴含风、雷、毒3种元素，会将其浓缩成破坏性极大的风雷毒株。风雷毒株每颗对范围20米内的所有敌人造成最大攻击力的爆炸伤害，有概率触发流血、麻痹、中毒效果，3种效果可同时出现。流血，每秒减少500点血量，持续3秒；中毒，每秒减少500点血量，持续3秒；麻痹3秒。上限每5秒生成1颗，至多储存10颗。若装备持有者在爆炸范围内，受到腰带保护免疫伤害。诅咒，每使用1颗，持有者随机触发无流血、麻痹、中毒1种效果，持续3秒，可叠加。这也太牛逼了吧！看到风雷毒株腰带后，贺北岩彻底惊呆了。这次他不仅制作出了 SS 级装备，更是携带3种负面效果的范围攻击装。更离谱的是，增加 10% 的弱点攻击概率。
也就是伤害翻倍。10颗一起丢出去，不触发任何效果，也能瞬间造成2万多点伤害 ，BOSS 怪都吃不消。这还仅仅是风雷毒株的基本伤害，偶尔触发下效果和弱点攻击伤害会更加离谱。况且无论赤后神吹剑还是死亡战刀，都是单手武器，贺北岩完全可以一边用武器对敌人攻击，一边丢出风雷毒株。他有腰带保护无视伤害，能提着死亡战刀在爆炸范围内进行攻击，这伤害算起来可就太大了。话说我还有一次强化的钱，用给风雷毒株腰带会有什么变化？贺北岩很是期待。之前他特地留了金币要给新装备使用，是否献祭14000金币强化风雷毒株腰带？每次强化增加2000金币，这次强化需要花费1.4万。是，花费14000金币，成功强化风雷毒株腰带。风雷毒株腰带 SS 级诅咒装备，生命加200-300，双防加20-25，弱点攻击正10%。风雷毒株每颗对范围20米内的所有敌人造成最大攻击力的爆炸伤害，有概率触发流血、麻痹、中毒效果，3种效果可同时出现。流血每秒减少700点血量，持续3秒；中毒每秒减少700点血量，持续3秒；麻痹3秒。上限每5秒生成1颗，至多储存12颗，可延迟0.1至30分钟爆炸。诅咒每使用1颗，持有者随机触发无流血、麻痹、中毒1种效果，持续3秒，可叠加。贺北岩彻底说不出话来了，现在连他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强了。但这个装备绝对是他心中所想的完美 AOE 攻击装。第32章被盯上了，玩家的针对。不行，我要去试试我的战斗力。虽然风雷毒株腰带属性没有增加攻击力，但对贺北岩的输出提升不止1星半点。极致的范围爆炸伤害、负面效果和弱点攻击概率增加，足以让他的战斗力直接飞起。正好把强力药剂的配方材料打出来，先去趟悬赏大厅，看有没有合适的任务一并做了。贺北岩佩戴上新装备，马不停蹄的立刻冲了出去。风精灵帝国，刚回到家的精灵公主满脑子都是与贺北岩的相遇，一想起他，自己是又生气，额头又痛。可恶的人类，等我变强了，一定也要让你尝尝跷板栗的滋味。现在他冷静下来了，觉得自己好像也那么怕他了。对于那个人类，他谈不上喜欢，也恨不起来。虽然他任性，但也知道对方是为了让自己回家。但风精灵公主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可是风精灵公主，哪怕人类帝国的皇子见了我都要以礼相待，为什么要怕一个无名人类？他自言自语着，突然想到了什么，可恶呀，忘了问他叫什么了。风精灵公主气得撅起了嘴，不知道他的名字，以后怎么找他报跷板栗的仇？对了，他有风之灵核。我们精灵皇族有一个能力，可以通过微弱的风之气息锁定位置，找到对方。想到这里，他开心的在屋子里来回飞舞。等着吧，坏人类，我一定会找到你报仇，然后敲你脑袋，敲到精灵帝国，让你永远服侍我。如果不听话，我就继续敲你，狠狠的敲你。精灵公主飞到自己的床上，似乎把枕头当成了贺北岩，伸出小手不停的敲来敲去。她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做到。我怎么突然感觉脊背发凉，好像有谁盯上了我。贺北岩回头瞅了瞅，整个悬赏大厅没几个人，咋突然会有这种感觉呢？没有多想，悬赏大厅里贴着各种各样的任务，报酬也多种多样，金币、装备、材料、技能书等等什么都有。钱包有些羞涩，做些金币多的任务吧，有没有合适的呢？几次强化让贺北岩只剩下几千金币了，虽然在其他玩家眼里是巨款，但对他来说少得有点可怜。强力药剂的配方材料是野猪人怪物掉落，他们位于洛索城3公里外的夜幕森林里，因此接取的悬赏任务也要是那边的。有了，这个不错。很快他就找到一个合适的任务，灭杀蝗虫悬赏任务。描述：在夜幕森林里，有一群蝗虫经常袭击城镇附近种植的稻物，令当地居民苦不言堪。任务目标：击杀蝗虫，领5000；精英级蝗虫，领500。任务奖励18000金币，50声望值。推荐职业：法师、枪炮师等大范围输出职业。这是一个纯金币的任务，相较于其他悬赏任务来说，是贺北岩看到给金币最多的。而且虫类怪物数量庞大，能为他带来丰厚的经验值。接了，正好试试风雷毒株的威力。随后贺北岩继续翻阅悬赏任务，把前往夜幕森林杀怪的悬赏任务全接了。反正顺路顺带都给做了，可惜没看到奖励职业装备的任务，这不应该啊！难道悬赏任务不奖励职业装备？这里奖励装备的任务都把装备可用职业标注了出来，没见到奖励职业装备的任务。
这让贺北岩感到奇怪，难道悬赏任务不奖励职业装备？不过做完这些任务，应该就能尝试进入1级遗迹了。想起1级遗迹传送时，这玩意儿在他的背包里待了老长时间了。经历过绝命峡谷副本后，贺北岩不认为凭自己能100%单刷1级团队遗迹，哪怕他现在实力提升了很多，还获得了风雷毒株腰带，50人的1级副本要比绝命峡谷更难。但自己若能单刷下来，奖励绝对劲爆。所以趁着来到城镇，多做些任务，让实力更进一步，才能完美单刷遗迹。妮娜，载我去夜幕森林。久违的将口袋里的妮娜叫了出来。主人的兜兜里一晃一晃的，妮娜都舒服的睡着了。妮娜打了个哈欠，变成了白色巨鹰。借助她变成巨鹰的速度，只要几分钟便能到达。这几分钟闲来无事，她点进世界频道之中。从击杀吉恩到现在也有3-4个小时，应该有人发现她已不在新手村了。66号新手村突然出现一个重甲重剑的女子 NPC， 村长亲自接待。有玩家偷听到他们的对话，说那位勇者离开村子前往了洛索城。根据先前贺北岩击杀10级 BOSS 来看，村长口中的勇者必然是他。新手村无法为他带来提升，于是前往了城镇。卧槽！现在除了贺北岩，还有人去往城镇吗？没有，各国国柱和传说职业者都还在新手村里。也就是说，贺北岩作为玩家能独享1城的任务以及对玩家的所有福利。靠！这我不能忍！来几个法师跟我组队，一起风整流刷级。你去区域频道喊啊！不过我更想知道这重装剑士职业的 NPC 女性为何而来。不清楚，没人能看透她的实力。倒是有个会洞察技能的盗贼玩家，对她释放技能后看到了极度危险4个字，还被那女的瞪了一眼，吓得腿软了10分钟，很可怕。洛索城是吧？我就在66号新手村。作为史诗职业者，绝不能让他吃独食。现在就去区域频道喊人跟我升级，通关绝命峡谷便去洛索城揍他。没错，不能被他的攻击力吓到。没上御兽使排行，证明他自己和那会化形的兽宠都很垃圾，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狗屎运，得到把逆天武器才上的综合榜8成是 S 级的。可见贺北岩是扶不起的阿斗，真正的前期强后期废，哈哈哈。也就是说他防御很弱。漂亮国2位国柱是不了解贺北岩才遭到暗算，有了情报后，远程职业可以一起攻击他，盗贼刺客也能偷袭他，没2下就会死，然后每6小时守着出生点，绝对能把他的武器爆掉。都别跟我抢，我已经快7级了。我不光要他的装备，还有成神线索。去边儿吧你！我是传说职业，已经7级了。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传说大佬好。世界频道内所有的发言都毫不掩饰地对他释放敌意，因为吉恩和金斯尼发布的情报，还有御兽使排行没他排名，给了他们自信。情报可能会出错，但排行榜不会。在他们眼中，一个自身垃圾、受宠垃圾，只是靠强大武器趁人不被偷袭的御兽使，怎会不被人针对？匹夫无罪，怀璧有罪。拥有超高攻击的装备、成神线索，这2样东西足以让所有玩家眼红。贺北岩相当理解，因为这正是他刻意营造的。贺北岩只是一个菜鸡御兽使，能这么厉害全是运气。既然如此，他就再添一把火。点开输入框，发送出他在世界频道中的第1句话：能不能快点来洛索城？老子都赚妈了，一群垃圾！嘲讽值瞬间拉满。我擦！贺北岩说话了，好装啊！牛逼坏了是吧？给我等住，过几天爷爷我打不死你！贺北岩我！接连成千上万条消息疯狂刷屏，对贺北岩进行疯狂谩骂，可见他们血压有多高。然而贺北岩只是淡淡的回了几个字：有人急了，我不说是谁。贺北岩，我弄死你！狂妄，太狂妄了！等着吧，我一定要去洛索城杀了你！血书组团杀贺北岩+1，血书组团杀贺北岩+10086。他的每一句话总能刀刀致命，令无数玩家当场破防。第33章，开启隐藏属性。一对姐妹。夜幕森林中到处都有怪物的吼叫声。贺北岩与妮娜踏入其中前进，没走多远就看到一群野猪人，数量有20-30只。这些野猪人围在一起时，他发现这群野猪人正围着一只背上长满尖刺的野猪人，他手中拿着颗绿色灵果，似乎在进行某种仪式。蛮背野猪人15级精英，生命10000，10000，攻击500，技能尖刺攻击。精英怪比魔灵鼠的属性还要高。城镇的怪物在同等级下，比新手村的要强上不少。每个怪物都有自己的潜力，潜力越高的自然越强。蛮背野猪人看向灵果的眼神充满敬畏与炙热，哈喇子流了一地，似乎很想将它一口吃下。这灵果应该属于某种天才地宝，
吃下后大有好处，否则野猪人不会兴师动众的搞仪式。距离较远，他无法查看到灵果的信息，但根据野猪人的阵仗，绝对不简单。贺北岩两眼放光，他要得到这颗灵果，当下便掏出赤后神吹剑，对准手拿灵果的蛮背野猪人进行3连吹剑攻击。负2314，负1000，负2314，负1000，负2314，负1000。蛮背野猪人的血量顿时只剩 0.1%。哼唧哼唧，其余野猪人看到老大瞬间被打残，10几头野猪人朝贺北岩冲来，剩下的掩护老大撤退。想跑？可能吗？对付这群怪物对贺北岩来说轻而易举，右手往腰带上一抹，2颗风雷毒珠赫然从手中丢出。风雷毒珠有石子大小，却可以借助风的力量冲出很远，一颗落在朝他冲来的10几头野猪人附近，另一颗则精准落在蛮背野猪人脚边。艺术就是爆炸！轰轰！众野猪人根本来不及躲闪，2团球形火光冲天而起，其中夹杂着白蓝绿3种颜色。获得60经验值，野猪人之血+1，恢复药剂+1。获得60经验值，野猪人之血+1。获得60经验值，野猪人骨髓+1。获得600经验值，野猪人之血+6，金币+300，蛮背护心，1级装备。20-30只野猪人，包括精英野猪，瞬间化为灰烬，没有一个能逃出风雷毒株的攻击范围。这也太菜了，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要是在其他游戏里，贺北岩这种恐怖输出早就被游戏管理员给注意到了，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消装备等骚操作，遏制他的逆天实力。没办法，实在太无敌了，比全世界数十亿玩家先到城镇不说，城外的精英怪物也能随手秒杀，实力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强，别人怎么跟他打？可惜神启世界是一个能成神的世界，没有所谓的管理员。话说，为什么我的转职水晶是黑色的？我会被竞技级职业诅咒者选中的原因是什么？别人的金手指都是重生或系统什么的，自己什么都没，就一个竞技职业，他怎么想也搞不懂。不过他在自己成神后就能搞清楚一切，先尽快达到能去帝国的实力吧。成神是他的终极目标，眼前还是要先踏入帝国境内再说。贺北岩上前捡起灵果，罗刹果，特殊物品，力量+5，特殊效果，食用后可开启洞察力，拥有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提示：触发关键词，有关洞察力的知识已自动了解。真厉害，这可是好东西啊！大脑接受了新知识，对洞察力有了充分的了解，贺北岩欣喜不已。神启世界有很多的隐藏属性，譬如幸运、斗志、洞察力也是其中之一。将洞察力开启的好处有很多，能够一眼分辨出食物有没有被下毒，看到一些比自身强大者的等级，还能在其他人动用生活职业能力时，通过眼睛直接学习到该职业。也就是说，倘若一个 B 级药剂师在制作药剂，他能够通过观察直接获得 B 级药剂师这个职业，省去了繁琐的获得 B 级配方、收集材料、累积制作的过程。又比如有些在制作法术卷轴，他也能通过观察学会如何制作卷轴。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除此之外，洞察力还能提升大脑的灵活度、计算、推理线索、面对危机等等能力，更容易找到关键所在，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难怪精英野猪人如获至宝，还好被我遇上了，不然就亏大了。毕竟自己是第一个来到夜幕森林的玩家，属于在野外开荒，有许多好东西可以得到。你食用了罗刹果，力量+5，开启洞察力属性，你对于事物的认知更加清晰了，能够轻易看透本质，抓住细节。吃下后，贺北岩从未觉得大脑如此清明，思维、反应等各个方面都变强了不少。咕噜咕噜，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饥饿，差点忘了，进入神启世界到现在还没吃过饭呢，因为一颗罗刹果把我的胃口打开了。在神启世界吃东西也能填补身体的饥饿，但一颗罗刹果不够，他的背包里也没其他食物。退出弄点东西吃，然后赶紧回到神启继续开荒野外，我要把这里的好宝贝全都带走。这才刚进入夜幕森林，属于外围边缘，就碰到了罗刹果，后面肯定有更多好东西。发动麒麟臂光速退出，回到了现实。我的力量又变强了不少。贺北岩在屋子里随意的挥动胳膊，就有阵阵音爆产生。他甚至觉得自己能锤爆一间2层小楼。遗憾的是，当他想召唤自己的武器和妮娜时，依然无法成功。不管了，家里没备干粮，下楼多买些速食备着，反正也吃不了几顿。未来大多数时间他都会在神启吃东西，家里留些备用，以防万一。拿起手机飞速下楼，同时查阅神启论坛。贺北岩口出狂言，漂亮国、憨国、东瀛3国国柱联合声明，必将他彻底抹杀。详细分析偷跑大神贺北岩为何能以预售使职业拿下多次通告。有专家表示，
未来洛索城将会成为玩家最多的城镇，神启会对现实带来多大的改变？投票，自大嘴臭狂贺北岩还有几天会死？论坛里的帖子有很多，但至少70%-80%的帖子都会提到自己。他只是笑笑，根本不屑于点进去。哇，姐姐你看，那里有个好帅的大哥哥。刚来到街道，贺北岩就看到马路中央有一对14、15岁的漂亮姐妹看向自己，察觉到自己的视线，很大方的挥手打着招呼。因为神启世界的出现，现实的人少了很多，但也有一些人接受不了与怪物搏斗以及人性的尔虞我诈，依旧选择留在现实。无法评判谁对谁错，每个人的选择不同而已。看到他们，贺北岩想起曾几何时的自己，也是如此纯真，什么也不用想，活得无比幸福。贺北岩微笑招手回应，紧接看到一辆货车速度不减从远方冲来，驾驶货车的司机竟然在打瞌睡，危险！听到他的呼喊，小姐妹注意到了驶来的货车，大脑却如同宕机，身体没有进行任何动作。再站在马路上的话，必将会被货车撞飞，下场必然是当场死亡。几乎是本能反应，贺北岩瞬间冲到马路上，侧身将两个小姑娘揽在怀里，右手伸向货车，已经来不及带她们逃离这里了。贺北岩不清楚自己的力量能否挡下行驶的货车，但时间不等人，他必须赌一把。砰！哎呦卧槽！谁 TM 放炸弹了？一声巨响将瞌睡的货车司机惊醒，吓得从座位上弹起。随后他瞪大眼睛，我擦，小爷的车头怎么瘪了？好不容易把神启赚的金币卖掉换了新货车，这是谁干的？他愤怒咒骂着下车，这时才发现车前站着两女一男。两女惊魂未定的紧闭眼睛，俏脸苍白，相互抓住对方，把头塞进男人怀里。男人一只手抵在车头的凹陷处，冷冷地看着自己。小哥，别看你长得帅，左搂右抱的，把我车弄坏了，可是要赔。等等，你用手挡下了我行驶的货车。他这才清醒过来，嘴巴再也合不拢了。刚才自己迷迷糊糊的开车，好像没注意到前面有两道人影。也就是说，这个小哥从半路杀出来，徒手拦下了自己40码速的货车。这种事在神启出现前不可能有人相信，但神启出现后绝对可以做到。只是没想到这么快。货车司机呆愣愣地看着贺北岩，说不出一句话来。对方一定是神启世界的强者。你，恩人，您是神启中的传说职业者。这个瞬间，他跪下来喊爹的心都有了。要不是他的出现，自己就背上了2条命案。我赶时间，附近也没监控，就不跟你计较了。贺北岩松开将车头弄瘪的手，甩了甩手腕。原来自己的力量已经强到这种程度了。不过冲击力还是对他造成了一些影响，手腕有点微痛。这件事不许外传，否则你懂得。洞察力也被带入了现实，贺北岩能快速捕捉到周围的一切细节，记下了货车的车牌。好，我谢谢恩人，还来不及呢。货车司机一个劲的点头。这种超人般的能力，必然是神启中的大佬玩家，他不会给自己找罪受。随后，贺北岩轻抚这对姐妹的头，将她们护送到马路对面。已经没事了，快回家吧，下次不要再在马路上分心跟人打招呼了。姐妹花的心情还未平静，看着贺北岩木讷的点头。贺北岩转身离去。大哥哥，等一等。这时，妹妹忽然叫住贺北岩，请问，在神启世界升级真的能像你一样强大吗？贺北岩停住了脚步，当然可以。谢谢大哥救了我们。姐姐也在这时出声喊道。贺北岩冲他们笑了笑，挥手告别。两位小妹妹，我有刚刚的行为感到抱歉。货车司机连忙上前，十分愧疚地掏出一张银行卡。我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们，这里有2万块，密码6个0，是我的大半家当了。两位姐妹不自主地后退2步，没有跟他说话。货车司机知道他们害怕自己，很干脆地将银行卡放在地上，再三示意他们一定要拿上。随后开着自己的扁头货车就走了。见他离去，妹妹上前将银行卡拾起，凝视这张银行卡，又看了看救下他们的大哥哥离去的方向。姐姐，我要进入神启世界变强。他的眼神十分坚定，似乎下了决心。月薇，你不是不喜欢跟那些怪物打斗吗？听到妹妹的话，姐姐有些错愕。当初就是她不想在神启世界待，自己才出来陪她一起的。不，我要去，我要像大哥哥那样强，才能保护姐姐，还有向大哥哥报恩。妹妹伸出手，一颗洁白的转职水晶出现在了掌心，上面还散发出神圣的微光。二话不说，化为白光，直接消失在原地。这孩子，姐姐无奈地摇了摇头，但嘴角带着笑意。若不是那个哥哥的出现，妹妹绝对不会做出这么大的改变，自己的水晶也永远无法发挥作用。对方不仅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还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若世上真有神明，请保佑我们能在神启世界还能见到他。听说神启中的玩家高达数十亿，
尽管希望渺茫，他还是真诚的在心中祷告。掌心出现一颗彩色水晶，将他带入神奇世界。而不知情的贺北岩，此刻正用着发抖的右手疯狂干饭，握着勺子的右手跟得了帕金森似的。第34章，突然的爆炸。吃完饭后，买了一些泡面和速食的贺北岩马不停蹄回到家。他的水晶是独有的黑色，在外面召唤被人察觉的风险很大，而且他也不想某天突然出来后是在大马路上。进入神奇世界，现实与神奇世界的时间比是1比1，他总共用了15分钟的吃饭时间。这15分钟我要狂补回来。虽然妮娜在他离去的这段时间里击杀了些怪物，把他接的2个小任务做完了，还获得2000加经验、强力药剂材料20份左右，以及一些恢复药剂和生命药水。等回落索城上交小任务，能得到3000金币和10点自由属性。但贺北岩如同自愿加班，疯狂内卷，打鸡血似的前往夜幕森林更深处。蝗虫巢穴就在前面。根据任务指示，来到了消灭蝗虫的任务地点。这个任务的难点就在于蝗虫的巢穴有很多，分布较广。如果不能一起全部摧毁，把里面的蝗虫击杀，那做任务的人就玩完了。惊动蝗虫出巢攻击自己，说不定还有可能殃及城镇。但贺北岩有风雷毒珠，可以设置延迟最长30分钟的爆炸，完全可以将所有巢穴布满珠子在一起引爆。毕竟在延迟引爆时间内，腰带依旧可以产生新的风雷毒珠，只要没达到12颗上限。所以这是强化后的风雷毒珠腰带最变态的地方。而且这个延迟引爆还能随着贺北岩的意念取消，变成立即引爆。蝗虫巢穴共有10个，每个的距离都有1-2分钟的路程。减去这些时间，30分钟内我能在每个巢穴布置20颗风雷毒珠左右。贺北岩现在的双倍攻击伤害是2336点，稍微计算了下，20颗风雷毒珠就是46000加的伤害。哪怕每个巢穴都有只蝗虫 BOSS 也得凉凉。但任务只显示了5000只普通蝗虫和500只精英蝗虫，里面应该没有 BOSS 级蝗虫，所以节约点时间。每个巢穴赛下15颗风雷毒珠就够了，15颗也有35000的最低伤害了，这不把地皮都炸飞起来。贺北岩开始行动，走到第一个巢穴面前进行布置。一般来讲，蝗虫很少从巢穴出来，所以贺北岩直接用12颗风雷毒珠围住蝗虫巢穴，设置为30分钟后引爆。过了15秒，将新生成的3颗风雷毒珠也丢在了巢穴附近。去下一个巢穴。贺北岩看了一眼自己的经验条，等级10 5860 15000。10个巢穴布置完之后，瞬杀5000只普通蝗虫和500只精英蝗虫，能给他带来多少经验？升到11级是肯定没问题了，不知道能不能让我连升2级。此刻的贺北岩就犹如一个陷阱大师，不停地布置陷阱，静等收获最丰厚的果实。诅咒者这个职业还真是全能啊！10分钟后，稳妥布置完5个巢穴，贺北岩心中惬意无比。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违禁级职业玩家？如果有的话，和自己比哪个更强？贺北岩敢说全神起只有他一个诅咒者，却无法保证还有没有其他违禁级职业。这么想的话，自己还真不能满足现状，必须绷紧神经，全力提升自己。虽然包括传说职业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自己的对手，但帝国强者后代以及可能存在的违禁职业玩家，这2类人都是与他竞争的强力对象。主人，妮娜也来帮你布置。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妮娜小声开口，布置起第6个巢穴。他刚才一直在观察贺北岩的布置动作，学习能力非常强，布置起风雷毒柱的动作比贺北岩还轻，细腻无比，完全不会惊动巢穴中的蝗虫。可就在这时，轰隆！突然传来的巨大爆炸声令地面产生轻微震动，而且距离贺北岩很近。怎么回事？我的风雷毒珠不可能自己爆炸呀！布置的每一颗风雷毒珠，贺北岩都能感应到，刚才的爆炸显然不是他造成的。杀杀杀！主人，巢穴里有动静！该死！妮娜快闪开！贺北岩大声喊道。妮娜顿时变成巨鹰飞向高空，然后果断引爆所有风雷毒珠。他自己倒是没出差错，却被莫名其妙的爆炸声偷了家。属实是出门没看黄历。轰轰轰轰轰！比先前的爆炸猛烈数十倍的轰隆声响起，伴随着3种颜色的火光点燃了周围的树木。还好第6个巢穴也已经布置完，剩下4个巢穴中的蝗虫就算出来攻击他也能解决。击杀16级蝗虫，获得70点经验。击杀16级蝗虫，获得70点经验。击杀16级蝗虫，获得70点经验。击杀16级精英蝗虫，获得700点经验。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加1。你的等级达到11级，自由属性点加15。
击杀16级蝗虫，获得60点经验。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击杀16级精英蝗虫，获得600点经验。一串又一串的击杀消息瞬间出现，根本不知道获得了多少经验和自由属性，但经验条涨到了11级的 81.1%。贺北岩看了一眼任务进度，任务目标：击杀蝗虫3000-5000，精英级蝗虫300-500，6个巢穴中的蝗虫一个不漏，全部被15颗风雷毒株炸成灰烬。而此时，剩下4个巢穴的蝗虫也跑了出来，因为贺北岩杀了他们大量同伴，成为了优先攻击目标。在距离贺北岩不远处，有一辆极为尊贵的马车，里面不知道坐了什么人。马车附近有6名穿着布衣的护卫，此刻正手持武器与眼前的10几只怪物搏斗。护卫都受伤挂彩，暂时没有人死亡，不远处却有2只怪物彻底没了生机。这些护卫非常谨慎地盯着眼前14只怪物，若是一般的怪物，他们必定能打过，因为这群人是 B 级冒险者新锐，职业种类非常全面，实力十分强劲。受委托接了这个护送任务，可眼前的怪物竟全是精英级，种类各不相同，甚至还有2者互为天敌的存在。此刻却全部统一战线的攻击他们，十分不正常。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精英怪？就好像有预谋的一样。是御兽使操控的？不对，从没听说过有御兽使可以同时养育10几只精英兽宠。难道是拥有诅咒装备的咒装暴徒？真他妈晦气！利安，能不能再释放一下你那个 B 级魔法？不行，爆裂陨石有3小时的冷却，我只能用其他技能辅助你们了。名叫利安的法师神态有些疲惫，往嘴里灌着法力药剂，看着眼前的10几只精英怪，心底有些绝望。自己的最强魔法也只干掉了2只，剩下10几只他们是真没办法了。一位手拿大盾的冒险者突然想到了什么，刚才东边传来了更为巨大的爆炸声，我们且战且退，往那里走，说不定能遇到帮手。靠谱吗？夜幕森林有少数怪物也能制造那种动静，万一是怪物，不就必死无疑了？留在这里也是必死无疑。赌一把，切记一定要保护好马车。6位 B 级冒险者抵挡着精英怪的攻击，往东面退去。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赴死的决心了。他们是 B 级冒险者，而且是有望在1年内成为 A 级的冒险小队。就算那爆炸是 A 级冒险者搞出来的，也无法对抗这么多的精英怪。可人总希望在生命危机之时出现奇迹。第35章，希望、绝望还是希望？咻咻咻！击杀16级蝗虫，获得60点经验值，恢复药水。击杀16级蝗虫，获得60点经验值。击杀16级蝗虫，获得60点经验值。轰轰！击杀16级精英蝗虫，获得600点经验值，终极生命药水。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贺北岩站在变成巨人的妮娜肩上，使用风雷毒株和吹剑进行攻击，每丢下一颗珠子就会炸死几10只蝗虫。巨人形态的妮娜也挥动着双手双脚，对蝗虫进行屠杀。-1、-1、-1、-10。神奇的强制设定让普通蝗虫的攻击也能够扣除妮娜1点血量，而那10点伤害则是精英蝗虫的攻击。虽然单体攻击伤害不高，可架不住数量庞大，仅仅支撑了10秒，2600加血量的妮娜就只剩几百生命值了。若非有许多恢复药剂和生命药水维持生命值，风雷毒株的大范围伤害轻怪，不然血量掉得更快。妮娜，变成巨鹰飞天回下血吧。贺北岩看了下任务详情，任务目标：击杀蝗虫38695000，精英级蝗虫378500，剩下的1000多只他可以用风雷毒株慢慢对付。妮娜应了一声，飞入空中恢复血量。贺北岩每5秒扔出1颗风雷毒株，普通蝗虫1颗风雷毒株足以秒杀，精英级比较耐揍，要3-4颗才能杀死。击杀16级蝗虫，获得60点经验值。击杀16级精英蝗虫，获得600点经验值，终极恢复药水+2。自由属性点+1。攻击不到贺北岩的蝗虫们只能在地上乱转，毕竟周围只有他一个生物拉住了仇恨。太好了，是御兽使，请你帮帮我们。这时贺北岩听到一声呼喊，回头看去，有6位职业不同的 NPC 奋力抵挡精英怪的攻击，保护一辆马车。这么多15级精英怪，刚才那爆炸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吧？贺北岩脸色不太好看，他并非圣人，对方的动静导致自己消灭蝗虫变得麻烦不说，现在还主动把怪物往这里引。触发事件任务：拯救 B 级冒险小队和尊贵马车。描述：本接受委托护送马车中大人物的新锐 B 级冒险小队，莫名其妙被10几只精英怪围攻，
这背后似乎与纣庄暴徒有关。任务奖励未知。提示：你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两种选择都可能导致神启世界未来产生某些变化。和纣庄暴徒有关。本来贺北岩心里对他们有很大意见，但看在任务的份上，决定出手帮他们一把。不过首先要把蝗虫清理完毕。反观蝗虫，看到突然出现的一队人马，攻击目标顿时转移。原本看到一丝希望的6位冒险者，见密密麻麻的千只蝗虫向自己冲来，顿时面无血色。完了，真要死了！凯雷，你就是个灾星，老娘再也不信你了。抵御10几只精英怪就已经是6人的极限了，面对潮水般涌来的近千只蝗虫，他们真没一点办法。妮娜，下去吧。妮娜的血量恢复的差不多了，经过一波空中火力，不足1000只的蝗虫无法对她带来多大风险，毕竟还有药水一直在使用。巨婴形态的妮娜再度变成巨人，挡在车队的最前面。叮叮叮，-1，-1，-10，无数蝗虫啃咬在巨人的体表，妮娜的生命值瞬间减少 5%， 但她也没闲着，手脚并用攻击蝗虫。-1752，-1752，击杀16级蝗虫，获得60点经验值。击杀16级蝗虫，获得60点经验值。后方的6位冒险者余光看到巨人的凶猛，内心在惊呼：这是什么兽虫？刚刚还是巨婴，却突然变成了巨人，凭一己之力挡住近1000只蝗虫，这需要多高的血量？哪怕是6人中防御和血量最多的凯雷，也不敢独自面对这么多蝗虫。可更让他们震惊的还在后面，站在巨人肩上的勇士突然跳进蝗虫堆，手拿一把大太刀，横挥击杀10几只蝗虫。紧接有不少蝗虫扑在他身上撕咬，他却毫不在乎地掏出一颗小珠子，轰！火光将他吞并。待光芒散去后，他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众人视线当中，身上的蝗虫却全部消失不见。这好强！有这么强的御兽使吗？这真的是御兽使吗？若非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他是多少级的强者？这等实力堪比我们6人整队了。换成他们来对付这群蝗虫，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前提是没有其他怪物干扰，还需要良好的6人配合。可眼前的御兽使一人就做到了他们6人的事，岂不是说他等于一个 B 级冒险者小队？若是某些强大职业就算了，关键还是自身本就弱小的御兽使，这太不科学了啊！就在这时，凯雷因为分心，大盾被3只怪物合力挑起，大半身躯暴露在他们面前，被其攻击，喷出一大口鲜血，倒飞出去老远。凯雷，温氏盾快拦住那3只怪物！一位手拿弓箭的女神射手叫道。除了凯雷外，还有一个副盾。温氏盾本身就牵引着3只怪物，压力很大。接着咬牙朝另3只精英怪释放技能，嘲讽！准备攻向马车的3只精英怪，目标转移到温氏盾身上，血目猩红的攻击他。赶紧想办法！我撑不到10秒。6只精英怪的攻击让他难上加难，顶盾的身子不停地往后退，随时都有可能被击飞。剩下的神射手艾琳、法师利安和其他2名 B 级冒险者，一人牵制2只精英怪，根本分不出余力来帮温士顿。他们都是30级上下的实力，面对6、7只15级精英怪可以花些时间杀死，但14只实在太多了。妮娜，你先去帮他们吧，剩下的蝗虫我来解决。此时只剩下最后几十只残血的精英蝗虫还苟活着，贺北岩的生命护盾还没被打破，足以对付他们。他先是转身攻击温士顿面前的一只残血精英怪，biu biu biu， 吹剑3连发将其带走，击杀15级精英怪，获得550经验值。你的等级提升到12级，获得15点自由属性，使用30点加在力量上。击杀蝗虫为贺北岩带来了不少属性点，他使用一部分，随后丢出2颗风雷毒珠，炸死10几只精英蝗虫，获得580经验值，获得580经验值，自由属性点+1，感受巨人之力吧。同时，妮娜低吼着，奶里奶气的声音忽然变得粗犷无比。贺北岩嘱咐过他，面对其他人类时不要暴露自己姓名。大步来到温士顿面前，双拳直接将4只精英怪锤得眼冒金星。-1864， -1864，然后转身就跑。4只精英怪的仇恨直接转移到他身上进行追击。原本随时可能抵挡不住的温士顿，面前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只怪物。看着追赶巨人的4只精英怪，他有种刚才的压力是虚假的梦幻之感，自己真不是在做梦。第36章，马车中的神秘人。妮娜现在的双抗已经高达399点，面对4只半血精英怪，击杀简直轻而易举。
时不时在巨人与巨鹰两种形态切换，用其特有的攻击方式消磨他们的生命值。各位情况怎么样了？被击飞的凯雷捂着肚子赶回来支援，竟发现本是14只的精英怪只剩下了10只。只见那御兽使飞速奔走，蝗虫不知何时全部被他击杀，剑筒举起，3支细小吹剑骇然射出。咕呱，一只蛙类精英怪饮恨当场。凯雷震惊了，大刀、神秘珠子还有这吹剑，3种攻击装备，起码5个以上的装备栏，这绝对有 A 级冒险者的实力。他面色大喜，手中大盾朝地上一砸，这位高手，我也来帮忙。神圣加持，他看到了战胜精英怪物群的希望。一道光环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出去，将所有人覆盖在里面。你的双防提升 10%， 血量提升 10%， 每次攻击附带 5% 的吸血效果，持续5分钟。贺北岩看到这条信息，眉头一挑，这大盾 NPC 的技能还真不错，不过有没有对他来说都一样。这些精英怪的生命值基本都在 80% 至 60% 左右，3发吹剑足以收掉他们的性命，最多3-5分钟就会全部被消灭掉。此刻没人注意到尊贵马车的车窗打开了一条缝隙，一双疲惫无比的眸子正透过那条缝隙观看众人战斗，尤其是贺北岩秒杀精英怪的场景，让疲惫的双眸中多了几分惊异。在这种小城附近，区12级就有如此实力的人存在。这声音听着十分虚弱，随后便关紧车窗，并没有对贺北岩的实力感到惊讶。危险解除了，或许是因为他见过太多真正的高手，眼力之非凡，不仅看穿了贺北岩的等级，连此战的结果都看到了。你助我度过了此劫，我也送你一场造化，希望以后能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你。有了贺北岩的加入， B 级冒险小队压力骤减，短短2分钟就击杀了6-7只精英怪，当然全都是贺北岩秒杀的。冒险小队全员沦为了配合他的辅助。最后的3只精英怪看出他的威胁最大，想联合起来对付贺北岩，但已经晚了。3连吹剑攻击，负2462，负1000，负2462，负1000，负2462，负1000，击杀15级精英怪，获得550经验值。风雷毒蛛，负2462，负2462，负700，负700，触发流血加中毒效果，每秒减少700加700点生命值，持续3秒，击杀15级精英怪，获得550经验值。还剩下最后一只残血精英食人魔，高举狼牙棒就往贺北岩的天灵砸下。支援！凯雷猛然大喝，释放技能，瞬间来到贺北岩面前。就算没有组队，同样可以对单位释放援护技能。他抬起手中的大盾，盾反！大盾与狼牙棒碰撞的瞬间，后者直接被弹开，巨大的反作用力让食人魔后退了2步，陷入1秒的硬直状态。烈焰射击，奥数飞弹，背刺！几位冒险者抓住这个机会对其进行猛烈输出，配合相当默契。食人魔顿时无力的倒下，留下一个光团。必死的危机终于解除了，冒险者们可算能舒口气了。好几人直接躺在地上大喘粗气，动也不想动。这位御兽使，多谢你了。凯雷发自内心的对贺北岩进行感谢，如果没有你，我们现在恐怕都死了。小事。贺北岩盯着马车，刚才在战斗时，他似乎感觉到马车中的人在关注自己。看这马车样式也不一般，里面的大人物为啥没有自己的护卫，而是派发委托找冒险者来帮忙呢？凯雷注意到贺北岩的视线，解释道：里面坐的谁我们也不知道，委托人不允许我们靠近，只知道是位女性。哦，光团给你们留俩，剩下我拿走了。贺北岩并未过多在意，转身走向光团。这好，凯雷有些舍不得，但对方毕竟救了他们，怪物也基本上是他杀的，没办法说什么。获得1000枚金币，诅咒魔石+1，获得1000枚金币，诅咒魔石+1，获得1000枚金币，诅咒魔石+1。没有别的东西，除了金币，每个光团都只有1块魔石，再无其他物品。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出现。诅咒魔石，某个诅咒装备持有者用来控制怪物的物品，用途未知。又是这玩意儿。贺北岩从物品栏中拿出一颗查看，发现跟之前控制魔灵鼠的可疑魔石一模一样。难道魔石的主人不在新手村，而是洛索城？那前去调查的审判者协会成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主人，我回来了。忽然传来妮娜的声音，她击杀了4只精英怪，手中拿着4颗同样的诅咒魔石，还有4袋金币1000。上交给贺北岩后，并没有变回萝莉形态，而是安静地站在那里。现在贺北岩有11块诅咒魔石了，问题是这玩意儿该怎么用？
要是上交给审判者协会能换取奖励，那也未尝不可。正当他想通过好友面板询问肖恩时，把魔石都给我，这东西你用不上，我给你更有帮助的物品。脑海中突然传来一阵悦耳女音，注意力瞬间锁定在了尊贵马车上。接取这个任务的奖励是未知，奖励很有可能就出自马车里面的人身上。你能给我什么？贺北岩走到马车前，里面传来女人的冷淡声音，显示夜幕森林所有宝藏位置的地图，你能拿到多少全凭自己本事。贺北岩眉头微挑，马车中的女人连这种东西都有，能拥有这种物品还毫不在乎的拿出当做奖励，女人的实力地位绝对不低，为何还要雇佣 B 级冒险者？不过这与他无关，相比起不知何时才能派上用途的诅咒魔石，夜幕森林所有宝藏位置的地图显然更有用。那我就把魔石放马车上了，凭你的实力隔空取物应该很容易吧？11块魔石全部放在马车边缘，随后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张地图。女人没有再说话，这种实力的人大多都不愿与弱者多聊，贺北岩也懒得搭理他，拿起地图转身就走。反正他们是萍水相逢，以后也不会再见到。贺北岩查看地图，夜幕森林的藏宝图，特殊物品显示出夜幕森林所有的宝物位置。有了这张地图，他就可以真正的将宝物全部揽在手心了。那么多人想干掉我，不久之后洛索城的玩家会很多，希望他们到时候不会后悔。贺北岩满意的笑了。第37章被发网上了。御兽石勇士，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这是我们小队的专属印章。拿到藏宝图后，神射手艾琳走到贺北岩身边，递出一个印章，上面有着一蓝一红两团火焰，有了它你会少遇到很多小麻烦，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获得红岩冒险队印章 A 级物品，经过特殊试炼，未来必定全员能成为 A 级冒险者的小队才会拥有此物品，不会受到强盗、山贼的侵害。贺北岩接过之后，凯雷上前道：我们还有委托在身，有机会的话欢迎您到巴奥王国的冒险者协会来，到时一定好好招待您。 B 级冒险者凯雷 NPC 请求添加您的好友。 B 级冒险者艾琳 NPC 请求添加您的好友。行，贺北岩同意好友请求，原来这群人是从王国来的。随后他通过好友面板看到了二人的等级，凯雷31级大盾战士，艾琳30级神射手。难怪是 B 级冒险小队新锐，队员的平均等级应该是30级左右，可这种等级未来却能必定成为 A 级冒险者，甚至6人能暂时抵御10几只15级精英怪的围攻，技能和属性应该都挺不错。那个我也能加一下您的好友吗？这时一个法师模样的雀斑姑娘抱着法杖过来，样子有些紧张。贺北岩记得她叫做莉安，也是导致自己消灭蝗虫显出差错的元凶。妮娜回来之后，莉安就一直在跟她对话，不知在聊些什么。当然可以，没有拒绝。贺北岩不是小肚鸡肠之人，他很乐意跟有潜力的 NPC 接触。听到回答，莉安松了口气，放松的露出笑容。我一直想有个兽宠，但不知该如何选择。刚才跟您的宠物聊了一下，发现他知道好多兽宠的事，已经有大致方向了。谢谢您。莉安对着他鞠了一躬。能说话的兽宠本就不一般，还知道这么多，肯定在主人身边学习到的。因此他认为贺北岩一定是非常老道的御兽大师。已添加 B 级冒险者莉安 NPC 为好友。莉安对你的好感度增加80。莉安28级陨灭法师。妮娜对兽宠还有了解，同意申请后，贺北岩有些懵逼的在心中嘀咕道：他可是从来没听说过。莉安郑重的道谢搞得他有些不自在了。仔细一想，作为能变换任何生物的妮娜，没见过巨人却能变成巨人，对所有生物了解貌似也很正常。莉安，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凯雷拽着马车招呼莉安一声，后者与贺北岩道别，回到自己的队伍之中。记得一定要来巴奥王国，这么帅的御兽使，绝对能迷倒一大片王国贵族小姐。温士顿也没正经的呼喊着，接着就遭受到艾琳的重拳出击。关系还真好啊。贺北岩感叹道：我要不要也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想了想好像挺难的，能跟上自己成长速度的人太少了。他才12级，却比王国来的30级 B 级冒险者整队还要强。但是有其他人辅助自己，譬如刚才凯雷释放技能，让自己的双防和血量提升10%，还有攻击吸血效果，上限会变得更高。有机会再说吧，拖油瓶我可不需要，先回去交任务，顺带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其他任务。贺北岩看了下任务列表，任务都已经完成了，回洛索城提交后再来开荒夜幕森林。世界频道内，大家快看综合排行榜，贺北岩连升了2级。我不服，凭什么所有好事都便宜了他？我去，10级直接窜到了12级，
这疑似 S 级的攻击武器这么逆天吗？换我也行，他贺北岩就靠着那一件武器了，想办法偷袭高等级怪物，一剑斩杀。那也不可能升这么快吧？啥怪物能让他连升2级？是捅了蚂蚁窝吗？你怕是想的有点多。我们新手村外就有蚂蚁洞，600多只7级蚂蚁能瞬间弄死8个7级玩家。总之肯定跟他的武器脱不了关系。我越来越期待把他装备爆出来了，不管是谁得到，记得把属性贴到世界频道里。那是肯定的，吉恩和金斯妮被他刺激到了，现在疯狂升级，已经快要8级了。不过有些榜上传说者已经快9级了，到时候把他连升2级的方法也逼问出来，不说就狠狠地折磨他。真是感谢贺北岩了，让我们少走了弯路。贺北岩闲来无事查看世界频道，自己升级的事果然被他们知道了。绝大多数人都搞不懂他是怎么快速升级的，不少贪婪自大之辈还想把自己当作垫脚石。不过接下来频道内的发言让他微微皱眉。比起这个，你们看到网上的视频没有？一个男子单手拦下行驶的大货车，救了2名少女，车头都瘪了。什么？已经有人强到这种程度了？俩姑娘不得以身相许。在哪儿看的？我怎么不知道？现在全网到处都是转发。你还活在上个世纪吧？在神启中呼唤神启论坛就能看，可惜距离有点远，看不清小美女的脸。你们真是一群 LSP， 重点明明是男子能单手拦下大货车，他在神启中得加多少力量才能做到这件事？我看了，这男人真的牛逼，神启中的大神果然很多，不知道他和贺北岩比谁更强。我觉得没有武器的情况下，贺北岩打不过对方。他救下那对姐妹的事竟然被发到了网上，难道是货车司机发布的？不对，有人说距离较远看不清脸，莫非是第3视角拍摄？贺北岩呼唤神启论坛，震惊！一男子徒手挡货车救下2位姑娘，距离全民升格还有多远？附带视频，首页置顶第一条就是这件事，还有加金和火热的前缀。发布才1-2个小时，浏览和点赞直接破亿。点进查看，视频视角是某高楼户主透过窗户用手机拍摄的，前10秒是记录神启出现导致现实人流量骤减，还有人讲话，后面就是自己冲到马路拦货车的情节了。看来是无意间被拍到了，不过镜头距离拉近也看不清脸，被不少人留言说求你换个手机吧。还好像素不高，贺北岩不想在现实中出名，不然会惹上一大堆麻烦。毕竟有不少人在针对自己，等啥时候能肉身挡子弹、抗核弹可以考虑一下。随意翻看了帖子下的留言，看到这个视频后，我真的相信神启能改变现实了。这肯定是在作秀，能不能联系到当事人？这必须要奖励一下，成为城市英雄。我很担心未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男子一样正能量，神启中的力量人人可得，今后犯罪率必然增加。此视频就不该发出来，应优先告知国家，让相关人员尽快在神启提升实力，才能保证民生安全。不得不说，网民还是强大的，一个视频能联想到很多东西，虽然观点不一定对，但引人深思。不过也少不了智障发言，只是这些都不是贺北岩目前考虑的，没实力说的再多都是白搭。贺北岩点击右上角的返回，准备关闭论坛，可他忽然发现有条新帖子从默默无名直接窜到了浏览量第2的位置，即将前往洛索城，5秒内必杀贺北岩。第38章强化妮娜。这么嚣张，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贺北岩点进去查看，我叫索西，68号村的玩家，与村长长期交流与完成任务，得知要去的城镇为洛索城。若遇到贺北岩，我有自信在5秒内斩杀他，至于原因无可奉告。总之我会将他的武器属性贴到世界频道当中，拭目以待吧。帖子内容不长，除了名字外没透露任何有用的信息，从文字中看得出来他相当自信。帖子下方有无数人留言，老铁666啊，祝你一路顺利。这索西是谁？没听说过呀。68号村也要去洛索城？贺北岩是66号村的，难道是每3至5个村子前往一个城镇？我在107号村，干！没办法，亲手击杀贺北岩了。神启能不能绘图转生？我想去66号新手村。我在排行榜中查了查这索西的成分，很遗憾，哪个职业榜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那这老兄哪来的自信？我们也快能去洛索城了，正在召集人手打副本 ，BOSS 有点难啃。楼上真巧，咱要不比一比谁先拿到贺北岩首杀？留言少说有几10万，贺北岩越看越想笑。就这群阿猫阿狗还想干掉他，真不照镜子看自己什么货色。索西这么有底气，还专门发了个帖子，我倒是想见识下他的自信来源在哪。不过等我先探索下夜幕森林吧，一时半会儿他们还过不来。根据现阶段玩家的实力，想要来到洛索城只能组团打副本，
然后一起过来。预计最快也要明天了。现在才下午3点，贺北岩有充足的时间开荒夜幕森林，完成消灭蝗虫任务，获得18000金币，50声望值；完成森林的考验，获得2000金币，10点自由属性；完成怪兽天敌，获得1000金币。回到洛索城，妮娜提前变成萝莉形态，跟在贺北岩身边走进悬赏大厅，将消灭蝗虫和2个小任务提交，共计获得 2.1W 金币。装备可以再强化一次了。贺北岩看了看自己的装备列表，装备：死亡战刀、异变生命树铠甲、圣经史莱姆、神敏之靴、斥候神吹剑、风雷毒蛛腰带。没有强化过的只剩下神敏之靴和妮娜了。不过贺北岩思量了下，还是想强化风雷毒蛛腰带。这玩意儿威力大范围广，只要踏入20米之内，既能快速清小怪，能消耗大怪血量。妮娜和神敏之靴就往后再放。可当他对着风雷毒蛛腰带释放技能时，出现了尴尬的一幕。提示：该装备已进行过1次强化，第2次强化需达到20级以上。贺北岩，什么他妈的叫惊喜？搞了半天，多次强化对我的等级还有要求。他突然觉得诅咒者这个职业真难玩。但仔细一想，诅咒装备的强化没有成功和失败概率的说法，使用技能100%强化成功，若不做出点限制，有金币就能强化，成神也不过洒洒水。我才12级，离20级还远着呢。也就是说，现在每件诅咒装备我只能强化1次。贺北岩无奈地叹了口气，只能在妮娜和神敏之靴当中选择了。神敏之靴目前对他的作用不是很大了，来到洛索城后连神敏技能都没有用过，就妮娜吧，也该强化下她了。作为贺北岩的第1件且唯一的 SSS 级诅咒装备，能够变成各种生物形态进行战斗，强化后产生的新变化应该不会太弱吧。妮娜，走，你要变强了。看了下悬赏栏，没有自己想要的任务，便打算找个安静之处对他进行强化。那不知妮娜听没听懂贺北岩的意思，应了一声，跟在他身旁。2人来到一处旅馆。洛索城中有很多这样的旅馆，都是为即将到来的玩家准备的。勇士您好，入住1天需付10金币，包1日3餐哦。前台的 NPC 小姐姐带着十分亲切的职业微笑。10金币1天带包3餐，还行。虽然有点小贵，但贺北岩不在乎这点钱。这3餐能带走吗？当然可以。我们知道勇士白天大多在野外战斗，不过最好有特定的保温器，这样食物质量下降得很慢。不知您是否需要？我们也有卖。神器中的食物能直接作用到本体，不过有质量这种小设定。食物长时间放在物品栏，质量会下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不能吃，放不太久，强吃会引起某种异常状态，限时也会拉肚子。只有放在保温器中，再把保温器放进物品栏，才会减少质量下降的速度。虽然这是神器变相消耗玩家手中的金币，但好像确实的买一个。主人，放我这里就好了，我能保证食物质量永不下降的。这时妮娜拽了拽贺北岩的衣角，小手指了指自己的肚肚。贺北岩这才想起妮娜体内可以存放东西，倒是没想到食物质量也不会下降。100金币入住10天，不要保温器了。贺北岩直接道。前台小姐依旧挂着笑容为他办理，心中遗憾，自己的提成没有了。很快他们来到房间，干净整洁，简单与妮娜交代2句，便开始对她进行强化。SSS 级装备的第1次强化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SS 级风雷毒蛛腰带的第1次强化比其他 S 级装备的强化提升更大。作为比风雷毒蛛腰带还高一档次的圣经史莱姆，强化效果必然更加离谱。是否献祭 1.8W 金币强化圣经史莱姆？是。哇，主人，妮娜全身在发光。话音刚落，小萝莉妮娜浑身散发光泽，她来回扭动着身子，好奇地观察自己。妮娜好像学会了，她喃喃着。提示：圣经史莱姆强化成功。圣经史莱姆 SSS 级拟态型诅咒装备，攻击生命加500-800，双抗加5080。效果1：变形后拥有持有者 150% 的具体属性。效果2：每次变形后可拥有当前种族的一种能力技能，但人类形态排除在外。星。效果3：击杀生命时有概率为持有者夺取1点自由属性，无上限，被击杀者等级低于持有者不会触发该效果。诅咒：每变形1次，持有者血量、攻击与双防属性随机一项减少 10%。看到新的效果出现，贺北岩惊呆了。妮娜这不是要无敌了？第39章。个技能。一直以来，妮娜变换成其他生物形态，只能根据其本身的固有优势和自身属性战斗。譬如巨人的大范围攻击，巨鹰的飞翔能力，鼠类的灵活矫健，无法在变身时得到该种族的技能。
只能通过单一的普通攻击来对付敌人。跟智慧不高的怪物战斗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未来若面对智慧生物，便会成为很大的劣势。不过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妮娜能变成所有种族，变相获得了多少技能？贺北岩不敢想，目前没人能统计神器中共有多少个种族，但最少也得几百个往上。也就是说，妮娜在强化之后，等同于瞬间获得了几百个以上的种族技能，战斗能力的多样化瞬间被拉得无限高。别小看变化成其他生物只有一个技能，战斗时妮娜可以无限次变化 N 种生物，等于能使用 N 个技能。毕竟诅咒效果对贺北岩无效，连贺北岩本人都开始怀疑，这是一个强化加1的 SSS 装备该有的能力。作为最高品级的装备，好像没什么问题。看着用小手挠自己脸蛋的呆萌妮挪，贺北岩两眼冒光，立刻去夜幕森林试验一下。这一刻，他真的有点像怪叔叔了。夜幕森林里，贺北岩对眼前的妮娜道：“变成巨龙能得到什么技能？”只见妮娜化身为高大的赤红巨龙，张开龙翼飞向天空，对着前方的小怪喷出一道粗壮火焰，飞掠之处全被火焰燃烧，化为一条炎炎火路。巨龙吐息，火造成最大攻击力 X150%伤害，凡是沾染火焰的目标每秒受到1000点固定伤害，持续5秒，冷却时间10秒，获得40经验值。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炽热，贺北岩震惊了，技能竟然只有10秒冷却。但更震惊的还在后面，变成冰属性、雷属性的巨龙，技能会有什么变化？妮娜紧接变成这两种形态的巨龙，技能依旧是巨龙吐息，伤害也没有变化，但后缀变成了冰和雷。虽然伤害没变，但面对一些敌人变成克制其属性的生物，能造成额外伤害。紧接又让妮娜变成巨人、巨鹰等形态，坚韧体表、被动、血量、双防 X120%， 攻击力 X120%， 每秒恢复 1% 最大生命值。暴风制造风暴，造成攻击力 X130% 的范围伤害，10秒冷却。妮娜每变换一种生物，就会出现一个技能，许多种族的技能种类都不同，防御、攻击、范围攻击，甚至加持强化类都有，涵盖面非常广，而且冷却时间清一色为10秒。贺北岩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或许这就是 SSS 级诅咒装备的变态之处。不过攻击伤害技能加成最多的就是巨龙形态，高达 150%。 贺北岩满意的笑了，这下开荒夜幕森林会变得更加容易。拿出夜幕森林的藏宝图，上面标记着许多不同颜色的地点，有白、蓝、青、红4种颜色，代表不同价值的宝物。周围的地貌以及怪物分布也在地图上显示了出来，十分详细。宝物地点共有20处，最好的是3处红色标记，离我最近的是东面的青色地点，也是唯一的青色标记。先把这个拿上。青色标记所在位置是一处树精领地，是一群精英级树精和一只15级树精 BOSS 守护那个宝物。3处红色标记有20级到25级 BOSS 守护，不知我能否打过，但其他宝物处的怪物我可以对付。看着地图上怪物实力的分布，贺北岩骑着巨龙形态的妮娜飞往树精领地。某个巨大的黑色教堂内，有一胖一瘦2个身穿黑斗篷的人站在那里，将全身遮盖起来。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很大的菱形水晶，上面竟播放着贺北岩帮助红岩冒险队斩杀10几只精英怪的场景。若贺北岩在此，一定能看出那是一件诅咒装备。又是这个蝼蚁，他已经连续搅和我们神教的计划2次了，必须要派人杀了他。教授的斗篷人语气非常愤怒，倒是胖斗篷人很淡定，没关系，就他这点实力翻不起什么大浪。审判者协会派去的人离洛索城很近，现在我们不宜派人出击，尽快先把那件事安排好再说。不行，瘦斗篷人想了想，他的实力提升很快，装备也很古怪，我认为不趁他未成火候之前解决掉，未来必会对我们造成大问题。你看你咋那么犟呢？胖斗篷人气不打一处来，他做的这2件事根本影响不到我们的大方向，只是一些事稍微麻烦了点，若我们派人对付他，很可能被审判者发现，导致那件事做不成。别忘了，那件事我们是要在夜幕森林做的。虽然他们不怕审判者协会的那群25仔，但现在是关键时候，不得有任何差错。胖斗篷人拍了拍胸口，那这样吧，如果下次他还妨碍到我们的行动，我就亲自出手解决他，这你放心了吧？瘦斗篷人凝视着他很久，似在思考其中的利弊，又看了看水晶中几分钟秒杀所有精英怪的那个蝼蚁，或许可能真的是他想多了。好，这是你说的，到时候别再说什么他翻不起大浪反悔不去，不然我就亲自干掉他。胖斗篷人的实力他还是认可的，若他出手配合他的诅咒装备，此人必死无疑。我以诅咒之神发誓，若不去当场暴毙，行了吧？听到他这句话，瘦斗篷人放心的点点头。
巨龙形态的妮娜在天空中飞着，看见那些能秒杀的怪物，就往下面喷火，给主人送经验。贺北岩闲着没事儿，就与萧恩聊诅咒魔石的事，后者立刻汇报给了去村子调查的审判者。啥？那重甲女战士要见我？看着好友列表中萧恩发来的消息，贺北岩惊住了。对方得知自己又找到魔石，还上交给一个神秘女人后，直接要来找自己。讲老实话，他是有些抗拒的，毕竟自己是违禁级诅咒者职业，哪怕不属于诅咒神教那一方，被发现了，这女 NPC 也肯定不信。他摸了摸自己的死亡战刀，虽然自己的诅咒装备外表看上去跟普通的没两样，但谁知道审判者有没有其他判断诅咒装备的方法？一般的诅咒装备都带有特定气息，很容易判别，万一自己的装备也有，让他给激活出来，不就完了？以他现在的实力，不知道能不能干过审判者协会的 NPC。 于是贺北岩意念对萧恩发送消息，不要让他来，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村里调查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线索，他已经走了。你妹！第40章疯狂连续升级，要不要先躲躲？贺北岩产生出这个想法的瞬间就直接否决了。我躲个锤子，怕个鸡毛？他的实力说不定还不如15级 BOSS 呢，神器才开始2天，能接触到多强的 NPC？ 大不了到时候见面，我把装备全收起来就行了。贺北岩的脑海中已经有方案了。没多久，妮娜便载着贺北岩来到树精领地附近，这里属于夜幕森林较深的位置，几乎没有普通怪，是精英与 BOSS 的乐园。大片紫色树木安静地扎根于前方，看似没有任何危险，但贺北岩知道它们便是树精。紫木树精，精英，20级，生命值 2.2W ,2.2W， 攻击力680，技能藤蔓刀叶，共有近100个20级精英树精。 BOSS 在哪儿？拥有洞察力的贺北岩很快计算出了精英树精的数量，但没找到树精 BOSS。 先对付这群精英怪吧。配合妮娜，要不了几颗风雷毒珠就能将精英树精的血量清空。妮娜飞进树精领地上空，巨龙吐息，一道粗壮无比的火柱直射地面，点燃了近10个紫木树精。-3485，-1000，--1000，--3485，-1000。提示：圣经史莱姆造成克制效果，火焰对紫木树精的燃烧时间增加5秒。贺北岩微微一笑，相当于原本持续5秒的固定伤害变成了10秒，也就是10000点固定伤害，接近他们1半的生命值。树精怪物立刻从沉睡着苏醒，树干出现紫色的瞳孔，瞪向空中的巨龙与贺北岩。他们的仇恨是联动的，有一个树精被攻击，将会集体苏醒。杀杀杀！树冠之上，密密麻麻的树叶犹如飞刀般射向空中，将妮娜能躲避的方位全部锁死。巨龙吐息，一道更为粗壮的火焰从妮娜嘴里喷出，将攻向她的刀叶撕开一道口子，但火焰没有熄灭，冲向了地面上另一批紫木树精。这些树精进行抵挡，用藤蔓在身前制作一个圆形大木盾，但依旧逃不了被燃烧的代价。-3485，-3485，-1000，造成克制效果，火焰对紫木树精的燃烧时间增加5秒。天然的属性克制让他们的防御变得微不足道，更多的树精朝妮娜聚拢过来，用刀叶进行攻击。都聚过来吧，妮娜打残血，我来进行一波收割。贺北岩把玩着风雷毒珠，观察地面的紫木树精。空中视野良好，20米的爆炸范围足以涵盖20多个紫木树精。见聚拢的差不多，贺北岩果断扔下4颗风雷毒珠。轰！巨大的爆炸声将地面炸出一个深坑。获得1000经验值，获得1000经验值。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获得1000经验值，获得1000经验值。你的等级提升到13级，获得15点自由属性。20多个精英树精被瞬间轰杀，近3万的经验值让贺北岩直接升级，这也太爽了！他与妮娜配合的天衣无缝，一抹血一补刀，击杀紫木树精无比轻松。当然，这少不了对妮娜的强化。如果没有强化她，哪怕2次强化的风雷毒珠腰带也不可能有这种效率。他看了一眼经验条，13级3480-25000，自由属性点也已经有40多个了，将剩下的70多只紫木树精击杀，大概率能升到15级。这还是没有算树精 BOSS 的经验值，先前升2级就给频道里那些家伙吓得够呛，连升3级可别不敢来了。清空一片区域，新的紫木树精很快补上。刀叶技能有冷却时间，只能操控藤蔓试图困住巨龙妮娜。这么慢的速度，还想捆住我？一根根藤蔓宛如巨蟒般攻向妮娜，她煽动龙翼上升高度，藤蔓伸长到一定位置时就上不去了。10秒冷却一到，妮娜再度释放巨龙吐息。-3485，-3485，
-1000。每次巨龙吐息都能点燃10几只紫木树精，有些距离他们较近的紫木树精还会沾染上吐息伤害，获得10秒燃烧固定掉血效果。能占据制空权就是好，有些怪物很难对付空中敌人。贺北岩随手丢下4颗风雷毒珠，将其引爆。轰！要不了多久就能把精英树精全部杀完了。可爆炸过后，他竟然没收到击杀提示，怎么回事？贺北岩往地面观察，发现所有紫木树精身上都有一层绿色屏障，保护着残血的树精没有死亡，强行留下一丝血皮。不仅如此，连巨龙吐息的持续燃烧效果也不见了。众树精群体中多出来了一只浅绿色的小树人，手中拿着特殊树枝制作的弓箭。格鲁树人 BOSS 15级，生命值67000，攻击820，技能树羽之域，巨大化，植被生长。描述：尚未成年的格鲁树人，成年后将会变成战争巨树格鲁。显然，那层绿色屏障就是他的树羽之域了，但屏障没持续多久，很快就消失不见。还想趁你没出来多干掉点树精呢。身为 BOSS， 没想到这么快就坐不住了，心性有待提高啊！格鲁树人的脸色很不好看，举起手中弓箭凝聚能量，便直接射击。-486，能量的冲击速度非常快，妮娜刚要躲避便被击中，但这点伤害对妮娜来说连挠痒痒都算不上。贺北岩拿出斥候神吹剑，便对 BOSS 进行3连射击，同时9颗风雷毒珠丢入怪群。就算你有盾又怎样？直接用出能满血秒杀树精的恐怖输出，让你有盾也套不上。同时，妮娜喷出烈焰，收割掉仅剩血皮的紫木树精。-3098，-1000，-3485，-1000。巨龙形态的妮娜输出比贺北岩还略高一筹，但贺北岩的爆发伤害要比妮娜恐怖得多。获得950经验值，自由属性点+1，你的等级提升到14级，自由属性点+15。紫木树精顿时减少了近40只，化作大量经验让贺北岩升级。站在格鲁树人身边的树精仅剩下30多只了。该死人类！格鲁树人的声音有些沙哑，断断续续的咬牙吐出4个字，将天空中的龙骑士恨进了骨头里。你还会说话？贺北岩轻蔑地嘲讽了他一句。只见原本瘦小的格鲁树人体型猛然拔高，变成了10几米高的巨型树人，手中的弓箭也跟着一起变大，犹如神灵所用的恐怖之弓。巨大化，减少20%双防，生命，攻击力 X140%，持续时间30分钟。与此同时，地面的花草植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生长，变成一朵朵巨大的花朵与剑草。花朵时不时往外喷射出不同属性的花蕊种子，剑草上竟有缕缕白色的剑气。植被生长，催化附近的花草，将其变为可用于攻击的武器。贺北岩瞪大了眼睛，不是吧，还能这样玩？全部属性点加在力量上。第41章，玩虐强大 BOSS， 积累声望值。属性点加到力量上后，贺北岩的基础攻击力达到了1980加118。反观格鲁树人15级 BOSS， 巨大化，生命值52000-53600，攻击820-1148。或许是格鲁树人发现自己的防御力不足以抵抗贺北岩的攻击，索性释放技能，牺牲一部分双防和生命来提高自己的攻击力。剩下的30多只紫木树精用藤蔓缠起花朵或剑草，用各种花蕊和剑气攻击妮娜。先收拾这群紫木树精！贺北岩下出命令。妮娜躲避着这些攻击，但还是被几道攻击命中。-120，-138， 20级精英怪集体攻击造成的伤害并不低。仅剩下的30多个紫木树精攻击全部命中，甚至能要了妮娜的命。贺北岩赶来打树精领地，依仗的是在空中树精的攻击手段很难威胁到妮娜，哪怕他们攻击再高，打不中有什么用？早晚都得被自己耗死。可现在格鲁树人 BOSS 出现，扭转了这种局势，让每位树精都能远程普攻，不尽快将其解决，形势会对他越来越不利。幸好先干掉了大半树精，不然就要翻车了。妮娜朝众树精喷出最后一口烈焰，变为巨人形态。被动技能自主激活，基础双防，生命，攻击增加 20%， 带着贺北岩从空中落入树精群，手臂横扫周围树精。-3016，风雷毒珠-3352，贺北岩抓住时机，10几只树精连带手中的植物武器被爆炸笼罩在内，并同时触发了风雷毒珠的3种效果：流血，对目标每秒减少700点血量，持续3秒；中毒，对目标每秒减少700点血量，持续3秒；麻痹，对目标造成麻痹3秒。因为是集中引爆，有一颗触发效果，所有在爆炸范围内的敌人都会受效果影响。
击杀20级精英怪，获得900经验值。自由属性点+1，击杀20级精英怪，获得900经验值。自由属性点+1。死！子木树精又少了一半，气得格鲁树人绿色的体表都微微泛红。拉开手中弓弦，巨大的绿色光柱迸射而出，恐怖的破坏力摧拉枯朽的将周围一切掀飞，强烈的光芒把贺北岩的脸都给映绿了。主人，我来挡住他！妮娜大步上前，砰！光柱与巨人妮娜相互碰撞，将他击退了3-5米。负726，格鲁树人懵逼了，自己使用了最强攻击，竟然没直接打死对方的兽虫，只是打退了3-5米，真可怕！贺北岩看着地上那道巨痕，啧啧称奇。就算没有妮娜阻挡，他也不怕格鲁树人的射击。光是他的生命护盾就有3100加，格鲁树人至少要3次射击才能打穿。说白了，那光柱就算看着威猛无比，实则相当无力，中看不中用。面对格鲁树人，他甚至没有重精英级紫木树精对贺北岩的威胁大。贺北岩并不怕强大的单一对手，而是那些实力中榴弹数量很多的怪物，累积起来的伤害都能给他磨死。我去对付 BOSS， 解决完剩下的精英树精来帮我，速战速决。贺北岩吩咐一声，用赤后神吹剑进行3连射击，令格鲁树人血量骤减1截，随后持着死亡战刀欺进他脚边。风雷毒蛛，负3352，负3352，触发麻痹效果，对方受到3秒麻痹。运气这么好，贺北岩微微一笑，举起死亡战刀便往他脚上砍去。负3352，负3352，反正打哪儿都是真伤。3秒时间，贺北岩连砍4刀，他脚上的枝条都快全砍断了。神命！负3352 X3， 麻痹效果过后，又光速挥砍3刀，成功将他的一只脚砍掉。格鲁树人顿时失去平衡，闷哼一声，单膝跪地。你以为给我下跪，我就会放过你？一连串的攻击把他生命值打到 20% 以下，吹剑又新生成了一只，贺北岩立刻使用。负3352，负1000。由于距离太近，格鲁树人无法用弓箭瞄准射击，只好拿巨大弓箭朝贺北岩砸去。作为一个弓箭手，要拿弓砸人，你也太菜了吧！他并非是无意义的攻击格鲁树人脚步，对付远程最怕的就是他们灵活的走位，把他们的移动限制住，等同于瓮中之鳖。没有躲闪，死亡战刀迎向巨大弓箭，斩下弓身，无数之疼。贺北岩并无受伤，但被反作用力向后推了一段距离。格鲁树人没有乘胜追击，反而体表泛起光晕，缓缓出现一层屏障，似乎是要使用技能。这是想使用术语之域，冷却好了呀。贺北岩没有强控技能，就算是想阻拦也没有办法，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刚生成的2颗风雷毒蛛。带着希望的2颗风雷毒蛛瞬间出手，轰轰！负3352，负3352，触发麻痹效果，目标受到3秒麻痹。哈哈，你完了！或许真的有幸运女神对贺北岩进行眷顾，格鲁树人因麻痹被打断技能，屏障霎时消失。贺北岩趁此机会乘胜追击。负3352，负3352，负3352，连斩数刀，格鲁树人血量再度减少 10%， 紧接他恢复了身体的控制，立刻取消巨大化，想要逃跑。我算看懂了，神奇的怪物发现自己要死都会逃跑，不像其他游戏里的怪物血战到底。毕竟其他游戏中的怪物技能是根据血量降低到一定程度来释放的，可神奇不同，怪物会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时机直接释放技能，和血量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一旦发现技能都用完了也打不过对方，自然只能选择逃跑。但贺北岩怎会让他如愿？吹剑攻击，风雷毒蛛，我砍死你！3种装备相互搭配，强大的爆发与持续输出能力根本不是15级 BOSS 能抗得住的。若有其他玩家看到贺北岩单挑乱杀15级 BOSS 怪，后者被打得完全不想攻击，一门心思的套牌，只怕是眼珠子都给瞪掉了。最终格鲁树人死在了贺北岩的乱刀之下。击杀15级 BOSS 格鲁树人，首杀获得10000经验值，声望加300，首杀奖励。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你的声望已积累到1000点，达到开启小成级声望任务条件，您可以选择开启或继续积累声望值，获取更高级别的声望任务资格。提示：声望任务仅有1次开启机会，无论任务成功与否，均不会第2次开启。你的等级已提升到15级，获得15点自由属性。声望任务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贺北岩不清楚小成级声望任务代表什么，但他选择继续积累声望值。他猜测完成后应该能得到相应的职位，小成级任务的话就是小成级的职位了。
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好处。只要我继续积累声望值，达到一定程度，就能开启王国甚至帝国的声望任务了。激情似乎被点燃，他的双眸猛然发亮。除了收集诅咒装备，贺北岩又有了新的方向。第42章手杀大爆，又一件诅咒装备。主人，你打得比妮娜还快。这时妮娜才将剩下的紫木树精全部消灭，刚想过来帮主人，发现哪儿还有什么 BOSS， 只有脚边的一团绿光。本以为自己得到了加强，变得比主人强了许多，能为他做更多的事，谁知主人还是主人，无奈变回萝莉形态，失落的来到他跟前。妮娜也很不错了，没有你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攻略这处怪物领地。贺北岩摸了摸他的头，这点他没说假话。巨龙形态的妮娜和自己相互配合，刚开始击杀了不少紫木树精，制造出圣机，才让他有机会战胜格鲁树人。该清点收获了。妮娜与贺北岩将所有战利品收集起来，近100个精英级紫木树精，共为他带来将近 3W 金币、材料、装备若干。除此之外，还有一级技能书4个，刀叶、藤蔓2个技能都有。这些技能对现在的玩家太超前了，卖了绝对血亏，没人掏得起应有的价钱。贺北岩暂时打算先留着，等有20-30个人升到10级后再考虑下。综合战力榜中，除他之外还没人升到10级，距离10级最近的还是8级。反观自己都15级了，差距拉得越来越大。应该有很多人注意到我等级的变化了吧？整理完精英树精的战利品，将不需要的装备和材料全部上架，走到绿色光团身边。妮娜，你在这附近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物品或宝箱。好的，主人。BOSS 战利品可不是藏宝图上标注的宝物，树精领地内肯定有其他物品存在。获得大红药配方，获得3瓶大红药，获得6000金币。大红药喝下后立即恢复3000生命值，冷却30秒。获得树人灵泉地级，服用后体质加15。获得地级技能书巨大化。获得职业装备被封印的禁忌咒书。贺北岩面无表情地摸取 BOSS 战利品，直到出现职业装备。原来杀 BOSS 可以获得职业装备，他震惊了，难怪在洛索城没找到奖励职业装备的任务，加上我是全世界首杀15级 BOSS 的玩家，所以击杀奖励大爆了。看来以后要多杀 BOSS 了。查看禁忌咒书，听名字应该很强。被封印的禁忌咒书，成长型 S 级诅咒装备，生命加100，攻击力加20。描述：该装备基本处于封印状态，达到相应条件可解锁更强大的效果。效果：你的物理攻击、法术攻击数值相等，取较高的一项，仅触发1次。封印效果：咒者同化，可让至多8个目标获得你某项属性的具体数值，无冷却，持续时间限制。击杀30级 BOSS 0-1。封印效果：攻击力加1000，击杀35级 BOSS 0-10。封印效果：免疫 50% 所有法术伤害，击杀50级 BOSS 0-30。解锁封印所需击杀的 BOSS 必须为本人单独击杀。提示：更多封印效果在强化后解锁，全部封印解锁后，禁忌咒书会产生某些特殊变化。诅咒：解锁一个封印之后，每天需吸收1W 个灵魂。流币。贺北岩的声音都有些颤抖，除了这2个字，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禁忌咒书的强大。单是显示出来的3种封印效果，就足以用变态2字形容。除了法攻外，我的4维属性都不低，攻击力最高。咒者同化能让8个人获得我其中一种属性，若是攻击力的话，就等于9个我同时在战斗。说是瞬间组成一个强力兵团都不为过。遗憾的是，对方只能继承他的攻击力，无法得到双倍攻击等装备效果。但这已经很逆天了。若继承者自身有什么强力技能或装备的话，会在继承的攻击力上进行加成。至于攻击力加1000和免疫 50% 法术伤害，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后者，随着强化禁忌咒书的次数增多，解锁新封印，免疫 100% 法术伤害都有可能出现。这可不是法术抗性正 100%， 而是根据受到的法术伤害来进行百分比减少，其价值不知道比法术抗性大了多少倍。况且贺北岩有一变生命树铠甲，双防会随着生命值的增加。法防先减少一部分法术伤害，然后再将此伤害百分比减少。就是这个解锁条件太苛刻了，这么多强大 BOSS 必须是我单独击杀，还好妮娜算做装备，不然还真不好打。现在贺北岩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下，顶天能对付3只10级 BOSS， 这还是把妮娜也算进去。2只15级 BOSS 都没有100%把握击杀。这 BOSS 击杀数看似很少，但每提升1级的 BOSS 属性提升很多，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完成。随着获得的诅咒装备越多，贺北岩就越觉得诅咒者是一个大后期职业。前期当然也强，但没那么离谱，遭到有群攻，
壁中技能的多个敌人围攻很容易翻车。目前唯一解锁的效果，让我的法攻也和悟攻一样高。可惜自己用不了技能书，感觉没什么用。除了等解锁咒者同化后让其他法师继承法攻外，贺北岩想不到别的用途。毕竟他的法力值只有可怜的100出头。我现在没有能信任的玩家，等解锁了咒者同化结交些可靠的 NPC。贺北岩心中有了打算，咒者同化解锁后可以组一个法师队，让8个法师继承自己的法攻乱轰怪物，达到躺平升级。反正组队杀怪是根据贡献分配经验，自己作为让他们变强的关键所在，应该能得到不少经验。况且咒者同化也没有冷却和持续时间限制，让他们一直继承都可以。主人，妮娜找到了一个宝箱。这时贺北岩听到了妮娜的叫喊，赶忙跑了过去。那是一个青色的精致宝箱，只有手掌大小，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这应该就是藏宝图上标记的宝物了。宝箱没有上锁，贺北岩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一块银青色令牌摆放在里面，工会令牌，特殊物品，使用后可以创建工会。描述：此令牌可以让创建的工会得到 NPC 承认。提示：当前无人创建工会，第一个创建的工会将获得额外奖励，同时向所有玩家开启工会系统。工会令牌，原来神器有工会啊！世界频道中经常有玩家喊某某工会招人，但都是自己私下定的，神器里一直没有工会系统出现。贺北岩还以为没有这东西呢。工会令牌可以让自己创建的工会拥有工会属性加成，并被 NPC 认可，能招收 NPC 或与其他 NPC 势力结盟。随着工会发展，甚至可以有自己的领地、势力，还可以掌握附近的野外副本，拥有控制权。其他玩家想进入就得付出一些东西。而没有工会令牌也可以创建工会，但只能玩家加入， NPC 不会承认，哪怕发展的规模再大，也无法拥有领地、盟友和 NPC 加入，除非后续得到了工会令牌。贺北岩看着手中的工会令牌，第一个创立的工会能获得好处，我暂时不会让人加入，顶多占一个坑。问题是我创立了工会，其他人也能建立了。自己建立工会，所有玩家都会开启工会面板，虽然是阉割版的工会，但他不太想让其他人占自己的便宜。算了，还是建立吧，免得夜长多梦。占着坑位总比让其他人拿到首个工会的建立奖励好。贺北岩果断使用工会令牌。创建工会需花费1万金币，是否确定？是。请输入您的工会名称。这就叫天选吧。想起自己刚进入神起，作为天选的诅咒者直接完成转职，冥冥之中仿佛自有定数，便直接用上了。您的工会名为天选，是否确定？确定。消耗1万金币，成功创建天选工会。世界通告：玩家贺北岩创建神起首个工会天选，获得女神赐福，工会全员全属性加10，声望加500。天选工会得到女神赐福，被众多强大 NPC 注意到。若未来天选工会发展良好，更容易吸引强大 NPC 的加入。工会面板已向全世界玩家开启，可自行创建或加入工会，并开启工会榜。世界频道内，工会第一个工会出现了。无数大佬都想在神起创建工会，却一直找不到方法，竟然被贺北岩先发现了。怎么又是贺北岩？我刚看到他从12级直接升到15级，他是真的开挂了吧 ？Oh my god！ 龙国的聂勇和南石林也升到10级了。带上贺北岩3人独占综合榜前3，还有这个通告，漂亮国主快加油啊！天选工会，什么脑瘫名字？那些要杀贺北岩的，能不能赶紧去洛索城杀了他？就这么看着他变强？你们真的垃圾！哼，凭他们还想杀我龙国贺北岩？一边待着去吧！可怕，太可怕了！我决定要改变对贺北岩的看法了，因为我要加入天选工会。从今往后，他是我的贺神，我也要入会。看看你们的嘴脸，身为龙国人，我得说句公道话，之前骂贺神的是你们，现在看到他工会得到女神赐福，就都想加入了呗。贺神欧巴，我申请加入你的工会了，能否同意下？感谢贺北岩让我京城狐龙能够创建工会，有机会可以合作。龙国国主聂勇希望能与贺先生取得联系，能否加个好友？刚创立好工会还没半分钟，天选工会的申请加入消息高达几百万。贺北岩看都不看，直接全部拒绝，并设置维景县会长邀请加入。当了婊子又想立牌坊，见有利益就想跟我站在一条线上，可能吗？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对于玩家，除非是他亲自接触过值得信任的，否则不会让任何人进入天选工会。他的工会不需要很多人，能加入其中者必定都是天选之人。至于最后2条合作和加好友的消息，被他自动过滤了。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实力的提升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自己前期太过耀眼，引来不少人妒忌，
他不确定对方是抱着什么心理想与自己联系。等自己的实力强到足以影响世界后，不论对方耍什么花招，都不会起任何作用。某新手村之中，一对男女疲惫地坐在地上，面前的10级 BOSS 变成一个光团。兰姐，咱们也能去城镇了吧？这贺大哥也太强了，已经15级了。聂勇大喘粗气，为了击杀10级 BOSS， 把所有底牌都用完了，不过收获也是无比丰厚。亲身经历与 BOSS 的战斗，他深深意识到，在神起第一天就杀死 BOSS 的贺北岩到底有多强。他和南石林一起合力击杀就这么费劲，单人拿下 BOSS 手杀的贺大哥，实力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了？不知不觉，对他的称呼都变为了大哥。可惜我们要去的城镇不是洛索城。南石林缓缓道：“申请加入天选工会怎么样了？”聂勇摇了摇头：“不行，贺大哥设置了，没人能发送入会申请，我们还是无法与他联系上。我发送的频道消息也没回。没关系，只要保持住升级速度，总有一天会跟他碰面的。”66号新手村中，10几位玩家正与10级 BOSS 寻觅鱼王奋力搏斗，时不时有玩家化为光之碎片。他们最开始有几十人，现在只剩下15人左右了。特么的，这 BOSS 咋这么难打？一位领头的史诗级玩家咒骂着：“贺北岩肯定用了什么方式逃课了，我不相信他是凭实力打过的。”寻觅鱼王有位已有控制，伤害还很高，无法想象他会败在贺北岩手里。这不是单有一件高攻击装备就能解决的问题，毕竟他们几十人都打不过，其中还有史诗职业玩家。如果承认贺北岩是用实力击杀的，他们就没脸见人了。转念一想，会不会贺北岩也有团队？大家再加把劲！贺北岩也有自己的团队，靠着队友的帮助击杀的 BOSS。不管是真是假，总之先说出来就完事了。他们50多人的队伍变成10几人，队友的牺牲并非是无用的，寻觅鱼王的血量也降低到了 18%。只要注意走位，别被 BOSS 刮到就能赢。啊！可还是免不了有人牺牲。一位史诗级远程职业玩家走位不慎，被他的鱼矛戳中，当场消失不见。我们来帮助你们。这时，粗犷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只见一对外国男女飞奔赶来，是吉恩先生和金斯妮小姐。几位史诗玩家看到了希望，有2位传说职业者加入，他们的胜算更大了。快同意我们入队，一起合力干掉 BOSS。吉恩表现得无比焦急，似乎是不忍心再看到有玩家进入死亡惩罚，说着便直接冲向寻觅鱼王，拉住仇恨。金斯妮也拿出武器进行攻击，但只是一件1级火铳，比先前格林机枪拉胯不少。太好了，有2位传说职业者在，我们稳赢了。还有没有活着的辅助？快给吉恩先生套顿补奶。比起贺北岩，我更喜欢与吉恩、金斯妮接触，咱到时候会一起帮你们对付贺北岩。说话的都是非龙国玩家，不知是刻意还是无意，他们这个队伍里没有一个龙国人存在。背对他们与寻觅鱼王作战的吉恩嘴角上扬，这本就是他想要的效果。第43章，那边的斥候，你藏很久了。贺北岩查看工会信息，天选工会，贺北岩，人数1%，同盟无，敌对关系无，性质中立，领土无，工会属性女神赐福，所有成员全属性加10。工会没有等级制度，想要提升人数上限，花费金币就可以了。1人数等于100金币。它的存在主要是方便玩家势力中后期与 NPC 势力接触，前期的用途很少，只有拥有领土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你就是找到诅咒魔石的勇士吧？突然，贺北岩身后传来一道声音，回头看去，是一个身穿重甲，背上挂着一柄巨剑的女子。NPC 马达尔，极度危险。贺北岩只能看到他的名字以及极度危险4个字，除此之外不知道他的任何信息。但他断定对方一定是审判协会的人，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您就是前往村子调查的审判者？贺北岩面带微笑，实则全身紧绷，打起12分警惕。自己开启了洞察力，也看不到他的等级和任何属性，对方比自己强的不止1星半点。本计划好在与他见面时把所有装备都脱下，没想到他直接来夜幕森林找自己。贺北岩甚至没有察觉到何时出现在自己身后。是的，本来我是打算在洛索城内等你，但感受到夜幕森林出现了一股强大能量，就过来看看。马达尔看着周围千疮百孔的地面，又望向妮娜，微微点头。你的实力和受宠都很不错，就连我在你这个等级也无法杀死15级 BOSS 和这么多精英怪。这你也看得出来？惊讶于马达尔知晓自己杀死15级 BOSS 的同时，暗中松了口气。他没看出妮娜是诅咒装备，等你到了20级就明白了。现在你面对的这些都是小打小闹。贺北岩微微一愣，20级看来是玩家的一个转折点，自己距离这个等级已经很近了。马达尔紧接步入正题，
你把那些诅咒魔石给谁了？跟我详细说一下。贺北岩一五一十的将与红颜冒险队尊贵马车里的女人遭遇之事告诉他。听完后，马达尔纤眉紧蹙。红颜冒险队，他们遭到10几只精英怪集体针对，必须深入调查一番。很明显是冲马车里身份不明的女人来的。我这里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帮忙调查，如果你能完成的话，我会给予你意想不到的好处。触发任务：调查诅咒神教的阴谋。描述：诅咒神教似乎在夜幕森林最深处谋划着什么，马达尔不方便前去调查，希望你能前往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任务奖励：未知。任务失败，死亡，等级1。提示：该任务完成后可能会开启审判者协会与诅咒神教的相关主线。这是贺北岩第一次触发带有失败惩罚的任务，惩罚很严重，不仅会减少1条命，等级还会降低。但这个任务对他的诱惑非常大，并非是因为未知的任务奖励，而是审判者协会对诅咒神教的主线任务。每个势力的主线任务只会触发1次，奖励无比丰盛。后来的玩家想要触发的话，必须等前面的玩家任务失败，他才有可能接取到。身为诅咒者的贺北岩若能开启这条主线，其好处不言而喻，既能接触诅咒神教，又能与审判者协会产生联系。你可以拒绝。见贺北岩思考半天，马达尔默默道：我接受。拒绝？狗都不拒好吧。这种任务本就是可遇不可求，若在这里拒绝，以后不知道要后悔多久。见他接受，马达尔双眸一亮，我果然没有看错人，感谢你勇者。根据我所得知的情报，今晚深夜他们就会有所行动，我会在洛索城的审判分会中等你。说完，马达尔便走了。你接受了任务，调查诅咒神教的阴谋。3小时后，诅咒神教的人将会出现在夜幕森林最深处。此刻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还剩3个小时，朝夜幕森林深处走，有几个宝物可以拿，把它们都拿上吧。查看夜幕森林藏宝图，几个白色和蓝色宝物标记刚好顺路，凭他现在的实力可以轻松获得。金币足够强化1次，先把禁忌咒书强化了。强化诅咒装备的金币价格已经涨到了2万，未加强过的装备只剩下禁忌咒书和神敏之靴了。是否献祭2万金币强化禁忌咒书？已确认强化，正在强化中。强化完毕，请自行查看装备。强化后的禁忌咒书生命从100-120，攻击从20-30。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变化，但多了一个新的封印效果。封印效果被动，当血量归0时，原地满血复活并刷新所有技能，冷却3天，击杀55级 BOSS 0-30。这也太逆天了吧！贺北岩嘴角禁不住的抽搐。等自己干掉30只55级 BOSS， 就能1条命当2条命用，很多高风险高回报的事都能浪一浪了。不说了，沉迷打怪升级，勿扰。夜幕森林最深处，胖黑袍人正站在那里，紧盯前方的一个法师打扮的骷髅。那是一头25级的 BOSS， 也是夜幕森林中最强大的霸主。不多时，身前出现一个传送门，里面走出2个男人。二位，我们来了。说话的男人身材较为魁梧，手中拿着一柄巨斧，而他身旁有位个头矮小的阴郁男子。莱尔，待会儿就辛苦你了。胖黑袍人诺克对那阴郁男子道：没事，不过制作出控制沉沦巫师的魔石需要一定的时间，希望泰人夫能在此期间保护好我。他便是制作诅咒魔石的咒庄教徒莱尔。这次前来是根据胶中安排操控25级 BOSS 沉沦巫师，为以后埋下伏笔。不过在来之前，他的右眼皮一直在跳，总觉得会发生不好的事。有我在，谁都伤不到你。他身旁的泰人夫扛起巨斧，而且这次不光有我，还有神教中的其他教徒过来帮忙，让你能更稳妥地控制沉沦巫师，你就放心吧。莱尔默默点头，意念召唤出自己的诅咒装备，那是一个黑色旗帜。诅咒魔石便是通过他而制作出来，并且是直接在目标体内生成的。等人齐了就告诉我，我先做些准备。1个多小时后，贺北岩赶到这里。此刻他做了伪装，腰间什么装备都没挂，把自己打扮成赤后，脸上蒙着一块布。妮娜则变回了原形，塞进他的口袋。有这么多诅咒装备的持有者，他躲在远处隐身进行观察。10几位咒庄教徒站在那里，等级都在30级精英左右，但不能因为等级就小看他们。对于智慧生物来说，等级只能代表实力的一部分，不像怪物那么好对付，何况还有诅咒装备。这是他第一次与智慧生物博弈，绝对不能大意。难怪只是调查，要是剿灭他们的任务，我直接自杀算了。他自言自语着，忽然感受到几道视线。那边的斥候，你藏在那里很久了，是不是该出来跟我们打声招呼了？真以为隐身我们就发现不了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贺北岩心中大惊，自己竟然被发现了。第44章，你我在这里的恩怨就在这里了结吧。
这声音顿时吸引了所有咒庄教徒的注意力，齐齐望向贺北岩的藏身处。一瞬间，空气凝固了起来。贺北岩心中暗骂一句，解除隐身，淡定地走了出来。各位别担心，我是自己人。说着，就将神敏之靴的信息面板展现出来。这都是他提前准备好的，如果被发现，就装作是诅咒教徒，把神敏之靴的面板给他们看。这个装备是他最拉胯的装备了，既不会暴露武器，也不会被人怀疑。见到神敏之靴的面板，众人脸色缓和下来。自己人还躲什么？能抢你装备不成？我还以为审判协会的宰种来送人头了呢。老弟糊涂啊，这装备不强，诅咒代价还是过在累的。让你看看我的魅惑人皮 S 级诅咒装备，能激发所有异性对你的渴望，无条件将自己的宝物送给你。诅咒，失去兴趣，又开始了是吧？见面秀装备这个陋习什么时候能改？而且你那装备真没啥好秀的吧？陋习？这是我们诅咒神教不成文的高贵礼仪。反正装备都是绑死的，又不会被抢走，一生跟随自己的东西，为啥不秀？老弟，你等级这么低，咋也被派过来了？是来长见识的吗？应该是望风的吧。我们神教内斥候职业的教徒本就少，这次除了这个老弟外，也只有那边的一个了。贺北岩抬头望去，发现不远处的树梢之上坐着一个斥候，腰间挂着一个吹剑剑筒，竟然遇到了同类型装备的咒庄教徒。察觉到他的目光，对方朝贺北岩比了个手势，还以为来活了，没想到是自己人。你的隐身挺厉害的，下次不要再用了。这声音明显是刚才发现自己藏在不远处的家伙。贺北岩表面装作不在乎的点点头，暗自已经把他记在心里。敢嘲讽我，让你装上了是吧？哈维，不要欺负新面孔，教内的首条宗旨就是要和睦相处。有人替贺北岩打抱不平。就在这时，胖黑袍人诺克走了出来。人都到齐了，我知道各位心中都很疑惑怎么被派来这里，但为了不被外人得知计划，我们向来都是这么做的。现在就来告诉你们任务。这次的目标是操控住夜幕森林的25级 BOSS 沉沦巫师，并得到他所守护的宝物。所有咒庄教徒顿时议论纷纷。控制沉沦巫师？莱尔来了。沉沦巫师作为 BOSS， 个人作战能力和团战都很强势，拥有多种群攻和单体强力技能，输出很全面。诅咒神教终于要开始行动了吗？我好兴奋啊！贺北岩两耳微动，捕捉到了众人口中的关键信息。操控25级 BOSS， 那个莱尔就是诅咒魔石的制造者。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本人了。他向身旁的一人询问：老哥，我才加入神教不久，莱尔是谁？还请老哥赐教。说着悄咪咪地掏出1000金币塞到对方怀里。这1000金币他给的有些肉痛，但对方是咒庄教徒，自然要往多的给，免得看不上。对方看了看贺北岩，默不作声地把怀里的1袋金币塞进口袋，笑脸相迎，似乎十分愿意为萌新解惑。莱尔是神教中的新秀，拥有控兽骑装备，理论上可以操控任何等级的怪物，让怪物体内出现诅咒魔石。不过怪物等级越高，想操控它要付出的时间就越长，期间还要小心怪物暴走，这也是我们来的原因。不过跟老弟你这个把风的没啥关系。贺北岩微微心惊，这么厉害？那他控制一个强大 BOSS， 带着自己刷级，岂不是直接无敌了？哪有那么容易？强大 BOSS 的暴走很难压制，稍大的动静就会被审判者察觉，而且不光要好几天才能彻底控制，还有装备的诅咒啊。老哥环顾左右，小声解释道，他的装备诅咒是控制的怪物杀敌不提供经验值，因此他的等级不高，身边时刻有人保护。贺北岩瞪大眼睛，这诅咒有点狠了。辛苦控制的怪物只能当打手，没有经验值可言，导致自己的升级速度都变慢了。不过我猜测，要不了多久神教中就会有至强者出手帮忙，让他控制住一只强大 BOSS。 沉沦巫师只是开胃菜。你看那阴郁小子就是莱尔。顺着他的视线看去，诺克身边出现了2个男人。莱尔16级精英，泰仁夫25级青铜级精英，生命值 8W， 攻击力1060，物理防御310，法术防御260，青铜级精英。难道这就是马达尔说的20级后的变化？这种数值比15级 BOSS 还要强很多，差不多20级 BOSS 的层次。他不清楚青铜级精英的数值是怎么计算的，但比普通的25级精英强了太多倍。话说这莱尔等级这么低，我把他干掉了，是不是等于超额完成任务？贺北岩心中琢磨着。别看有泰仁夫保护他，他依旧有信心秒杀莱尔，然后逃之夭夭。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吧。随后众咒庄教徒做好准备，踏入了沉沦巫师的仇恨范围。贺北岩作为低级斥候，自然被安排到外围放风，站在树梢之上。嘲讽自己的斥候就在不远处，
贺北岩微微凝神，已经想好对付他的手段了。你我在夜幕森林结怨，那就在这里了结吧。贺北岩心中道，再派几个人把风，防止可能出现的审判者。尽管被太人夫保护着，莱尔还是觉得自己脊背发毛，浑身不自在，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一样。你今天怎么回事？平时也没见你这么多虑。太人夫吐槽一句，但还是吩咐了2名教徒去了外围，再派人出去把风，帮你压制沉沦巫师的战力就不够了，除非你想让我出手。莱尔瞥了他一眼，说的就跟你打得过他似的。就这样吧，我要开始了。随后取出旗帜，浓郁的黑色气息覆盖在上面，最终形成一团黑雾，缓缓靠近沉沦巫师，将其笼罩。贪婪的人类，竟想控制身为大法师的我，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沉沦巫师嘶吼着，默念咒语，高举法杖，地面开始剧烈震动，似乎要钻出什么东西。你还是老实歇着吧。某教徒手中有一个圆环微微发亮，随后迸射出一团光芒，击中沉沦巫师，地面顿时回归平静，沉沦巫师也仿佛睡着般定在那里一动不动。强控类诅咒装备，树梢上的贺北岩眉头一挑，若是自己有类似装备，那该多好。第45章，抓住哈维。大约过了4-5秒钟，沉沦巫师从沉睡中苏醒，法杖之上凝聚出一个幽蓝大火球。给我半小时时间，别让他踏出黑雾范围。莱尔呼喊着，幽蓝火球也朝他袭来。盾之领域，砰！只见一道黄色屏障凭空升起，将莱尔和太人夫包裹进去。火球击打在上面产生剧烈晃动，但完全抵挡了下来。这 BOSS 输出有点恐怖，还能挡1次攻击，你们注意点。释放盾之领域的教徒提醒着，在他脖子上有一个项链在散发诅咒气息，能释放护盾的诅咒装备，还是饰品类型的。贺北岩悄悄观察，诅咒装备果然多种多样。这群本身实力只有30级精英的咒装教徒，却都有能力与沉沦巫师单独过上几招，但也止步于此了。真是单独对上沉沦巫师，撑不了多久。随后，沉沦巫师又释放了几次攻击，但总能被他们化解。想离开黑雾范围，也总会被莫名其妙的方式给击退或困住出不来。按照这种节奏，半小时后还真有可能控制住他。不过贺北岩没有看出他们释放诅咒装备能力的代价，或许这些人已经习惯了，不会轻易将代价表现出来。喂小子，你在看哪里呢？这时，斥候哈维出现在他身前，冷冷地盯着他。你是把风的，不是来看戏的。你管我？贺北岩直接往战场附近遁去。无知者无畏，还敢往沉沦巫师的战场方向去？像你这种垃圾，我能打10个。哈维毫不留情地进行嘲讽。是吗？贺北岩停下了脚步，希望你可以一直这么自信。既然他这么快想死，自己便成全他。不过，并非在这里直接动手，那样太过愚蠢。他看了一眼正全力使用控兽旗的莱尔，是时候该动手了。大约20多分钟后，所有咒装教徒的装备都使用1轮了，有些人甚至使用了多次，脸色都有些发白，显然是受到了诅咒影响。莱尔额头也布满汗水，身前的盾之领域早已消失。快了，还差一点。在使用控兽旗时，那种被什么东西盯上的感觉始终没有消失。自己的第6感一向很准，曾帮他度过多次危险，可一直什么都没发生，又让他心神不宁。再坚持3分钟，控制了沉沦巫师，我就直接回到神教之中，近期都不再出来。莱尔承认自己是怕死之人，神教中曾有位强者告诉他，他的存在能让诅咒神教彻底碾压审判协会，走上真正的世界巅峰。但在这之前，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性命，这是其他教徒都不知道的。为了保护他，还专门配了一位青铜级精英的保镖，全天守护。想一想，自己能助强大的诅咒神教走上世界之巅，那时他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财权名利色，要什么有什么，所以他必须保护好自己的性命，任何有危险的事都不去做，安心提升实力，逐步操控强大 BOSS 即可。莱尔，能不能赶紧？ BOSS 攻击频率越来越猛了，再使用咒装我们就要承受不住诅咒了。一些诅咒教徒叫着，许多装备的诅咒并非像莱尔一样不痛不痒，越强的装备诅咒代价就越大，譬如使用掉血、属性衰减等等都有，每一次使用都会受到很大损失。虽然回到神教会根据贡献进行一定弥补，但使用次数多了就很难补回来了。2分钟，最后2分钟，莱尔比他们还急。然而就在这时，3道极其细小的荧光猛然乍现，直奔莱尔眉心。是谁在我面前放肆？太人符反应极快，立刻抽出巨符挡在莱尔身前。叮叮叮，吹剑被挡下，掉落在了地上。见此，莱尔终于松了口气，敌人现身对自己动手，反而让他心里踏实了点。果然相信自己的第6感是正确的。
成功操控沉沦巫师，马上溜之大吉。可紧接着，一股更强大的危机感从心底升起，这种感觉之强烈，甚至让他想放弃对沉沦巫师的操控，转身就投。可他这次选择相信身边的太人夫，没关系，有太人夫在，我不会有事。太人夫皱着粗眉，根据吹箭射出的方位寻找凶手，却只看到了斥候哈维，心中正在疑惑，完全没注意到脚边的3根吹箭突然又立了起来。咻咻咻！负3485，负1000，负3485，负1000，负3485，负1000。3道寒光顿时洞穿了莱尔的身躯，上万的恐怖伤害根本不是他这个16级精英能抵挡的，身子瞬间被开了3个大洞，无力的朝太人夫的后背倒去。莱尔，你继续控制沉沦巫师，我会保护。太人夫以为他是害怕，躲在了自己身后，直到看见自己脚下的鲜血，转身发现莱尔死不瞑目的瞪着自己，躺在了地面上。莱尔死了！众教徒瞬间察觉，满脸难以置信。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上一秒还生龙活虎的莱尔，下一秒当场暴毙了。该死，黑雾不见了！沉沦巫师操控失败，他要彻底暴走了。我日特吗？是谁干的？把我们全都坑了！别说了，先想办法击败沉沦巫师，不然我们都完了。我记你妈，老子快承受不住诅咒了，溜了！怎么回事？诺克察觉到战场的骚动赶来，紧接就看到了鲜血直流的莱尔。这是谁干的？他两眼欲裂，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幕。莱尔死了！一股无名火从心中迸发。他可是教内的新秀之一，未来有望成为高层，带领诅咒神教与审判者协会对抗。竟然死在了自己面前，这个责任他可承担不起。太人夫牙齿咬得咔咔作响，抓住哈维，我来对付沉沦巫师。尽管不确定是不是他干的，但吹箭的攻击方向只有他存在，是最大的嫌疑人。所有教徒顿时恍然大悟，转身攻向把风的哈维。哈维，我日你奶奶！早就看你不顺眼了，现在连同伴都杀，杀了莱尔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是不是审判协会派来的卧底？害老子承受那么大的诅咒代价，最后功亏一篑，你怎么配？把风的哈维看到众人怒吼朝自己攻来，一脸懵逼。自己一直在专心把风，听到有人喊莱尔死了才转过身来，他也很困惑是谁干的。面对众多教徒的攻击，他只能连忙躲闪。哈维，看看你做了什么好事！诺克也无比愤怒，手中出现一个小城堡，对他一指。瞬间，躲避众人攻击的哈维神魂受到巨大压迫，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众多攻击纷纷落在他身上，到处挂彩。不是我！他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第46章，一定要相信我，是新人斥候干的，不是你为何太人夫要抓你，难不成还是他杀的？面对质问，哈维说不出话来。可问题是，真不是他干的呀！自己虽然喜欢刁难新人，但没蠢到敢杀害神教新秀啊！就算真是自己干的，也不可能不跑等着被抓吧？可是现在他没法解释，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大家都被怒火冲昏了头脑。紧接着，他忽然想到了什么，那个新人，那个低级斥候，他在把风时离开，进入了战场附近，一定是他干的。哈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拼命的把锅甩给贺北岩。虽然他甩对了，可其他人会信吗？可去你的吧！哈维，我见过沙比，没见过你这么沙比的。这种时候还想让新人帮你背锅？收了贺北岩1000金币的老大哥率先表达不满，人家等级还没莱尔高，能秒杀他。况且他的诅咒装备是鞋类，没有任何隐藏的，将装备属性展现在我们面前，大家都看得到。而杀害莱尔的凶器是吹剑，大家都很清楚，只有你的诅咒装备是吹剑类型。还有看看那边新人有没有再好好的把风，为了甩锅你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老大哥十分气愤的伸手指向远处的树梢，他从来没觉得自己如此正义过。什么？吹剑是凶器？哈维彻底慌了，这下他怎么也洗不清了。转头望去，发现在不远处的树梢上，新人正一脸愤怒与震惊地看着自己，似乎也没想到他是凶手。但他从贺北岩的眼神中察觉到了刹那间的玩味，接着想起他之前说的话，希望你能一直这么自信。各位，请你们相信我，一定要相信我，真的不是我干的。大家想想，若真是我干的，为什么还不跑？我们一起抓住那个低级斥候，我可以保证没有外人到来，凶手一定就在我们几个把风的人当中。他拼命地进行解释，试图让众人相信自己，可他越这样就越让人觉得在掩饰。是啊，凶手不就是把风的你吗？我受不了了，死鸭子嘴硬，临死前还想拉新人来垫背。真没想到哈维你竟是这种没底线的人，为何不跑？我替你解释，很简单，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你以为说了这句话就能洗清嫌疑了？诺克直视，杀了他吧！众教徒纷纷提议，把他带回神教，我快撑不住了。泰人夫的声音突然传来，他的实力还不是25级 BOSS 的对手，所有控制技能都教了一遍，战力已经到了临界点，再打下去，他很可能就凉了。其他人自行分散离去，在神教中集合，注意别引起他人注意。我会和泰人夫带着莱尔的尸体与哈维，让神教亲自处置他。虽然诺克可以用掌中城堡镇压沉沦巫师，但压制不了多久，诅咒还很大，这个时间内也无法将他击杀。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最后的1-2分钟内，莱尔会被人杀害，他和泰人夫都将会面临惩罚。那个宝物只能过段时间再来获取了。不甘地望了一眼沉沦巫师，众教徒四散而去。有些教徒在走之前还冲哈维身上吐口水。新人斥候，让那个新人斥候跟我们一起走。哈维从未受过如此大的侮辱，可他只能忍。见贺北岩转身也要走，连忙出声喊道：他断定莱尔的死一定跟他脱不了关系。新人，虽然我也觉得不是你，但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去接受调查吧。哦。贺北岩转过身来，随意地摸了摸腰间，但我不去。风雷毒株，神明！12颗风雷毒株果断全部朝诺克丢了出去。趁泰人夫还没从沉沦巫师身边脱身，开启神命就直接跑，这是他逃走的最好时机。击杀莱尔后，他就收到了超额完成任务的提示消息，奖励变得更加巨大，回到洛索城就能找马达尔领奖了。轰轰轰轰轰！负3485，负3485，负3485！触发中毒效果，每秒700生命值，持续5秒。触发流血效果，每秒700生命值，持续5秒。击杀咒庄教徒哈维，经验值加1500，声望加50。没触发麻痹，真是欧的时候一直欧，飞的时候也难受得很。这么关键的时刻，12颗风雷毒株1颗都没触发麻痹效果，竟然是你！屡次阻碍我们神教行动的家伙。见到这种熟悉的攻击方式，正是之前在菱形水晶中看到阻碍他们2次行动的蝼蚁人类。感受到这高额的伤害输出，也不用调查了，一定是他杀了莱尔。没想到竟然有诅咒装备，杀害神教新秀之一，你必死无疑。提示：你杀害神教新秀莱尔的事被发现，诅咒神教与你的关系上升为仇恨，诺克将会全力追杀你。提示：你杀害神教新秀莱尔的事若上报给审判协会，可以寻求帮助。审判协会与你的关系上升为友好。你认识我？那正好，我替你杀了哈维这个凶手，不谢啊。贺北岩回头搞人心态，你跑不掉。镇压，再次使用掌中城堡，诺克面容有些扭曲，承受着极大的诅咒代价。提示：受到精神攻击镇压，触发被动技能诅咒之念，以自动免疫，并可使用1次该技能。镇压，强制镇压对方灵魂至少10秒，无法攻击、防御。自己从未触发过的被动，在这时派上了用场。怎么没事？诺克怔住了，自己明明使用了诅咒装备，可贺北岩竟还能奔跑。我来抓住他！此刻泰人夫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连忙加速想要脱离沉沦巫师的攻击范围，双腿猛蹬向贺北岩奔去。哈哈，还你们一份大礼！镇压！正全力冲刺的泰人夫突然感到神魂震颤，令他无法喘息，身躯顿时不受控制地栽倒在地面，摔了个狗啃泥。紧接就是沉沦巫师的一串连招，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攻击。贪婪的人类，去死吧！削弱领域，毁灭陨星，火海！不！无数技能攻击纷纷落在泰人夫身上，10秒的超久控制让他毫无防备地受到100%伤害。辅助击杀25级青铜级精英，获得8000经验值，声望值加1000，只是凭证击杀证明，获得称号战绩辉煌的神奇勇士。效果：获得神奇小宝箱，必出1件 A 级或以上物品。开启幸运值，幸运值加5。不可能，你竟然能镇压泰人夫！泰人夫当场死亡，令诺克心神大骇。对方没有被镇压不说，还反过来使用了自己的装备技能镇压了泰人夫，释放的是那么轻松，那么随意，完全看不到任何诅咒代价的影子。这彻底超乎他的认知。你到底是什么人？哪怕是审判协会当中都没有过这等变态的存在。第47章女神灵药。我是什么人？是你惹不起的人。贺北岩心中大喜，本是只想拖住泰人夫，没想到沉沦巫师一套技能直接把他带走了，属实是额外收获。看来在同级之下，青铜级的精英距离25级 BOSS 差得很远，拜拜了您嘞。不过贺北岩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朝洛索城方向跑去。
他不相信身为执事的诺克没有后手，趁他没摸清自己底细有所防备，赶紧溜之大吉。事实也正如他所想，你杀害我们的执事和星宿，不论用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把你留下。诺克浑身都在发抖，掏出2个卷轴，直接使用灵魂刺痛、冰霜之矛，一个精神攻击，一个法术攻击席卷而去。贺北岩从中感受到恐怖的能量，果断召唤妮娜，瞬间变为巨龙，朝身后吐出龙息，骑在他背上，然后加速飞走。负0，负5675。受到精神攻击，触发诅咒之念效果自动免疫，并可使用1次灵魂刺痛。灵魂刺痛对目标造成3000加法术强度 X 120%的伤害。冰霜之矛受到妮娜的龙息影响，伤害减少了一部分，但依旧把贺北岩3600加的生命护盾全部打掉，还掉了2000多点生命值，生命值只剩下几百点，血条瞬间跌入 10% 以内。若非有妮娜的龙息，这个法术攻击足以要了他的命。竟然还没死，诺克无法想象这个弱小蝼蚁究竟有多强大。他最强的2个法术卷轴都用了出来，还没有将他杀死，可这也是他最后的攻击机会了。巨龙的飞行速度很快，转眼间就只剩下1个黑点，超出了他所有攻击的范围。无计可施之下，他气急反笑，笑得无比疯狂，看着地上的3具尸体，还有没了仇恨、缓慢回血的沉沦巫师，久久说不出话来。原本只是莱尔死去，泰人夫还能和自己一起承担责任，现在连泰人夫也死了，可想而知，当诅咒神教知道后，自己会面临怎样的残酷惩罚。这法术攻击可真疼。贺北岩往嘴里灌了瓶大红药，把血量重新拉满。对付这些诅咒神教的敌人，对自己来说还是有点太早了。还好诺克用了一个精神攻击，不然我必死无疑。杀了诅咒神教的人，他没一点心理负担。要是不杀他们，现在死的就是自己了。虽然贺北岩是诅咒者，但他不知道这个身份对诅咒神教意味着什么。自己实力还弱，暴露后万一对自己不利呢？毕竟敢于佩戴诅咒装备的人，大多是想获得至强的力量。默人希望自己头上还有个大克星，能毫无代价佩戴无数个诅咒装备的存在。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能够夺取他人职业的物品或诅咒装备存在，这些事只能等以后再去慢慢了解。话说这个诺克好像认出了我的攻击方式，但我在这之前没见过他，自己也专门做了伪装，没有露出面容，但他好像知道是自己阻碍了诅咒神教的行动。莫非是我先前击杀含有魔石的精英怪？他可以远程监视观看，说不定还真有这种诅咒装备。不过也无所谓，反正他们在夜幕森林的计划已经被自己破坏，持有者死亡，诅咒装备也会自动毁灭，永久消失在世界上。接下来可以安心在城里发育一段时间。差不多新手村的1线玩家也该来洛索城了，可以收拾他们了。拿出神奇宝箱，这是一个镶有彩色宝石的箱子，至少能开出1件 A 级物品，相当于保底。现在我幸运值也开启了，5点幸运值不知道有多大用处，希望能开出点好东西。你开启了神奇宝箱，获得金币1万，职业专属技能书 X1， 生命灵药 X1， 生命灵药 S 级物品，体质加200，生命恢复加300分号 S。 描述：据说是由生命女神随手制作的灵药 S 级物品。贺北岩头皮都在发麻，除了诅咒胚胎外，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其他 S 级物品。200体质就是2000点生命值，还有每秒 3% 的生命恢复，我真要成血牛战士了。拿出生命灵药，它被装进一个十分精致的瓶子里，散发着淡淡幽香。生命女神随手制作的灵药就有 S 级品质，认真起来会有多恐怖？这药效对他来说可是极大提升。200点体质，他的物理防御、法术防御力也会增加200点，同时生命护盾会多出3000点护盾值，还有妮娜的生命与双防也会跟着提高。每秒生命恢复正 3%， 也能在自己受伤时利用吹剑和风雷毒株拉开距离，来远攻进行回血。贺北岩直接拧开瓶塞，将生命灵药喝下。还有击杀格鲁树人获得的生命灵泉，也能为他带来15点额外体质。你增加了215点体质，生命恢复加300分号 S。 玩家贺北岩，等级15 19350270000，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 7%， 生命值4300加301，生命护盾生命值 X1.5 6901，法力值200加14，物理攻击1632加114，魔法攻击1486加104，物理防御491加34，魔法防御491加34，生命恢复加3S 147，幸运值
5装备：死亡战刀、斥候神吹剑7件。要是有玩家看到贺北岩的属性，绝对会气急败坏的反复叫出挂壁这2个字。除了法力值外，任何属性都不是正常15级玩家能达到的，这得升多少级才能把属性加到这种程度？贺北岩自己也算不过来了，但他知道自己已经遥遥领先全世界的玩家，恐怕25级的传说级 tank 职业加上装备都没有他这种属性。我这个血量和防御，格鲁树人的攻击也打不掉多少血了。近7000的生命护盾，15级 BOSS 格鲁树人的攻击打不到他400点伤害，破盾不知要猴年马月了。对了，还有职业技能书，除了生命灵药外，贺北岩还获得了一个职业技能书，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技能。手掌触碰技能书，默默将其激活，获得职业技能咒者不死。咒者不死，诅咒者专属被动效果，自动触发，当血量降低到1点时，强制锁血，进入5秒无敌状态，冷却3天。描述：诅咒者的续命之术。我敲！看着新技能的效果，贺北岩禁不住咂舌，等于以后遇到再强的敌人，想要秒杀他都做不到了，最快也得5秒之后。而贺北岩也有了5秒的绝对输出时间，这下不用担心会被人秒杀了。神启世界最强大的势力之一，诅咒神教。诺克低着头跪在空旷的教堂大殿之内，身旁还有3具尸体，其中2具被打得快不成人样了，若非衣着还有辨识度，估计亲妈来的都很难认识。大殿之上，几位衣着不凡的红袍人正查看菱形水晶，观看贺北岩3次阻碍他们行动的场景。除此之外，还有10几位年轻男女站在殿堂边缘，同样注视着这一幕。废物，你简直就是一个废物！看完后，一位红袍人声音发抖，气得冲下殿台猛扇诺克几巴掌。区15级御兽使，让他接连杀害3名教徒，其中一个是新秀，另一个更是和你一样的执事。他拽起诺克的衣领，将他的身体提了起来，几乎是脸对脸冲他咆哮。你可知莱尔对诅咒神教意味着什么？一张可塑性极强的底牌，但他现在死了。诺克绷着嘴，面容低沉，不敢与对方目光接触。我一定会杀了他，将他杀死后，我也会自尽向莱尔和泰人夫赔罪。想起那御兽使，诺克眼神中就流露出无尽的痛恨与怒火。第48章，马达尔震惊。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还想找他报仇？镇压对他无效，最强的2个法术卷轴用完都没把他杀死，你还有什么底牌？废物！红袍人重重把他扔在地上。诺克面色难看，却说不出话来。他确实没有能瞬间杀死贺北岩的底牌了。活了这么久，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15级的御兽使带来这么大的挫败感。红袍人不愿再理他，指着菱形水晶映射出的画面，对站在边缘的那些年轻男女道：认清这张脸。他和兽宠都会伪装变身，但攻击方式改变不了，拥有3种攻击装备，起码5、6个装备栏，说不定哪天就会碰到。你们都是诅咒神教的新秀，是未来对抗审判协会的关键，我不希望莱尔的事再次发生。说完，他拖拽着双目带有绝望与仇恨的诺克就打算离去。主教，给他个机会吧。这时，一个白色头发的眼镜正太走了出来。我对这个御兽使挺感兴趣，刚好需要人带路。伊凡，你打算去对付他？红袍主教停下了脚步，似乎是在思索。原本他是打算处理完诺克亲自去的，但若是伊凡的话，也能100%将对方杀死。对方手段繁多，还能对他起到锻炼作用。伊凡微微点头，在神教待着，反正也没什么意思。这些单纯为了力量而使用诅咒装备的新秀，根本不配与我为伍，没有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存在。言语中无不透露着自信。白毛小子，找死是吧？敢不敢跟我过2招？乳臭未干的小鬼！这种高高在上的模样令所有新秀很不满。但红袍主教知道，伊凡确实有这个资本，哪怕是莱尔，都只相当于他一根小拇指。好，那就先饶他一条狗命，给你带路，以防万一，我再给你几样物品。获得经验值加20，野猪人之血加2，自由属性点加1。获得经验值加20，野猪人之血加1。获得经验值加20，野猪人骨髓加1。在回洛索城的路上，贺北岩沿途又击杀了不少野猪人，获得许多强力药剂的材料，差不多够制作1000份药剂了吧。贺北岩查看自己的背包，野猪人之血拥有3000多滴，一个格子同种材料至多存放999，足足占据了4个。野猪人骨髓也有1000多份了。每个玩家的初始被包格只有100，除了这些还有技能书和属性较好的装备，这些东西超越当前版本的玩家只能先留着，格子早就顶满了。这还是他很多东西没捡的情况，背包是真塞不下了。100个格子要1万金币，我太缺钱了。
现在贺北岩还有不到2万金币，他还想强化神敏之靴，但下一次献祭金额高达 2.2W， 这钱属实是不够花。等我制作出强力药剂就不用担心了，这些药剂一经上架绝对会引起轰动。基本上所有一线玩家都开始组团攻略新手村副本，打败 BOSS 后便能来到城镇。强力药剂增加 10% 力量，第一次用还能额外获得5力量，对他们攻略副本的帮助很大。回到洛索城，已经深夜。贺北岩先来到了审判分会，大门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庄严的持剑骑士雕像，无人把守。推门走入其中，里面有个巨大的神圣雕像，张开双臂俯视众生，看样貌是位女子，但贺北岩不认识。马达尔站在雕像下，勇士调查的怎么样了？我击杀了制造诅咒魔石的教徒星宿莱尔以及他的守护者泰人夫。贺北岩直入主题，将执事凭证拿了出来。什么？你是怎么做到的？马达尔难得一见的露出惊骇之色，执事凭证骗不了人。随后贺北岩把诅咒神教的计划以及所有遭遇告知给他，马达尔越听越震撼。勇士，你做到了很多审判者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事，我要给你最为丰厚的奖励。第49章，花钱帮买装备的 NPC， 获得 A 级装备光明圣剑，获得神圣果实小，获得 5W 金币，开启审判协会与诅咒神教的相关任务，后续任务将在特定时间自动触发。连续的提示消息出现在他的面板上，不过背包已经满了，只能把装备和果实塞进了萌哒哒的妮娜体内。马达尔紧接面色一正，勇士，我以审判协会的名义郑重向你发出邀请，希望你能加入我们。我可以保证，在你达到30级时，将会直接成为协会中的审判骑士，拥有一定的权力与地位。提示：审判骑士马达尔希望你能加入审判协会。加入审判协会后，你将成为审判者，并获得预备审判骑士的称号。审判骑士通常为40级以上审判者才能获得的职位，可拥有10位审判者为部下，其地位等同于王国男爵贵族，在王国及以下地方行动拥有许多便利。提示：若您同意加入，将会签订神启契约，永久效忠审判协会，不可违背。注意，你将走上一条与大多数玩家不同的神启之路。贺北岩微微一愣，自己的强大实力已经足以让 NPC 主动邀请自己加入对方阵营了，这恐怕就是最大的奖励了。可想而知，未来会有多少玩家加入不同阵营，踏上一条只属于自己的道路。不过贺北岩不打算加入审判协会，原因很简单，签订神启契约将永久效忠审判协会，一旦违背就会受到严峻惩罚。在他看来，审判协会这个庙太小了，哪怕是诅咒神教都不配让自己加入，所以这些任何玩家见了都会蠢蠢欲动的职位，贺北岩依旧心无波澜。感谢马达尔骑士您的邀请，但很抱歉，现在我没有加入任何势力的想法。贺北岩微微躬身以表歉意。是这些还不够吗？马达尔十分人性化的继续劝说，勇士你的潜力很大，上限或许并不止于审判骑士，而是更高的职位，这些只是我为你前期提供的便利。很抱歉。贺北岩当然知道自己的潜力，连审判协会的老大他未来都有信心干翻，只是他不希望自己被束缚。那好吧。马达尔遗憾地叹了口气，你杀了诅咒神教2位关键人物，会遭到他们的报复，这东西你收好。你获得了审判骑士马达尔召唤符，当你遇到来自诅咒神教的危险，就激活这个符力，我会瞬间传送至你身边，护你性命。最好是最近先待在洛索城里，你击杀了莱尔，间接也让我完成了一项调查，最近我都会在洛索城。审判协会并非反派势力，哪怕贺北岩拒绝加入协会，也会尽全力保护他。同时贺北岩还收到了马达尔的好友请求，同意之后查看他的等级。马达尔审判骑士52级，青铜精英。乖乖，贺北岩暗中感叹，谁能想到一个52级的青铜精英 NPC 曾亲自到新手村去调查过，难怪自己接连撞上诅咒神教的任务，但都无法深入核心，这压根就是玩家中期才能接触到的东西吧。马达尔骑士，我不加入审判协会，能否给点别的奖励，譬如一个工会领地？既然这家伙这么强，再要点东西也会给吧？不能，审判协会无法给任何人封地，只有王国和帝国才有这种能力。行。捞不到其他油水，贺北岩便回到自己的旅馆。主人，给你果实。妮娜十分乖巧的双手捧着神圣果实，踮起脚尖送到他跟前。接过果实，贺北岩摸了摸他的头。神圣果实小，增加30点自由属性，光明系生物亲和度正 100%， 黑暗系伤害抗性正 50%， 每次攻击附带500点光明伤害，黑暗系生物翻倍。描述：审判协会极具价值的奖励物品。果实的效果非常不错，30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力量吧。
先前的生命灵药把血量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现阶段没必要再加体质了。吃下后，妮娜又掏出光明圣剑。光明圣剑 A 级，攻击力加330，生命加480，物理、法术防御加80。效果：每次攻击会对直线15米内释放光明剑气，附带穿透效果。光明剑气造成攻击力或法术 X 115%伤害，每命中一名敌人削弱5%伤害。装备条件：光明系职业。这把剑给我就是块废铁。贺北岩额头冒出黑线。属性效果都不错，可惜他装备不了，直接上架吧。10万金币，爱买不买。贺北岩将价格设置的跟格林机枪一样。光明圣剑没有等级限制，只要是光明系职业都能用，拿到后前期直接起飞。不过10万金币现在应该没人能凑齐吧，恐怕还得挂2天。随后看了下综合排行榜，全世界已经有许多玩家升到9级和10级，那些技能书和装备也可以上架了。技能书一个2000金币，装备就1501件吧。将其全部上架后，背包瞬间腾出不少格子。贺北岩紧接把如小山般的强力药剂材料拿了出来，他看着都头痛，实在太多了。3更半夜了，做些强力药剂就休息吧，肯定是做不完1000份了。这贺北岩突然上架了好多东西，装备和技能书都有，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索西正在前往洛索城的路上，眉头紧锁。当他看到贺北岩短短几小时飞跃到15级时，就开始后悔自己在神器论坛发帖了。现在贺北岩又上架了大批属性较好的1级装备、技能书，更离谱的是还有一把 A 级光属性圣剑，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秒杀对方了。讲老实话，有点想放弃了。可开弓没有回头箭，自己狠话都放出去了，基本全世界玩家都知道，等着自己把武器属性分享在世界频道呢。打不过也要硬着头皮打，不然自己以后还怎么跟其他人组队？我不能给自己施加心理压力。贺北岩这些物品都是依赖强力输出武器得到的，他的防御一定很弱，这是全世界玩家共同做出的推断。而我职业特殊，能轻易靠近他，一旦被我近身，他便必死无疑。成神线索，强力武器我全都要拿到手。索西抚摸自己的黝黑匕首，对自己充满信心。某野外副本中，工会精英快买那些技能书和装备，现在正是我们与 BOSS 拼谁先倒下的时候，这些东西能起决定性作用，别嫌他们贵。龙国玄狐工会会长突然在工会频道中大喊，此刻他正带人打着 BOSS， 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这属性让我的走位变得更加灵活了，攻击也增长了点，竟然还有控制类技能书。符合学习条件的兄弟们轮流释放技能，控 BOSS 0.几秒是几秒，爽，太爽了！贺神简直是雪中送炭，不然我们会死更多人。胡爷，你说的太及时了。穿戴装备和学习技能后，局势稍微偏向了他们一点。会长胡爷心中大喜，全体成员听令，以后派人轮流蹲点交易市场，贺北岩上架的东西我们能吃多少算多少。这个时间点能创建工会的，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存在？大件吃不下，小件儿还买不起了。但抱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人。6667号新手村终于转职成功了，这个职业任务可真难。某个15、16的姑娘从某处走了出来，身上不由自主地散发出神圣气息。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位衣着不凡的胡须大叔。你太慢了，我们比其他人少了2天的升级时间。另一位比他个头稍高的紫衣姑娘吐槽着，紧接发现对方身后的大叔，这是谁？姐姐别担心，他是 NPC， 说是想帮我买些好装备，你知不知道去哪里买？帮你买装备。紫衣姑娘诧异的看了胡须大叔一眼，自己妹妹才刚转完职，怎么会有 NPC 主动过来帮买装备？随后将交易市场的一件装备分享给他 A 级光明圣剑，看看你合不合适。好强的属性和效果，我刚好符合装备条件，就是价格好贵啊。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将价格告诉了胡须大叔。谁知对方想都没想，手指一滑， NPC 雷德，泰兰为你支付10W 金币，你获得了 A 级装备光明圣剑。紫衣姐姐心如雷击，竟然真的给自己妹妹买了。月薇，你这是转职成了什么职业？柳月薇一脸嫌弃，似乎很不愿意说。狂暴圣女，好难听的。第50章，神起总能给贺神带来惊喜，在神起休息比现实还要舒服啊。贺北岩从睡梦中醒来，短短几小时的睡眠，却觉得精神抖擞。主人，你醒了。妮娜一个飞扑来到他怀里。作为装备，妮娜不需要睡眠，一直在床边守护着他。看看东西卖的怎么样了。捏了捏妮娜的小脸蛋，贺北岩打开交易市场。你上架的光明圣剑已售出，1级装备已售出，1级技能书已售出，扣除手续费
共计获得 18.6W 金币。上架的物品基本全都卖光了，竟然有人掏得出10万金币，这垄断金币的能力也太强了吧！虽说数十亿玩家的杀怪速度不容小觑，但是等级低，爆不出多少金币，加上全世界有多少有钱人都在收集金币，原本预计最快也得是今天才能凑齐。反正对我没坏处，现在就差个零机枪没卖出去了。紧接着提示，你所上架的 A 级成长武器格林机枪已售出，扣除手续费获得 9.5W 金币。刚说完，金斯妮的专属武器就卖了出去。挺给我长脸啊！贺北岩笑了，手续费虽然很坑，但自己绝对血赚，本身就是白嫖到的 A 级成长武器，怎样都不亏。可惜不知道买家是谁。看了眼金币，34万枚，这金币数多好看。随后贺北岩看向某个角落，放满了药剂材料。凌晨我只制作了100个，今天把剩下的900个做完，再做些准备，就可以激活遗迹石了。20级是一个分水岭，但1级遗迹副本是10至30级玩家都可以进入的50人团队副本。贺北岩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开搞药剂。强力药剂的制作非常简单，野猪人骨髓摆放在桌面，3滴血液滴在骨髓便会自动变成一瓶橙色药剂，只需注意别手抖，滴在别的地方就是了。很不科学，但情况就是这样。你使用材料制作出一瓶 B 级强力药剂，你使用材料制作出一瓶 B 级强力药剂，你使用材料制作出一瓶 B 级强力药剂。当制作到一定数量时，可获得生活职业 B 级药剂师，并获得神秘加成。制作数量1031,000。1小时后，你使用材料制作出一瓶 B 级强力药剂，你使用材料制作出一瓶 B 级强力药剂。制作数量已达成，你成为了 B 级药剂师。B 级药剂师，你可以在药剂导师那里学会 B 级及以下的所有药剂制作方法。开启专注力，技能释放速度正 20%。嚯，这专注力效果倒是不错。贺北岩只有装备和职业技能，但有些装备技能释放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譬如隐身，使用后有 0.5 秒的逐渐隐身时间，并不是瞬间完全隐身。同样神敏也有 0. 几秒的前摇，看似时间短暂，但对真正的高手而言，那就是制胜的关键。施法速度提升看似不多，随着我装备技能的增多，会逐渐显示出它的优势。况且等我成为 A 级药剂师甚至 SSS 级药剂师，施法速度肯定还会有所增加。总的来说，贺北岩相当满意。药剂师这个生活职业更偏向于法师，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法师玩家中的热门，但对诅咒者这个万金油同样适用。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能学习的生活职业，应该同样能得到额外加成。贺北岩拥有洞察力，可以通过观看获取生活职业，他才不会大费周章的去做生活职业任务，耽误自己的升级进程。去生活街转一转吧，把洛索城所有生活职业全部搞到手。来到洛索城后，他还没仔细逛过，趁着机会正好看看城里都有什么东西。贺北岩拉着妮娜的小手走在街上，他完全没有伪装自己。静候玩家出现来收割自己，他现在的实力对世界玩家可是降维打击。在洛索城内，若有人主动攻击自己，是可以进行自保反击的，哪怕杀了对方都行，不像新手村有新手保护。当然，如果你是被欺负的那一方，又打不过对手，洛索城的护卫队还是会出面的。只是现在时间还早，估计要晚会儿才有人到洛索城。除去药剂店，还有5个生活职业店铺，全部学会后对我会有多大的提升？贺北岩观察下来，心中很是期待。首先走进铁匠铺，这里有几位铁匠在打铁锻造装备。勇士，你是来买装备的吗？我来看看。贺北岩扫视店内装备，都是些E到D级装备，不过有几件 D 级装备的属性非常不错，接近 C 级了。随后他便观察 NPC 铁匠锻造装备，开始偷学。铁匠手中拿着装备锤，不停地敲打未成型装备，每敲打几下便放在火炉之中，将其加热，然后再拿出来敲打。你正在观察别人锻造装备，但完全看不懂，洞察力提高。你正在观察别人锻造装备，但完全看不懂，洞察力提高。你正在观察别人锻造装备，已经有所领悟，洞察力提高。你通过观察习得锻造本领，获得 C 级锻造师职业，洞察力提高。C 级锻造师可瞬间分解 C 级及以下的材料，变为锻造装备的素材。你已完全领悟 C 级及以下装备的锻造知识。将近1个小时，贺北岩成功成为 C 级锻造师。明明只是观察，却逐渐对铁匠每次的敲打力度、火候的掌控开始了解，深深印在脑子里，如同无师自通一般。如果现在有足够的材料，他甚至有信心打造出一件 C 级装备。继续观察铁匠锻造装备，贺北岩发现洞察力还能提升。你正在观察别人锻造装备，看出了对方的锻造缺点，洞察力提高。
你看出对方的锻造缺点，并找到弥补之法，成功晋升为 B 级锻造师。B 级锻造师可瞬间分解 B 级及以下的材料，变为锻造装备的素材。当前生命值永久提升 10%， 一次性效果。我去！贺北岩禁不住叫出声来，这洞察力也太逆天了！他才刚成为 C 级锻造师没半分钟，现在直接变成了 B 级。更令他震惊的是 B 级锻造师带来的效果。当前生命值提升 10%， 到达 B 级的生活职业才有额外加成。如果我把血量提升到10万100万，再用洞察力成为更高级别的锻造师，效果会多离谱！神奇，总能给贺北岩带来惊喜。第51章人菜装备垮，下一位。这个效果是一次性的，但也为贺北岩带来了460点生命值，连带还有46点双防，不算生命护盾。现在贺北岩的血量已经破5000了，继续观察还能提升不？他又试了试，不过这次没有任何反应了。看来自己只有找 B 级或 A 级铁匠，才能通过洞察让锻造师等级继续提升。这个发现很重要，等以后血量多了再提升锻造师等级吧。反正他也用不着锻造装备，倒是可以把一些装备分解成素材卖给其他锻造师。去下一个生活店铺偷学。贺北岩从未想过偷师学艺原来是一件这么快乐的事。随后花费3个小时时间，他又得到了3种不同的 B 级生活职业。B 级厨师可用怪物或异族肉做出料理，根据肉类的不同，料理带有时效性效果加成。B 级卷轴师制作法术卷轴，保存的法术威力 X 120%。B 级附魔师可为装备进行附魔，魔法伤害 X 120%。这效果都一般啊。贺北岩不会把精力放在生活职业上，只是想得到他们的额外加成，让自己变强。毕竟有足够的实力和金币，什么都买得到，用不着自己制作。这3个职业效果，唯一对他有用的就是魔法伤害 X 120%。但他现在没有装备技能是法伤，倒也没关系。现在我的法功增加不少，早晚会有法功装备。这一点贺北岩不着急。而且生活职业不限制数量，到了王国还能再学其他生活职业。或许神启也鼓励玩家多发展生活职业，但估计没人能把所有生活职业学完，这需要无比巨大的时间成本，也只有贺北岩能如此轻松。还剩最后一个植物店的园丁，这是给那些神启休闲玩家准备的。陶冶情操，贺北岩如此猜测。不过谁知道园丁提升到最高会有什么效果呢？朝植物店方向走去，贺北岩忽然在半路看到一名摔倒爬不起来的 NPC 老奶奶。谁来扶下我？ NPC 虚弱的呼救，但没人理他。这是任务。贺北岩有些疑惑地朝他走去，但刚迈出一步，他就察觉到不对劲。由于洞察力过高，你看破了真相。索西10级伪装大师，生命值310，攻击力150。原来是玩家伪装成 NPC 的模样。贺北岩心中冷笑，依旧朝他走去。原来他就是那个在神器论坛发帖的索西，倒是想看看这索西能耍什么花招。索西余光见贺北岩走来，心中偷乐。他已经观察对方半天了，前后进出3家生活店，却什么也没买，不知在搞什么鬼。但他可以确信，这就是贺北岩，因为目前除了他和自己外，没人到达洛索城。玩家头顶都有一个独特的箭头，是 NPC 没有的，非常好辨认。于是计划了一出扶老奶奶的戏码，利用他的善心，在扶起自己的刹那间将其秒杀。伪装大师这个职业虽然不强，但目前还没有玩家可以看破，在新手村时帮了他不少忙，所以贺北岩必死无疑。他身下压着一只手，手里紧握黝黑匕首，这是击杀他的关键。勇士，请你帮帮我。苍老的声音因年老颤抖的手脚，不得不说索西的演技堪称影帝级别。若非有洞察力，贺北岩可能真着了他的道。老奶奶，我扶你起来。贺北岩将计就计，弯腰伸手想要将他扶起。谢谢你。老奶奶刚被扶起，紧接黑光一闪。死吧，贺北岩。负1，你在洛索城主动对玩家发起攻击，对方可自行防卫。索西的匕首抵在贺北岩的胸口上，愣是分毫没有插进去。怎么可能？索西瞪大眼睛，自己这个匕首经过赐福，第一技能额外增加300点攻击力，可这样竟然只打出了1点伤害。连10级 BOSS 都没有这么高的物理防御，贺北岩的防御力到底有多么恐怖？这就是你的100%秒杀我，索西。贺北岩不屑地笑了，本以为他的杀招能打个10点伤害，谁知连防御都破不了。你怎么认出我的？心中大惊，索西怀疑是不是有人暗中揭发自己，可他没跟任何人说过职业的事啊。现在刺杀失败，身份也莫名暴露，此地不宜久留，
索西转身就逃。主人，俺去收拾他。妮娜摩拳擦掌，小腿一蹬，直接拧住索西大腿上的一块肉。死！放开我！一阵生疼传来，他没料到这受宠的力量这么大，拽住自己大腿根本无法挣脱，回手用匕首刺去。嘿嘿嘿，不放不放！妮娜笑嘻嘻着，完全没有把匕首当回事，拧住索西的大腿肉，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然后当成玩具一样朝左右两边的地面上摔。砰砰砰！负88，负88，负88！啊！妮娜没有认真，很随意的蹂躏索西，但她的血量只能玩3下。反观索西，头部与地面亲密接触，产生震荡，陷入了短暂的眩晕。好没劲。妮娜撅着小嘴，很是不喜。主人，要不要留他一条命啊？杀了吧，太垃圾了。索西刚从眩晕回过神，就听到对方要杀自己。鹤北炎丹，你已死亡。进入死亡惩罚时间，等级一并随机扣除10点属性。根本不等他话说完，妮娜便把他摔死了。侮辱性极强。同时咣的一声，地面多出一个匕首。黝黑匕首，D级，装备品级还挺高，这是给我送金币来了。鹤北炎直接将匕首3000金币上架。备注：洛索城击杀索西所得。评价：人菜装备垮，不中看也不中用。下一位。为了防止直接被蹲点的人光速购买，鹤北炎设置成1小时后开启售卖。他就是要让全世界玩家看看，那些来对付自己的人不仅要被自己杀，还要得到最亲切最真诚的一句评价。顿时世界频道大批人马开始吃瓜，尤其是龙国玩家吃得最起劲儿。哈哈，太损了，鹤神太损了，不仅给人家杀了，还不忘上架他掉落的装备进行嘲讽评价。解气，太解气了。这索西不是之前叫的挺欢吗？怎么死了呀？鹤神太牛了，还说下一位，这是借助交易市场让那些想杀自己的人赶快来。索西你也不行啊，索西得意什么？我们韩国有一个工会会长和部分成员也快要到洛索城了，马上就是鹤北炎的死期。现在有多狂，以后就有多惨。你们龙国人所讲的低调，我在他身上一点都看不到。鹤北炎将会是下一个索西。索西在神奇论坛发布了鹤北炎的最新情报，大家快去看。第52章，被刺激到的众人。打入现实的索西很快听说了交易市场的事，气得脸色发红，无能狂怒。于是马上把鹤北炎超越10级 BOSS 的防御力，还有受宠的恐怖力量在论坛里说了出来。但他没有解释鹤北炎能看破自己的伪装，以及自己如何被杀死的。尽管有不少人在问，毕竟人总要藏拙，他还要脸。但也有人表示不信，鹤北炎虽然有15级，防御也不可能超越 BOSS。这是他自己被击杀后得不到鹤北炎的东西，刻意编造谎言，想让其他人放弃。说这种话的人把索西彻底破防了，直接在留言中跟他大骂。神奇世界里，鹤北炎看完他的发帖，进行了一段留言：被我受宠当摔炮一样来回甩，怎么不说？可惜现在神奇没有开启录屏功能，不然我非得把你们被击杀的全过程录下来，做成集锦发网上。名字就叫装逼反被草大合集，绝对火爆。随后潇洒关闭。这段话非常之狂，但他确实可以做到。就怕那些打自己主意的人看到索西的帖子不敢来了，那多没意思。没看见上架索西装备的备注，都把自己的所在位置写得明明白白。他所展现出来的还不足全部实力的10%。活动下筋骨，鹤北炎走向了植物店，推门走进去，里面有2位 NPC 小姐姐，她们脸色微红的修剪植物，时不时在偷瞄自己。貌似刚才妮娜闹的动静太大，吸引了许多 NPC 的目光。那个，我是来学习园丁技巧的。被人一直偷看，这样的话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偷学了。真的吗？莲娜对你的好感度加150，莉安娜对你的好感度加80。一位 NPC 小姐姐听到后，如兔子一般跑了过来，随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莲娜红着脸低下头。园丁很少有男性愿意学习，我有些太激动了，不好意思。鹤北炎微微一笑，没关系，我很喜欢植物，你们继续施展园丁技术，我先站在旁边看就好了。好的。莲娜对你的好感度加200。能遇到志同道合的异性非常难得，加上鹤北炎温柔的话语，快要把正值青春的莲娜芳心都俘虏了。但她很快收起小心思，满脸认真地对植物进行一系列操作。妮娜抬头望着主人的脸，不知为何突然好像不认识现在的主人了，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就像是衣冠禽兽。主人，渣男，脱口而出的4个字让鹤北炎帅气的五官顿时挤在一起。这都是从哪儿学来的词？与此同时，韩国普天工会会长带着他的工会成员来到了洛索城。
大家都看索西最新发布的帖子了吗？普胜天转身扫视眼前的30人，看到了。众人齐声回应。普胜天接着道：索西之所以会败，是因为准备不充分，还有对自己太过自信，选择单独行动。但我们和他不一样，我们有30人，并且还有攻击型道具，就算贺北岩的防御超过了10级 BOSS， 在围攻与道具之下依然要死去。不过我们也会有人数损失，这点我向各位保证，每个死去的成员都会进行补偿，甚至奖励。跟着我普胜天，不会亏待你们任何人。明白？众人势在必得。他们为了击杀贺北岩，在新手村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随后，众人分散在洛索城地毯式搜索，很快就锁定到了植物店中的贺北岩。全元素在生活街植物店门口集合。普胜天贪婪地笑着，就让你享受这最后的植物店时光吧。也许是因为洞察力的提升，仅半个小时，贺北岩就获取到了 B 级园丁职业，同时还对2位园丁小姐姐进行指导，触发了一个寻找杰尔夫种子的任务。走出植物店，发现有60几号人虎视眈眈地等着他。除了普天公会外，还有其他抱有同样目的的人找到了这里。才这么点儿，人是不是还没齐？贺北岩掏了掏耳朵，吹了一口气。可惜没有熟人，都是些生面孔。贺北岩，面对我们这么多人，还敢这么狂？看你一会儿怎么死！自古以来，狂妄之人都没有好下场。你在神起世界的路已经走到头了，也不错了。前3天神起玩家基本都围着你转，以后要有神起记录者，你绝对能留下名字。贺北岩每听完一人说话，就嗯嗯的点头。说的那么厉害，你们咋没人赶上？淡淡的一句话，瞬间噎住了60多张嘴。他们悄悄环顾左右，各有各的心思。索西的情报不知真假，但他们还是有所顾忌。万一是真的，谁先出手不就成替死鬼了？如果没有那么高的防御，先出手的哪怕击杀了贺北岩，得到了东西也会被其他人群起攻之。因此没人动手，都想着用言语激怒贺北岩，让他先出手。这时莲娜鼓起勇气走了出来，脸色微红，大胆拉住贺北岩的手。你先进去躲一躲，我来应付他们，不会让他们进去的。他不敢与贺北岩对视，生怕让对方察觉到什么。NPC 也有自己的独立想法，所以会根据情况有自己的行动。呵呵，没事。直男的贺北岩挣脱开他的手，不知我们这里有没有能录像的东西？这一幕不录下来，实在太可惜了。既然神起还未开启录像功能，那询问 NPC 结果会如何呢？有是有，我们经常要给植物长期录像，观察它们的生长周期。你要做什么？那太好了，拿给我，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那行，60多号人大眼瞪小眼，看着贺北岩与漂亮 NPC 小姐姐打情骂俏，神经受到了刺激。贺北岩，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欺人太甚，受不了了，我实在受不了了。各位，我提议一起对贺北岩进行攻击，如何？没错，谁不一起杀了贺北岩，下个就是他。好，我们一起上。第53章，主人，妮娜把他们全做死了。众人一拥而上，恰好莲娜拿着录像装置赶了出来。莲娜，你直接把录像打开吧。妮娜，你先别出手。看着冲上来的众人，贺北岩笑道：今后园丁将会是最受欢迎的生活职业。贺北岩直接使用 B 级园丁的效果。B 级园丁因常常培育植物，拥有植物特有的气息，不会被植物生命主动攻击，更容易获得其好感。邪恶植物除外。你可以催化周围的低龄植物，使其成为你的战力。低龄植物拥有自身攻击与血量的 50% 攻击血量。刹那间，植物店中的某个植被仿佛活了过来，开始疯狂生长蔓延。一根粗如巨树的藤蔓从店内甩出，将最前面的6位玩家扫飞出去。-865，-843，-886，6位玩家直接化为了碎片，从神器中退出。不要忙，他的伤害很高，用技能和卷轴远程攻击。尽管他们早有耳闻，但亲眼所见贺北岩的输出依旧很震惊，而且他们从不知道贺北岩还有操控植被的能力。地狱火焰、火球术、法力飞弹、凝固冰球，一道道法术攻击朝贺北岩袭去。贺北岩一步未动，巨大藤蔓挡在他身前。-231，-160，-145。园丁操控的植被没有防御一说，打到既是真伤，但藤蔓族有2500多点血量，一轮攻击后还有 40% 的血量。可这带给了众人希望，继续攻击。这藤蔓防御很低，撑不了多久啊！可这输出太高了，肉盾都扛不住一击，辅助根本奶不上。60多人达成协议后，配合也是天衣无缝。肉盾站最前面，法师最后，刺客想办法接近贺北岩。可惜在绝对的输出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就凭你们这点人，
还想对付我？贺北岩双手插兜打了个哈欠，若不是担心催化太多植物会把植物电搞没，他们直接就被大量植物轰杀了。可那样也少了几分乐趣。他也想看看这群人挣扎的模样。最关键的是让他们把底牌都给用完。这么想对付自己，只是杀了他们掉点属性等级和装备，岂不是太便宜了？还有什么道具赶紧用，再不用可没机会了呀。巨大藤蔓被技能打得稀巴烂，紧接又出现一根巨藤挡在贺北岩身前，无缝衔接之迅速，让他们根本没见到贺北岩的人影。该死，他得到了生活职业园丁，可以催化操控植物，怎么办？这时有玩家明白过来，普胜天在他们临时组建的队伍中喊：各位，我们一起用最强杀招吧，直接把巨藤和贺北岩一起轰杀。好，有加持技能的给我们套上神圣打击、灭魔图腾之力、毁灭射线，各种威猛绚丽的技能纷纷出现，瞬间就把贺北岩身前的巨藤消灭。紧接便是贺北岩受到伤害，-1、-10、-23、-6，无数爆炸特效将贺北岩淹没。尘埃散去，贺北岩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再看血条，100%，稀巴，这不可能！我们的最强杀招竟然打不掉他一滴血。不对，他有生命恢复的能力，我们60多人的杀手锏还没他1秒的生命恢复高。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冷气。这一刻他们明白了，索西说的都是真的。不，这比索西描述的还要恐怖。他们60多人相互配合，可以以极少的伤亡击杀10级 BOSS， 现在却打不掉贺北岩1%的血量，自己究竟在面对怎样的一个怪物？一股恐惧感涌上心头。逃！此刻再也没人想打贺北岩的主意了。可就在他们刚升起逃跑的念头时，忽然发现天色暗了下来。芜湖俺来了！下意识的抬头看，一个巨大的石巨人从天而降。法克，哪儿来的石巨人？怎么居然还会飞？来不及逃了，快攻击！-1、-1、-1，轰！石巨人的大屁股把60多人全压在下面。-2222，全体普胜天已死亡。等级1，随机降低10点属性。真弹藤已死亡。等级1，随机降低10点属性。游泳已死亡。等级1，随机降低10点属性。大量的击杀提示出现贺北岩的面板上，60多人无一幸免，全部阵亡。身后拿着录像装置的莲娜张着嘴巴，迟迟说不出话来。他只是一个 C 级园丁，从未想过园丁这个生活职业会这么强，可以催化操控植物。贺北岩淡淡一笑，走到他身边，接过录像装置，给了战场一个特写。主人，妮娜把他们全做死了，太好玩了！妮娜变回萝莉形态，欢呼地跳着。凹陷的地面到处都是装备，还有一些金币，这就是与我作对的代价。说完这句话，贺北岩终止录像，提示：你有一份新录像，是否进行导出？可发布在网络神奇论坛中。当然。录像提取后，贺北岩命名进行上传。60余人合力打我，咋打不掉我1%的生命？好烦啊！反手就是一个全网同步发布。随后，贺北岩捡起地面的装备上架。洛索城击杀普胜天所得。评价：工艺宋庄大使1号。洛索城击杀真弹藤所得。评价：工艺宋庄大使2号。洛索城击杀游泳所得。评价：工艺宋庄大使66号。或许是天意，这波前来击杀贺北岩的玩家刚好有66个，与他的66号新手村相对应。一群菜狗，求你们练练再来杀我吧！贺北岩忍不住在世界频道吐槽一句。至于城市地面损失费，放心，洛索城城主布雷迪会找那66位玩家要的。随后贺北岩与莲娜简单交谈几句，离开了这里。可他没发现，在某个角落之中，使用某种高级隐秘道具的伊凡和诺克将一切看在了眼里。现实中，贺北岩发布的视频很快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龙国某处的一群长者坐在一起反复观看视频。贺北岩发布这个视频，标题看似很狂妄，实际上却把自己的面容打上了马赛克，粗中有细。他不希望现实被找到，那我们就派人在神启中与他接触吧。我记得刚好有个人在66号村。赞成。贺北岩的攻击招式很独特，催化巨藤吸引火力，受宠从天而降，每一招都太意想不到了，这是难得的人才。还有对战斗细节的把控也十分到位，若不是录像的人在他身后，我们根本发现不了受宠什么时候不见的。长者们看着视频，越看越心惊。贺北岩根本不是流传中所说徒有一件强力武器的逃课玩家，他的战斗意识与经验
对自身职业和战场的把控力完全称得上国柱级别了。报告，那66人的详细信息已经全部查清，分别来自漂亮国、憨国、东瀛等，没有一位龙国人。这时，冲进来一个年轻人，激动地汇报着。贺北岩上传的视频让许多龙国人热血沸腾。很好，一位长者直接站了出来，将这个消息放出去，并且把66人的详细信息公布于众，趁此机会呼吁龙国玩家不要自相残杀，而是一致对外。是。第54章，凄凉之地。一旦激起千层浪，有越来越多的玩家知道了66人围杀贺北岩失败的消息。大家看视频了吗？贺神好猛！才发布几小时，点击量已经几千万了。看了，但是我完全看不懂，学不到东西啊。我就知道贺神不是别人想的那么简单，还好我没人云亦云。那些想杀贺神的人呢？说普圣天必杀贺北岩的憨国人呢？打脸不？我们只能看个热闹，只有那些国柱和高玩才能从这段视频里有所收获，或许对预售使玩家也有所帮助。龙国官方都发布了声明，希望我们龙国人团结互助。那些对付贺神的贪婪老外真是活该。贺神上架的装备备注太好玩了，我要催更，赶紧再去几个送人头的。园丁这个生活职业看着好厉害，还能操控植物，以后我也要成为园丁。无数人在世界频道中交流着，以往那些叫嚣击杀贺北岩的人个个都默不作声。洛索城外，金斯妮检查吉恩脸上的头巾蒙布，看有没有哪块地方没遮好。别弄了，吉恩把头别过去，心情非常糟糕。60多人围攻贺北岩，其中还包含憨国一个工会带队，竟然会完败。就算身为传说职业者的他，面对那群人也绝无生还可能。他很不想承认，但贺北岩现在真的比他强很多很多。知道你很烦，难道我就开心了？金斯妮继续帮他整理头巾，格林机枪被他上架，让我煞费苦心委托上面凑集10万金币又买回来，等于白送给贺北岩这么多钱，挨了好一顿骂。论杀他的心，我不比你少多少，但我们现在必须要隐忍，这也是上面的意思。提起贺北岩，二人都恨得牙痒痒，可实力不如对方，若再不肯隐忍，进入洛索城被发现便将是他们的死期。二位别担心，其实我们也对贺北岩的东西窥探已久，这也是各自背后高层安排的，咱们是一条战线。他们身后有10几位共同从66号新手村走出的玩家，涵盖很多个国家。我们认为，就算贺北岩发出了那个视频，龙国官方也呼吁本国玩家团结，未来还会有很多人针对贺北岩，包括一些龙国人。贺北岩手中的武器、成神线索，这些诱惑实在太大了，充其量因为这件事大家暂时避其锋芒，埋头抓紧提升实力，等自己有底气的时候再出手对付他。还有最新情报得知的恐怖防御，说不定他的防具也非常好。现阶段实力强劲，不代表今后一直如此。风水轮流转，总有他低谷的时候，而那时就是他们进行反攻，将一切得到手的最好时机。幸好有60多人先给他们试水，否则吉恩一行人进入洛索城也要对付贺北岩，死的就是他们了。我们进入洛索城后低调行事，多做任务，尽快升级，等他露出颓势，应该能消停一段时间了。回到旅馆房间，贺北岩伸个懒腰放松，自己战胜66位玩家，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震撼。短期内不会有玩家傻乎乎的来对付自己，不过贺北岩心中清楚，以后这种事必定还会出现。成神线索的诱惑没几个人能抗拒，认为踩死鸟为食亡，坚信富贵险中求的人不在少数。哪怕他把这条线索告知与众，也有人会认为他有所隐瞒。准备工作差不多了，可以传送去一级遗迹了。贺北岩从背包中拿出鹅卵石大小的遗迹传送石，里面还有各种50加数量的药剂。在回来的路上，他买了很多加泻药剂，譬如恢复药剂、终极生命药剂、中药瓶等，花了他10W 金币左右。这50人的团队遗迹他要单刷，在遗迹里死亡也相当于损失一条命，血瓶自然要配备足，这些钱是必须花的。除此之外，神敏之靴也被他强化了。神敏之靴 S 级诅咒装备，生命加100-200，攻击加360。神敏开启后，你的动态视力、敏捷得到大幅加强，以超光速进行3-4次攻击，持续时间30秒，冷却1分钟。诅咒使用5次神敏后将会受到反噬，全属性衰减 90%。装备条件无限制，属性翻倍，超光速攻击也从3次增加为了4次，多一次输出机会等于多一份制胜空间。在我背包里待得最久的消耗品，终于可以跟你说再见了。贺北岩手指将遗迹石捏碎，一股空间力量将他和妮娜包围，从房间中消失。隔壁房间内，伊凡正在与诺克商量击杀贺北岩的计划，突然站了起来。他感受不到贺北岩的气息了，
他消失了。伊凡朝着墙壁跑去，身体竟从墙壁上穿透过去，来到了贺北岩的房间。这里空无一人，难道我被发现了？伊凡眉头皱起，但他怎么可能逃过我的气息捕捉？到底去了哪里？警戒发现脚边有些碎石结晶，竟然得到了遗迹传送石，暗自松了口气，看来不是他的问题，而是传送去了遗迹。真不知道该说你运气好还是差。遗迹内虽然能得到许多好东西，但也更加凶险，稍有不慎就会死亡。你还选择单独进入，许多遗迹连他都不敢轻易尝试，这贺北岩倒是胆大。不过就算你成功从遗迹中出来，也会被我杀死。希望你能带着遗迹中的宝物出来。你进入了一级遗迹凄凉之地。描述：凄凉之地本是一片富有生机的地方，但某天守护这方土地的那撒娇突然堕落，不再守护这里，任由堕落生物侵蚀这片土地，吞噬生灵血肉，最终导致寸草不生。连环任务：击杀所有赶来的堕落生物。任务奖励40点自由属性。提示：由于你单独进入遗迹，任务难度不会降低，但每环任务的奖励大幅提高。提示：一级遗迹的首通奖励暂未被玩家获得。一段段消息出现在自己眼前，让贺北岩对凄凉之地有了更深的了解。单人进入遗迹奖励提升，还有首通奖励。贺北岩咧嘴一笑，通关这个遗迹副本，他的实力和等级会达到什么层次？贺北岩想象不到。这有点类似其他游戏当中的试炼关卡，过程会很艰难，但通过的话收获也无比巨大。第一环任务是击杀赶来的堕落生物，这怪物是能闻到生命的味道。他感叹着，很快就看到远处有无数黑影向他接近。第55章，妮娜，比谁杀得快。堕落生物从四面八方赶来，浑身漆黑，惊悚无比，似是要把贺北岩与妮娜包围。堕落生物15级精英，生命值 1.2W1.2W， 攻击480。这些堕落生物有不到200只左右，不过无法对贺北岩造成任何威胁。3-4颗风雷毒珠就解决的事儿。双手夹着8颗风雷毒珠，妮娜变成巨人形态，一左一右直接冲他们攻了过去。妮娜，比咱俩谁杀得快？嘿嘿嘿，好呀，主人。现在贺北岩有5200加7800点生命值，双抗也有500多点，不用再让妮娜独自抗伤吸引火力了。见美味血肉向自己冲来，无数堕落生物直接朝贺北岩扑了过去，撕咬他的血肉。负一，风雷毒珠。见怪物聚集的差不多，贺北岩直接引爆4颗风雷毒珠。轰！负3748，负1000。光明属性伤害。你正在对黑暗生物进行攻击，500点固定光明属性伤害翻倍。负3748，负1000，负3748，负1000。贺北岩20米范围内瞬间空无一物，获得100点经验值，获得100点经验值，自由属性点加1，获得100点经验值。由于是精英怪，同样为15级的贺北岩还能获得3位数的经验，但是没有光团出现。哈，这怪物让我的光明伤害增加了，就是经验也太少了。微微摇头，紧接又拿出风雷毒珠，提着死亡战刀对剩下的堕落生物狂砍。负3748，负3748，负3748，负1000，负1000，负1000。每只堕落生物他只砍2刀，打成残血，然后便对其他堕落生物故技重施。他要一网打尽这些怪物，面对他们的扑咬，丝毫没有闪避的意思。负1，生命护盾的数值按顺序往下跳，犹如自觉排队取票的人民，非常有素质，对贺北岩的血量没有丝毫影响。大约半分钟后，轰的一声，获得100点经验值，自由属性点加1，获得100点经验值，自由属性点加1。你提升到16级，获得15点自由属性。围攻他的堕落生物全部被击杀殆尽，却没得到任务完成的消息。可恶的异教徒，竟敢闯入伟大的那撒娇的地盘！转身看去，几对皮包骨头的法师团映入眼帘。17级精英堕落法师，附带削弱防御与中毒技能，这也算堕落生物吧？估计是他杀堕落凶兽太快了，这些法师才刚赶到。遗憾的是，哪怕有中毒和削弱防御的技能，他们也不是贺北岩的对手。默一会儿，获得300点经验值，获得300点经验值，完成连环任务1，获得40点自由属性。击杀完毕后，未使用的属性点已经有60加了。一上来就是15和17级精英怪，换成50人的队伍，起码也得人均13级才能打过吧？贺北岩估摸着，这还只是第一环的任务，后面会越来越难。他无法判断具体要多少等级才能稳妥通关。
还是没主人快，下次我要变成巨龙干掉敌人。妮娜回到贺北岩身边，不甘心地嘟着小嘴。贺北岩哈哈大笑，随后查看下一环任务。连环任务，找到堕落那撒娇的信仰者。2. 描述：据说西边有信仰堕落那撒娇的村落，击杀信仰者得到那撒娇的线索。任务奖励：金币加30000。贺北岩嘴角一抽，击杀信仰者就给3W 金币，离谱！只能说单人进入遗迹的奖励属实流币。如果我下次带一名打酱油的玩家，每个人是不是奖励2万金币？朝着西边赶去，贺北岩脑洞大开。可惜他没有测试的机会。遗迹传送石指能一次使用，况且也不认为神启会有这种智商 bug 存在。那就是村落吗？很快贺北岩就找到村落的位置，不过要通过前面的大吊桥才能到达。他眯起眼睛，吊桥很宽大，上面拥挤站着许多怪物，普遍在20级精英上下。桥下便是万丈深渊，同级之下，遗迹副本的精英怪比野外副本的精英怪要强。不过就算再强，也挡不住贺北岩的恐怖输出。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点点拉怪清理桥上怪物，但那样太耽误时间了。贺北岩命令妮娜变成巨龙，载着自己飞到天空之中。这些怪物中有不少远程怪，察觉到空中出现生命后立刻发起攻击，但贺北岩与妮娜根本不在意。巨龙突袭，风雷毒蛛，3连吹剑 ，bio bio， 攻击装备多的好处在此刻显现出来。各种爆炸与箭矢划破空气声响起，消灭掉吊桥上一大块区域的怪物。换成法师释放范围技能，或许也能达到同样效果，但需消耗蓝粮，还有技能冷却，不像贺北岩的这些攻击手段，如同普通攻击没有什么消耗。一点点清理着吊桥上的怪物，怪物的攻击基本全落在妮娜身上，连防御都破不了，不痛不痒。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炸掉吊桥，但他舍不得这些经验宝宝，就算让这些怪物跌入深渊，也不一定摔得死，摔得死他也不一定能获得经验值。稳妥起见，还是慢慢将其消灭吧。村落有人跑出来。这时贺北岩看到有人影在迅速接近吊桥，应该是风雷毒蛛的爆炸惊动了村落中的信仰者。一个骨瘦如柴的漆黑人类跑到吊桥上，奇怪的是，吊桥上的怪物竟然不攻击他。13级的 BOSS，3万点血量，不过也还好。贺北岩直接看到了他的面板，是个名叫堕落神射手的 BOSS 怪。优先击杀 BOSS， 不再漫无目的的清理精英怪。5颗风雷毒蛛朝着堕落神射手丢去，3发吹剑同时将他锁定。这些攻击足以将他秒杀。可就在这时，堕落神射手飞速向后倒退20米，原地只留下一个残影。轰！他的位置超出风雷毒蛛的爆炸范围，只轰杀了一群精英怪，但3支吹剑狠狠命中。-3748，-1000，-1000，-3748，-1000，-3748，-1000，-3748，-1000。斥候神吹剑的威力加上穿透效果，光明属性伤害带走了他1半还多的生命值。极影步，看到他刚才那个技能，贺北岩的眼神变得凌厉。这个位移技能让他能多活15秒钟，但又有什么用呢？谁知堕落神射手举起手中弓箭，嘴里念叨什么，阵阵光芒洒在所有远程怪物上。这些远程怪的攻速顿时加快，无数攻击纷纷落在妮娜身上。-1，-1，-1，-1 ，BOSS 第56章。注视贺北岩的国王。遗憾的是，堕落神射手的攻击也无法对妮娜破防。真有加攻速的方法？为啥我到现在都没攻速属性？这一点伤害贺北岩毫不在意，反倒是震惊起神射手的技能。神敏的出现就让他怀疑攻速属性或许存在，现在又看到无数远程怪攻速略微加快，更加确信了。难道现在面板显示的属性并非全部？玩家达到20级才会都显示出来？要是这样的话，20级对玩家太重要了。还好没直接把你秒了，让我有了新发现。可惜遗迹副本爆不出战利品。贺北岩叹了口气，含泪又使出吹剑3连击，结束堕落神射手罪恶的一生。成功击杀13级 BOSS， 获得7000经验值。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经验值26300-28000。要17级了，把剩下的小怪也清完。获得700点经验值，获得600点经验值。恭喜你提升到17级，自由属性点+15。遗迹里的升级速度确实比外面快很多。全部的精英怪击杀完毕，17级的经验条也增长到了 20%。贺北岩与妮娜降落在地面，忽然发现在堕落神射手的尸体旁掉出了一样东西，那撒娇的信，任务物品，这就是那撒娇的线索吧。
贺北岩捡起信打开来看，提示：你得到了那萨礁的地理坐标，可在地图上查看所在位置。完成连环任务2，获得3W 金币。连环任务3，前往那萨教，刺杀那萨教主。描述：要小心，堕落的那萨教中有许多强者，尽可能绕过他们并击杀那萨教主吧。任务要求6小时内完成，没说奖励，反而变成了一个任务要求。贺北岩点进地图查看，里面显示着2个光点，绿色光点是自己当前位置，红色的是那萨交方位，距离我现在的位置有3公里，也不知道所谓的那萨交强者有多强。他嘀咕着，第3环任务奖励有些神秘，等我刺杀了那萨教主就知道了。妮娜张开龙翼向那萨交飞去，然而在他们离去没多久后，堕落神射手身边出现一道人形身影。好久没见到这种随意击杀堕落生物的御兽使了。他望着贺北岩离去的方向，敢孤身一人前来凄凉之地，潜力也非常不错，受宠还是能化形的龙，终于能找到帮我复仇的人了。他摘下自己的帽子，头上长有2只长长的兔耳，只不过兔耳上有许多伤疤。前鹰雷兔王国最强者雷鲁夫，称号鹰雷兔国王。虽然这个御兽使现在的实力无法帮自己完成复仇，但雷鲁夫看到了希望。雷鲁夫对你的好感度加30。正飞往那萨礁的贺北岩突然看到了这条消息。雷鲁夫，这谁啊？贺北岩五官拧在一起，印象中没这号人物啊，听名字也不像是妹子，莫非是哪个男童 NPC 听说自己帅到爆炸的外表，对自己心生好感？神奇的 NPC 这么真实，出现男童貌似也在情理之中。细思极恐，贺北岩浑身起鸡皮疙瘩，希望别是真的。他完全没想过在遗迹副本中会有非敌人的 NPC 出现。隐身来到纳萨教廷所在位置，一座高大的欧式城堡映入贺北岩眼帘。他没有让妮娜飞得太近，担心城堡内存在会破译的人。最外围是一圈外堡和4个塔楼，主堡被包裹在了里面。飞得高看得远，贺北岩能清晰地看到整个纳萨教廷城堡的结构，甚至在堡场内活动的内萨教徒。只是距离太远，得不到他们的信息。可惜我没有侦察类的诅咒装备，不然就能得知整个教廷城堡的实力划分了。贺北岩陷入了犹豫，是硬打还是想办法潜入进去？说是刺杀那萨教主，但实力不够，应该也刺杀不了吧。外堡上的那些敌人他能轻松打过，可谁知道主堡内是啥情况呢？换成50人的团队进入这里会怎么做？想了一会儿后，贺北岩有了对策。妮娜，一会儿你对城堡进行攻击，尽可能制造出大的动静，我趁机潜入进去。贺北岩与妮娜分头行动。隐身的妮娜刚飞到城堡的100米距离，就被外堡上的人发现。果真拥有能看破隐身的人。有敌袭，是一条火龙。纳萨教徒声音嘶哑地喊着，4个塔楼的注意力顿时全部放在妮娜身上，朝她发起攻击。-1，-1，-1，这些外堡上的敌人连2点伤害都打不出来，毕竟妮娜拥有877点双防，不是这些25级以上的精英怪能对付的。巨龙吐息，-4216，-1000，吐息伤害，-1000，光明伤害。一道粗壮无比的火焰将一半外堡与2个塔楼化为火海，无数那萨教徒发出惨叫。怎么会出现火龙？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快去请使徒大人们来。有教徒往主堡跑去，其他教徒以及堡场内的教徒都往这边赶来抵御妮娜。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贺北岩绕到外堡的另一边，同时妮娜便身为石巨人从高空猛然坠落。轰！外堡顿时被砸出一个巨大的缺口，溅出无数碎石。其中一块较大的碎石似是无意间落在贺北岩身前的堡墙上，咚的一声砸出个大洞。妮娜，好样的！贺北岩暗自传音，只见妮娜又变成巨鹰，制造出一个白色风暴。风暴-3645，-1000，-3645，-1000，-3645，-1000，风暴的伤害加成没巨龙吐息高，但能够持续10秒。无数的那萨教徒被持续伤害杀死。获得900经验值，获得900经验值。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获得1000经验值。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主人，快进去吧。妮娜来干掉这群家伙，不会让他们影响你。妮娜的声音传到意念中来，她依然在不停变换形态，释放各种技能，活脱脱的一个战争机器。注意安全，遇到危险不必恋战。贺北岩隐身潜入进去，以防万一，扒掉了死亡的教徒衣服，自己穿上去。第57章瓮中捉鳖，请君入瓮。可恶，怎么会有巨龙出现在凄凉之地？让教徒注意其他方位，
防止有人混进来。刚进入主堡，就有3个使徒匆匆忙忙地往外堡跑去。想法倒是对的，可惜贺北岩已经隐身进来了。就算他们有破影技能，也不会在主堡里用。贺北岩悄悄查看他们的信息，厉害啊，全是15级 BOSS， 属性都还不错。但对现在的妮娜来说，这仨人就是来送经验的。暗中嘱咐妮娜绝对不能放过这仨超级经验包。贺北岩开始观察主堡结构，整个主堡分3层，每层都有几扇门。刚才那3位使徒是从1层的房间内走出的，这些房间说不定有宝物库，但我还是先把教主嘎了再说。贺北岩直奔主堡3层，按照套路，楼层越高住的人越强。3层有4扇门，每个都隔得很远。他不知道那萨教主在哪扇门里，不过他不需要知道。取出12颗风雷毒珠，布置在一扇门外附近。他打算来个瓮中捉鳖，和当初消灭蝗虫巢穴一样，埋地雷的陷阱打法再次出现了。双倍伤害加上光明伤害，一颗珠子至少造成4700加点伤害，12颗就是 5.6W。 为了防止意外，贺北岩打算在每扇门前布置20颗风雷毒珠，最少也能造成 9.4W 的真实伤害。等我全部布置好，直接用死亡战刀把门砍烂。暗杀，把你们炸死就是暗杀成功了。他就不相信自己砍开一扇门后，其他房间的人不出来。管他里面住着谁，只要开门看，贺北岩就可以华丽的引爆珠子，把整个主堡的天花板都给掀飞。就算能扛得住20颗风雷毒珠的爆炸威力，也惨惨的了。其实贺北岩也可以布置好后直接引爆，但万一门后的空间大于20米呢？没炸到不就难受了？对了，我还有70多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到攻击。贺北岩差点把自由属性的茶给忘了，基础攻击力瞬间又涨了上百点。这下有10万点血也死得透透了。不到2分钟，第一扇门的20颗布置好，贺北岩来到第2扇门前。门是开着的，他发现这扇门只是虚掩着，正打算进入，突然察觉2层的几扇门全打开了。王八蛋，3位使徒的攻击都无法破坏那怪物的防御，还快被打死了。我们去支援。贺北岩暗中查看他们的信息，一共7位16至20级不等的 BOSS， 这一季副本里的 BOSS 怪还真多。妮娜，又有7个 BOSS 去找你了，尽量多争取时间，打不过就退，别勉强。贺北岩抓紧时间，在这扇门附近藏下几颗风雷毒珠，随后走了进去。没有一颗新珠子，生成便藏在房间内不起眼的角落。这里到底有什么？门内的房间非常大，犹如总统套房，里面还有几个小房间。不过贺北岩在最右边的那个房间里听到了声音，这房门也是虚掩着的。小房间的门有一道缝，贺北岩透过缝隙望了进去，有一个健壮的男人裹着上身，手拿皮鞭在镜子面前抽打自己，抽的那叫个狠，皮都抽出血来了。死！特殊癖好。贺北岩倒吸一口凉气。纳萨教主威尔森，25级 BOSS， 生命值 20W， 攻击1490，技能坚忍、血怒、重击。贺北岩瞳孔猛然放大，原来他就是教主，血量高达 20W， 攻击力也非常高，这在25级 BOSS 里也称得上相当强悍的了。谁？这时鞭挞自己的威尔森猛然盯向镜子中的门缝，手中皮鞭赫然甩出。不好，被发现了。贺北岩连忙向后退去，同时不忘用吹剑进行3连击。负900，负4066，负1000，负1000，负4066，负1000，负1000。威尔森的鞭击抽掉贺北岩将近1/8的护盾，但他的攻击打掉了对方 1.8W 的血量。外面的怪物果真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我特意将门打开，还真把你引进来了。威尔森似乎早有预料，皮鞭抽打空气，啪！一声鞭响，其余2个小房间内走出2个缠满绷带的人。纳萨教主仆人查理，等级20级 BOSS， 生命值 12W， 攻击1000。纳萨教主仆人大卫，等级20级 BOSS， 生命值 10W， 攻击960。紧接威尔森从房间内走出，3人呈包夹之势将贺北岩围了起来。麻烦了，这是专门设计等我呢。贺北岩表情凝固起来，自己想来瓮中捉鳖，对方则是请君入瓮，关键是自己还中计了。不过他并非完全没有胜算，这个房间内外都有安放风雷毒珠，只要自己能逃出他们的包围，依次引爆就有机会杀了他们。提示：击杀15级 BOSS， 获得12000经验值 X3， 自由属性点加3。恭喜你提升到18级，自由属性点加15。就在这时，妮娜击杀了3位15级纳萨使徒，让贺北岩提升到了18级，可谓是非常关键。18点属性全加在力量，
贺北岩立刻使用属性点，但威尔森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我最忠诚的使徒被你杀了，异教徒，你干得真不错。两位仆人立刻朝贺北岩扑来，威尔森也挥舞皮鞭抽了过来。此刻没人帮贺北岩抗伤分担压力，也没有办法风筝拉怪，陷入三面夹击，他必须尽快破局。神命，果断开启神命，死亡战刀朝仆人查理连斩4刀，打断他的攻击，瞬间造成近2万点伤害，庞大的力量令他节节败退。同时，大卫与威尔森的攻击也落在了贺北岩的身上。负916，负342，护盾值瞬间消失1500点，但因为击退了查理，贺北岩抓住机会逃出夹击。追！威尔森微微心惊，这个18级的异教徒的防御力很强，自己接连2次攻击都无法将他秒杀，同时也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让他逃走。3人追击往门外跑的贺北岩，贺北岩计算着距离，待他们踏入埋藏在角落的风雷毒株范围后，给我爆！一边逃着，贺北岩喝下了强力药剂。你的攻击力正 10%， 力量永久+5，持续10分钟。第58章，威尔森，你是个好人。轰！负4567，负1000，中毒，每秒减少700点血量，持续3秒。3人共同受到爆炸伤害，血量降低1截。呵呵，你还埋了后手，可这威力对我们来说无足轻重。异教徒，受死！威尔森一边与仆人追击着，挥舞手中的皮鞭，紧接又是一声爆炸传来。轰！负4567，负1000，触发麻痹效果，进入3秒麻痹。收到提示的贺北岩瞳孔一亮，连忙转身对停止动作的威尔森进行吹剑3连攻。负4567，负1000，负1000，负4567，负1000，负1000，打掉他将近 20% 血量。但还没完，4颗风雷毒株出现在手中，迅速朝他们中间丢去。轰轰轰！触发3秒流血效果，触发3秒中毒效果。2个仆人的血量因爆炸跌入10万以内，而威尔森的生命值还有14W 左右。该死的异教徒，你成功激怒我了！威尔森大喊一声：“坚忍！坚忍！”10秒内不会受到任何控制效果影响。只见威尔森身上被一层淡淡黄光覆盖。我去，10秒，还让不让人玩了？贺北岩心中咒骂着，赶紧逃出门外。威尔森3人依旧穷追不舍，前脚刚踏出门外，就又吃了几颗风雷毒株。该死的异教徒，我倒要看看你能埋藏多少爆炸物！血怒，血怒，生命恢复 20%， 攻击提升 15%， 持续5分钟。威尔森果断开启第2个技能，皮肤微红，全身血液加速流动，手中皮鞭如同迅蛇般咬向贺北岩。由于过道空间狭窄，皮鞭速度飞快本就不好躲闪，重重打在生命护盾之上。负1066，负1068。皮鞭在威尔森的操纵下进行2次反复攻击，护盾值还剩下4000多点。贺北岩丢下一颗珠子，头也不回地朝着那20颗风雷毒株的位置跑去。他必须要与威尔森保持距离，避免被3人围攻。绕开那颗珠子，威尔森命令2个仆人，这些珠子的单个伤害不算高，但累积起来2个仆人很快就会承受不了。仆人从3层跳到1层，接着又从楼梯迅速奔走，想对贺北岩形成夹击。而威尔森顶着珠子的爆炸伤害继续追击，使用血怒恢复了 20% 的血量，这点小伤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太恶心了，免控加回血。埋藏的风雷毒株基本用完了，仅剩下最后的20颗风雷毒株，但还有段距离。好不容易打掉威尔森8、9万血量，一个血怒又恢复了4万，还提高了攻击力。不过这2个技能冷却应该不短，短时间内无法使用第2次。等他踏入20颗风雷毒株的引爆范围，就能带走他10多万的血量。还有个重击没用，吹剑攻击。一发吹剑生成，贺北岩反身回击，自己已经进入珠子的爆炸范围，为了不引起威尔森的疑心，依旧奔跑着。还好威尔森是偏向战士的物理职业，若是像沉沦巫师那种有无数攻击技能，自己的护盾值早就掉完了。瞄了一眼下面，2位仆人也爬到了 2.5 层，一旦回到3层，将直接进入风雷毒株的爆炸范围内。击杀16级 BOSS， 获得18000经验值，自由属性点+1。恭喜你等级提升到19级，自由属性点+15。突然，击杀 BOSS 的提示信息再度出现，妮娜在外堡又击杀了头目怪，还差1级就升到20级了。贺北岩神色大喜，他的基础攻击力已经超过了2000，踏入20级便能获得咒者威严，拥有一定范围内的3秒定身效果，各种诅咒装备也能进行强化。击杀掉2个仆人，他必能晋升到20级。
并且他有预感，提升到20级的好处不止如此。异教徒，你的后手已经用完，到此为止了。思索之际，威尔森得意地呼喊着，大步踏入风雷毒株的爆炸范围内。两位仆人也在这时重回3层，出现在贺北岩眼前，顿时陷入前后夹击的绝境。多谢了，威尔森，你是个好人。莫莱尤的话语让威尔森不解，但他发现对方停止了奔跑，而是站在那里笑。他觉得这是彻底放弃挣扎了。一交翅，刚要抽起皮鞭，威尔森突然感受到一股极其巨大的恐怖能量，战斗本能让他下意识的后退，但已经来不及了。所有属性点加在力量，风雷毒株，轰！20颗风雷毒株的爆炸让整个主堡地动山摇，似乎下一秒就会倒塌。头顶的天花板被炸出一个大洞，一些爆炸余威从中散发出去，巨大的声响令所有那撒娇成员身心颤抖。他们从没见过如此恐怖的爆炸。该死的异教徒！紧接传来威尔森充满怒火的嘶吼。击杀20级 BOSS， 获得 2.3W 经验值，自由属性点加1。击杀20级 BOSS， 获得 2.3W 经验值，自由属性点加1。恭喜你提升到20级，获得15点自由属性。完成职业任务，获得技能咒者威严。新的诅咒胚胎已发放至背包。开启进阶专属试炼咒装坟地，完成后开启全属性面板。进阶试炼完成前无法升级，获得的经验值进行保留。提示：诅咒者诞生的消息将传遍整个神器。无数提示消息出现，贺北岩还没来得及看完，身后的威尔森眼冒血丝朝他攻来。重击！重击！下次攻击命中对手后必定眩晕2秒，可被打断。此刻他的血量还剩下不到6万。救者威严！贺北岩果断使用新技能，一股无法抗衡的压迫感顿时笼罩在威尔森身上，打断他的重击。头顶出现了一个定身效果，血怒的10秒免控在爆炸结束后便已失效。死亡战刀出现在贺北岩手上，开始反攻。负4719，负1000，负4719，负1000，负9483。弱点攻击，吹剑攻击，风雷毒株。死亡战刀挥砍着，另一只手出现吹剑和珠子，荧光与火光接连出现，对威尔森造成伤害。待他从定身效果恢复后，血量已跌入1万以下。第59章，比贺神还牛的通告。威尔森已经没有技能，被近身厚皮鞭挥舞不开，只能用双拳攻击。多名忠诚的信仰者死亡，让他彻底失去理智。负1002，负999。2次高额攻击伤害显现在贺北岩头顶，但他一滴血都没掉，全都被生命护盾吸收了。该解决你了，不错的战斗。负4567，负1000，负4567，负1000。2刀下去，威尔森被拦腰斩断。击杀25级 BOSS， 获得 3W 经验值，保留。完成连环任务3，刺杀纳萨教主。你获得了纳萨教宝库的钥匙，可打开主堡3层的宝库。由于纳萨教教主及多名头目死亡，教徒失去斗志，开始败逃。所有任务已完成，可随时退出，1小时后强制传送。原来最终任务的奖励是整个宝库。贺北岩有些兴奋，把宝库当终极奖励没什么问题。这是50人的团队副本，常理来说进入副本的也是几十人。宝库中的物品大家能自主分配，如果奖励都一样就太过单调死板，大家的提升都是相同的，无法个性化发展。只有贺北岩这个怪物用一己之力打通50人本，独揽整个宝库的奖励。其他玩家知道后估计会当场嫉妒致死。或许这也是神器激励强者单刷副本。根据凄凉之地的整体难度，想要通关这里至少也要几十位20级玩家，宝库物品肯定不少。虽然现在除自己外还没有20级玩家，但贺北岩可以估算出通关需要的玩家实力。满怀期待地走到宝库门前，用钥匙将其打开，一道光芒同时洒落在里面的宝物之上。这牛逼啊！看到眼前的宝物，他彻底惊呆了。获得20W 金币， C 级装备套装 X16， B 级装备套装 X8， 材料若干。获得 C 级技能书 X18， B 级技能书 X10。获得 A 级技能卷轴陨灭天星。获得黄金英勇勋章，攻击力加200，敏捷加20，弱点攻击正 10%， 暴击率正 5%， 手通奖励。由于他单人通关一季，所有奖励品级得到大幅提升。原本只是 E 至 D 级的东西，经过光芒洗礼变为了 C 至 B 级，还出现了 A 级技能卷轴，有点太丰厚了吧。照这么下去，自己单人打通 A 级团队一季，是不是就能获得 SSS 级物品了？随后佩戴勋章，敏捷应该代表攻速和闪避，弱点攻击是2倍伤害，暴击很可能就是3倍伤害。
效果看似不多，却能让贺北岩的输出有更多的变数，对抗强大 BOSS 会更容易。主人，那些小 BOSS 都跑了，我没能留下他们。这时，妮娜来到了主堡内，扣着小手，俏脸有些委屈。贺北岩摸了摸她的头，以示安慰。我们一起去找，能杀几个是几个。这些超级经验包，贺北岩可不想错过。在他升到20级时，神启世界也发生了无比惊人的异象。整个神启世界当中，天色突然变得黑得发紫。怎么回事？天怎么黑了？这不是正常的天黑，有种末日天灾的味道。神启真好玩，有趣，太有趣了。无数玩家品头论足，淡定无比，好似一个看客。神启通告：竞技级唯一职业诅咒者已现世。传闻他可以无代价掌控所有诅咒装备，堪称咒装之神。竞技级职业足以改变整个神启，一场关乎审判与诅咒的剧烈动荡即将来临。下一秒，他们淡定不下来了。竞技级，传说级职业竟然不是最高的，这到底还有多少职业等级？本以为我转职成史诗职业已经够厉害了，只在传说之下，怎么还有个竞技级？竞技级职业能够改变整个神启，那是否还存在其他竞技级职业？看着天地异象，必然是至强者诞生才会出现的。这诅咒装备是什么？我也想问。所有玩家、工会会长、集团大佬都被这条唯一的神启通告狠狠震惊了。他们从没见到过这种自带天地特效的通告，比贺北岩的高大上好几倍。紧接着，因诅咒者现世，有关诅咒装备的知识已进入每位玩家脑海。世界级势力审判协会即将与诅咒神教开战，众人当场傻眼。卧槽！卧槽！这知识诅咒者太逆天了！我知道审判协会好像是神启最强势力之一，诅咒装备好变态，被誉为禁止使用的武器。得到这种装备，其他人还怎么玩？能不能加入审判协会或诅咒神教？这种 NPC 势力能助我光速起飞。你们说诅咒者会在哪儿？不行，我要去寻找诅咒装备了，这不比金斯尼的格林机枪还要牛？众人议论着，可一行新的通告紧接出现。叮！每个存在玩家的城镇将触发区域事件，6小时后迎来暴走诅咒装备。世界 BOSS， 请保护城镇不被毁灭。击杀或坚持到审判者到来，该城内所有玩家将得到丰厚奖励。失败则城内玩家等级5获得一个持续48小时的经验负 30% 的 debuff， 并随机传送到其他附近城镇。憨国普天工会现工会排名榜第6，所有工会成员立刻在各个新手村寻找诅咒者，必须把他找出来。普胜天在工会频道中重复发送这一句话，他有预感诅咒者势必会超越贺北岩。通告的出现意味着他刚刚转职成功，也就表明对方还没走出新手村。一旦找到，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让他加入普天工会。贺北岩，你狂不了多久？洛索城悬赏大厅，吉恩刚提交几个任务，便对众人道：走，我们回66号新手村。为什么？金斯尼与众人不解。难道你们忘了66号村曾去过一名审判协会的女子？我认为诅咒者很大概率就在66号新手村当中。死！吉恩的话令所有人瞪大眼睛。仔细一想，这个可能性确实很大，可这会耽误我们升级进度，要不就派个别人去吧。有人提议。不，我们所有人都去。吉恩阴笑着，同时拿出一张传送符。西亚城传送符，这是在西亚城的憨国国柱交给我的，我们之后直接传送到西亚城与 BOSS 战斗。试想一下，6小时后贺北岩独自面对世界 BOSS 会有什么结果？刹那间，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世界 BOSS 可不是副本 BOSS 那种难度，凑个几十上百个同级玩家就能打过，后者在前者面前就是个弟弟。独自一人面对攻城的世界 BOSS， 结果必然是死亡。哪怕贺北岩是综合榜第1也不行。等级5，获取经验值负 30%， 这是削弱他的好机会。其他人趁此机会煽风点火，在网络上抨击贺北岩，形成舆论压力。而他们去到西亚城，等于是西亚城的玩家，加上西亚城本身的玩家，战胜世界 BOSS 的概率更大。没想到你和憨国国柱早就有计划了。金斯尼激动万分，洛索城绝大多数一线玩家都和贺北岩不对付，我这就去联系普胜天他们。他记得进入洛索城的一线玩家中，仅有1人来自龙国，但加上他又有什么用？剩下的都是些阿猫阿狗，暗中找个理由散布消息。那龙国人和其他玩家8成也会离开洛索城，就让贺北岩独自面对世界 BOSS 吧。众人烦躁的心情彻底消散了。终于，贺北岩的好日子要到头了。第60章，伊凡大人，动手啊！短短1小时内，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涌入新手村中，寻找那竞技级的诅咒者。
他们都认为诅咒者是改变神奇世界的关键，若能将他拉拢到自己旗下，好处不言而喻。同样还多了一批寻找诅咒装备和竞技职业途径的普通玩家。尽管自知希望渺茫，但人总要有梦想。神奇通道的出现不仅玩家能知晓， NPC 也能通过意象得知诅咒者诞生。看到这个意象后，对任何事都一副无所谓态度的伊凡脸上浮现出激动难耐的笑容。真的，古籍记载是真的，诅咒者大人真的出现了。他双拳紧握，一直以来他都想证实诅咒者的存在，但没有人相信。就连诅咒神教中的那些星宿和高层都觉得诅咒者是杜撰的，尽管他们都听过诅咒者的故事，但都不认为其存在。试问，诅咒者能免疫所有诅咒，还能发挥咒装功效，真有这样的人，为何不早早现身，带领神教走向无敌？毕竟古籍还记载，诅咒者甚至可以帮助其他咒装者免疫装备代价。存在的话，怎么可能会有审判协会这个二五仔势力发展的跟诅咒神教一样强大，与神教争相对抗？因此只有伊凡坚信诅咒者是真的，一直在寻找。他对那些不相信诅咒者大人存在的家伙们嗤之以鼻。伊凡希望诅咒者大人能帮他消除诅咒装备的代价，成为彻底的完美咒装者。为此他可以付出灵魂。伊凡大人，审判协会将对神教开战，他们认定诅咒者在我们教内。诺克对他十分恭敬。别看他是执事，无论莱尔出事之前还是之后，在神教内的地位远不如伊凡，但他也没有想到诅咒者诞生的意象真出现了，和古籍描述的一模一样。教主什么看法？伊凡问道。多数教徒与高层回到神教，与审判协会周旋，一部分流动在外寻找诅咒者大人，包括你我。伊凡点点头，旋即面色惊异道：有意思，贺北岩要出来了，我们准备动手。是。诺克露出一抹狠色，对于贺北岩他早已恨入骨髓。一道传送门出现，贺北岩与妮娜回到了自己房间。可惜就杀了2个 BOSS， 保留的经验只够升 1.5 级，一记副本可遇不可求，下次想像这样乱杀升级，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道士临退出前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长袍人，说自己很快会与他见面。随后贺北岩发现有新的世界通告和任务消息，刚要查看，突然察觉到了危险。贺北岩，受死吧！诺克愤恨地从墙壁另一面穿过来，武器刺向他的眉心。是你啊！贺北岩很快认出了他。经过一记洗礼，已经不把这个30级的青铜精英放在眼里。3发吹剑向他吹去。负4728，负1000，负500，负14184，暴击1000，负500，负9456，负1000，负500。武器还未命中，诺克的血量先掉了 50%。他瞳孔猛缩，对方的实力竟然增长了这么多。不过不要紧，伊凡大人，动手啊！诺克暴喝一声，打算拖住贺北岩，让伊凡来秒杀他。原本他们就是这么计划的，可奇怪的是，伊凡并没有从墙壁对面出现。你还有帮手？贺北岩翻转手腕，血色刀影纷纷落下。诺克根本抵挡不住，你击杀了诺克。直到最后，诺克都不明白为何伊凡没有出手。有了敏捷属性攻速就是快了点。他来到隔壁屋子，发现窗户被打开，里面的人早已不见踪影。算你跑得快。旅馆外某处草丛内，伊凡满脸的震惊之色。贺北岩现身的一刹那，他发现对方已经到达了20级。他想起古籍当中的一句话，古籍记载，诅咒者诞生并非从1级开始，而是进阶之初。20级正是准备进阶的时候。正是想起这段话，让他陷入犹豫，没有按照原计划去秒杀贺北岩。若是以往，他不会多想，可贺北岩升级的时间恰恰是诅咒者诞生之时。难道他就是诅咒者大人？唯独这件事，伊凡宁可不杀也不错杀。本身加入诅咒神教就是为了找到诅咒者大人，他不愿在此时冒风险。在观察下，几小时后城镇会出现暴走的诅咒装备，若他真是诅咒者大人，定能轻松解决。反正凭借自己的诅咒装备，有的是机会击杀，也不差这点时间。至于诺克，他从未放在心上，竟然全神启动知道诅咒者的事了。翻看完所有消息，贺北岩叹了口气，信息量有些庞大。审判协会跟诅咒神教干起来了，世界 BOSS 即将出现，玩家在各新手村找诅咒者和咒装，很可惜他们一辈子都找不到。除此之外，他还收到了马达尔的好友消息，希望自己能帮助审判协会对抗诅咒神教，为此还特地发了个任务。看都不看，那么多惹不起的大怪物他才不去，万一被路过的大能发现自己的职业，不就是找死？先等等这世界 BOSS， 诅咒装备变成的 BOSS， 我能不能得到手？咚咚咚！就在这时，有人敲了敲他的门。
贺神你好，我是龙国一名玩家，绝无恶意，想来告诉你吉恩等人的一些事情。贺北岩将房门打开，对方找到自己的住处并不觉得意外。一名神官打扮的男子站在门外，应该是辅助类职业。他的神色有些担忧。这是我的个人面板，王天宇，12级，职业神谕师，史诗级，生命值略。王天宇没有丝毫保留，将全部属性展现出来表示诚意。贺神，根据我们的情报，吉恩、金斯尼等大批洛索城一线玩家传送到西亚城了。现在洛索城只剩下我带队的8位2线龙国玩家，马上世界 BOSS 就要来了，我们根本挡不住。你也快离开洛索城吧。他很焦急，尽管贺神与他并无交集，但那个 1v66的视频打出了他对贺北岩的尊敬。加上高层指派他与贺北岩接触，再三强调不要冒犯对方，先与其结交为朋友。王天宇不希望贺神在这里有所损失，毕竟抵御 BOSS 失败的代价会很严重。能感受到你的善意，但你们怎么笃定我会输？贺北岩一句反问，让王天宇怔住了。第61章，王天宇豪赌大提升。王天宇承认贺神很强，但觉得他有些太自信了，于是继续劝道：其他城镇都有至少300名玩家，有些城镇甚至有500名以上的一线玩家都在为对抗世界 BOSS 做准备，而我们洛索城加起来没有20位玩家，我们这点人您觉得？我觉得打得过，甚至还可以击杀。贺北岩笑道：你没必要相信，担心的话就带着你的队友离开，总之我不会走。这王天宇陷入了短暂的纠结。好，我们留下来陪贺神，我是神谕师，可以给贺神套盾加血。他做出了一场豪赌，选择相信贺北岩，很想看看对方是怎么战胜未知的世界 BOSS。 如果真能杀死的话，几百人的奖励被他们10人拿到手，或许能让王天宇超越现阶段所有的一线玩家。明智的选择。还有什么事？王天宇摇了摇头，我只是来告诉贺神，龙国对你抱着友好态度，不会在现实中去翻找你的身份，但其他国家就不一定了，你要小心。贺北岩摆摆手，知道了。顺带，如果贺神愿意的话，能否加一下龙国2位国柱的好友？王天宇试探道。遇到再说吧，暂时没兴趣。那就不打扰贺神了。王天宇识趣的离开房间，在不知我深浅的情况下，还敢带着队友豪赌留在这里面对世界 BOSS， 倒是个人物。这王天宇倒是有几分魄力。不过贺北岩并没有说假话，他确实能打得过，哪怕就自己一个人。贺北岩现在的实力就相当于50位20级玩家的总和，甚至还超越了。虽然还没有20级玩家出现，几百名10级出头的玩家再多，也不可能战胜几十位20级玩家。何况自己达到20级后还没强化诅咒装备，他现在有40多万金币，全部强化后还能剩下一半。那时属性等各方面都会再提升一个档次，还有各类药剂、卷轴这些东西。先把新装备做出来。在纳萨宝库中得到了许多材料，其中含有极少数的 A 级材料。贺北岩这次打算做一个法杖类的攻击装，单单吹剑这一种远攻方式还是不够，而且攻击频率有上限，很难发挥自己的全部实力。这些 A 级材料都挺好的，懒得筛选，全部用了吧。一股脑的将所有 A 级材料与诅咒胚胎融合，第8件诅咒装备即将生成。贺飞权杖 S 级成长型，法术强度加150，施法速度正 15%， 冷却缩短正 15%。 效果免疫 60% 火属性伤害。火球单体普攻，附带法术强度 X 220伤害，1秒吟唱，无冷却。神焰火雨对50米任意范围造成持续5秒的法术强度 X 180伤害，5秒吟唱，冷却1分钟。炎灵守护者召唤炎灵，拥有法术强度 X 280的强力攻击，每次攻击为你生成伤害 X 50%的护盾，存在10秒，10秒吟唱，冷却5分钟。贺飞权杖击杀一定生命后会进阶为 SS 级。临时 W 诅咒，小气的贺飞女神让你倒霉，时刻受神火侵蚀，释放一次火属性攻击，减少 8% 生命值，生命恢复效果无效。或许是5点幸运值的功劳。好强，拥有2个技能，还能用火球进行远攻。1秒的吟唱时间，经过快速施法的百分比减少，只要 0. 几秒。2个技能也很强大，一个范围 AOE， 一个爆发输出，还能给自己套盾减伤。贺北岩甚至想立刻找个 BOSS 试试手。从现在开始，我的法攻不再与悟空一样，在悟空带来的法攻基础上，法术攻击力再加150。贺飞权杖还能自动成长，杀满10万个怪物就会成为 SS 级装备，还有免疫 60% 的火属性伤害，火法和火系怪物看到后都要哭。面对火属性敌人，自己将会是他们的克星。但这只是开始。强化贺飞权杖，献祭 2.4W 金币，贺飞权杖强化成功。献祭 2.6W 金币，贺飞权杖强化成功。
直接进行2次强化。贺北岩查看他的新属性：贺飞权杖加2 S 级成长型，法术强度加150450，施法速度加15百分号25百分号，冷却缩减加15百分号25百分号。效果：免疫60%火属性伤害。火球单体普攻，附带法术强度 X220百分号240百分号伤害。神焰火雨对任意50米范围造成持续5秒的法术强度 X180 200百分号伤害。5秒吟唱，冷却1分钟。炎灵守护者召唤炎灵，拥有法术强度 X280 300百分号的强力攻击，每次攻击为你生成伤害 X5070百分号的护盾，存在10秒。10秒吟唱，冷却5分钟。贺飞权杖击杀一定生命后会进阶为 SS 级。临时 W 诅咒，小气的贺飞女神让你倒霉，时刻受神火侵蚀，释放一次火属性攻击减少8%生命值。这比我的物理输出都恐怖了。贺北岩想起自己其他的诅咒装备，7件诅咒装备强化完之后，战力会达到何种层次？还有不少时间，全部强化了。献祭 2.8W 金币，强化赤后神吹剑。展开查看。献祭 3.0W 金币，强化死亡战刀。献祭 3.2W 金币，强化异变生命树铠甲。献祭 3.4W 金币，强化神敏之靴。献祭 3.6W 金币，强化圣经史莱姆。献祭 3.8W 金币，强化禁忌咒书。献祭 4W 金币，强化风雷毒蛛腰带。24万金币消耗，7件装备全部强化，共增加680点攻击力，1000点血量，135点双抗。死亡战刀的真伤效果变为了 2.5 倍。我最强的攻击还是物理输出，但法攻也没差多少。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 BOSS， 贺北岩的底气更足了。第62章，这是超越贺北岩的大好机会。贺北岩看了下自己的攻击，物理攻击2890加231，魔法攻击2660加212，加上装备的普攻加成效果，分别是7802物攻和6892法攻点伤害，还有500点光明伤害。2种普攻伤害分别突破8000与7000，他所计算的还只是普通攻击，风雷毒蛛、吹剑攻击以及2个新获得的强大法术都没算进去，更别说还有妮娜这个无限技能的战争机器了。对了，30级的职业任务我还没看呢。随后贺北岩点开自己的任务面板，遗憾的是职业任务没有开启，说是要等自己完成进阶试炼才会显示。倒是进阶试炼显示在最上面，进阶试炼咒装坟地。进入试炼之地，通过试炼开启诅咒者专属能力咒力。他有预感，咒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瓦克城，许多手腕处有一朵樱花的女玩家在不停的忙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 BOSS。他们是工会榜第2的樱花工会成员，这个工会里都是女子。实际上单论工会势力，早就是第1了，只不过没有工会令牌。会长，我们已经准备了许多生命、法力药剂，还有各种地级法术卷轴、攻击道具。一位女成员眼神迷离地看向会长花梅子，似是被她的美貌吸走灵魂。削弱类的法术卷轴和道具多弄些，下去吧。花梅子一身和服，叼着烟斗，拥有许多成熟女人都没有的特殊气质。她既是樱花工会会长，同时还是东瀛国主。调出面板，距离世界 BOSS 到来还剩2小时，坚持到审判者到来，这不符合我花梅子的性格。世界 BOSS 的首杀我要定了，他要以世界 BOSS 的首杀为基础，一举碾压贺北岩。几小时前得到消息，洛索城所有1线玩家都去到西亚城，只剩下贺北岩。虽然他与贺北岩无冤无仇，但能将其超越，将会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况且在他眼里，越是强大的男人，不就越应该被自己踩在脚下吗？贺桑，你已出尽风头，可以乖乖成为我的踏板了。未来若有机会碰上，我会破例让你当我的奴隶。动作都快点，这是超越贺北岩的最好机会。土系法师、猎人，你们的防线和陷阱还没弄完吗？西亚城穿着虎皮的胖战士在高台上大吼，指挥台下众人。今天拿了世界 BOSS 首杀，所有参与的玩家都将获得1000枚金币。我憨国国驻京六旁说到做到。六哥威武，跟着六哥走，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金六旁说完，笑嘻嘻地走到吉恩与金斯妮面前。2位觉得如何？我们西亚城的准备工作还不错吧？吉恩微微点头，拿下世界 BOSS 首杀以后，我们一起发展。无数城镇、无数玩家都在为了世界 BOSS 的首杀擦拳魔掌，做着各种准备工作。但只有洛索城是例外，依旧如往常一样风平浪静。现实世界，各大媒体直播都在播放同样的画面。神奇频道为您报道最新消息。目前共100多个城镇拥有玩家都在为世界 BOSS 的首杀争夺做准备。一些城镇玩家较少，
有条件的传送到了人数较多的城镇，或选择回到新手村避难。但奇怪的是，唯独鹤神所在的洛索城毫无动静。据消息称，以吉恩、金斯尼为首的大批洛索城一线玩家全部出现在西亚城。那么鹤神是否还在洛索城？洛索城没有任何准备工作，是出于他对自己的自信，还是将洛索城彻底放弃呢？主持人抑扬顿挫地说着，将悬念抛给大众。还未离开新手村的玩家看到这则报道，立刻进入神起在世界频道诉说，洛索城的一线玩家都跑了。现在还有谁在洛索城？跑了？你是说吉恩他们吧？毕竟他们跟鹤神有仇。那鹤神还在洛索城吗？他打算一人单挑世界 BOSS， 就算他再强也做不到的吧？肯定做不到。我猜鹤北岩也跑了，8成现在洛索城就是个 NPC 城镇，没有玩家存在了。Oh my god！ 你们的鹤神怎么会跑呢？不会真跑了吧？等等，报道又有了新消息，你们自己在电视上看。主持人突然收到了一封信，看完信的内容后连忙报道，现接收到最新一线消息，有玩家留在了洛索城，说自己看到了鹤神与几名龙国玩家，他们没有离开城镇。同时这名神秘玩家声称自己可以开直播，当洛索城的 BOSS 战开始时便会进行全网直播。可惜的是，出于神奇本身原因，所有玩家的脸都会被打马赛克，我们依然无法得知鹤神真容。到时洛索城的成败就由我们共同见证吧。电视报道就此结束，可玩家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洛索城直播，我这必须看啊！神起最强玩家大战世界 BOSS， 哪怕输了也应该很精彩吧？精彩？想啥呢？那可是世界 BOSS， 怕不是鹤北岩刚露面就被秒了。我也不看好鹤北岩，他绝对无法战胜世界 BOSS。 你们龙国玩家真有意思，还陪着鹤北岩送死，不像我们的六欧巴把吉恩他们拉拢过来。可怜的鹤不懂人情世故，把一线玩家全得罪了，没人帮他。哼，我鹤神要被杀，难道还得给对方留面子？我支持鹤神，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9成以上的人都不认为鹤北岩能赢。聊着聊着，距离 BOSS 来临仅剩下5分钟。洛索城红楼里走出一个脚步虚浮的少年，脸上带着几分陶醉与醉意，似乎爱上了这里。马上小爷就要赚发了，我要付费直播鹤北岩与 BOSS 的战斗，哪怕死一条命也值了。他便是声称自己能够直播的男人。第63章，竟然不是第一。鹤北岩与 BOSS 的战斗，我要开启付费直播。他便是声称能够直播的男人陈红。陈红没有什么大梦想，就是一条混吃等死的享乐咸鱼，来神起也是为了给自己找乐子。只是刚好分到了66号新手村，刚好来到了洛索城。等我赚够了金币，就去变全神起所有的红楼。嘿嘿。王天宇等人来到与鹤北岩约定好的地点，等待着他。王哥，我们真要在这里等死吗？实在不行可以回到新手村。当王天宇做出留在这里的决定，其余几人都认为他疯了。鹤北岩是很强，但真没必要为了他降低5级，还有可怕的48小时经验减少的负面 buff。他不可能赢。我承认这个决定很莽撞，但恳求各位陪我赌一把，我想看看鹤神强大到何种地步。看到他坚定的眼神，几人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行，我们就陪王哥赌一把，正好我也想见见鹤神有多强。我们的命都是您救的，能有今天也是王哥功劳，都听您的。王天宇鼻头有些酸，聊什么呢？不知何时鹤北岩出现在他们身后，扫视他们的职业。带上王天宇，共有2个辅助，2个远攻，4个近战，1个御兽使。察觉到鹤北岩的目光，王天宇介绍道，御兽使排行榜92，耿元。其他人在各自职业榜单中也是90左右的徘徊，只有我在牧师排行18，但和鹤神相比不值一提。鹤北岩微微点头，甩手给出几个强力药剂，一会儿把这个喝了。看到强力药剂的信息，几人有些震撼，竟然是 B 级药剂。王天宇趁机小声道，鹤神，有人会在暗地里直播你知道吗？鹤北岩点头，无所谓，不用管他，反正神起会自动给人脸打码，无需他担心。相反还能让全世界人明白他鹤北岩有多强。那一会儿我们该怎么做？保证按您说的做。你们有小怪的话别让小怪进城，没有的话注意别被 BOSS 蹭到，尽量活下去。王天宇着实没料到，鹤神你打算单挑世界 BOSS， 真能行吗？我心里有点慌。砰砰，话音刚落，天空中突然落下一个巨大黑色球体，从中间裂开一条缝，张开后竟是充满血丝的眼珠，真是灭眼。暴走1级世界 BOSS， 生命5000005000000，攻击2000，物防200，法防200，技能绝对破影毁灭射线。
描述：某个咒庄者将他抱走，奇怪的是没有持有者。50万血量。王天宇身后的一位战士看到后直接叫出声来，这打个毛，连5万血量的怪他都没见过，可直接跳到50万了。还有那2000攻击力，减一半也没有几个顶级肉盾挡得住。王天宇也嘴角抽搐，知道世界 BOSS 会很强，但也没想到这么强，彻底完了呀。反观贺北岩掏出一张卷轴，灵魂之焰，虚弱效果触发，世界 BOSS 真实灭眼全属性降低 30%， 真实灭眼暴走虚弱1级世界 BOSS， 生命3496213500000，攻击1400。现在他的攻击力也就比纳萨教主高了100多点，而自己的防御力高达730加点。开始虐杀，妮娜从口袋中跳出，5发吹剑立刻攻击在真实灭眼身上，负7802 1500，负500，负7802 1500，负500，负23409，暴击。某阴暗角落开直播的陈红看到这高额的伤害数字，眼睛再也无法从贺北岩身上离开了。神器论坛开始了，直播开始了，我去，付费直播20金币，后续每分钟1金币，这人太黑了，但没办法，我掏了。无数未能走出新手村的玩家通过面板观看直播，人数瞬间突破10几万。好大的巨人，是贺神的受宠妮娜。贺神的武器不是太刀吗？手里的珠子是什么？爆炸范围好大，牛逼！贺神在单挑世界 BOSS， 我怎么感觉这大眼珠子的攻击对妮娜的伤害不高啊？为啥看不到伤害数字？这直播好啦，退钱！大家仔细看贺神的走位，能学到东西。无数人一边看着直播，一边在世界频道中讨论。妮娜来抗伤拉怪，贺北岩游走在世界 BOSS 的边缘，时不时用吹剑和风雷毒株进行攻击。每次攻击 BOSS 身上都会显示出密密麻麻的7000多伤害，偶尔还会破万。只见世界 BOSS 的血量百分比缓缓下降，一旁的王天宇等人瞠目结舌。这偶尔出现上万的伤害数值，我没眼花吧？贺神刚才用了什么卷轴 ？BOSS 的全属性下降了 30%， 他们感觉自己与贺北岩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叮！世界 BOSS 实时榜开启，一个突然的榜单出现，上面显示着前10个血量最少的世界 BOSS。1真实灭眼，血量 80%； 2魔域之眼，血量 89%； 3石化之眼，血量 95%； 4诱惑之眼，血量 95%； 10法术之眼，血量 97%。还有人把世界 BOSS 血量打入 90% 以下。贺北岩丢着风雷毒株，有些诧异。虽然他没用全部实力，但对方能在几分钟内做到这种程度，非常不错了。魔域之眼8成就是西亚城的了。然而此刻，西亚城内与魔域之眼奋力搏斗的吉恩等人脸色黑得可怕。法克，真实灭眼是哪个城镇的 BOSS？ 怎么可能比我们还快？我们拥有40多位一线玩家，3名国柱，还做了各种准备，总共快600位玩家，竟然还不是第一。找掘地3尺也要找到真实灭眼所在的城镇。吉恩面容狰狞地咆哮着，其他人绷紧牙关，不知该如何回答。 BOSS 实在太强了，每个控制打在身上都没有超过 0.5S 的效果，而输出又高的可怕，招招秒杀。若非靠着大量的法术卷轴，还有提前准备的无数陷阱，根本打不掉这么多血。结果还不是第一。深知世界 BOSS 有多难打的他们，自尊心受到了强烈打击。有攻击增幅技能的玩家快上增益，只能加血的奶妈委屈，你们在最前面，必要时为输出挡刀。我们是憨国、漂亮国等数国联合，这次的 BOSS 首杀必将被我们拿下，大家加油！金六旁开始规划新的战术，可当他在打开榜单时，1真实灭眼，血量 75%， 反观魔域之眼，血量才刚刚降到 88%。 第64章，我金六旁一次就要吸收教训。贺北岩疯狂使用吹剑和风雷毒株进行攻击，一旦使用完就用死亡战刀砍向 BOSS。 负7802，负7802，负500，负500。待25秒过后，贺北岩重新拉开距离，射出5发吹剑和5颗风雷毒株，来回反复。真实灭眼的毁灭射线是单体目标伤害，每次想要攻击贺北岩时，总会被妮娜挡下。其实就算没有妮娜，加上技能加成，也看看1000多点伤害。这 BOSS 太无聊了，还没纳萨教主有挑战性。好歹纳萨教主还有回血、控制啥的，这真是灭眼就一个攻击技能，进入冷却就在原地被动挨打，没有其他攻击手段，难怪才1级。
不打了！水世界频道。突然，贺北岩停下了动作，竟原地坐下，打开世界频道面板。卧槽！贺神在做什么？怎么不打了？在水群？这是压根没把世界 BOSS 放在眼里啊！他就不怕 BOSS 攻击他吗？大家注意 BOSS 榜单，真是灭眼的突然降得好慢！卧槽！卧槽！我有一个逆天想法，真是灭眼会不会在洛索城？真是灭眼的血量一直掉得很快，可贺神水群后就慢下来了。贺神一人单挑世界 BOSS， 伤害还排在了第一，他到底有多强？众人有些震惊，现在还不确定，不能直接下定论。如果这要是真的，那也太可怕了。他们本以为是西亚城第一，结果不会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吧？同样被震撼到的还有王天宇等人。世界 BOSS 就在眼前，有人原地盘腿而坐，其目的竟然是水群。是个正常人看到了都会说他脑子抽了，但把这个有人二字换成贺神，那便成了理所当然。作为最直观的旁观者， BOSS 弹出大量伤害数值的视觉冲击依旧历历在目。贺神确实有资格在世界 BOSS 面前水群。此刻他们彻底明白贺神的输出有多么强大。贺神，我有个攻击力临时挣 5% 的增益卷轴，要不您用了？咱快点结束战斗。王天宇试探性的一句话刚好被众人听到，彻底坐实了真实灭眼就在洛索城。我照，怎么还有9个大腿挂件？这才叫真正用实力演绎自己强不如大腿强，躺赢天下无敌。我木了呀，我也想抱大腿啊！现在能不能去洛索城？我要去蹭奖励。别想了，世界 BOSS 出现时，任何村子都不能前往城镇，只能等击杀或审判者到来。西亚城、瓦洛城等多个城镇传来情报，死亡玩家上100位，随时可能支撑不住。百花公会高价收各种攻击增幅药剂，削弱 10% 以上药剂，请直接上架交易市场。普天公会高价收各种攻击增幅药剂，削弱 10% 以上药剂，请直接上架交易市场。时间流逝，各城玩家的损伤越来越大，别说击杀 BOSS 了，现在连自保都难。削弱药剂对世界 BOSS 使用只取削弱最高的效果，并不会叠加，所以他们非常的难受。特别是百花公会先前准备了好多生命削弱药剂，结果都用不上。最宝贵的奶妈一次加血都没放过，还得主动给输出抗伤，可见有多绝望了。没办法，谁让一级世界 BOSS 的攻击力那么高，削弱到 50% 都没几个人能扛得住。要药剂，这不正是割韭菜的好机会？贺北岩背包里的强力药剂一直没有出售，于是他直接上架500份强力药剂，标价4000金币一瓶。没错，他就是要抢钱。若非考虑到大家的金币少，他会设置更高价格。想拿世界 BOSS 首杀，那你就买，虽然你买了也拿不到，但搏一搏，单车就有可能变摩托。贺神，小心！就在这时，王天宇突然喊道。只见真实灭眼抓住妮娜的空档，对贺北岩发出了毁灭射线。嗡！他没有声带，但瞳孔里充满兴奋。终于让我找到机会了，只要被我打中，你必死无疑。无比恐怖的能量直接打在了贺北岩头上。负1086，护盾吸收。贺北岩挠了挠头皮，感觉有些痒痒。大惊小怪的，不就是一团纸打在脑门上吗？王天宇怔住了，观看直播的众玩家也呆住了。贺北岩不光输出强大，竟然连防御也这么高，能任意秒杀所有玩家的射线技能，竟然形容为一团纸的威力。刚才，耿源的手颤微微指向贺北岩，犹如丧失了语言能力。王天宇，是的，你没看错，射线只有1000出头的伤害。听到这番话，观看直播的众玩家彻底麻了。负7802，负1500，负500，负7802，负1500，负500，负15604，弱点1500，负23406。暴击！重新回到战斗中，真是灭眼的血量越来越少，60%、50%、10%。如果不是被人直播，加上贺飞权杖和妮娜万种形态切换，能击杀得更快。我不相信，我完全不相信，真是灭眼绝对不在洛索城。4000金币一瓶强力药剂。哈哈，贺北岩，我不会上你的当。吉恩看着越来越多的同伴被 BOSS 击杀，有些疯了。为什么贺北岩总能赢？为什么啊？自己明明已经那么努力了，还专门传送到西亚城带人与韩国国柱合作，共同抢夺 BOSS 首杀，这竟然比不过贺北岩一个人。计划改变，大家支撑到审判者到来。务工玩家各买一瓶强力药剂。金六旁不甘心地喊出这句话。
哪怕明知贺北岩做得起价，他也要逼自己购买，不然他们就要团灭了。吉恩彻底被贺北岩打击，丧失了斗志，他可不能绝望，还有那么多弟兄相信自己，在咬牙支撑，自己必须做到憨国国主的责任。同时他对金斯妮发送一条消息，以后没有100%的把握对付贺北岩之前，我不会再参与任何针对他的活动了。吉恩等人已经吃了2、3次败仗，他金六旁一次就要吸取教训。这贺北岩目前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惹的，什么成神线索、至强攻击防御装备，没那个命拿，还非想方设法去得到，那就是找死。莫一会儿，世界通告：洛索城玩家拿下世界 BOSS 首杀心动王国，并得到巨大奖励。世界通告：洛索城玩家拿下世界 BOSS 首杀心动王国，并得到巨大奖励。世界通告：洛索城玩家拿下世界 BOSS 首杀心动王国，并得到巨大奖励。3声通告重复出现。第65章，您是纣庄的福音。惊讶、震撼、难以置信，这是除贺北岩以外所有玩家的共同想法，就连王天宇9人也如同身处梦幻。哦，还要加上一个混吃等死的陈红，整个洛索城只有他们11位玩家，可想而知，他们即将获得的奖励会多么巨大。由于洛索城拿下世界 BOSS 首杀，且玩家较少，所有洛索城玩家的奖励提升：获得自由属性点加50，声望值加1000，获得 A 级职业成长装备1件，正在根据伤害贡献进行额外奖励。你的伤害贡献为 0%， 获得奖励20自由属性点5000金币。包括陈红在内的洛索城10位玩家全部瞪大眼睛，因为贺神，他们白嫖到了70点自由属性5000金币，还有1件 A 级成长型的职业装备。拿出各自的职业装备出来看，达成一定条件就可以提升到 S 级。几人顿时大眼瞪小眼，对于他们而言，单单是 A 级装备就能用很久了，堪称是前期毕业。未来升到 S 级，若是没有大机遇的话，基本要用一辈子。毕竟 S 级品质的任何东西，连帝国都很需要，武器更甚，甚至愿意付出巨额报酬来购买。早知道我就对着世界 BOSS 砍2下了，啥都没干都有20属性点和金币，有 1%是不是更厉害？得了吧，你以为你是贺神，还没到跟前就被激光射成灰了。1%、0.1%还差不多。这些奖励我们受之有愧啊，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贺神才好。贺神不是有工会吗？我们可以加入他工会报答他，我不喜欢欠人情。好主意，可问题是贺神会同意我们这些2线玩家吗？队伍成员顿时尬住。虽然神起初期的2线玩家属于中上水平，但在贺神眼里完全是拖油瓶啊，二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于是目光纷纷投向王天宇，希望能从他这里得到答案。你们别看我跟你们一样，他和贺北岩不过萍水相逢，能得到这些奖励是来源于对对方的信任与豪赌，二者本质上并无什么感情交集，只是他这次赌赢了，但能否加入贺神的天选公会真的很难说。不过他确实有这个想法，加入天选公会就代表和贺神彻底联系上了，哪怕他们无法长期跟贺神一起组队，也方便未来龙国2位国柱与他见面。强强联手，必定能在神起世界成为真正的霸主，将其他国柱和玩家踩在脚下。毕竟其他国柱也在寻找本国内的黑马玩家，打算将其拉入麾下或合作。神起世界未来必定是蓝星第2世界，拥有非常大的挖掘潜质，在这里拥有越高的地位，现实身份也会水涨船高。哪怕没能成神，只是不知道贺神是什么想法。拉入麾下是肯定不可能了，合作的话也得看他怎么想。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主动权在对方手上。世界频道内聊啥呢？你们快把奖励发到世界频道里啊，让我们这群吃瓜群众过过眼瘾行不？别吊胃口。这西亚城的玩家真菜，现在还没打到 80%， 80%打得很艰难。那么多高玩顶不过一个贺神，真是垃圾。退游吧。直播怎么黑了？干！直播被关闭了。陈红将直播关闭，从角落中走了出来，他眼神炙热，望着贺北岩的背影，心中产生了一个必须达到的目的，自己一定要加入天选公会。这是他混吃等死的生活中头一次出现了目标。刚才直播让他赚了至少几百万金币，每个观众的花费并不多，但集合起来金币数量非常庞大。毕竟神起是数十亿人参与的游戏，但他也意识到没有一个好的靠山，好的大腿，自己根本吃不下这笔钱，也就去不了全神起的红楼。别人不知道，但是他陈红知道，
自己早就被贺神给发现了，只是他没说。所以为了防止贺神把自己卖了，还不如主动示好加入天选公会，哪怕掏出些金币也没事。贺神就算身为强者，不屑去泄露自己，他也要主动上交金币给贺神。没有贺神的默许，自己不可能顺利直播，也就不可能赚到几百万的金币。一切都是为了混吃等死，更心安理得的混吃等死。反观贺北岩，他走到变回原样的真实灭眼前，刚想弯腰捡起，成功击败世界 BOSS， 获得 5W 金币、5W 经验值，保留，获得自由属性点加50，声望值加1000，获得 A 级职业成长装备1件。提示：由于您的职业没有 A 级成长职业装备，上调为 S 级成长装备，正在根据伤害贡献进行额外奖励。你的伤害贡献为 100%， 获得诅咒者职业终极技能之一修复。修复可将损坏程度低于 80% 的诅咒装备进行修复，但需要消耗咒力。当前咒力未开启。描述：诅咒装备天生受人妒忌，有人想用它除恶扬善，有人想用它满足欲望。许多强大的诅咒装备未能拥有主人，就遭到了破坏。而您是咒装的福音，可将它们修复。贺北岩惊呆了，用咒力修复诅咒装备，我好像知道咒力的部分用途了。修复是诅咒者职业的终极技能之一，贺北岩因手杀并100%的伤害贡献，所以被提前得到了。不过他现在没有咒力，甚至得到这个技能也没什么用，只有通过咒装坟地的职业试炼才能发挥作用。他心中有些期待，诅咒者肯定还有其他终极职业技能，不过下次得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职业任务做到最后应该就得到了。贺北岩捡起真实灭眼，他的原本形态就是人眼大小。真实灭眼 S， 生命加100，效果：任何形式的隐身、幻术、伪装在你面前都无效。毁灭射线，锁定1000米范围内的单体目标，造成最大法术攻击 X 160%的伤害。射线可被非锁定目标阻挡，冷却30秒。幻化，佩戴后可以幻化成面具遮挡面容，无冷却。诅咒，你的另一只眼永久失明，并永久获得头痛异常状态，终生无法入睡。被我打得那么狠，竟然没有损坏。贺北岩有些意外，或者说他只是阻止了真实灭眼的暴走，离损坏他还很远。这样也好，免得到手的诅咒装备用不了。真实灭眼对贺北岩的用处是效果，不管怎样逆天的隐身、幻术或伪装，在贺北岩面前统统不起作用，等于自己以后不用怕被刺客或幻术大师偷袭，像索西类似的职业也不用担心了。还有幻化，能够遮挡他的面容，以后在现实就不怕被人认出来了。贺北岩直接装备在身上。现在神起已经有人能直播，虽然会自动打马赛克，但未来可不好说。神起世界他不担心被人认出，现实就有些麻烦了。毕竟他是真实面容进入神起，只是在他装备真实灭眼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不远处的草丛里有个白发的少年，两眼放光，呼吸急促，心脏砰砰直跳。真的是诅咒者大人！伊凡目睹了这一切。第66章，大人，为什么？因为你不懂。贺北岩没有着急强化真实灭眼，查看起获得的另一件诅咒装备谢力戒指 S 级成长型，物理攻击加80，法力值加500。效果：攻击命中敌人有 20% 概率召唤出自爆蜘蛛，对敌人造成额外最大攻击伤害，并减少 30% 移动速度，持续5秒。诅咒：被谢力侵蚀全身，寿命缩短5年，骨头成为你肉体的弱点，物理攻击即使格挡成功，也会因反震受到一定的真实伤害。这诅咒干脆别活，直接死算了。贺北岩嘴角抽搐，还好他免疫诅咒代价。话不多说，直接强化谢力戒指，献祭 8.6W 金币，谢力戒指加2，谢力戒指加2 S， 物理攻击加80160，法力值加500-1000。效果：攻击命中敌人有20分号40分号概率召唤出自爆蜘蛛，对敌人造成额外最大物理输出 X 150点伤害，并减少 40% 移动速度，持续5秒。最大输出 X 150的伤害，那不妥破万了。强化后的谢力戒指看似没什么变化，但贺北岩抓住了关键点。他现在的物理输出每次普攻能达到8662，再加上 150%， 自爆蜘蛛的伤害直奔 1.3万。攻击命中有 40% 召唤自爆蜘蛛的概率，再加上5点幸运。评价一下，这是什么水平？贺北岩计算不过来了。自爆蜘蛛的触发是不论攻击形式的，只要攻击命中对方就有 40% 的概率。想想斥候神吹剑，再想想风雷毒蛛，光这2件装备一波全甩出去，运气再差也能触发个5-6次吧。更别说还有神命，
鹤飞权杖这些东西了，还有减速40%的效果，敌人中招就只能看着自己被鹤北岩的火球术和吹箭射死，这种效果超级恶心，好想逃却逃不掉，还好拥有的是鹤北岩。话说妮娜和鹤飞权杖的炎灵守护者攻击命中对方，能不能召唤出自爆蜘蛛？鹤北岩脑洞大开，待会儿就找个地方试一试。可以的话，战力又起飞一个层次，就是强化太烧钱了。鹤北岩看着自己的金币134456，刚赚的5万金币直接没了，还倒贴进去3.6万，真是灭眼。他暂时不打算强化了，那个射线技能在他看来并不强，而且还是单体攻击，等遇到需要远程精准射击的情况再强化也不迟。想到这里，鹤北岩转身便打算回去。等一等。这时不远处的草丛跳出一个白毛正太，鹤北岩并不认识他。什么事？请咒者大人原谅。他直接跪在鹤北岩面前，诅咒神教星宿之首伊凡，望您降罪。此刻伊凡的心情很激动，又很忐忑，还带着几分愧疚，自己差点就杀了苦苦寻找的诅咒者大人，若非自己本就心思缜密，多留了的心眼儿，诅咒者大人怕不是已经被自己嘎掉了。你认错人了。鹤北岩面无表情，暗自心惊，自己竟然被人发现了。听伊凡的言语，他是星宿之首，实力肯定比莱尔还强。正要查看他的信息，眼前弹出几条消息。由于您是伊凡 NPC 苦苦寻找的诅咒者，好感度加1500，满足条件，当前伊凡对您的态度为忠诚永久。提示：忠诚永久的 NPC 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听从你的命令。他顿时怔住了。大人，我懂的。这周围我已提前用道具布置了屏障，没人能听到我们说话。伊凡仍旧跪在那里，自顾自地诉说着出现在这里的整个始末。就是说，你主动向红衣教主提出和诺克来杀我，现在发现我是诅咒者，过来请罪。听完后，鹤北岩凝视着伊凡，有系统消息弹出，他放下心来，不用再演戏。没错。伊凡频频点头。诅咒者大人，能否请您和我回到诅咒神教，带领我们一起灭杀那些审判25载？相信教主也会很欢迎您。伊凡眼中带着期盼。诅咒神教与审判协会的关系如同猫和耗子，一直水火不容。如今诅咒者出现，只要他能回到神教之中，审判协会要不了多久便会被消灭。不去。鹤北岩直接拒绝。他记得自己从遗迹副本出来查看职业试炼时，有一个主线任务在下面。主线任务：隐藏好自己，极度危险。描述1：您是古籍所记载的诅咒者，现已被世人皆知，诅咒教主派人寻找，迫切的想要见到你，但似乎他是为了别的目的。描述2：审判协会认为你在诅咒神教中与其宣战，若被审判者发现你的存在，会全力将你斩杀。任务目标：隐藏好自己，等待后续任务变化。任务奖励：暂无。失败惩罚：未知。提示：由于您开启审判者对诅咒神教的主线，且身为诅咒者，后续可得知双线情报，更有利于判断。这就是他一直不去诅咒神教的原因。鹤北岩头一次见到未知的失败惩罚，被发现的话，后果绝不是损失一条命那么简单。可伊凡无法理解，大人，为什么？因为你不懂。那我留下来辅佐您。见他不愿多说，伊凡想都没想，直接做出决断。加入诅咒神教就是为了见到诅咒者，咒者大人不愿回去的话，那他也不回了。何况伊凡对诅咒神教本就没什么归属感，一群连咒者大人存在都不愿相信家伙，不配与他为伍。随后他拿出自己的诅咒装备，我相信自己一定能为您带来很大价值。鹤北岩瞳孔一缩，伊凡竟然拿出了2件诅咒装备。第67章，知道你强，但你不知道鹤北岩多强。永进神符 SS 展开10000米的神符结界，除自己外，所有人无法在结界内使用技能、受宠、装备。装备带来的属性加成不受影响。诅咒使用15次后，灵魂将消散与天地间，剩余次数4。魔能灵道炮 SS 地龙的悲鸣，对100米范围产生毁灭轰炸，造成法术攻击 X210% 的范围伤害，冷却8秒。诅咒每使用1次，减少1年寿命。作为星宿之首，我拥有2件强力诅咒装备，可以为您所用。伊凡自信道。这是鹤北岩第一次见到2件诅咒装备的拥有者，还都是 SS 级装备。讲老实话，那个永进神符他都有些羡慕了。可惜诅咒装备佩戴后就绑死，没有任何办法给予他人。你迫切的想为我做事，原因呢？有绝对忠诚在，鹤北岩倒是可以把他留下，加入竞天选工会。但比起待在自己身边，他对伊凡有更好的安排。
不过贺北岩想先听听原因。我希望咒者大人能帮我消除诅咒代价，成为完美的咒装者。伊凡没有隐瞒，永进神符快达到使用上限，灵道炮我也使用有50次以上，我才16，头发就全白了。我想成为至强者，不甘心就这么死去，为此我什么都可以做。贺北岩虎躯一震，从伊凡的言语中，自己似乎又发现了一个秘密：诅咒者竟然可以帮助咒装者消除诅咒代价，这80%也是职业技能之一，但他现在还没有得到。可想而知，待自己开启这个技能之后，将会拥有一批非常强大的咒装者，几乎和自己一样。当然，只有确定对方绝对忠诚，他才会为其使用。估计是终极技能了，这种技能不会那么好得到。贺北岩凝视伊凡渴望的眼神，缓缓开口：“可以，但你要先帮我完成一件事。”“什么事？”伊凡激动道。“回到神教，调查诅咒教主，查清他寻找我的真正目的。还有，活着。真是灭眼都死20分钟了，魔域之眼还有69%的血量，照这个速度打下去，黄花菜都凉了。只能说贺神太强了。有没有谁知道西亚城那边具体情况的？我很好奇。”世界频道内，许多看热闹的玩家在相互议论。最新消息，因贺神击杀世界 BOSS， 吉恩受到巨大打击，丧失斗志，刚才被魔域之眼秒杀了。本有上千玩家的西亚城，现在还剩下300多人，其他城镇的玩家也没好到哪里。2条消息瞬间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可怕！还是别跟贺神作对了，成神线索又不是只有一个，我们以后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高难度任务也能得到。说得对，窃取他人劳动成果本就不应该，再说了，只是一个线索，又不是直接成神。好想给贺神生个猴子。与此同时，现实当中，酒店里，吉恩双目无神地坐在床上，魂不守舍。咔嚓，房门被人从外面打开，几个衣着西装的男女走了进来。一个女人上前，面色冷漠地拿出一张纸读诵：“吉恩先生，鉴于你的愚蠢行为，屡次在贺北岩面前吃瘪，令漂亮国和本国玩家的名誉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经国会审议，暂保留你的国驻玩家身份，但后续的一切行动将听从赫斯特先生的安排。”听到赫斯特3个字，吉恩下意识地抬起头，与他本人对视。这个人他认识，属于漂亮国的黑马玩家之一，上面一直都在拉拢他。眼神闪烁蜥蜴的光芒，但瞬间就又变得落寞。没用的，我知道你很强，但你不明白贺北岩有多可怕。他摇着头笑了，笑得那么凄惨，似乎是在讽刺自己。通过世界 BOSS 的战役，吉恩完完全全意识到贺北岩彻底跟他拉开了距离，这距离如同天堑，无法超越，可望不可及。赫斯特只是看着他，没有说话，最终长长舒了口气。吉恩先生，我想告诉你，不要这么快就轻易认输，暂时的失败并不可怕。我获得了 F 级遗迹传送时，通过各种关系联系上了许多职业奇才，准备攻略 F 级遗迹。遗迹比野外副本更加危险，但奖励也更加丰厚，而且 F 级遗迹的首杀还在，这证明贺北岩没有进入过遗迹。我会用时间证明，他并不可怕，而是个笑话。顺带一提，我已被世界级势力审判协会看中，成为了一名预备审判者。吉恩先生，就好好休息吧。赫斯特胸有成竹，在他这一番宣言下，所有人都神情激昂地看着他，仿佛他就是漂亮国的希望。只有吉恩轻笑冷哼。不久之前，他也像赫斯特一样，没觉得贺北岩有多可怕，但作为旁观者，赫斯特又对贺北岩了解多少？漂亮国国主的名号就给你了，祝你成功。不等众人反应，起身离开房间。吉恩先生，你确定吗？国柱意味着什么？你比我更清楚。赫斯特眼神中散发炙热的光芒。他一直想成为漂亮国国柱，能够在现实拥有各种便利，但出于某些原因无法实现。可现在吉恩自己主动将国柱位置让给他，他心里乐开了花。加上自己在神启世界预备审判者的地位，可以说现实与神启实现了双赢。呵呵，吉恩只是冷笑一声。此刻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脱离这个团队，脱离这群人，抛开所有名誉利益，换个环境，静下心来，重新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战胜贺北岩，变强，亦或者成神。总之，不管结果如何，他必将用一切去做到。待吉恩走后，赫斯特对身后的众人道：联系高层，动用现实所有在华夏的人手，把叫贺北岩的统统杀死，哪怕全部暴露。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皆是露出震撼之色。他们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可没有一人站出来反驳。现在贺北岩就能独立虐杀无数顶尖高玩都杀不死的一级世界 BOSS， 再任由他继续成长下去，
未来会多可怕。神奇世界，你添加了伊凡 NPC 的好友。伊凡，26级青铜精英，气功师。气功师，这起码是个史诗职业。此刻，伊凡已经离开了这里，添加了贺北岩的好友。临走前，贺北岩又对他交代一些事，比如不要告诉别人找到诅咒者了。伊凡的脑袋也很灵，明白贺北岩的意思。诅咒教主寻找自己，却别有用心。贺北岩很想知道是因为什么。作为星宿之首，伊凡可以偶尔跟诅咒教主接触上，但能否打探到有用情报就很难说，只能尽力。至于帮他消除诅咒代价的事，等完成之后再说。咒装者不像诅咒者一样，只能佩戴诅咒装备，他们有多余的装备栏也能穿戴普通装备，还可以学习技能，只是这个装备栏被绑死。但因为诅咒装备的气息，经常会面对强大的审判者，必须需要用咒装来战斗。只要伊凡别再乱跑，减少咒装的使用，以后贺北岩就能帮他消除诅咒代价。相比之下，贺北岩虽只能穿戴诅咒装备，但免疫诅咒还没有装备气息泄露，比他们好了无数倍。不知道消除诅咒代价后，伊凡被拿走的寿命会不会返还？贺北岩晃了晃脑袋，八字还没一撇，等得到这个技能再说吧。第68章，我就想赚点小钱，混吃等死。贺北岩快速返回洛索城，刚进入城内，发现王天宇的队伍都在等他。这是谁？你们干嘛架着他？倒是队伍里多了一个面生的小胖子，被王天宇2个队员左右架着胳膊，不像是朋友。贺神，我叫程红，是之前躲在角落直播你的人。程红眼神幽怨，看着2个架起自己的糙汉子。我都说了，自己只是想赚点金币，以后去全神起的红楼，对贺神没恶意。而且贺神早就发现我了，你们为啥就不信我？哼，贺神本就在风口浪尖，你把他的实力暴露给世界玩家，赚得盆满钵满后说自己没恶意。贺神，别信他的鬼话，这小子精得很。2个队员根本不吃他那一套，认为程红出来肯定藏有猫腻。放开他吧，听到没有？赶紧放开我！程红在空中踢腾着腿，2名队员相互对视，贺神都发话了，只能无奈将他放在地上。贺北岩笑呵呵地看着他，直播赚了多少？贺神，一共600多万金币。程红嘿嘿笑着，他没说实话，其实赚了有800多万。他设置了2次收费，一次是进入直播需要付费金币，然后是观看时长的收费。虽然价格不高，但观看的人数很多，最后积累出了这么多金币。要不是有许多人忙着升级和攻略世界 BOSS， 没空看直播，否则能赚得更多。程红似乎对成果不太满意，紧接想到什么，贺神，没有你我赚不到这些金币，我转你200万。死！程红前后的2句话，险些让王天宇他们没站住，一屁股坐在地上。赚了多少？600多万。给贺神多少？200万。你也真是狠得下心啊！作为2线玩家，还有为1线辅助，他们整队加起来3天都赚不到1万金币。而程红10级玩家，属性不高，装备拉胯，一场直播赚了600多万，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但贺北岩听后却摇了摇头，他知道程红出现在这里，不单单是给自己分红这么简单，而且贺北岩不相信他说了实话，这是精明商人最基本的素养，藏活儿。而且他能在神器刚刚开始就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金币数量，一定有其过人之处。他不相信只是运气那么简单，只是贺北岩暂时还没发现。贺北岩伸出5根手指，我要500万，同意的话再听你接下来的条件。强化装备需要大量金币，有了这500万启动金，暂时就不用再担心金币问题了。献祭金币的价格越来越高，自己获取新装备的速度也逐渐加快。今后强化一次装备，献祭几10万金币的情况都可能出现。未来若天选工会发展，也需要金币支撑。200万真不够，按他的发展速度，撑不过1个月。贺北岩一直在想别的办法来获取金币，而程红的直播给了他启发，也因此默许了他在暗中直播。听到贺神的话，程红陷入了纠结。虽然给贺神500万金币，自己还有300万，暂时去红楼潇洒是足够了，可要他毫不犹豫的狠心掏出500万，真不太舍得。思索片刻，程红抱着很大的决心开口：可以，但我想跟贺神混，加入天选工会，保证我的安全，每周让我为你进行1次直播，金币我7你3。程红说出了自己的条件。他想了想，只是自己的安全得到保护并不够，还要每周为贺神进行1次直播，赚取后续收益。反正他的直播道具可以多次使用，现在全神起关注度最高的就是贺神，为他直播一定能赚无数个500万。贺北岩默默看着他，跟自己想的差不多。加入工会我可以同意，至于后面
我有更好的条件。贺北岩笑了，今后我进入一些特殊副本，或完成某些方便直播的任务，叫你一起。这其实只是他的说辞，真带不带他没人知道。总之先把大饼画上。物以稀为贵，细水长流，每周直播频率太高会起反效果。金币全归我，带你打副本和任务，你的实力就提升了，还能额外获得许多奖励，今后也能用实力赚钱。除非你想一直受人保护，那就拒绝我的条件。陈红听后眼睛一亮，虽然金币全归对方，这个条件确实比他提的更好。一直受人保护，自己还是弱的。他揣摩着下巴进行思考。陈红虽然混吃等死，但看人一向很准，知道贺神乃人中之龙，跟他混才能更好的混吃等死。以贺神的实力，所进入的副本和任务绝对远超所有玩家，对自己大有益处。就和今天一样，完全是蹭经验和奖励的。这既不与他混吃等死的人生目标相违背，又起到了变强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还很安全，看似血亏，却对自己的好处也不少。有了实力就啥都不怕了，甚至还能自己外出旅游，放心走遍天下红楼。关键是去红楼后，人家 NPC 小姐姐看到自己实力这么强，也很有面儿啊，说不定还不让自己掏钱呢。想到这里，他禁不住的嘿嘿笑了起来。好，我同意贺神的条件，我加您好友，合作愉快。你同意了陈红，玩家的好友请求。陈红10级，头脑巨商。看到他的职业，贺北岩眉头一挑，这明显是类似商人的职业，但一般都是直接显示商人2字，他的职业似乎很特殊。用意念对他发送消息，把你的职业信息发给我。下一秒，陈红将他的职业发送过来。职业头脑巨商，品级史诗，可成长至传说。灵活头脑 A， 不管遇到何种情况，都能灵活想出赚钱的办法，并在谈判时不让自己出现太大损失。手腕 A 加，商业天赋很高，就算是垃圾也能把它卖到高价。好色浪子，贪不贪财不知道，总之很好色，想给全世界女孩一个家。提示：当你能掌管王国或世界级势力的商业时，可晋升为传说级职业商神的弟子。第69章出现了，我杀了，捡到宝了。贺北岩心中翻起惊涛骇浪。头脑巨商自带2个高等级被动技能，这个陈红看起来毫不起眼，能赚到几百万金币似乎是运气，实际上是能晋升为传说级的史诗职业者，还刚好和专业对口。这就好比老师总说，只要有 99% 的努力，再加上 1% 的天赋，你就能成功。可他不告诉你，那 1% 的天赋才是最重要的。而陈红就是拥有这 1% 天赋的人。绝大多数史诗职业是无法成长的，再怎么努力，他都是史诗职业。1万个史诗职业里，都难有一个能成长为传说职业的。可见陈红的潜力有多大。仔细想想，能和1、2线玩家以同样的速度来到城镇，岂能是普通货色？最离谱的是，他以混吃等死为前提，却混到了城镇里。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成长型史诗职业者？贺北岩当即对陈红发送消息。贺神也没问啊。陈红貌似对自己的职业并不在意，而且升到传说离我太远，我就想做个普普通通的好色之徒，赚点小钱，混吃等死。此刻的陈红永远不会想到，因为跟随了贺北岩，自己将来的成就有多高。你获得了500W 金币。陈红加入了天选公会。天选公会迎来了第1位成员，同时他也是贺北岩的第1个玩家好友。加入公会前，贺北岩让陈红签订神启契约，发誓不会对天选公会成员造成威胁。每个人只要在神启中发誓，就能直接签订神启契约，不能违背契约内容。处理完陈红的事，贺北岩把目光转向王天宇他们。你们有什么事？王天宇上前一步道：贺神，我们也想加入天选公会，愿意签订神启契约。在陈红签订契约时，他已经将自己的打算上报给高层，得到了批准。加入天选公会，哪怕没有贺神好友，也能通过公会频道与贺神联系上。王天宇接着说：陈红现在还很弱，我们也可以充当他的保镖。小爷才不需要你们保护。陈红还记着刚才他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贺北岩倒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自己马上要去进阶试炼，纣庄坟场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带不了陈红。贺北岩还想看看能否在那里获得破损的纣庄修复，应该会耽误很多时间，毕竟都称作坟场了，肯定会有很多破损的纣庄。在这期间，陈红万一被人嘎了就很尴尬。得到世界 BOSS 的奖励，王天宇全队都成为了1线玩家，保护他是绰绰有余了。行，你们签订神启契约，我拉你们进公会。感谢贺神。王天宇等人欣喜不已。
他们记得天选公会有女神赐福，全属性加10，又能让自己变强几分。王天宇加入了天选公会，耿元加入了天选公会。之后，贺北岩便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所有人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打开属性面板。我靠！我物理防御破200了，我的基础法伤达到300多，加上装备加成，都突破400了。我的奶量现在比奶牛还猛。有没有一种可能，身为御兽使的我，可以战撸10级玩家了？走！趁很多高玩被世界 BOSS 击杀，受到惩罚，我们赶紧去升级。陈红，你也必须来。王天宇他们意识到，这是在一线玩家层次站住脚跟，甚至是成为顶尖玩家的大好机会。作为天选公会最初的成员，他们不能给贺神丢人，也不能给自己丢人。贺北岩回到自己的房间，终于回家喽。妮娜直接扑在柔软的大床上，摆出一个大字，闭眼享受。贺北岩打开交易市场，发现强力药剂只卖出去了几十瓶，扣除手续费，共获得197600枚金币，卖出去的不多，在他的意料之内。本就是为了割高玩韭菜设的高价，4000金币是他们能出得起，但出的又肉疼的价格。现在审判者应该来了吧？贺北岩点进世界频道，看有没有相关信息。他娘的，这世界 BOSS 真不是人能打的，差一点我就凉了。审判者终于来了，但我的杰哥也死了。我去！审判者说城镇有大面积损伤，没有奖励，反而算我们守城失败。我再也不信这些公会了，什么召集高玩打败世界 BOSS 的丰厚奖励，去他妈的！奖励？咋没有奖励？一个持续2天的 debuff， 还有等级5的奖励，确实丰厚，丰厚的我都快哭了。我只想喝。我们城镇也一样，问了一圈，只有洛索城是得到了奖励。早知道我就不从洛索城跑回来了，看着那些人白嫖到 BOSS 奖励，心在滴血啊！除了贺神靠谱外，现在我谁都不信了。贺神求你了，让我们抱抱大腿吧。世界频道中一片悲鸣，贺北岩没有说话。每个人都要靠自己才能变强，就连他也不例外。就算是王天宇，也是靠自己的豪赌而得到了那些物品。审判者来了，那就可以修改价格了。强力药剂1500金币一瓶，这才是贺北岩心中原本的价格。勇士，洛索城的没有出现世界 BOSS 吗？就在这时，马达尔发送了一条好友消息，出现了，我杀了。刚踏进洛索城的马达尔顿时愣在了原地，回头看着身后的10位审判者，一起在风中凌乱了。这里就是咒庄坟场吗？很快，贺北岩与妮娜来到试炼之地，眼前一片灰蒙蒙的阴森雾气阻碍着贺北岩的视线。提示：真实灭眼触发效果，视线不再受迷雾影响。紧接迷雾逐渐消散，让他清晰地看到周围一切。迷雾并非消失，只是真实灭眼让他不再受迷雾影响。前方有无数个墓碑，歪七八扭地立在那里，地面上还有许多严重破损的诅咒装备，身上满是泥土与伤痕，不知沉睡在那里多久。你进入了咒庄坟场，进阶试炼。描述：这里是诅咒装备的地狱，审判协会的荣耀。有审判教皇设立的禁地，被5重结界封印，无人敢轻易靠近，因此你在这里闹出多大动静都不会被人发现。但教皇亲自任命的审判主教会在固定时间来到这里，送进新一批销毁的诅咒装备。任务目标：请在3天内获得10W 咒力，否则3天后会被审判主教发现，无处可逃。任务成功，永久开启咒力；失败惩罚极为严重。倒计时71时59分59秒。审判主教，贺北岩五官挤在一起，他记得这是审判骑士领导的领导。审判骑士是40至60级青铜精英，主教的多强？自己才20级，就要面对的审判主教，也太离谱了吧！反正绝不是他能应付的对手，顶多凭借咒者不死撑个5秒。失败惩罚极为严重，有种比未知更可怕的感觉。也不告诉我咒力该怎么获得，全靠自己摸索。贺北岩叹了口气，竞技级职业的试炼任务还真难啊。第70章，罪业火十字架。妮娜，你先进我的口袋里，有需要再叫你。那直觉告诉贺北岩，这里绝不仅是坟场那么简单。他走到一块巨大的红色 T 字架面前，上面有各种攻击留下的痕迹。其实它本是一个十字架，只不过上面那部分被什么东西削掉了。小心的伸手触摸上去，贺北岩竟能感受到一丝余热。随后 T 字架上冒出漆黑无比的线条，没入他手心。你获得了10点咒力，咒力临时开启。好家伙，原来接触这些损坏咒装就能获得咒力。贺北岩眼前一亮，目光转向他旁边的墓碑，上面刻着许多字，记录着他不为人知的一生。看到信息后，贺北岩顿时瞪大眼睛。罪业火十字架
SSS。效果：激活后可令方圆1公里出现业火，造成2W 点真实伤害，后续每秒造成5000点真实伤害，持续1小时。诅咒：每使用1次，持有者所有属性和等级归零。激活的1小时里，杀敌不获得经验。摧毁程度 83%。摧毁信息：神起6年，火龙女皇摧毁。这 TM 也太离谱了吧！没有经受强化就有这么强的效果，自己再强化2次会多离谱？上来就让我看到这么强的 SSS 级装备，却不能修复，玩我呢？要不是摧毁程度大于 80%， 贺北岩一定会想办法修复这个十字架。拿出去后，岂不是随意屠杀各种 BOSS？ 那时禁忌咒书的封印不就秒开？相比这件装备，同为 SSS 级的妮娜看似有些拉胯，但二者的侧重不同。十字架的攻击单一不灵活，伤害虽然高，但并没说业火无法熄灭。秒伤5000，持续1小时，看似很强，逃出1公里范围也就没事了。而妮娜是万金油，等同无数技能种族的集成体。虽然我现在只有10点咒力，如果修复 SSS 级装备要多少咒力？贺北岩象征性的对罪业火十字架释放修复，该装备破损程度大于 80%， 无法修复。提示：修复 SSS 级咒装需要10W 咒力，就知道不会少。10万点咒力刚好是他通过试炼的目标。可以的话，贺北岩想找一件合适的 SSS 级咒装把它修复带走。随后贺北岩又走到一面半截盾牌前，伸手触摸，获得1点咒力。就1点，这也太少了吧！贺北岩看向属于他的墓碑，死亡盾牌 S， 任何形式的攻击命中盾牌，有 0.01% 的概率触发即死。诅咒：你没有办法使用攻击武器，技能只能被动防守。摧毁程度 92%。摧毁信息：神起19年，那家皇子摧毁。不会整个咒装坟场没有损坏度低于 80% 的装备吧？贺北岩嘴角一抽，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就难受了。而且摧毁信息好像也很有故事，不光人类，许多种族都对诅咒装备抱有敌意，这其中肯定有大问题。要不问问伊凡？打开好友面板，可他发现自己发不出去消息。看来这进阶试炼非常严格，说单人就必须单人，连跟外界联系的资格都没有。同样，世界频道贺北岩也点不开 ，S 级是1点 ，SSS 级是10点，那 SS 级就是5点了。贺北岩找到一件 SS 级损坏咒装，获得5点咒力。还真是，照这个速度下去，别说3天了，5天都完不成10万点咒力的要求。但贺北岩不知道别的办法，只能加快自己的速度。获得1点咒力，获得5点咒力，获得1点咒力，获得10点咒力。大约半小时过后，他积累了500多点咒力，对于10万来说，连水花都算不上。好消息是，贺北岩发现了几件损坏程度低于 80% 的 S 级咒装，就是性能他看不上，虽然并不弱，但不太适合他。而且 S 级咒装的修复要 1W 点咒力，他也没办法修复。贺北岩抬头看向前方，在无数的墓碑与破损咒装当中，忽然发现一道漆黑无比的漂浮灵体。初级咒灵体，20级，特殊生命，生命 15W 15W， 攻击1400，技能咒力气息，被动释放出大量咒力气息，弥漫在空气中，所有接触到的生命全属性降低 50%， 咒装持有者除外。描述：长久的咒力气息凝聚出的初级灵体，形成条件极为苛刻，等级不高，却能对智慧生命带来极大威胁，被审判协会视为至极邪物。咒灵体看到贺北岩，双手幻化出利爪，直接向他冲来。提示：你免疫了咒力气息，上来就打，吹剑5连发。区15万血的小怪，还敢对他先动手？别人的话或许会对这咒灵体很忌惮，但贺北岩根本不虚。贺北岩抽出剑筒，5道细小寒光迸射而出，命中咒灵体。负8862，负1000，负500，负10362，负10362。咒灵体头顶冒出无数伤害数值，血条骤减1/3，速度却依然不减。在第5支吹剑命中时，手上的泄力戒指微微发光，触发泄力戒指效果，召唤自爆蜘蛛。一只红色的机械小蜘蛛从地底爬出，出现在咒灵体脚边。轰的一声，瞬间引爆，负13293，负500。火光乍现，咒灵体的速度顿时慢了将近一半，受到了减速效果。这么慢的移速，我坐轮椅都比你快。贺北岩与咒灵体拉开距离，妮娜，你出来跟他玩玩吧。贺北岩正好想看看妮娜能否触发泄力戒指的效果。从贺北岩的口袋中出来，妮娜变成萝莉形态，
挥舞着小拳头，咿咿呀呀的就朝咒灵体冲去。贺北岩根本不担心，只剩8万多血量的咒灵体不会是妮娜的对手。第71章可修复的咒装。圣经史莱姆，妮娜。生命9834，物理攻击5197，魔法攻击4389，物理防御1125，魔法防御1125。其他属性：生命恢复加400分号 S393，幸运值7，弱点攻击30%，暴击率7%，施法速度67%，冷却缩减37%，火属性伤害减少90%，血量接近1万，防御破1000。讲真，这属性真不高，可咒灵体1400的攻击力只能打出可怜的200-300点伤害。更离谱的是，贺北岩的其他属性加成，妮娜依然能够得到，并且同样增加了 1.5 倍。打死你，打死你！作为诅咒装备，咒灵体的被动技能当然无法对妮娜生效。两只小拳拳来回抡在她身上。负4861，负500，负4762，负500，负9453。弱点500，触发泄力介质效果，召唤自爆蜘蛛。负13293，负500。贺北岩笑了，果然可以触发。这么看来，贺飞权杖召唤出炎灵守护者，也同样能触发戒指的效果。了结他吧！20级咒灵体充当小白鼠的任务完成，很快就被妮娜粉嫩的小拳头给锤死了。击杀初级咒灵体，获得200点咒力。击杀咒灵体也能得到咒力啊！除此之外，咒灵体被杀后没有别的奖励。一个20级初级咒灵体是200点咒力。既然明确说出是初级，就肯定存在中级、高级咒灵体。那些咒灵体会带来更多的咒力。咒灵体的被动也很强，难怪这里被多重结界封锁。贺北岩看了看四周，他严重怀疑那些迷雾就是咒力气息的实质显化。一个初级咒灵体就能减少 50% 的全属性，那中高级咒灵体呢？换成其他玩家早就 GG 了。会不会有一天咒装坟场的结界被打破，咒灵体全部跑出去，或者为我所用？贺北岩不再多想，反正自己是他们的克星，就是不知是否存在有意识的咒灵体。若能与其沟通，凭自己的诅咒者身份，能更有效地获得咒力吧。沿途继续吸收诅咒装备身上的咒力，获得1点咒力，获得1点咒力，获得10点咒力，获得5点咒力。蚊子再小也是肉，何况贺北岩还要查看这些装备的信息，破损程度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只要自己逐渐往深处走，肯定会碰到新的咒灵体。这个咒装不错啊。1个小时过后，贺北岩没有遭遇咒灵体，却找到一件不错的装备。那是个被开了洞的护手，死金护手 SS， 护盾值加1000，效果每降低1000护盾值进行反伤，真实伤害优先降低护盾值，反伤造成自身最大生命加最大护盾值 X10% 的真实伤害。诅咒：当护盾值为0时，你将永久失去你的胳膊，2条胳膊都失去后，你会被死金护手吞噬。摧毁程度 79%， 摧毁信息：神启14年宝石野猪王摧毁，修复需要5W 咒力。这件装备对贺北岩非常适合，他现在的护盾只有9834点，加上死金护手的1000，直接破万，共有10次的反伤机会，伤害还是最大生命值加护盾值的 10%， 这个数值非常高了。最重要的是，成功将死金护手修复，他就不用再担心真伤对自己的威胁。但 SS 级咒装要5万咒力才能修复，况且他还想看看能否找到 SSS 级咒装。损坏的诅咒装备我能放进背包吗？他捡起死金护手，这里的破损咒装都是被随意扔在地上的，因为诅咒装备本就无法修复，破坏也是极其困难。比如贺北岩就没办法将它们进一步破坏。每个将咒装破坏的生命也都是有头有脸的强大 NPC， 加上这里被多重结界封印，没人可以轻易前来，唯独贺北岩除外。用意念将死金护手放入背包，能放进背包的话，他以后可以随时修复。提示：您处在结界封印之中，受结界影响，无法将任何物品放入背包。贺北岩，看来就算是损坏的咒装，还有多重结界防护，审判协会也不想让他们流传于世，可以说相当谨慎。主人，要不让妮娜来试试？妮娜察觉到贺北岩的意图，忽然开口道。贺北岩这才想起，妮娜体内自成一片空间，也能存放东西，将死金护手交给她。妮娜小手撩起袖子，露出雪白粉嫩的胳膊，紧接化为液体，瞬间将它包裹吞噬。整个过程不到2秒。好啦，主人，那个破护手在我体内了。他甩了甩胳膊，能够帮到主人，妮娜很开心的笑着。
妮娜 YYDS。贺北岩笑了，这下就不用担心找到合适咒装带不走的问题了。要不把所有能修复的咒装都带走？刚浮现出这个想法，贺北岩就一票否决了。咒力的获取很难，自己想用的咒装都修复不完，更别说其他的了。除了咒装坟场，后续怎么得到咒力都是个问题。先满足通关条件吧。贺北岩继续从破损咒装上吸收咒力，并查看他们的信息，获得1点咒力，获得10点咒力，获得5点咒力。可惜的是，这一路上遇到的咒装损坏程度都超过了80以上，而且越往深走 ，S 级诅咒装备就越来越少。很快，贺北岩的咒力累积到3500多点，终于遇到了新的咒灵体，数量足有5只。初级咒灵体20级，特殊生命 X3， 生命 15W 15W， 攻击1400，技能咒力气息。中级咒灵体20级，特殊生命 X2， 生命20W 20W， 攻击1600，技能终极咒力气息。除咒装持有者外的生命体全属性减少 55%。 这种特殊生命体没有准确的实力划分，单论面板相当于等级+5的 BOSS， 甚至还更高，不过完全在贺北岩的实力范围内。神焰活鱼对任意50米范围造成持续5秒的法术强度 200% 伤害。 2.75 秒吟唱，冷却 46.5 秒。带有火红晶石的贺飞权杖出现在手中，大约3秒吟唱过后，晶石上冒出一个复杂的魔法图案，无数神焰迸射而出。负5852，负500，负5852，负500，负5852，负500，负13293，负500。最后的5位数伤害是触发了自爆蜘蛛，5秒共造成4W 加的伤害。5个咒灵体齐齐向他冲来，法伤太低了，还是用物理输出吧。本想过法师瘾，奈何伤害有些尴尬。15颗风雷毒珠出现在双手当中，果断全部丢出。轰轰轰轰轰，负8862，负500，负8862，负500。触发流血效果，每秒减少1000点血量，持续3秒。触发中毒效果，每秒减少1000点血量，持续3秒。触发麻痹效果，身体麻痹3秒。五彩斑斓的爆炸瞬间淹没了5个咒灵体，大量伤害数值飘出。3只初级咒灵体直接暴毙。你获得了200点咒力，你获得了200点咒力，你获得了200点咒力。紧接着，泄力戒指泛起光亮，贺北岩隐约在火光中看见几只自爆蜘蛛爬了出来。你获得了500咒力，你获得了500咒力。自由属性点+1，咒力值直接突破5000，还是物理输出爽啊！第72章，最菜的外来者。咒装坟场最深处，一个足有10多米高度的巨大咒灵体对脚边无数的小咒灵体释放咒力，如同他们的母亲般。小咒灵体将咒力吸收，有极少数变为中级和高级咒灵体。如果贺北岩在这里，会发现他有一双漆黑的眼睛，且带有灵智。有几个子嗣消失了，一件咒装我也感受不到存在了。他先是一愣，随后瞳孔流露出怒火，这意味着又有强大生命用什么方法穿过结界进来了。不过这次的生命体好像比之前来的都要弱，连终极的咒灵体都不能瞬秒。废物教皇，什么人都能突破他的狗屎结界了。究极咒灵体诺曼克咒骂道。被抓进这里的数千年间，他共遇到3个强大外来者进入咒装坟场，想带走些破损咒装。他们的实力哪怕被高级咒灵体削弱全属性 60%， 也能轻松秒杀他们。只有遇到特级、中级咒灵体才会打得无比艰难。而他作为究极咒灵体，诺曼克并非诞生于这里，而是外界。知道外界有一件诅咒装备被人得到，能让损坏的咒装发挥最后一次余热，展现它的光芒。这也是外来者进来的原因。但这3位强大外来者的结局是2个被自己杀死，剩下的1个重伤跑了。而现在出现了第4位，也是他认为最菜的一位，眼神闪烁出杀意，对脚下的一小撮咒灵体下达命令，他们往外面赶去。击杀终极咒灵体，获得500咒力；击杀终极咒灵体，获得500咒力；击杀高级咒灵体，获得1000咒力。自由属性点+1，杀咒灵体获得咒力就是快啊！贺北岩打开任务面板，不知不觉上面的任务倒计时还剩不到1天半。自击杀完5只咒灵体，进入坟场更深处后，遇到的新咒灵体越来越多，甚至连高级咒灵体都出现了。查看咒力值，咒力值42651。贺北岩要抓紧时间了。
还剩下不到36个小时，自己的咒力值还没到5万。一路上他也在到处查看墓碑，并吸收破损咒桩身上的咒力，但貌似越往深处走，咒桩的品级和破损程度就越高，愣是没遇到一个低于 80% 破损度的诅咒装备。现在已经见不到 S 级诅咒装备了，周围的墓碑刻着的不是 SS 就是 SSS 级诅咒装备的信息。比较匪夷所思的是，墓碑非但没有减少，甚至还更多了几分。这么多诅咒装备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实际上贺北岩早就有这个疑惑了。咒装属性加成不高，但效果很强，已经被摧毁这么多，诅咒神教依然能与审判协会抗衡这么多年，这还是在承受着装备代价的前提上。倘若自己真与神教站边，待自己成长起来后，审判协会就灭绝了吧。不过他不会，想要成神就不能某势力站边，特别是这种世界级势力，否则就算真能成神，估计也轮不到自己被人夺走了。别忘了神启是个十分真实的游戏世界。想到这里，贺北岩忽然看到远处有不少咒灵体朝他赶来，数量至少在10只左右。高级咒灵体20级，特殊生命 X7， 生命 25W 25W， 攻击2100，技能高级咒力气息，除咒装持有者外的生命体全属性减少 60%。 特级咒灵体20级，特殊生命 X3， 生命 30W 30W， 攻击2400，技能特级咒力气息，全属性减少 65%。 咒剑还有远程技能。贺北岩眉头一挑，巨龙形态。妮娜瞬间变为巨龙，贺北岩站在她背上缓缓升入高空。神焰火雨-5852，-5852，-17556，暴击-500，-500，-500，-13293，举起鹤飞权杖，无数火雨倾泻而下，砸向10只咒灵体。尽管伤害不算高，却依旧能打出不俗的伤害。同时，妮娜划过天际，喷出龙息，-7395，-1000，-500，-7469，-1469，-1100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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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500，负15458，负1500。粗壮无比的烈焰燃烧在他们身上。比起贺北岩，妮娜更容易触发弱点攻击或暴击伤害，带走了咒灵体20%以上的生命值。10只咒灵体痛苦的挣扎，紧接漆黑身躯生出双翼，迅速冲向天空。你们也会飞？见状，贺北岩取出风雷毒珠，抬手全部丢了出去。负184235，触发麻痹、流血、中毒效果，可叠加。爆炸如同核弹般将它们吞噬，这是全部风雷毒珠造成的总伤害，里面包含了各种负面效果以及触发弱点伤害、暴击等伤害总和。死！这个人类的打法好恶心！高级咒灵体在里面发出惨叫，身子却因为麻痹僵硬的落在地面，碰都没碰到对方一下，自己的血量就剩一丝血皮了。这是何等的屈辱！感觉自己就像狗一样，被眼前的人类玩弄于股掌之间。可屈辱就是屈辱，最后的一丝血皮也因为流血、中毒两种叠加效果给掉完了。击杀高级咒灵体，击杀高级咒灵体，击杀高级咒灵体。第73章，你要是诅咒者，我当场吃。7只高级咒灵体化作7000点咒力，为贺北岩通关试炼做出了不小的功劳。仅剩的3只特级咒灵体，血量还有将近5万，苟延残喘。他们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很快从麻痹状态恢复。咻咻咻！重新飞向高空，双手凝聚出漆黑色的剑矢，对贺北岩进行攻击。只见他脚下的妮娜形态突变，从巨龙转化为了白色苍鹰，轻松躲过剑矢的攻击。暴风！随后翅膀一挥，带起阵阵风暴。特级咒灵体想要躲开风暴，四散开来，可风暴竟然也同样分裂，迅速追了上去。负6736，负6635，负6631。5秒的持续时间带走了他们 1.2W 加的血量。贺北岩用吹剑和风雷毒珠进行最后补刀，获得2000点咒力 X3， 自由属性点+1，咒力值飙升到6万多。贺北岩心情大好，照这么下去，今天便能通关试炼。想不到你比之前那些外来者都要强。就在这时，贺北岩脑海中突然出现一阵冰冷声音，一缕微不可察的黑烟向他飘来。贺北岩本能察觉到危险，命令妮娜快速远离。然而，黑烟从虚幻化为实体，开始剧烈膨胀，最后变为一个10多米高的巨型咒灵体。它体表浮现出巨大鬼手，速度非常快，犹如五指山一般拍在贺北岩与妮娜身上，顿时将他们击落在地。负2241，
贺北岩，负1864。妮娜，恐怖的4位伤害数值浮现在二人头顶，尤其是贺北岩，护盾值暴跌近1/4。究极咒灵体，诺曼克80级，虚弱，重伤中，生命 49.6W，2000W， 攻击3000，技能咒力气息，除咒装者外的生命体全属性减少 80%， 气化变为黑烟，可穿过任意物体，咒化万物，可用咒力施展任意形式的攻击。描述：被审判教皇亲自捉进咒装坟场的究极咒灵体，因诞生出灵智，他一直在这里守护着破损咒装。查看到他的信息后，贺北岩怔住了。这是一直有自我意识的咒灵体，80级，血量上限高达2000万。要不是有虚弱、重伤2种负面状态加持，他没有一点反抗之力。尽管如此，诺曼克依然有近50万的血量，3000点攻击伤害。不管你是谁，敢窥探咒者大人的宝物，都得死。诺曼克身形不断缩小，直到与成年人等高，食指伸出，一颗宛若陨星般的黑色能量球瞬间形成。他双目血红，目光死死盯着贺北岩，满是仇恨。当年被审判教皇抓进这里后，看到有这么多强大诅咒装备被破坏，悲痛欲裂。但诺曼克知道，咒者大人可以轻松将这些装备全部修复，于是在这数千年里一直守护着这些破损咒装，等待咒者大人出现。咒灵体生来便是辅佐诅咒者的，这是他们诞生的使命。所以任何想偷窃诅咒装备的外来者，他都会全力击杀。对咒者大人不敬之人，死！硕大无比的能量球攻向贺北岩，汹涌的能量波动足以令人窒息。妮娜化为巨人大步上前，双臂将能量球挡下，借力将它抛向空中。轰的一声，能量球自行爆炸化为虚无。虽然妮娜成功挡下这一击，但依旧受了伤。石巨人的双臂和胸前出现大片裂痕，时不时还有碎石掉落。看到对方受宠能轻易挡下自己的攻击，诺曼克微微一惊。他能感受到这一人一兽等级并不高，却接下了自己2招。很快他明白过来，对方没有受到咒气影响，肯定是咒装者，拥有防御力极强的诅咒装备。一股更强烈的怒火从心中升起。当年从这里逃走的外来者也是一名咒装者，享受着咒者大人的恩惠，却还对咒者不敬，诺曼克无法容忍，抬手便要凝聚出新的攻击。等一等，你有自我意识，难道看不出我就是诅咒者？贺北岩听他喊了半天咒者大人，似乎对自己很恭敬，结果却连自己的身份都看不出来。之前那些没自我意识的咒灵体就算了，这80级的诺曼克是不是脑袋瓜也被弱化重伤了？这架根本没必要打呀！你是诅咒者！听到这3个字，诺曼克的身躯一震，下意识地打量贺北岩，旋即下一秒就想把他撕碎，面容狰狞地攻了过来。诅咒者大人，要是你这种垃圾，我当场吃屎！贺北岩额头直冒黑线，这究极咒灵体咋这么不开窍呢？倒是这台词够硬。算了，那这样你信不信？咒者威严！一股无法抗衡的威压瞬间席卷在诺曼克全身，冲刺的身躯顿时定在原地。他满脸惊骇，这股分明是第一次感受到，却又觉得十分熟悉的威压，将他灵魂最深处的记忆唤起。错不了，唯独这个感觉错不了。眼前这个人类，真是他等了数千年的咒者大人。3秒强制定身过后，诺曼克直接跪倒在贺北岩脚边。提示：诺曼克对你的好感度加2000，当前好感度为绝对忠诚。现在信了。贺北岩早就料到诺曼克会有这种举动，释放咒者威严时，他体内就会冒出一种无法言说的气场，这种气场是诅咒者独有的，所以对诺曼克使用咒者威严，他肯定能认出自己，只要不脑残。但令贺北岩没想到的是，咒者大人，是我眼拙，我诺曼克说话算话，我要吃你的！滚！贺北岩直接狠狠踢了他一脚，浑身起鸡皮疙瘩。按套路不该是他向自己道歉，然后满脸愧疚与尊敬的膜拜自己吗？这倒好，就记着先前的蠢话，连眼泪都不掉一滴的。看来守护的时间还是短。诺曼克嘿嘿笑着解释道：我是真没想到咒者大人您这么菜，在我的记忆里您很强的。贺北岩，你很欠揍。妮娜，主人，我可以替你暴揍他一顿吗？不在儿戏。贺北岩询问道：你对诅咒者了解多少？关于诅咒者的职业背景一直是个谜，但绝对不简单。我只知道咒灵体是为咒者大人服务的，可惜基本上所有的咒灵体都在这里，无法出去。在我被抓进来前，外界就很难诞生出新的咒灵体了。诺曼克目光黯淡，咒灵体的诞生需依靠未被人绑定的诅咒装备，但无主的咒装越来越少了，其中形成独立意识的更是只有他一个。诺曼克虽没见过诅咒者，
但自他拥有意识时就存在这些记忆。不过，您可以将这里的所有咒桩修复，把它们全部带走。到时那该死的教皇表情一定会非常有趣。诺曼克得意地笑着。这么些年来，他被审判教皇折磨得非常惨，如今终于等到了咒者大人，自己守护这些破损咒桩的努力没有白费。然而，贺北岩摇了摇头：“我现在只能修复80%损坏度的诅咒装备。”什么？诺曼克的笑容戛然而止。这件事在他的记忆中可从未提到过。第74章，2件咒桩，事实就是事。咒者大人，80%以下损坏度的高级咒桩都在这里了。得知贺北岩只能修复80%以下损坏度的诅咒装备，诺曼克将符合条件的 SS 和 SSS 级咒桩全部拿来。在这里守护这么久，所有的咒桩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一共就2件，分别为吊坠和魔方。贺北岩先看向吊坠，死神吊坠 SSS， 生命加3000，攻击加300。描述：受死神亲自加持与诅咒的吊坠，坚不可摧。效果：每次对敌人的攻击永久消减自身所造伤害 X1%， 对方血量上限。诅咒：每次攻击减少自身10%生命值，且死亡无法被复活。摧毁程度77%。摧毁信息：神起1年，神皇摧毁。修复需要10W 咒力。看完后，贺北岩心脏狂跳。这个吊坠简直太逆天了，自身输出伤害的1%，用来永久消减敌人血量上限。别人砍的是血量，我直接砍血条。也就是说，哪怕自己今后遇到再强的血牛型对手，也能通过消减生命上限慢慢磨死。想通过治疗或药剂把血量奶回来都做不到。1%看似不多，但别忘了贺北岩修复好后还能将它强化，到时的效果只会更加恐怖。其他咒装者装备死神吊坠也依然强大，比如攻击个7、8下，然后就溜，等血回满后再回来恶心敌人。总有一天能把他的血量上限搞到0，就是对技术要求较高，或者有某种对方搞不定的能力，否则稍有不慎就会把自己玩死。而贺北岩就完全没有这种顾虑。神起1年，这个神皇是谁？是审判教皇。贺北岩看向诺曼克，死神加持过的吊坠坚不可摧，可依然被神皇摧毁到这种程度，可见实力有多强。不是那个糟老头。诺曼克也是一脸困惑。我听说过许多强者，但没有叫神皇的。不过现在已经是神起5000年了，说不定他都死了。那这些装备都从哪来？连死神加持过的装备也是诅咒装备，有咒装之神。诺曼克苦笑摇头，他的记忆里只有诅咒者，没有咒神这种东西，更不知道诅咒装备是从哪诞生的。可能没有，也可能有，他说不准。得不到答案，贺北岩只好看向第2件咒装，事实魔方 SS 无属性加成。效果：激活后展开范围100×100的魔方领域，持续30分钟，凡是在领域内的人，除装备者外，将获得时间停滞、死亡吞噬2种状态。冷却10分钟。时间停滞，移动速度、攻击速度降低60%。死亡吞噬，在魔方领域内死亡的敌人有20%的概率吞噬某项属性值的10%加持在装备者身上，可叠加。领域消失后，加持属性消失。诅咒：每月自动被魔方传送到时空间隙中1次，抵御时空乱流，需自己想办法活下去。摧毁程度75%。摧毁信息：神起18年，圣兰帝国王子摧毁。修复需要5W 咒力。真就是实就是事。这个魔方也相当强劲了。进入魔方领域的敌人攻速和移速降低60%，敌人死亡后，贺北岩还有20%概率吸收一项属性的10%，让自己越战越强。遇到大规模敌人会很好使。再触发自爆蜘蛛，减速效果直接达到100%。当然，就算达到100%，也不会完全动不了，只是速度慢到了一种境界。相比起死神吊坠，二者各有千秋，事实魔方逊色一点。总体上讲，这2件装备都比较特殊，略微偏向辅助类。那么问题来了，贺北岩只有6万多咒力，试炼都还没通关，怎么修复这些装备？目光投向诺曼克，你有没有办法让我快速获得15万咒力，加上背包里的护手，全部修复共计20万咒力？可以的话，他想直接把3件都修复了。15万咒力。诺曼克想了想，我可以将自身所有咒力以及其他咒灵体们体内的咒力都给予咒者大人，但也只有10万。咒力的凝聚非常困难，哪怕诺曼克是究极咒灵体，体内至多也就8万。只有诅咒者能快速获得咒力，就好比2个容器，一个是塑料纸杯，一个是游泳池，上限直接就摆在那里。10万也行。贺北岩微微点头，不仅通过了试炼要求，还修复了2件咒装，也算相当不错了。转念一想，
贺北岩继续开口，离开这里后该怎么获取咒力，你知不知道？诺曼克开口道，世界各地都有许多种族族人，有意或无意沾染上诅咒气息，深受影响。咒者大人只需触碰他们身体，便能吸收转化为咒力。比如人类当中就有许多权贵因为各种原因沾染，只有您能治愈他们，其他的什么牧师神官都无法彻底帮他们去除咒气。紧接他笑了笑，而且关于这件事，世间还流传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故事？贺北岩倒是不在意故事，只想修复诅咒装备，尽快变强。随后诺克曼将所有咒灵体召集来，似是有些不舍得看他们最后一眼。大手一挥，这些咒灵体全部变成漆黑无比的线条，汇聚在他掌心，凝成一个小小的黑色球体。贺北岩眉头一挑，咒力法球，特殊物品，将大量咒灵体化为咒力后形成的物品。描述：对世人而言，这个法球是最恐怖的灾难，但对某个人而言是极大的养料。蕴含咒力2万。他没想到诺曼克竟把所有咒灵体变为了纯粹的咒力，才凑齐了2万。可见为了培养这些子嗣，他花费了多大的心血。随后咒力法球逐渐壮大，而诺曼克漆黑无比的身体也开始变浅。他开始将自身咒力注入法球中。那个要是对你有危险的话，没到10万也行。贺北岩有些过意不去了。第75章成了青铜 BOSS。 神奇之符。诺曼克是贺北岩目前遇到过最强大的 NPC， 而且还是自己这边的。要是他因为帮自己凝聚咒力挂掉了，哭都没地方哭。感谢咒者大人关心，我有分寸。诺曼克依旧将体内咒力注入法球当中，蕴含的咒力数值逐渐增长。数千年了，诺曼克都没找到突破结界离开这里的方法，因为自己的生命被教皇锁定在了结界之上，无法离开结界范围内。本来他是计划着未来有一天能带领子嗣离开咒庄坟场，屠杀那些审判者，但比起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那一天，眼下将咒力交给咒者大人更值得。反正自己守在咒庄坟场，出又出不去，通过那些破损咒庄和咒气迷雾，还能诞生出新的咒灵体，虽然要很长时间。咒者大人，请收好。很快，诺曼克将蕴含10万咒力的法球交给贺北岩。此刻他十分虚弱，身体不再凝实，处于半实半虚的状态。贺北岩查看诺曼克的面板，除了等级外，数值已经降低到特级咒灵体的水准了，可见咒力对咒灵体有多么重要。多谢，你获得了咒力法球。咒力法球有2个手掌那么大，拿到手上后，贺北岩一瞬将其吸收。你获得了10W 点咒力，达成通关试炼条件，永久开启咒力值，这是只属于诅咒者的特殊力量。开启更多属性，敏捷、攻速等，所有基础属性提升20点，后续每次升级获得20自由属性。开启职业任务3，请自行查看。累积经验自动使用，你升到22级，获得40自由属性点。你脱离菜鸟勇士的行列，正在根据综合实力进行序列评定。你的实力序列评定为22级青铜 BOSS。 青铜 BOSS 可对所有无序列敌人造成 10% 全属性削弱，不论等级，可随时离开咒庄坟场，34小时后会强制传送。大串的提示消息出现，基本都在贺北岩的设想范围内，唯独这个序列评定让他有些震惊，自己竟然直接跳过了精英，变成一名青铜 BOSS。 见都没见过青铜 BOSS 的他，就得到这种评级。 BOSS 的血量动不动就几十万，贺北岩加上生命护盾也不到2万的血条，看来我的综合实力太强了。随后他看向虚弱无比的诺曼克，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你离开这里？诺曼克实力很强，足够成为贺北岩的战力，修复完装备可以用咒力慢慢恢复他，前提是能把他带走。现在的咒者大人帮不到我，不过未来一定可以。触发任务，拯救诺曼克。描述：为诅咒者而生的诺曼克被禁锢在咒庄坟场当中，身为诅咒者，请想办法帮助他。任务目标：开启终极技能之一咒者恩赐，并再次回到这里。提示：任务完成将开启属于诅咒者的专属主线。提示：任务完成将改变神奇世界线。提示：任务完成，你的命运将会发生重大改变。失败惩罚：永久失去诅咒者的唯一主线任务。任务时间365天，还有时间限制。贺北岩有些心惊，难道1年之后诺曼克就会死？接了。总之这个任务他必须要接，完成后自己能得到诺曼克当手下，还能获得诅咒者的唯一主线，连命运也会发生重大改变。这个主线和职业任务不同，或许能知道诅咒者的所有背景，他很想看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好好在这儿待着，别死了，1年内我把你捞出来。已经2天了，贺神都没有触发新的世界通告，
突然有些不习惯。不仅如此，鹤神的等级也没变化过，依旧是20级，到底咋回事？鹤神不会是被哪个强大 NPC 针对了吧？我来洛索城1天了，都没见到鹤神的影子，许多人都想拜访他，都找不到人。Nice， 怕不是你们的鹤北岩不行了？早就说过他是前期职业，没想到这么大前期，已经升不动级了。世界频道中，这2天来一直都有人讨论鹤北岩，蹭蹭往上涨的等级突然一动不动，令人心生疑惑。反观综合榜的其他玩家，前50多名都有13级了，第100名也有12级了。就在这时，世界通告：玩家鹤北岩率先完成进阶试炼，突破等级上限，奖励特殊道具1件。世界通告：玩家鹤北岩率先完成进阶试炼，突破等级上限，奖励特殊道具1件。世界通告：玩家鹤北岩率先完成进阶试炼，突破等级上限，奖励特殊道具1件。正在讨论的众玩家们看到重复3次的世界通告，当场傻眼。特别是刚口嗨叫笑完的某歪果玩家，此刻脸色发烫，无地自容。小丑竟是我自己！原来鹤神是完成进阶试炼了。话说进阶是啥？突破等级上限，难道20级是玩家的一个分水岭？需要通过进阶试炼才能后续升级？不懂啊！现在除了鹤神之外，没人达到20级，连14级玩家都没有。突然发现，鹤神和我们玩的是2个神奇版本，他玩的是单机私服，我们才是网游。问题是这2个版本还 TM 互通的，难怪鹤神身边没有萌妹子，因为领先1个版本，都没人能遇上他。Mr. 鹤，我未来有机会与你肩并肩吗？谁我都不服，就服鹤神，真正的凭实力单身。话说妮娜不就是可爱的萌妹子吗？那能一样吗？妮娜是受宠，不是真正的妹子玩家，而且不太行。我去，鹤神完成试炼后等级直接跳到22级，这是飞升了吗？你们就不好奇鹤神得到的特殊道具是什么吗？鹤北岩刚从纣庄坟场传送回房间，就弹出了世界通告。那件特殊道具是他刻意隐藏了，没有公布于众，因为这个东西太过逆天。神启之符装备可融入任意一件装备，将它永久带入现实。描述：只有极其优秀的勇士才能得到此福利，但不要骄傲，就算没有这东西，未来人人也能将拥有的一切带进现实。蓦人知道，鹤北岩看到这个福利时，内心掀起了多么汹涌的惊涛骇浪。可见，这是给那些表现过于优越的玩家一个提前的便利。第76章，他比青铜 BOSS 还 BOSS。选择哪件装备，鹤北岩在得到他的刹那间就有了决定。妮娜，以后想不想去我的世界玩一玩？正躺在床上惬意休息的妮娜，直接一个弹跳起飞。想。先前2次鹤北岩突然消失，让妮娜形成了非常大的心理落差感，很怕哪一天自己的主人就再也不回来了。鹤北岩笑了笑，将神启之符激活，符力化为4白4蓝的点点星光，洒落在妮娜的身上。你对圣经史莱姆，妮娜使用了神启之符，这样妮娜就能去主人的世界了吗？她2手握成小拳拳，不停地跳高高，显得很兴奋。没错，不过暂时不会出去哦，等有机会吧。只要能和主人待在一起就好。神启之符消失后，鹤北岩便感受到能把妮娜带出神启世界了，但现在提升实力要紧，没闲工夫带妮娜逛街。现实当中，妮娜的实力仍是鹤北岩的 1.5 倍，在没有其他诅咒装备的情况下，鹤北岩不会是他的对手。这样的一个怪物出现在现实，如果发起疯来，会造成什么影响？鹤北岩不敢想，也想象不到。幸好这个怪物很听话，而且只听他的话。提示：你有未读的好友消息。这时，鹤北岩收到一条提示，打开好友列表。此刻王天宇已经达到了13级，在牧师排行榜位列第2。连城红这个拖油瓶竟然也提升到12级了，看来装备鸟枪换大炮，让他们的实力飞速提升。其中，王天宇的聊天框左上角有一个红色气泡，他点进去查看。鹤神，最近您最好不要回到现实。在这2天里，吉恩不再是漂亮国国柱玩家，而是变为名叫赫斯特的传说职业者。现还没查清他的具体职业，但有不少歪果杀手纷纷来到龙国内。我们正在对这些杀手进行阻拦和清剿，但不排除有混入其中的家伙，请务必注意安全。看完后，鹤北岩轻笑一声，这些人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啊！难不成我是他们也颠？自己只要在神启世界不出去，他们就永远找不到自己，因为身体也被带进来了。鹤北岩的实力本身就不弱，而且妮娜也能跟他一同回到现实了，只要敢来，他就敢送他们一手凉凉。随后，鹤北岩将死神吊坠与事实魔方修复并强化，花费10万咒力成功修复死神吊坠，花费5万咒力成功修复事实魔方。
献祭 4.6W 加 4.8W 金币，死神吊坠加2，死神吊坠 SSS 生命加4000，攻击加400。描述：受死神亲自加持与诅咒的吊坠，坚不可摧。效果：每次对敌人的攻击永久消减自身所造伤害 X3%，血量上限。诅咒：每次攻击减少自身10%生命值，且死亡无法被复活。献祭 5W 加 5.2W 金币，噬食魔方加2，噬食魔方 SS 无属性加成。效果：激活后展开范围300×300的魔方领域，持续1小时。凡是在领域内的人，除装备者外，将获得时间停滞、死亡吞噬2种状态。冷却 7.5 分钟，冷却缩减 25%， 时间停滞，移动速度、攻击速度降低 60%。死亡吞噬：在魔方领域内死亡的敌人，有 30% 的概率吞噬某项属性值的 15% 加持在装备者身上，可叠加。领域消失后，加持属性消失。诅咒：每月1次，自动被魔方传送到时空间隙中，抵御时空乱流，需自己想办法活下去。近20万金币瞬间消失。2件 SS 级装备，先修复哪个？贺北岩想了很久，最终决定先把噬食魔方修复了。它可以吞噬、击杀敌人的属性，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属性加成，在战斗中越来越强。这一点比死金护手的上限高很多。查看个人面板，玩家贺北岩，青铜 BOSS， 等级22 832000，职业诅咒者，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 12%， 生命值10160加1219，生命护盾 X 1.8比20482，法力值2200加264，物理攻击3590加430，法术攻击2750加330，物理防御722加86，魔法防御722加86，攻速加 1.22S， 敏捷20加2，特殊属性不享受称号加成，生命恢复加300分号 S 341，幸运值5，弱点攻击 20%， 暴击率 5%， 施法速度 45%， 冷却缩减 25%， 火属性伤害减少 60%。装备略未用自由属性点130， 22点敏捷才算 0.22 攻速。贺北岩拧眉，80点自由属性加在敏捷上，敏捷是1比1自由属性点，反正他属性点多也不在乎这点。攻速越高，自己使用死亡战刀的秒伤就越高，近战时更加有力。至于远攻，贺北岩的攻击方法太多了，多的有点用不过来，早已经不再是劣势了。使用80点自由属性加在了敏捷，敏捷100加12，攻速 2.12S， 这才对嘛。从头又看了一遍自身属性，贺北岩笑了。除了生命值外，他比青铜 BOSS 还 BOSS。记得之前诅咒神教的人想控制沉沦法师，拿到他守护的物品，过去看看。他现在的属性打一个25级的野外 BOSS 还不简单。西亚城，金六旁看到贺北岩又触发世界通告，拿烟的手微微颤抖。世界上咋会有这么变态的人？说他是神的亲儿子金六旁都信。感觉贺北岩的存在就是搞人心态的。还好我及时收手了。他吐出一大口浊气，心里踏实了不少。这2天里，吉恩抛下国柱玩家的名号消失不见，转让给了赫斯特。赫斯特似乎执行了某个对付贺北岩的大计划。期间他还专门询问自己要不要与他一起合作对付贺北岩，得到他的一切。金六旁直接拒绝了。现在看到贺北岩成功进阶，他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是个挂壁，以后我得离他远点。这里就是洛索城吗？井野次郎看向周围，眸光兴奋。他调动整个组织成员，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洛索城内。距离贺北岩仅1步之遥，不着急接近他，先做些任务提升实力，等级不能落下。井野次郎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打算以朋友的身份与贺北岩结交，达到自己的目的。但经过自己这么多天的缜密思考，井野次郎的一些想法也变了。我和他的实力差距太大，不可能夺走他的装备，只要能知道成神线索就好。他的受宠好像很年幼，涉世未深，我可以从他身上下手。第77章爱之女神的手札。夜幕森林，贺北岩骑着巨龙形态的妮娜来到了这里。此时的夜幕森林有了玩家存在，数量不多，与怪物斗智斗勇。我去，巨龙，这也是怪物吗？不对，上面站着一个人，这巨龙是受宠。那把大太刀，贺神，绝对是贺神。随着一名玩家的惊呼，所有玩家与各自的怪物拉开距离，抬头看天，只见一条巨大无比的火龙从头顶飞过，上面站着一位戴面具的男人。前往夜幕森林更深处，那里是他们根本不敢尝试的禁区。
面具男人背后挂着的大太刀，没人不认识。鹤神的受宠不是巨人妮娜吗？怎么变成了火龙？难道鹤神又收服新受宠了？我刚才对着那巨龙放了个侦查，你们猜怎么着？我看到了满屏的问号。你不是废话吗？你啥水平？鹤神啥水平？这个消息我得发到世界频道。你们接着讨论吧，各位的残血怪都被我抢了。哈哈哈。WDNMD 有狗！一时间，鹤神疑似收服新受宠消息传遍了世界频道，真是灭眼的幻化面具效果还挺好用。来到沉沦法师的领域内，妮娜直接落下。很快，沉沦法师就出现在他们面前。狂妄的蝼蚁，竟敢踏入我的领地！沉沦法师搓好一颗幽绿火球，刚要攻击，却疑惑地看向贺北岩。人类，你身上的气息让我感到熟悉。当初我们配合杀死了一位30级青铜精英。贺北岩取消幻化面具，配合？可笑！没有你我一样能杀死那可恶的家伙。沉沦法师凝视着他，不过你变强了很多。是啊，变强很多，比你还强。所以，能不能请你把守护的宝物交给我？看在我们曾经统一战线的份上。不可能！沉沦法师直接拒绝，唯独这件事没有任何商量，除非你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野外 BOSS 不通人情，贺北岩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或许死亡本就是他们的宿命。沉沦法师25级 BOSS， 削弱 10%， 生命值 17.2W ,17.2W， 法术攻击1161，技能削弱领域、毁灭陨星、幽炎火海、死亡召唤、闪烁。幽绿火球脱手而出，沉沦法师立刻使用闪烁与贺北岩拉开距离，削弱领域。紧接吟唱法术，可他还没吟唱完毕，视线里就出现15颗小珠子。轰轰轰！负10050，负1000，双倍光明伤害。负10050，负1000，负10050，负1000。每一次爆炸都让沉沦法师血量狂掉，把他炸成了麻花。同时，他还感受到自己进入了3种异常状态：流血、中毒和麻痹。察觉自己生命力急速流失，瞬间降到了 30% 以下，并且还在掉。他想给自己回血，但根本没时间释放法术。随着爆炸声结尾，他无力地倒在地上。整个过程不到2秒。不错的战斗，是我输了。血条瞬间从 100% 回归 0%。由于死亡台词没说完，强行给他续了几秒命。手中法杖滚落出去，身体顷刻间化为乌有。秒杀，完全的秒杀。讲老实话，沉沦法师已经很谨慎了，第一时间拉开距离，可还是被眼前的男人秒了。击杀沉沦法师，获得7800点经验值。收到提示，贺北岩叹了口气。同为 BOSS， 为何非要难为自己？虽然这种秒怪的感觉很爽。贺北岩捡起法杖，沉沦法杖 B， 法攻加130，生命加400。一般吧，能卖个好价钱。贺北岩见过不少高级装备，不觉得他有多强，但对人均1级、D 级装备的玩家来说就不一样了。拿出先前神秘女子给的藏宝图，上面标记着沉沦法师守护的物品，是一件红色宝物。通过寻找，很快找到了这件物品，爱之女神的手札，特殊物品。描述：爱之女神记录的一些东西，当有目标对你的好感度达到1万时，可开启手札。1万好感度，好感度上限有这么高？贺北岩脸皮狂抽，1万说不定还不是最终上限。2500至3000好感度就能得到 NPC 的绝对忠诚。1万的话，贺北岩真想不到 NPC 是怎样的状态。但作为神的手札，开启后肯定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这是贺北岩与神明最近的一次。这沉沦法师宁愿死也不想把手札交给我。难道他和爱之女神有什么故事？可惜沉沦法师已经死了，贺北岩就算想问也得不到答案。还有2处红色宝物标记，去看看会得到什么。来到洛索城的玩家还没资格进入夜幕森林深处，哪怕是王天宇的队伍，实力也只能在中部晃悠。红色宝物都被20至25级 BOSS 守护，没人打得过，因此不用担心被人拿走。但沉沦法师是这里最强的 BOSS， 另外2件宝物估计会弱些。贺北岩看了看天色，3天倒计时已经过了，审判主教应该到咒庄坟场了吧。自贺北岩离开后，诺曼克便一直在咒庄坟场中吸收咒气迷雾。这些迷雾是诅咒装备散发的气息形成，通过吸收可以将其转化为咒力。此刻他的身躯比之前凝实了许多，但比起最开始还差很远。迷雾对我的帮助太少了，要恢复到遇见咒者大人时的强度，估计要3个月。诺曼克吐槽着。
紧接突然察觉到了什么，脸上浮现出一抹恨意。又有新咒桩被送进来了。诺曼克下意识动身想要赶去，但他忽然想起咒者大人临走前说的话：我现在实力太弱了，躲起来观察。谨慎起见，身影化为缕缕黑烟，与咒气迷雾融为一体。咒庄坟场外，一名实力强大的审判主教手拿圣石，畅通无阻地走进咒庄坟场。但他刚踏进最外围就不动了，眸光警惕地看着周围。不对劲，怎么感觉迷雾稀少很多，连咒灵体也全不见了？扩散精神力，开始他还不太在意，直到发现本在咒庄坟场的近百只咒灵体全消失了。这本应该是件好事。问题这里是咒庄坟场，近百咒灵体离奇消失，是死了还是去了哪儿？按道理不可能逃出去的。诺曼克，出来，告诉我怎么回事。然而无人应答，这种事是从未发生过的。审判协会没人知道咒庄坟场曾被人闯进过3、4次，因为诺曼克没必要告诉他们。审判主教心中产生一种危机感，立刻上报给大主教。第78章，只能免疫诅咒，能叫诅咒者。2分钟不到，审判大主教利昂匆忙赶来，手里同样拿着一块圣石。这是教皇亲自注入神圣之力的石头，能阻挡咒气迷误入体和通过结界，但里面的圣力有限，需要在圣力消耗完毕前离开这里。利昂立刻动用精神力查看，可结果竟然比审判主教的汇报更加可怕。不只是所有咒灵体都消失不见，甚至还少了3件破损咒桩，品级还都不低。诺曼克，你不是诅咒者最忠诚的仆人吗？怎么让人闯进，带走了3件诅咒装备？利昂心中无比愤怒，知道他肯定就在附近。紧接空气中传来一阵大笑，要怪你能怪你们那个废物教皇，数千年间共3次被人突破结界闯进这里。你应该听说过梦魇鬼王萨丁斯和噬月蛇巴库突然失踪吧？利昂瞳孔一缩，这2位存在可是曾经的一方霸主，主宰大片土地，审判协会都不愿轻易招惹。自身实力强大不说，其麾下族人也无比可怕。可是他们先后分别在2000年前和800年前失踪，从此再也没有出现。难道和你想的一样，闯进了咒庄坟场，然后被我杀了？你们各族嘴里声讨着要销毁诅咒装备，最强者却不惜代价进入这里，想偷走几件破损咒装，打脸不？提起往事，诺曼克的语气中带有一丝不屑。3天前又来了一个咒庄者，拥有8件诅咒装备，不惧咒力影响，夺走了3件破损咒装，并逃出这里。可见你们那个废物教皇的结界有屁用，还5层结界100层，也照样有人能进得来。垃圾！言语间，诺曼克装作因为过于愤怒，无意间泄露出自己的气息，让他感受到自己的虚弱。他要保护咒者大人，于是打算将脏水泼在曾从自己手中逃走的那位咒庄者身上。尽管诺曼克并不认识那人，但当时他确实配有8件诅咒装备。刚开始好像根本不害怕诅咒似的，跟自己打得有来有回，甚至诺曼克还有点劣势。但最后还是抵不过诅咒影响，放弃得到破损咒装逃走了。通过诺曼克的气息，利昂感受到此刻的他十分虚弱。这种虚弱不是装出来的，但他眉头紧锁。要真是这样的话，对诺曼克来说咒灵体可是宝贵的很，肯定会让他们躲得远远的，不会全部死亡才对。紧接着他忽然想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命令审判主教扔下破损咒装，2人迅速离去。此事非同小可，他做不了主，必须要教皇亲自定夺。利昂大主教根据描述，这位咒庄者该不会是诅咒者，可能来过这里了。你跟我一起去见教皇。利昂的直接打断让审判主教浑身一颤，这可不是他猜测的那个人。击杀23级野外 BOSS， 你得到了 A 级 AOE 法术卷轴。击杀22级野外 BOSS， 你升到了23级，获得20自由属性点。你得到了 B 级技能书忍耐。难受啊！夜幕森林最强的3只 BOSS 都杀了，一件职业装备都不掉，他不知说什么好了。这样下去，我啥时候才能摆件咒装？无奈把技能书和 BOSS 掉落的一些无用东西上架到交易市场，还是看一下职业任务吧。进阶之后开启的职业任务3，他还一直没看。职业任务3，等级达到50级，至少佩戴15件诅咒装备。奖励：诅咒反转。诅咒反转，被动，敌人对你的任何诅咒将变为同等祝福效果。描述：只能免疫诅咒的诅咒者，能叫诅咒者。这技能牛逼啊！贺北岩眸光亮了起来，有这个技能在，他就不再怕物理层面的诅咒了。精神上有诅咒之念的全负面效果免疫，外带一次使用该攻击，物理上不仅免疫诅咒，还变成祝福效果。譬如对防御的弱化、攻击的弱化，
假如对方弱化效果是10%，用在贺北岩身上就是正10%。咒术师见了都流泪，这 TM 是人吗？哪天遇到能永久弱化属性的人，对我释放诅咒，不就裤衩子都赔掉了？贺北岩有点期待，想尽快遇到这样的冤大头，成为他生命中的贵人。不过这次职业任务对等级要求很高，达到50级，很可能50级是第2次进阶。15件诅咒装备倒是简单，他还差3件，等离开洛索城后再看吧。贺北岩马上就要在洛索城毕业，去往更大的城镇了。到时目标会放在各等级的 BOSS 身上，尽快解开禁忌咒书的封印，等级自然就会提升。不过现在他还有最后一个任务要完成，特殊任务：寻找杰尔夫的种子。描述：杰尔夫是神奇历史上最天才的园丁大师，凭借对花草植被的热爱与深度研究，创造出了森林之种，成为传说级生活职业——森林活化师。可惜还没来得及种植，便被邪恶植物杀害。任务目标：前往洛索城郊外的魔化庄园，获得森林之种。提示：若能成功培育出种子，园丁职业将提升为传说生活职业——森林活化师。这是他当初在植物店接到的任务。生活职业也拥有传说级，这点令贺北岩大为震撼。未来势必有许多玩家触发各种史诗传说生活职业的任务，因此他必须要加快提升自己才行。毕竟才领先世界玩家一个小版本，能叫领先？第79章：人类，我杀不死你！交易市场出现了几个 C 级材料，快去抢啊！领导说了，只要贺神上架的东西，贷款也要全部拿下。我照，谁的麒麟臂那么快？ B 级技能书刷的就无了，老子的升职加薪啊！完犊子了，我就抢到一个 C 级材料，老总说抢不到3件就不让吃饭。贺北岩不知道，在他上架了各种物品时，无数整天百无聊赖盯着交易市场的人全都卯足精神了。他们就像是过年守在各种群聊等群主发红包的人，看到贺北岩上架物品就疯狂拼手速的抢。魔化庄园外有一处很大的花圃，说是花圃，不如称它为异变花园，里面充满各种奇奇怪怪的变异高耸植物，遮住大半庄园。贺北岩透过花圃缝隙望去，庄园的墙壁上有许多黑绿藤漫长在上面，给人一种阴森格调。看来很久没人来过了。严格意义上讲，这里算是洛索城的野外副本。走吧，妮娜。贺北岩骑着巨龙形态的妮娜进入异变花园上空，目光兴奋。这些可都是大型经验包啊！谁知你进入中毒状态，每秒减少120点生命值，持续10秒，可叠加。刚飞进异变花园的空中，贺北岩闻到一股怪味，护盾值就开始一点点往下掉，肯定是某个邪恶植物散发的毒气。妮娜，烧了这里吧！粗壮无比的龙息从妮娜口中喷出，燃烧大片的异变植物。-18090，弱点攻击1000，-500，-18090，弱点攻击1000，-500。你击杀了毒尖草，你击杀了霸王花，你击杀了迷幻玫瑰。龙息对这些邪恶植物效果拔群，似乎天然克制，很容易触发弱点攻击。没有植物能撑过3秒就被活活烧死，同时火焰还在逐渐往深处蔓延，令原本不在龙息范围内的异变植物也受到了伤害。啪嗒！就在这时，一根根泛着寒冰的柳条枝叶落下，拍打在火焰之上，竟然将龙息给灭掉了。只见一棵柳树仿佛活了过来，树干上出现冒蓝光的愤怒眼睛。异变冰霜柳树，25级 BOSS， 弱化10%，生命值 28W， 攻击2000，技能凝冰护盾，凝聚护盾。冰霜柳叶，柳叶被冰霜覆盖，攻击敌人附带冰冻属性伤害。神兵击打，柳枝附带少量神兵气息，可以熄灭一切火焰。冻结，冻结敌人。冰霜柳树的实力要比沉沦法师强大很多，二者虽然同级，但冰霜柳树经过异变，属性明显又提升了一个档次。此外，冰霜柳树的几个技能大多带有冰属性伤害，这对贺北岩有些小影响，特别是那个冻结效果，他看不到具体冻结时间。不过就他这点输出，控个5秒也杀不了自己。想了想，贺北岩直接开启事实魔方领域，一道黑灰色的领域凭空出现，将周围空间全部笼罩。咻咻！觉察到周围的异样，冰霜柳树暴躁无比的挥舞枝条，对空中的妮娜进行攻击。不过枝条的速度十分缓慢，妮娜能够轻而易举地躲开。见状，贺北岩取出赤后神吹剑，对冰霜柳树进行射击。-10050，-1500，-500，-10050，-1500，-1005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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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负1500，负500，负10050，负1500，
负500，5道银光命中，带走他大量生命值。紧接地面拱起，一只红色小蜘蛛从爬了出来。负30150，弱点攻击，冰霜柳树瞬间消失9万多血量。他立刻使用凝冰护盾，一层厚厚的寒霜迅速覆盖在身上。大片蓝色柳叶从树冠射出，然而贺北岩没有要躲的意思。脚下的妮娜再次喷出龙息，将绝大多数的柳叶融化为灰烬，只剩下极少数攻击在了他们身上。负1245，负200，护盾吸收。负740，负200，妮娜。负1101，负200，护盾吸收。咯咯喽！看到自己的攻击命中对方，冰霜柳树兴奋地摇摆柳枝。该死的人类，看我不杀死你！正打算继续用柳叶攻击他们时，一颗颗风雷毒珠落了下来。轰！负189495，咯咯咯！庞大的伤害数值出现在他的头顶，凝冰护盾直接破碎，同时3种负面效果挂在头上，血条暴跌至 3% 以下，让他内心无比恐慌。神焰火雨，但贺北岩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风雷毒珠出手后，他就拿出鹤飞权杖，吟唱起了技能。爆炸声还未消失，神焰火雨就紧接落下。负7392，负500，负14784，负500。5秒的技能持续时间还没结束，冰霜柳树便轰隆一声倒在地上。硬控技能到死都没用出来，成功击杀冰霜柳树，获得7000经验值。触发装备效果，获得1点自由属性。吞噬冰霜柳树200点物理攻击，持续时间1小时。由于先前升到了23级，原本击杀25级 BOSS 的7800经验变为了7000经验值。贺北岩没有在意吞噬属性，而是查看起鹤飞权杖的一条数据。鹤飞权杖击杀一定生命后会进阶为 SS 级，10W， 杀 BOSS 也只算一个。特意用鹤飞权杖来进行最后补刀，希望能有点不同，结果令贺北岩大失所望。这距离10万，路途遥远啊！在来魔化庄园的路上，他有试过用鹤飞权杖击杀小怪，凡是等级低于他的，且不是精英怪的家伙，被鹤飞权杖击杀都不计算在进阶条件内。本以为描述没说那么清楚，可以偷跑捡漏，看来想的有点多。随后他捡起冰霜柳树的战利品，获得金币 1W， 终极装备强化石敏捷之石，2块石头，这可是从未爆出过的新物品。贺北岩立刻进行查看。终极装备强化石，特殊物品可强化 F 至 C 级装备1次，强化+5以上的装备使用有概率失败。眉头一挑，这个东西如果拿出去拍卖，贺北岩相信不少人会因此疯狂，连那些老总大款也不例外。除了极少数玩家，绝大多数人最好的装备也就是 C 级，甚至是 D 级。装备得到强化，就能增加战力，比别人多一点提升。先留着吧，等得到森林之种再想想怎么卖。贺北岩强化装备用不着这东西，只要花金币就行了。而敏捷之石是对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敏捷之石特殊物品，激活后提高 300% 自身敏捷，持续5分钟，3倍的敏捷提升能让他在很多情况下发挥大作用。贺北岩目前缺少的不是爆发伤害，而是持续输出能力。敏捷之石恰恰弥补了这点。目光望向周围，异变花园里全都是精英怪，等级在22至30之间。他可以尽情的杀戮，提高鹤飞权杖的击杀数。正好事实领域还在，领域里还有不少邪恶植被可以杀。于是乎，众多邪恶植被的灾难来临了。吞噬800点生命值，持续1小时；吞噬20点法抗，持续1小时；吞噬1点敏捷，持续1小时。不一会儿，事实领域内的异变植被全部变成了焦炭，给他带来了350点攻击、2000生命和其他属性若干。毕竟死亡吞噬效果不是每次都能触发。值得一提的是，临时属性的生命值也能触发异变生命铠甲的装备效果，增加双抗。这可是个大好消息。如果我走出事实领域，吞噬的属性是会直接失效，还是一直存在到领域消失？这是贺北岩第一次用事实魔方，许多技巧性的东西需要自己挖掘。所有诅咒装备都是如此，就连品级较高的普通装备也是这样。装备描述多数情况下并不细致入微，只有通过自我探索才能发挥出该装备的最大价值，这也是神奇的一种乐趣所在。第80章，庄园里的 NPC。 当贺北岩踏出事实领域外，顿时喜笑颜开。吞噬属性依然存在，既然如此，他可以不用取消领域，就在这里放着，进入魔化庄园。坏处是领域呈半圆形比较显眼，容易被人发现，并且持续时间内不会进入冷却倒计时。要是事实领域能多开就好了，一个范围就300乘以300，我直接开它1800个。
想归想，贺北岩使用鹤飞权杖，将异变花园内的所有植被全部杀死。击杀魔幻之花，击杀血泉花蕊，经验值22450330000，24级，离我不远了。将手放在魔化庄园的大门上，正准备推开，掌心却传来一阵震动，门内也传来嘈杂的声音。贺北岩皱起眉头，有人在里面战斗，果断开启神隐技能，轻轻的将门推出一道缝，和妮娜悄悄走了进去。队长，魔化傀儡要跑了，别废话，赶紧给我追！爱丽丝，恢复一下我。刚进庄园内部，贺北岩就看到不远处有8位装备精良的 NPC 在追击一个魔化傀儡。魔化傀儡全身都是紫色，脑袋就像一个大肉瘤，宛如丧尸，但比丧尸更加灵活与强壮。往我这里跑了！魔化傀儡逃的方向刚好是庄园大门这里，这是有任务可以触发呀！贺北岩眼睛一亮，在这种情况下碰到 NPC， 8成是有任务可以领取，只是他不知道对方是为了森林之种而来，还是其他什么。妮娜，你能否变成一个控制技能的种族，把那个傀儡给定住？二人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贺北岩小声询问。只听妮娜那一声，变成一只小巧玲珑的可爱梦魇。入梦！妮娜直视魔化傀儡的眼睛，下一秒后者眼神就变得呆滞，不再奔跑，站在了原地。好机会，快上！审判打击，裁决之锤！去你妹的！这些人的注意力全都放在魔化傀儡身上，没注意到有人进来。各种技能装备统统砸在他身上，魔化傀儡血量蹭蹭直掉，很快将其击杀，从他胸口处掏出一块魔晶。这支队伍配合很默契啊！这8人的等级普遍在35级至40级的精英，比当初遇到的红岩冒险队要强。队长是战士类的近战职业，也是冲锋陷阵的第一人。除他之外，还有一个战士，2个法师，2个射手，提供远程输出兼侦察。剩下的2人一次一奶，总之涵盖了各个种类，是十分标准的小队配置。大家休息下。队长正打算让各位原地调整，突然感受到前方传来无比嘈杂的声音。2个射手立刻动用自己的侦察技能，看到前方的场景后，顿时脸色大变。队长，有2个30级青铜精英及魔化傀儡。话音未落，精英魔化傀儡便出现在他们面前。这能打得过吗？贺北岩查看到魔化傀儡的数据面板，青铜头衔的精英级怪物要比同级普通精英强2至3倍左右。虽然这些 NPC 比傀儡高5级以上，但差距不是这一点等级能弥补回来的。速战速决，我们还差些魔晶就能完成任务了。2个青铜精英魔化傀儡，他们勉强还打得过，要是在这途中又来新的，就很难说了。面对距离最近的战士队长，2个魔化傀儡率先出手，嘴里吐出一团腐蚀硫酸。他们看出这个人类是队伍里最强的。队长左右横移，躲闪掉其中一团，却被另一团硫酸命中。傀儡伤害不低啊，还有削弱装备防御的腐蚀效果。贺北岩暗自啧舌，他清楚地看到硫酸命中战士队长后，血量掉了一大截。神圣治疗，护持。紧接着2道光芒照耀在他身上，把他的血量重新拉满，腐蚀效果也被驱散。咔咔咔，2个魔化傀儡发出怪叫，目光立刻转移到了唯一的奶妈身上，打算先将他击杀。嘲讽，重击，疾风之剑，点燃术。队长和另一名战士各拉一只魔化傀儡，其余人疯狂地进行攻击。第81章，脑门子还挺硬。2个魔化傀儡被无数技能命中，血条缓缓下降。咔！似乎是意识到眼前的敌人有些棘手，一只傀儡发出强烈的怒吼声。随后又有2个魔化傀儡从庄园内部跑了出来。这畜生东西还叫人呢！队长，打不了，我们先撤吧。该死！队长迪克怒骂一声。4只魔化傀儡远超出小队的承受能力，可一旦退出，就意味着他们小队成为皇家护卫队的考验失败了。命比什么都重要。正打算带人撤退，视线里突然出现5道细小荧光，正中他身前的魔化傀儡。-10890，-1500，-500，-10890，-1500。NPC 看不到怪物头顶的伤害数值，但他面前的魔化傀儡直接暴毙，脑浆爆了一地。迪克眸光一亮，有人在帮助他们。其他成员看到魔化傀儡的突然死亡，同样欣喜不已。紧接有2道人影不紧不慢地朝他们走来，就像是来这里逛街的。需要帮忙吗？贺北岩拉着妮娜的小手问道。竟然有勇士存在，太好了，请你帮助我们击杀魔化傀儡。尽管迪克察觉到对方的等级并不高，但刚才那几道攻击
比他们的技能威力都要大。任务：协助迪克小队击杀魔化傀儡。描述：这是来自亚特大城市的队伍，为了成为皇家护卫队来猎取魔晶，协助他们得到更多魔晶吧。任务奖励5000金币，距离药剂，永久增加30点物理攻击，仅生效1次。接了。贺北岩拿着斥候神吹剑，装模作样的捣鼓着。迪克队长，我的这件装备需要25秒充能，能麻烦你们坚持一下吗？神奇的 NPC 具备自我意识，精通人性。贺北岩不想在刚遇到的人面前展现出全部实力，而且谁知道后面会遇到什么怪物。没问题，只剩下3只魔化傀儡，他们虽然很难打过，但支撑个25秒绰绰有余。光明屏障，队伍里唯一的奶妈疑似放了个大招，地面浮现出巨大的魔法阵，形成淡金色的屏障，把魔化傀儡全部挡在外面。3只魔化傀儡用拳头不停地锤击，屏障剧烈震动。光明屏障能坚持10秒。奶妈拿出一大瓶蓝药喝下，随后又对众人释放技能圣光赐福。提示：双防加30，攻击附带左圆括号500加500右圆括号 x180%的光明伤害，持续10分钟。好家伙，这奶妈真万能啊！贺北岩心中吐槽，这增益效果非常强劲。原本只增加500x 180百分号光明伤害，但贺北岩攻击本就附带500光明伤害，于是变成了1000。难怪网游里经常流传一句话：玩得好不如奶妈好。一个强大的奶妈可以拯救全世界，再菜也能让你傻瓜克高手打得敌人高血压。其余人也在这10秒内纷纷补魔补血。屏障刚刚破碎，迪克和另一位战士各自拉住一只魔化傀儡，第3只傀儡则畅通无阻地越过他们，冲向后排输出。安迪拉，用你的法术先禁锢住那只傀儡。迪克叫道。不用了。只听贺北岩一声呼喊，身旁的妮娜变为巨人，挡住了第3只傀儡。众人瞳孔震惊，本以为他用着吹剑武器，是一名斥候，没想到这位勇士竟然是御兽使，旁边站着的小妹妹是他的化形兽宠。可以化成人形的兽宠，即使在大城级别的城市当中都十分稀有，而且这兽宠力量能与30级的青铜精英平分秋色。Doom！ 就在他们如此想着的时候，巨人的实拳砸在了魔化傀儡的脑门上，发出清脆响声。哎，好硬的脑门子！妮娜本以为自己能一拳将他锤爆，没想到只是掉了10%的血量。协助勇士的兽宠击杀魔化傀儡，迪克激动起来。本来只能对付2只魔化傀儡的他们，因为御兽使勇士的出现，连4只魔化傀儡也能轻松击杀。他看到了成为皇家护卫队的希望。众人优先帮助妮娜，各种攻击特效砸在魔化傀儡身上，而迪克和另一名战士则凭借技巧与眼前的魔化傀儡周旋。后排的法师和射手看到他们有危险时，就会释放控制技能或攻击，分担他们的压力。贺北岩看得头皮发麻，这支队伍的战斗经验与意识真得出奇的高，这也让他心有防备，以后遇到整队的敌人，自己要小心谨慎，特别是人类玩家。不过现在的玩家队伍水平，根据世界频道里的发言，大多是巨势一坨屎，散势漫天星，基本没什么技巧配合，无非是各种技能狂轰，前排一起上前挡怪罢了。毕竟神器才刚开启没多久，大家技能的运用与配合都还在磨合阶段。回过神来，斥候神吹剑充能完毕，对准妮娜面前的傀儡进行射击。-10890，-1500，-1800，-1890，-10890，-1500，你击杀了魔化傀儡。本就被各种攻击打进残血的他，直接被贺北岩秒杀了，压力顿时骤减。剩下的2只傀儡也在1分钟内成功解决，所有人顿时松了一大口气。勇士，真是太感谢你了！迪克大笑着朝贺北岩走来，给他一个猝不及防的熊抱。迪克对你的好感度加100，安迪拉对你的好感度加50，翠迪莎对你的好感度加50。能不能放开我？鼻腔传来他身上的汗臭味，让贺北岩有些受不了。不好意思，我们的队长总是这样。队长，这样会被人讨厌的。翠迪莎上前将迪克拉开，冲贺北岩歉意一笑。她便是队伍中的奶妈。被拉开后，迪克毫不在意地笑了笑，拿出一瓶血红色的药剂，还有一大袋金币。勇士，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这是你应得的奖励，获得5000金币，聚力药剂，你的力量增加了30点。贺北岩直接将聚力药剂喝下，悟功增加60，还算不错。不过勇士，虽然这样说有些不地道，能不能麻烦你把魔化傀儡掉落的魔晶给我们，其他的我们都不要。击杀魔化傀儡的光团还在地上，但没人去动。
因为有3只魔化傀儡的最后一击都是贺北岩杀的。第82章，勇士，快跑啊！比起玩家 ，NPC 要有素质的多。如果是玩家组队击杀魔化傀儡，要是没个坐镇的，杀完后早就各凭本事抢魔光团，然后溜之大吉了。当然，也可能是贺北岩遇到的 NPC 素质比较高，迪克这群人都很自觉，没有去动属于他的光团。毕竟神器是个高端游戏，不会走到那里都被嘲讽针对，显得 NPC 很弱智。当然可以，本来贺北岩就是协助他们获得魔晶的，估计任务都没想到他能秒杀3只魔化傀儡，获得魔化药剂配方，获得傀儡脑浆 C 级材料，获得魔晶，将3个光团全部摸完。贺北岩把掉落的魔晶交给迪克，勇士，我们还差15颗魔晶，能否请你继续协助我们？我会给你更丰厚的奖励。触发任务，继续协助迪克小队。描述：帮助迪克小队获得15颗魔晶。任务奖励：蓝霸护符特殊道具，受到伤害优先扣除等量法力值，放在背包后自动生效。淬毒附魔石让武器拥有淬毒效果，附带每秒500点毒属性伤害，持续3秒。附魔石对贺北岩的价值较小，但蓝霸护符就不一样了。现在他的法力值不高，用处还不明显。等以后法力值逐渐变多，敌人辛辛苦苦把自己2万的护盾打破，却发现攻击只掉蓝不掉血，恐怕会绝望。毕竟他的技能都不费蓝，蓝条一直没有消耗。况且贺北岩还有个大胆的想法，等修复好死金护手，法力值能否也可以吸收真实伤害？想到这里，他果断接受了任务。众人走进一个长廊当中，逐渐深入。说是庄园，这里大得像个城堡。整个魔化庄园十分潮湿阴暗，有不少魔化植物的痕迹。除了墙上挂着的火把照明外，没有其他光源。主人，墙壁上有图案。这时，妮娜小手指了指墙壁，但看不太清楚。火种。安迪拉手上燃起一团火焰，给周围带来了光亮。墙壁上刻画着许多植物，还有一些看不懂的文字。许久之前，这里是杰尔夫的庄园，墙上画的都是他对各种植物的理解。安迪拉显然对这里很了解，他一生没踏出过外面的花圃，对各种植物倾尽所有，在植物领域里，估计花仙族都不如他。但某天庄园发生异变，最终也死在了这些植物手里。他叹了口气，为这位奇才的陨落感到惋惜。对此，贺北岩并不在意，他只要得到森林之种就好。没过多久，众人眼前出现一个虚掩的大门，里面寂静无比。这里就是庄园最里面了。迪克往身后某个射手看了一眼，对方会意，咬了下大拇指，流出几滴鲜血，化为一只红鹰。去！射手盘腿而坐，闭上眼睛，操纵着红鹰。红鹰飞进门内，但没一会儿便发出惨叫。回过神来的射手脸色苍白，里面有15只魔化傀儡，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家伙。我本想靠近观察，但被他发现了。话音未落，虚掩大门被一股气流直接冲飞，15只魔化傀儡同时冲了出来。我尼玛，这数量太多了！快跑！迪克十分人性化的爆了巨粗，全员赶紧往回跑。这可是15只青铜精英，就算有勇士协助，他们也不可能赢。默人想着攻击，急速闪烁，神圣疾跑，影劫。众人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逃命技能，就连奶妈翠迪莎也不例外。如果运气好的话，逃出庄园若只有4、5只魔化傀儡追出来，他们还有可能反打一波。可迪克忽然发现勇士不在逃跑的队伍里，转过头去，竟看到他还和兽宠站在原地。勇士，危险！你身上有神圣疾跑加持，快逃啊！其他队员也发现了他还站在原地，拼命呐喊，可对方依然无动于衷，8成是吓傻了。该死，是我让人家帮忙的，怎能害了他？我去救人。队长，我来帮。翠迪莎话还没说完，无数火光突然亮起，轰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伴随着可怕的冲击力，睁不开眼睛，几乎将他们吹飞。回过神来，他们全部呆滞在原地，眼前哪儿还有15只魔化傀儡的影子？只有一位手拿吹剑的男子站在10巨人的肩上，脚边是无数燃烧的傀儡尸体。站在这些燃烧的尸体中间，他们仿佛才是真正的怪物。成功击杀魔化傀儡，自由属性点+1。成功击杀魔化傀儡，成功击杀魔化傀儡，自由属性点+1。恭喜你提升到24级，获得20点自由属性。这勇士你做了什么？迪克瞪大眼睛，他根本没有看清对方做了什么。不只是他，其余队员也是哽咽一声，说不出话来。御兽使有这么强？
别说大城级别的城市，主城、王国也没有这样变态的御兽使吧？贺北岩挠了挠头，他还是没忍住啊，主要是想赶紧拿到森林之种，不愿再浪费时间跟着迪克他们逃跑了。正思索该如何解释时，一只褐色巨兽扒着门檐，探出一个胡须脑袋，上面有许多魔化植物，已经成为他脑袋的一部分。魔化庄园领主30级 BOSS， 弱化 10%， 生命值 40W， 攻击2400，技能魔值魔化之心，魔值爆破。描述：死亡的杰尔夫被魔化生物所寄生，成为他的傀儡与养料，灵魂被痛苦的束缚在体内，请给予他解脱。第83章，你管这叫御兽使？杰尔夫被邪恶植物所杀，还被寄生在体内，成为他的傀儡，属实悲惨。他的身体和巨人形态的妮娜差不多大，但全身上下被许多魔化质寄生。这是杰尔夫，我曾在历史画像上看到过他，他竟然没死！安迪拉发出惊呼，美眸盯着魔化的杰尔夫。此刻的杰尔夫要比他在画像上看到的大许多倍，原本他只有人类大小，他死了，但被魔化植物寄生。贺北岩平静地转过头去，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帮他解脱的。杰尔夫的出现恰好给他一个圆场的机会。众人再次看向贺北岩的目光顿时肃然起敬起来。好！杰尔夫痛苦地吼叫着，手掌朝贺北岩拍来。掩护勇士！迪克连忙大喊，同时快速接近杰尔夫。勇士，我可以帮你拖延他几秒，你先撤退，对付他的事我们从长计议。嘲讽！尽管迪克知道自己的血量撑不过杰尔夫几招，但他还是赶了过来。杰尔夫和那些傀儡可不一样，哪怕勇士还能制造出刚才的大爆炸，也无法将他秒杀。本拍向贺北岩的巨手因为嘲讽技能转向了迪克。砰！负2245，迪克躲闪不及，被结结实实的打在身上，身体撞进了墙壁里，血条瞬间空了小半截。其实你们想帮我就放些增益技能好了。见迪克如此不要命的帮自己，弄得贺北岩有些不好意思。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一样可以将魔化杰尔夫击杀。五发吹剑出手，随后拿出死亡战刀，跳到了魔化杰尔夫的身上。负10890，负1500，负1800，负10890，负1500，负1800，负10890，负1800，负16335。自爆蜘蛛1800。短短3秒，杰尔夫顿时少了1/4还多的血量。现在贺北岩的攻速每秒能挥出2次死亡战刀，也就是2万多点伤害。3秒攻6万加的伤害，加上5发吹剑的7万点，还有自爆蜘蛛，至少有10几万。普通的30级 BOSS 在贺北岩面前已经不足以成为威胁了，而且将他击杀后，还能开启禁忌咒书的第1道封印。迪克小队的众人瞪大眼睛，好像见到鬼了一样。他们清楚地看到大量植物残骸从 BOSS 体表飞溅而出，那柄战刀如同在切豆腐，能轻易地划开杰尔夫的体表。我是不是眼花了？一个御兽使提着战刀在 BOSS 身上乱砍。某射手无法相信，往杰尔夫身上全力射了一箭。御兽使都能伤到他，是不是我上我也行？然而，负121。看到只擦破了一点皮，脸上多少有些尴尬。这位勇士真是20多级吗？这威力是不是有些太变态了？如果这是梦，我掐自己一下应该就醒了。死！你掐的是老娘的腿，占我便宜是吧？不好意思，安迪拉，下意识就呸，最近有点老花眼，掐歪了。要不是勇士在打 BOSS， 我非得弄死你。迪克从墙壁里爬了出来，抹掉嘴角的鲜血，随后看到了在 BOSS 身上不停挥砍的勇士。大爷的，你这么强，为啥不早说？这个自己看不透的勇士，害得他好苦。呼！魔化杰尔夫接连被死亡战刀砍伤，体表的魔化植物一个个都站了起来。显然，他使用了魔值技能。一朵妖艳的魔花释放出大量花粉，将贺北岩包裹进去。提示：你受到麻痹效果，进入3秒麻痹。贺北岩的身体动不了了，他干瞪着眼。卧槽！这是他第一次被怪物控住。麻痹效果属于物理层面的控制，因此诅咒之念没有生效。紧接着，在他余光的一角，有只魔化大嘴花快速向他扑来，张开带着尖牙的巨口，就要将他吞下。而他本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驱散。这时，一道光芒落在他身上，瞬间恢复了行动能力。是翠迪莎看准时机，在麻痹刚生效不到1秒时，果断释放解控技能。多谢了！贺北岩战刀横扫，将大嘴花粗大的根茎直接斩断，随后反手一挥，
妖艳魔花也瞬间枯萎。负10890，负1800，负10890，负1800，负16335，负1800。动作没有停下，死亡战刀紧接落在杰尔夫身上，另只手使用赤后神吹剑进行吹剑5连发。贺北岩此刻意识到，哪怕自己有超强的攻击力，也无法免疫物理控制，要速战速决。各种武器攻击落在魔化杰尔夫的躯体上，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血条已然降到了50%以下。而后，贺北岩脚底突然传来具有规律性的震动，还有咚咚的声音。主人，他的胸口在发光，魔化之心发动了。杰尔夫发紫的皮肤不停长出一个个水泡，犹如遭受到了生化辐射，然后啵的一声开始爆裂，里面深紫色的脓水喷溅在贺北岩身上。负2160，负2160，负2160。你受到魔化毒水影响，灵魂进入虚弱状态，攻击力降低30%。你受到魔化毒水影响，你的物理、法术防御降低30%。触发诅咒之念被动技能，灵魂虚弱状态已免疫。一连串的信息提示出现，除了生命护盾减少了6000加以外，贺北岩的双抗也降低了30%。但还没完，杰尔夫身上残余的魔值全部开始膨胀，即将产生爆炸。2个技能一起用了，贺北岩还有14000加的生命护盾，双抗降低了30%，也只是刚好把事实领域吞噬的防御加成减去，还有722的双防。贺北岩完全可以战撸。殉命神光，天使护盾。与此同时，翠迪莎对着贺北岩释放2个法术，你的攻速提升到 2.3S， 持续10秒。你获得了5000点光明护盾，持续1分钟。贺北岩两眼放光，辅助 YYDS。 翠迪莎为贺北岩释放技能，本是希望他能远离杰尔夫，躲避魔质爆破。为此，他把自己最强的护盾技能都用了。可谁知，话刚到嘴边，还没出口，就看见贺北岩对即将爆炸的魔质熟视无睹，战刀依然疯狂砍在杰尔夫的身躯。不仅如此，就连受宠巨人也没当回事，重拳来回击打在他身上。他和队友全都傻眼了，为啥都这么自信？第84章勇士，你不会是来历练的吧？这真的科学吗？众人眼前出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贺北岩顶着魔质爆破，一刀刀砍在杰尔夫身上。负10890，负1800，负10890，负1800，负32670。暴击1800，同时爆炸也对贺北岩造成伤害。负3265，负3161，负3251。魔质爆破显然对伤害有加成效果，但全部被生命护盾所吸收。反观杰尔夫在死亡战刀一次次的挥砍下，血条直降到20%以内，距离死亡愈来愈近。贺北岩终于体会到了战撸的快感，真男人从不防守，我们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吗？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勇士独自战斗，可是我们的攻击都很难对杰尔夫造成实质性伤害，真的吗？我不信，巨藤压制。刚缠在杰尔夫身上就崩断了。风波射击，我去，刚才还能破皮，现在只能留个印子。有法师和射手不信邪，想要对贺北岩形成援助，但攻击完全不起效果。如果他们能看到面板，会发现魔化杰尔夫的整体属性都有明显上涨。理智告诉他们，一个24级的勇士不可能顶着30级 BOSS 的范围技能伤害对他进行疯狂攻击，而且效果好像还很显著。可偏偏就货真价实的出现在了眼前。别白费力气了。迪克走回队伍里，转头凝视着把 BOSS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贺北岩，似是在感叹：杰尔夫用魔化之心加强整体实力，远超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如果挨上2次魔质爆破，就算是我，不死也要重伤。死！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这位勇士的实力强到这种地步，那真是小刀拉屁股，给哥几个开了眼了。高额的伤害输出以及极快的攻击频率，令杰尔夫很快支撑不住。操控他的魔质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20级出头的蝼蚁能对自己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很快2次去世，成功击杀30级 BOSS， 获得 1.8W 经验值。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你获得了森林之种。诅咒装备，禁忌咒书解开一层封印，并有了新的变化。提示：你救赎了杰尔夫的灵魂，使他得到了解脱。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件事能为你带来好运。几条消息弹出，战斗走进了终点。这个提示有讲究啊！救赎了杰尔夫的灵魂，未来或许还能带来好运。杰尔夫生前可是传说生活职业者，这个好运会是什么？
不再多想。贺北岩没急着查看森林之种，与变回萝莉的妮娜走到迪克他们面前。此刻，他们全都怔怔出神地看着自己。这是你们的魔晶，15颗魔晶交给迪克，将对方从思绪中拉了回来。谢谢。前后的实力反差让迪克不敢像之前那样随便。获得蓝霸护符、淬毒附魔石。放松点，我还能吃了你们。这群人先前多次认为他遇到危险，想实施救援，让贺北岩明白他们是一群有情有义的 NPC， 也难怪他们队伍配合十分默契，这都来源于长久的磨合与信任。主要是你的实力太令我们震惊了。有了贺北岩的一句话，迪克放松下来。勇士，你的实力和帝国的强者后代有一拼，你该不会是来历练的吧？帝国强者后代，他想起曾经遇到的兽王之子和风精灵公主，讲真有点拉，于是果断摇头。我来自洛索城，让杰尔夫解脱后就打算去往更大的城市。更大的城市？距离这里最近的大城市就是亚特城了，其他大城市都很远，需要乘坐亚特城里专用的传送阵才能到达。严格意义上讲，洛索城只算一座小城镇，不是真正的大城市。城镇等于是让玩家从新手期走出来的一个过渡，直到成为真正的强者。而大城乃至之后的主城、王国、帝国，才是无数玩家崭头露角的舞台。勇士，我们刚好来自亚特城，如果你要去的话，我们可以带你过去。迪克掂了掂手里的魔晶，苦笑道：也算是我们对你微不足道的报答吧。行，不过我要先回洛索城处理些事。那我们跟你一起，不差这点时间。9人踏上返回的路程，走出魔化庄园时，众人看到异变花园一片狼藉，心中明白这肯定是勇士干的，因为他们进入庄园的方式是使用了某种大型潜行法术。返回的途中，贺北岩没有让妮娜变为巨龙，就算知道迪克等人是善良正直的 NPC， 他也不想把全部实力暴露出来。人总要留些底牌，这种东西越多越好。我去，这禁忌咒书是要我命吗？走在一行人的最后，贺北岩查看禁忌咒书，当场想骂街。被封印的禁忌咒书 S 级，效果：你的物理攻击与法术攻击相等，取较高的一项，仅触发一次。效果：咒者同化，可让至多8个目标获得你的某项属性具体数值，无冷却，持续时间限制。封印效果：攻击力加1000，击杀35级青铜 BOSS， 0时。封印效果：免疫 50% 所有法术伤害，击杀50级青铜 BOSS， 0 30。封印效果：被动，当血量归0时，原地满血复活并刷新所有技能，冷却3天，击杀55级青铜 BOSS， 0 30。原本只需击杀相应等级的普通 BOSS 便能解锁封印效果，现在清一色变为了青铜级，这也太坑人了吧！第85章，寻找诅咒者，2件 S 级奖励。或许这就是神器的独特所在。想在神器里找到 bug 偷跑，没门儿。贺北岩的实力被划分为了青铜级 BOSS， 禁忌咒书的解封条件也跟着变化了。不过这是在他解锁了一个封印之后才变化的，还算有点良心。青铜级 BOSS 我还没见过呢，不过我现在的面板估计连30级青铜 BOSS 都打不过。30级普通 BOSS 全属性弱化 10%， 都还有 40W 血量，攻击和技能照样很强。若不是有2万的护盾值，贺北岩还得用风筝留才有机会干掉他。而青铜级 BOSS 就没法削弱了，这样也好，能督促我尽快升级，提升实力。随后贺北岩查看森林之种的信息。森林之种，传说物品。描述：由杰尔夫所创造的种子，若能成功培育，将拥有一片活化的战争森林。培育需要生命神泉浇灌3天，并种植在面积至少3平方米的大地神土之上。这都是什么东西啊？贺北岩听都没听过这2样东西，于是询问迪克。勇士，这2样物品可不得了。生命神泉是精灵之神赐予族人的至宝，有价无市，据说死亡不超过3小时的人喝下都能起死回生。大地神土的话，我只听说它能让一朵连等级都没有的野花成为白银级 BOSS， 不知道源于哪里。闻言，贺北岩懵逼了，这2样东西一个比一个变态，可想而知，当森林之种被培育出来后会有多恐怖。某城镇中，赫斯特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在城镇抵御世界 BOSS， 而是有远见的回到新手村养精蓄锐。现在看来，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未来也必将如此。此刻他身后有50位装备各异的玩家，等级全部都在10级以上，并且全是史诗职业玩家。看着这些人摩拳擦掌，他心中无比自豪。这些人才是他称霸神器的资本，单打独斗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现在就要进入 F 级遗迹了，这是连贺北岩都没进入过的特殊副本。
刚要捏碎遗迹传送时，忽然弹出一条任务：主线任务，寻找诅咒者。描述：经教皇确认，诅咒者曾去过审判协会的一处禁地，带走了几样东西。任务目标：找到诅咒者的踪迹，并上报给审判协会或将其击杀。任务奖励：自选 S 级成长装备，成为审判者。提示：若击杀诅咒者，你将习得一个教皇的 S 级随机技能，并获得预备审判主教称号。赫斯特欣喜若狂，找到诅咒者进行上报，便能得到一件 S 级成长装备。能成长的 S 级装备，意味着它可以变为 SS 级，甚至 SSS 级。这是多么丰厚的奖励！将其击杀，更是能随机习得教皇一个 S 级技能。他岂能不激动？贺北岩，马上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风水轮流转。随后他查看起另一个任务，将其完成后，找到诅咒者轻而易举。各位可以先在旅馆等我。回到洛索城，交代迪克他们一句，贺北岩找上了王天宇、程红等人。贺神，您找我们有什么事？王天宇小队本带着程红在夜幕森林刷怪，忽然收到贺北岩的消息，说有事找他们。没有废话，贺北岩将魔化药剂配方掏了出来。你们找人把这个药剂做出来，天选工会至少要80%收益。他相信王天宇可以找到合适的药剂师。王天宇等人看到配方信息，顿时瞪大眼睛。魔化药剂配方 B， 魔化药剂可对全属性正 5% 的提升。需要材料：魔能花、魔能草。持续时间1小时，冷却时间6小时。本听到贺神说要80%收益，王天宇还有些为难，但看到全属性正 5% 的提升后，突然觉得贺神太大方了。交易市场全部是单一加某属性的药剂，而且效果还都很弱。最厉害的也就是贺神的强力药剂，但早就卖光了。所以魔化药剂的出现，哪怕天选工会要95%的收益，也会有无数人愿意找他合作。大量魔化药剂问世，必定是神启出现以来最为火爆的物品。对贺神来说，魔化药剂可能没用，但对其他玩家，哪怕是全属性提升 1%， 也无比珍贵。好，王天宇哽咽一声，还有什么要求？用不用我们在工会里打造一支生活职业队？凭借贺神的名号，还有女神赐福效果，他相信一定有无数人愿意加入天选工会。不用，你们自己找人做就行了。天选工会不需要太多人，况且 B 级药剂能提升 B 级以下药剂师的熟练度，提高药剂师品级，既加熟练度还给钱，药剂师玩家挤破头皮都要做。况且他不相信王天宇背后的人会不打造几支生活职业团队，所以交给他来做。贺北岩无本万利。好，我这就去联系高层，这些配方材料很多地方都能获得。王天宇匆忙离去，随后贺北岩把目光放在程红身上。你跟我走一趟。啊？咋了贺神？程红有些不情愿，他还想待会儿去红楼视察呢。去杀怪？程红哭丧着脸，心里100个不愿意，却没有办法。目前除贺北岩外，综合榜第2是14级的玩家，名叫赫斯特，也就是王天宇说的漂亮国新国柱。贺北岩之前没注意过这个人，最开始在综合榜前50都没有他，然后就突然冒出来了。反观龙国2位国柱，名次落在了第3和第4。你得到的成长装备给我看看。贺北岩对程红道。咒者同化解除封印，贺北岩可以让8人拥有自己的某项属性，不过他暂时没打算帮王天宇他们，先让程红有一定自保能力再说。使用咒者同化的一些小技巧，他也想试一试。程红掏出自己的 A 级成长武器，是一把黄金打造的投掷弯刀，可投掷尖刀。 A 级成长武器，物攻加250。效果：投掷尖刀前可花费任意数量金币，有概率令攻击翻倍，花费的金币越多，倍数越多，至多 x3倍。描述：何为尖？不告诉你概率变为尖，只能说很符合头脑巨伤这个职业了。不过程红这种混吃等死的铁公鸡，恐怕不会把金币浪费在这上面。贺神，先说好，我只用尖刀本身属性来战斗，花钱是不可能花钱的，就是你让我花金币也不花。来到夜幕森林里，贺北岩直接带他来到了最深处。几天过去，除沉沦法师外，所有的 BOSS 都刷新了。至于沉沦法师，属于一次性 BOSS。贺神，你确定要来这里杀怪？那您可得保护好我呀。程红语气带着哭腔，这要是换个人，他早就掉头跑路了。森林深处都是20级以上的精英和 BOSS， 哪怕他有 A 级成长武器也打不过，1-2招就被秒了。第86章，躺平摆烂。你晚上睡得着吗？贺北岩望着不远处的20级 BOSS， 待会儿你就会成为综合排行榜前几的玩家了。啊！程红发出惊异，综合排行榜前几，
他真不配吧？别看陈红13级了，他连综合排行榜前100都没进。贺神就说让他进前几，就算贺神对他有信心，陈红自己也没那个自信啊。别说前几，综合榜单前30名全部是传说职业者，甚至有传说玩家抵御世界 BOSS 失败受到惩罚也还在30以内。等级并不代表全部，除非贺神能把他带到17级以上，或许能凭借属性面板和 A 级装备暂时领先，但这也太难了。然而就在这时，陈红的面板上突然弹出一条消息：你受到特殊技能加持，务工属性大幅增加。卧槽，我的攻击力涨到了3000点。哎呦我去，怎么攻击又掉回去了？防御变成600了，又变回3000攻击了。这数据板是不是出 bug 了？把我当猴耍呢？看着陈红吐槽，贺北岩笑了。面板的来回变化其实是他的测验。咒者同化能让人分别继承自己的某项属性，甚至对其进行转换。比如加强了陈红的攻击力，贺北岩也可以随意更改为防御，达到能攻能抗的效果。具体属性的数值也可以由他来调节，只要不超过自身属性最大值即可。这就太舒服了啊！今后贺北岩走到哪儿都可以找个打酱油的，当个额外的小保镖。不过有妮娜在，估计没什么机会用上，但练练总是好的。自己去把那个 boss 干了，我保你不死。听到贺北岩的话，陈红先是一愣，随后恍然大悟：神，这是你的技能？是贺神的属性加持在了我身上，还是增益效果？这数值也太变态了！我敢保证这技能绝对冷却不短，要不贺神您就别用了，留给更需要的人吧。给我这个废人用，是浪费了这个宝贵技能啊！陈红一连串的妙语连珠，最后表达的是想放弃。贺北岩直接把他提溜起来，一脚踹到20级 BOSS 魔猿的视线里，还有几瓶恢复生命的大药瓶。这个陈红加入了天选公会，以为就能高枕无忧的在里面躺平摆烂，必不可能。自己都这么努力，把陈红当作试验品进行技能练习，这么摆烂，你晚上睡得着觉吗？提示：你受到特殊技能加持，务工提升到3000点。贺神，你鸡鸡！陈红气的血压升高，这贺神也太坑了吧！话还没说完，魔猿就狂奔着朝他袭来，伴随着大地的剧烈震动。哈哈，我拼了！贺神，你可要保护好我，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陈红一脸委屈的逃跑，回头甩出黄金弯刀，犹如一道金光。-2743。哦！弯刀刺入魔猿的手臂，浮现出高额的4位数伤害，带走他一小截血量，随后如回旋镖一般飞回陈红手心。卧槽，小爷这么猛！陈红宛若身处梦幻，他从没想过自己能打出近3000的伤害，可就是这么一愣神，让魔猿冲到了他面前，爪子挠向他的后背。提示：受到特殊技能加持，3000物攻变为600物防。-610。魔猿的攻击高达1200加，陈红不到3000的血量瞬间少了 23%。专心点，以后你会遇到刺客偷袭，没有人保护你，该怎么办？贺北岩表面看似是为了他好，实则是在练习咒术同化单人版的使用。他虽然能让陈红获得自身全部攻击或物防，但也没啥区别。他的攻击和双防也就4000加和700加，3000攻击和600防御也差不了多少了。要不你开个直播，标题叫做贺神指导小萌新，相信有不少人愿意付费观看。不行，陈红直接拒绝。他要直播的是贺神，怎么搞的好像是贺神直播他一样？这特殊道具到底是谁的？虽然这确实能赚到金币，但他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丑态。小爷跟你拼了！喝下一瓶大红药，血条瞬间补满。陈红身上覆盖了一层青色。神风疾行，把混吃等死当做目标，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命最重要。所以陈红有好多位移和逃命技能，就是为了防止未来被人追杀。他想得很远，毕竟混吃等死他是专业的。与魔猿快速拉开距离，屏气凝神，弯刀再度出手，分裂。只见袭向魔猿的黄金弯刀突然变成了4个，落在了魔猿身上4个不同的位置。-2756，-2713，-2658。魔猿顿时出现4道伤口，血液滴落在地面，血量减少1万。陈红看了眼他的剩余血量，干，还有67000，这是他唯一的攻击技能，而且冷却长达2分钟。他抿着嘴，又怒又委屈地瞪了贺北岩一眼，就像个小媳妇。鸡！魔猿双眼猩红，不懂风情地发出一声怒吼。你受到魔猿之音的影响，进入混乱状态，攻击无法瞄准并眩晕，持续2秒。4肢疯狂脉动朝陈红奔去。贺北岩连忙将物攻转换为物防，
-612，-660。贺北岩不是辅助，没有帮人解控和不屑的能力。看着陈红被打飞老远，啊啊！小爷英俊的脸从混乱状态恢复，感受到脸上火辣辣的疼。陈红彻底怒了。第87章，排行第2。这个陈红是谁？神行、疾跑、灵敏法术，也不知道他到底学了多少提速类技能。快速喝药补血，再度与魔猿拉开距离，活生生一个灵活的小胖子。黄金弯刀脱手而出，-2718，-2715，-2699。黄金弯刀的出手与回旋速度提高了许多，竟然达到了每秒 1.5 次的攻击频率，还不错呀。不远处的贺北岩微微点头，陈红的战斗天赋还是有的，虽有些瑕疵和不足，但在咒者同化的加持下能够弥补。这样的话，就更不能让他躺平摆烂了。有谁不喜欢一个能经商又能打仗的才子呢？协助击杀20级 BOSS， 你获得1经验值。陈红大约与魔猿斗智斗用了7-8分钟，终于把这个逼给磨死了。他大汗淋漓地躺在地上，喘着粗气，动都不想动。干得不错。此刻陈红已经步入了14级，而贺北岩因为超过 BOSS 等级，完全能秒杀他，只得到了1经验。贺神，求求你放过我吧！陈红好想哭。那我现在就走。我通关了洛索城副本，要离开洛索城了。啥？贺神，你通关了洛索城的副本？陈红坐起身子，满脸难以置信。贺神，你可不能抛弃我啊！没了你我怎么活啊？他抱着贺北岩的大腿，死活都不撒手。贺神可是他的靠山，没了他，被王天宇他们欺负了贺神都不知道。贺北岩看着他呜呜的小表情，额头直冒黑线，所以就赶紧变强。等技能全部冷却完毕，我带你去找下一个怪物练手。与此同时，许多龙国1线、2线玩家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命令，寻找魔能草、魔能花2种材料。有些地方这种花草随处可见，被收到命令的龙国玩家大肆采集，草地瞬间变秃地。那你这龙国玩家发什么神经，不好好升级，在这里摘花割草？哦，安杰丽娜，你看那些龙国玩家多不优雅，把花草全部摘得一干二净，完全没有大国应有的素质风范，哪怕是在神奇世界里。许多外国玩家对龙国玩家的迷惑行为进行评价，但没过多久，他们就想一头撞死在这里。当晚，某 F 级遗迹里，赫斯特先生，我们跟你来这里真是太对了。这 F 级遗迹也没什么难的嘛，我们成功零死亡，拿下遗迹首通，跟随赫斯特先生果然是正确的选择。赫斯特所带领的50人团队已经完成了遗迹最后一环的任务，正兴高采烈地分配遗迹奖励，许多人的等级都提高了1级。就连综合榜排名第2的赫斯特也升到了15级。赫斯特听着众人的夸赞，面带微笑。大家记得把控制、debuff 技能与法术卷轴留给我，还有能造成固定额外伤害的物品。和他预想的一样 ，F 级遗迹副本他们的顺利拿下，而他所要的东西是以后对付贺北岩的关键所在。当然，只是这些还远远不够。懂得，赫斯特先生，你要这些东西有大用处。谨慎与远见一直是赫斯特先生的代名词。跟随赫斯特先生，我们将拥有光明的未来。分配完奖励后，赫斯特露出一个能给人带来好感的笑容。那我们就退出吧。提示：你的综合实力榜排名降低至3名。What？ 刚一出来，赫斯特就看到了一条提示，他连忙打开排行榜，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占据了本属于他的第2名的宝座。综合排行榜第2，陈红，17级，龙国。Fuck， 这个陈红是谁？由于有其他人在，他只能在内心疯狂咒骂着。明明在他中午进入遗迹前，名次还是第2，仅仅过了一下午，竟然就被超越了。而且不是本排在他后面的聂勇或南诗玲，甚至连排名前20的玩家都不是，而是一个从未见过出现在排行榜的陌生人。等级还是离谱的17级，就好像是凭空出现，专门针对他的。首通 F 级遗迹的好心情瞬间全无，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世界频道。我敲！这陈红是谁？综合实力榜之前没他吧？我一下午都在关注综合榜，看着他从100名开外冲到现在的第2名，太逆天了。我也观察了很久，他刚进入综合榜是14级，现在已经17级，距离贺神只差7级。他是什么职业？我找，我去。商人职业榜第1，真的假的？啥时候商人升级这么容易了？许多榜上商人连10级都没达到吧？这是除贺神外线阶段等级最高的玩家了。商人这样牛逼吗？赫斯特都被挤下去了，我就是商人职业，
看到程红先生的等级，顿时有动力了。企鹅集团城邀程红先生加入，条件任你提。普天工会愿意出高价得知程红先生的升级方法。Oh no！ 怎么又是龙国玩家？所有玩家的想法跟赫斯特一样，这个程红到底是谁？然而，就在众人疑惑之时，他的等级又跳到了18级。众玩家，该死，真该死！赫斯特气得牙齿咬得咔咔作响。为什么龙国总出点离原上谱的选手？商人都 TM 能跑到综合实力榜第2。理智告诉他，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要淡定。和他一起通关一季的玩家也发现了世界频道的言论，禁不住嘴角猛抽。赫斯特先生，暂时的落后不算什么，区区商人职业，马上您就能超越了。我们会和您站在同一条战线，大家都相信您。因为您，我们首通了 F 级一季，接下来去干嘛？看着眼前的一众史诗级玩家，赫斯特长舒了一口气。感谢大家信任，确实有个请求，希望各位随我一起去迎新山脉完成某项任务。好。浩浩荡荡的50人离开了所在城镇，引来了无数人的注意，其中就有2位刚走出新手村来到城镇的姐妹花。岳薇，那就是传说职业者赫斯特和他的史诗职业队伍。柳秋月对身旁的妹妹柳月薇道，意思是希望她低调点，保护好自己。怕什么？反正有雷德大叔在。柳月薇抬头看了看身旁的 NPC 大叔，对他露出个十分阳光的笑容。从遇到大叔以来，除了颓废了点，不爱说话了点，实力那是杠杠低，还能指导自己该怎样变强，给自己发布任务。连没怎么接任务的姐姐柳秋月，也因为一直帮助他完成任务，实力突飞猛进。但一问雷德为什么要跟着自己，还给自己随手花10万金币买装备，他就装没听见，不说话了。总之在柳月薇心里就一句话，遇事不决就找雷德大叔。大叔，接下来去哪儿？雷德泰兰不假思索给柳月薇发布了新的任务，去迎新山脉。刚走出城镇的赫斯特忽然脊背发凉，奇怪，我怎么感觉有股危机将要发生？第88章，哪座城市受纣庄影响最严重？洛索城门口，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希望能在我从亚特城离开前见到你们。王天宇和他的队友们架着面如死灰的程红，尴尬的点头。谁也没想到，才来到洛索城没几天，鹤神又要单飞了。打击人也不是这么打击的吧？红，我要去红楼。程红则好像被玩坏了般，半死不活的呢喃着，灵魂都快要从嘴巴里跑出来了。王天宇小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看到综合排行榜第2被他拿下，心中无比的羡慕。勇士，请等一下。正要与迪克等人离开，马尔达突然出现在了城镇门口。这封信你收好，如果想加入审判协会的话，可以随时去亚特城的审判协会。以你独自击败世界 BOSS 的战绩，已经完全有资格成为高级审判骑士了。身为初级审判骑士，马尔达依旧没有放弃拉拢贺北岩，希望他加入审判协会。好的。贺北岩将信收好，正好他也有事想问马达尔，请问哪座城市受诅咒装备影响最严重？马尔达微微一愣，开口道，大城市德化没有听说，但是有座主城，许多人类与异族染上了瘴气病。贺北岩眸光亮了起来，哪座主城？名叫格尔的主城，这座主城人类与异族共存，那里是受纣庄影响最重的地方了。据说有5位以上的审判神官在那边驻扎，可依然无法解决问题。勇士，你难道愿意过去？贺北岩微微点头，只要去往格尔主城，就有无数咒力可以吸收。审判神官是审判骑士的上级，连他们都无法解决的事，自己解决后会得到怎样的好处？绝对能刷不少 NPC 好感度，变成自己的工具人。若有哪个强大 NPC 也染上瘴气病，帮他解决这种世纪难题，估计还会奖赏些稀罕宝贝。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在那里就能刷出1W 的好感，把爱之女神的手札给开启。见贺北岩点头，马达尔的美眸亮了起来。马达尔对你的好感度加200，感谢你勇士。不过格尔主城距离亚特城很远，想过去的话，传送阵到不了。如果乘坐飞艇去也需要一定的实力才行，但能得到主城级的定位，传送负责比较快。只是这种东西太稀少，只在强大的 BOSS 级怪物身上掉落，或许亚特城里也有人卖。贺北岩微微点头，看来实力没达到，一时半会去不了。不过勇士可以在亚特城的审判神殿中找尼克神官，将信交给他，完成他给你的任务，能快速提升你的实力。他认为贺北岩是要加入审判协会了。在马达尔看来，他今后成为审判主教也不是没有可能。谢谢了，一路小心，审判之光会照耀你前行。贺北岩踏上了前往亚特城的道路，路上时不时会跳出一些30加等级的普通精英怪，这应该算是神启给玩家的福利，让前往更大地图的玩家能在路上尽快升级。
迪克本是打算由他们来解决，不让贺北岩出手，但他怎会放弃这些经验包？虽然没有击杀 BOSS 的经验多，但他们数量大。你们都别动，从小妈妈就教导我，男人要有担当。吹剑攻击 ，bio be bio。夜幕森林里，终于得到了，有了它，我就能问出答案。井野次郎满脸灰尘，开心的手舞足蹈，在他手里捧着一个窝窝头，犹如至宝。路过的玩家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被他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给逗笑了。沙比，他并不在意，别人不懂，这个窝窝头可是大宝贝，因为是从夜幕森林的野外宝箱中得到的，迷幻且诚实的窝窝头，特殊食物，描述不掉食物质量，吃下后可让目标进入迷幻效果，有问必答，也可指使目标做某事，持续1小时。提示：迷幻效果极难察觉，只要把这个东西让妮娜吃下，就能从他口中得知贺北岩的成神线索，就算他不知道，也可以指挥他去询问。虽然不一定100%能问到，但几率并不小。这就回洛索城，他兴冲冲地往回赶，顿时傻脸。贺北岩已经离开洛索城，去往大城级城市了。八嘎，看来我必须要用那个东西了。随后掏出某样一直犹豫要不要用的物品，在这里用不安全，贺北岩可能回来，我要先想办法传送回之前的城镇中去。亚特城。提示：你已进入大城级城市亚特。提示：开启录像功能，可发布到各大论坛，在某些时候或许对 NPC 也有用。提示：你将见证到神奇的真正魅力，怪物序列不再分为精英与 BOSS， 拥有更细致的划分。普通、精英、头目、领主、君王、BOSS 每阶都有青铜至钻石级。来到这里时已是深夜，弹出的提示信息让贺北岩眉头一挑。有意思，就是我会遇到更多强大的怪物呗。这么一看，他的青铜 BOSS 实力就很有含金量了。不过录像暂时对他没什么用，等大批玩家来到大城级城市，可想而知网络上会有多少视频发布。望向亚特城中，他被眼前的一幕幕给惊呆了。城市里随处可见整齐有序的成队卫兵，无数高大气派的建筑闪烁着灯光， NPC 进进出出，十分热闹。不仅如此，在城中每个十字路口处都有前往各个地方的引路标记，预售场、冒险者协会、商店、药剂协会、审判神殿，许多在洛索城见不到的特殊建筑存在于亚特城，让玩家有更多样的城市体验。勇士，我们要去黄堡上交魔晶了，这次多亏你的帮助，我们才能顺利完成任务。我加你好友，如果在亚特城内有什么事，一定要随时联系我。迪克对贺北岩发送好友申请，他不喜欢欠人情。同意过后，迪克便带着小队成员往黄堡离去。贺北岩环顾四周，很多的 NPC 头上都顶着一个黄色感叹号，意味着可以接取到任务。整个亚特城粗略估计至少能容纳15万的玩家，也就是3个城镇以上的玩家。可现在只有贺北岩一人，这会有多少任务可以接到？先找个地方住下吧。贺北岩并不着急，看着指标往旅馆方向赶去。第89章，勇士，请你认清自己。亚特城的旅馆更像是9星级豪华酒店，非常的高大上，一天就要200金币，饱含1日3餐，并且这食物是由 B 加级烹饪师制作的，吃下去后就能获得各种时效性的加成增益。当然，也有些低端旅馆可以居住，但最低的也要150金币一天。可见若是来到这里的玩家没钱，就要露宿街头或者下线休息了。交付15天房费，认清房门后，贺北岩走了出来。直接去审判神殿吧，哪怕是晚上，贺北岩也不想浪费时间。以他现在的实力，几天不睡觉也没问题。很快，贺北岩来到审判神殿门口。审判神殿很大，通体呈淡金色，在屋檐上方有一个金色十字架标志。不过这十字架的4端各有一个小三角，似是锋利无比。勇士，审判神殿晚上不开放，若是向审判之神祈祷，请明天再来吧。见贺北岩站在神殿门前，2位把守的 NPC 审判者解释道：我是来找尼克神官的。贺北岩将马达尔的信交给对方，虽然他没打算加入审判协会，但有这封信应该能接到和咒气相关的任务，要尽快把死金护手给修复了。感受到信封上的神圣之力，审判者重视起来，进去汇报。请勇士稍等一下。没过多久，他便赶了回来，带贺北岩进入审判神殿。这里面还真不小啊！神殿先是个大广场，正中心有一处喷泉，周围围绕着淡黄色的光点。仔细凝视光点，会弹出一个面板，它们是圣光小精灵，等级不高，但能带来一些光明属性的小加持。审判者将他带到殿堂。勇士稍等片刻，尼克神官马上就来。
嘱咐过后，他便离去了。贺北岩环顾四周，这里空无一人，但存在一个巨大的站立雕像。这是一位手拿圣锤和盾牌的胡须男人，双目带有金芒，无形中带给人神圣庄严之感。裁决神奥西多的雕像。描述：裁决神奥西多，又名审判之神，是审判协会的唯一神明。贺北岩有些震惊，当初在洛索城审判分会看到的巨大女性雕像，不是审判之神。看来在神之中也有许多的故事可以探究。原来你就是独自击败世界 BOSS 的勇士，做得非常好。这时，一个面容慈善的男人走了过来，打量着贺北岩，似乎相当满意。他和迪克不一样，能看出贺北岩的实力远超同级对手。那可恶的诅咒神教令许多城镇都受到了损伤，无数子民受到牵连。审判协会正需要像你这样有潜力的强者，欢迎你的加入，勇士。提示：尼克神官邀请你加入审判协会，并赐予你高级审判骑士的职位。你的选择将改变自身命运。尼克神官，我暂时没打算加入审判协会。贺北岩没想到他这么直接。尼克懵了，没打算。那勇士你？虽然我不打算加入审判协会，但我愿意去做神官给予的任务。听到贺北岩的话，尼克恍然大悟，欣赏地冲他点点头。我明白了，你是想直接成为初级审判神官，以往也有像你这样的天才。贺北岩，我这里刚好有个任务，在亚特城的垃圾场中有一群臭老鼠，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沾染上了瘴气病，希望你能帮忙解决。是否接受任务？解决垃圾场的老鼠，完成奖励光明之石，声望加500。看到任务奖励，贺北岩张大了嘴巴。光明之石，特殊道具，可将其融入至攻击装备之中，获得1000点固定光明伤害。提示：诅咒装备同样有效。这则提示消息似乎是专门提醒自己的，让贺北岩惊上加惊。难道这就是审判协会拼命摧毁诅咒装备的原因？他拧起眉头。诅咒装备的属性弱效果强，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后期能通过特殊道具将咒装的属性培养起来，那确实逆天。效果强，有装备技能，还能强化。再用特殊道具把唯一的属性短板拉上来，同品级的普通装备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简直就是无敌。不管怎样，这个任务他都是必接的。成功接取解决垃圾场的老鼠015。但领取完任务后，尼克见他没有走，勇士，还有什么事？请问还有没有和瘴气病有关的任务，或者是摧毁诅咒装备？我想一并接下。光是这个任务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他的想法是在尼克这里接上至少7、8个，一边吸收咒力，一边摧毁诅咒装备。呵呵，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勇士。尼克笑了笑。而且摧毁诅咒装备的任务必须要加入审判协会才会给予，虽然你的实力能成为高级审判骑士，但你并没有加入协会。那就瘴气病的任务再来几个吧。贺北岩想了想，告诉你个秘密，其实我能治疗瘴气病。世间无人能治愈瘴气病，那么自己能将瘴气病解决的事，早晚会世人皆知。所以他没打算隐瞒，主动说出来，还有可能触发更多任务。当然，他不强迫尼克能信，因为他早晚都会相信。勇士，你说你能治疗瘴气病？身为审判神官，他的素质涵养极高，但眼神中还是忍不住地流露出对贺北岩的厌恶。神奇5000年来，瘴气病一直就存在于万族之中，没人能治愈，成为无数生命的噩梦。哪怕是各族之神降下赐福，也无法完全驱除。只有在古籍中记载着有一位圣医曾游历世间，帮人驱除瘴气。据说此人还与审判协会有很深的缘分，甚至传说见过裁决神奥西多，但历史上从未有这样的人出现。可眼前的勇士竟然狂妄地说自己能治疗瘴气病，这不纯纯的搞笑吗？提示：尼克对你的好感度50，当前好感为50，轻度厌恶。强大且有理想的天才他喜欢，但狂妄自大的天才早晚会夭折。勇士，请你认清自己，等你清除完老鼠后再说吧。尼克不想跟他说太多。第90章，等级要起飞了。卧槽！贺北岩盯着尼克的双眼，怎么还带降好感度的？原来好感度还有负值，一直都是正加值，让他以为没有负好感的说法。这不翻恩倍加回来了，就对不起贺北岩人见人爱的迷人玩家身份。尼克神官，是你没有认清我。这样吧，如果我带回一只被驱除瘴气病的老鼠回来，你能不能检测出来它曾经染上过瘴气病？当然不能。尼克带着怒火，有些烦躁。瘴气病从古至今就没人能解决，自然没出现过治愈案例，更别说检测了。除非染上瘴气病的生命死了，瘴气才会随着一起灭亡。
但15只在垃圾场的灵能老鼠全部沾染上了皱气病。你要真能带一只没有皱气的灵能老鼠回来，我就给你巨大奖励。叮！解决垃圾场的老鼠任务已变更，解决垃圾场的老鼠，击杀14只，并带回一只没有皱气病的灵能老鼠。任务奖励：光明之石500声望，光明圣水 A。 失败惩罚：尼克将会把你自大的行为记录在审判之册，无论到哪里都不能接取审判协会的任务，同时你的审判协会主线将断联。似乎觉得还不够，尼克补充道：别想着去其他地方抓只干净的灵能老鼠，除了这15之外，别处根本没有。好啊，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贺北岩笑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要自己肯努力，奖励就能翻2倍。就是感觉这个光明圣水有点拉胯。光明圣水 A， 喝下后减少所受 20% 的黑暗属性伤害，仅生效1次。凡是达到 B 级及以上的物品都分和加，如 B 加。比起赫飞权杖减少 60% 火属性伤害，光明圣水的加成属实不高。获得的诅咒装备越来越多，把贺北岩的眼界水平给拉得很高。但作为审判神官，能拿出的好东西也就这个水准了，还算凑合，勉强能用。拜拜，记得提前多准备些咒气相关的任务给我。尼克对你的好感度300，当前好感度为350，中度厌恶。贺北岩扭头就走，根本不在乎他的负好感度。如此自大的勇士，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要不是作为审判神官有职责与涵养所在，他都想直接把对方轰出去了。说实话，他也希望对方是古籍记载的圣衣，但显然不太可能。毕竟5000年都没现身的圣衣，怎会在一个连主城都不是的城市出现？而且还那么年轻，那么狂。紧接着，他突然想起了什么，糟了，差点被他给耽误了。我要赶快去皇堡，帮子爵的女儿压制咒气。根据任务指示，贺北岩来到了亚特城的垃圾场。这里被结界包裹，但人可以自由进出，主要是用来防范灵能老鼠跑出来的。因为灵能老鼠的出现，整个垃圾场里没有人，有许多堆成山的垃圾还未处理，但空气却没有特别的异味，可见亚特城这方面的治理很专业。不知道奥西多的祝福能不能弄到手。贺北岩突然想起了成神线索，获得所有神明的祝福就能触发神启任务，也就是成神任务。虽然希望渺茫，但能得到祝福总归是好事。可他也担心，倘若2个水火不容的神明共同给自己祝福，会不会有反效果？或者自己得到了一方神明祝福后，另一方神明的势力见到自己，直接好感度敌对。等尼克的好感被我拉回去再说吧。总之现在先把灵能老鼠的任务给做完。垃圾场很大，但贺北岩并不担心找不到目标。妮娜，交给你了。那万金油的妮娜在此刻发挥作用，从贺北岩的口袋中跳出，随后变形为一只纯白色的小奶狗，在地上嗅着什么。圣经史莱姆小探犬形态，可以寻找到附近生物。很快他重新变回萝莉，小手往某个方向一指，主人在那边。没一会儿，贺北岩来到目的地，这就是灵能老鼠。灵能老鼠的个头有大腿大小，长相瘆人。15只分散在好几座垃圾山上，啃食里面的垃圾。老鼠喜欢群居，聚在一起倒是省了贺北岩不少时间。查看怪物信息，灵能老鼠35级青铜精英，弱化 10%， 生命值 15W， 攻击力1060，攻击速度 1.2s， 技能瘟疫牙齿、剧毒毛发、尾鞭。好家伙，数据比我在遗迹副本遇到的20级 BOSS 都高。不光有攻速，还有3个技能。步入亚特城后，游戏难度好像开始骤增，但要把贺北岩排除在外。15只老鼠的数据都差不多，贺北岩的双防高达800点，把他们全加在一起，秒伤也就不到4000伤害，2万的护盾值完全扛得住。相反，贺北岩15颗风雷毒株的威力能打出至少157500的瞬间伤害，足以秒杀他们了。不过这些灵能老鼠在不同的垃圾山上，30米的爆炸范围顶多涵盖2座，况且贺北岩还得抓一只回去，这2座的老鼠最多就他们了。很快，贺北岩锁定了2座相邻的垃圾山，上面共有9只。话不多说，直接出手。风雷毒株，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2座垃圾山被汹涌的火光吞噬。-10050，-500，-10050，-500，-1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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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0，负500。在上面疯狂啃食垃圾的灵能老鼠，连反应都来不及，瞬间化为灰烬。击杀灵能老鼠，经验值加5000，获得80点咒力。击杀灵能老鼠，经验值加5000，获得80点咒力。
触发装备效果，自由属性点+1，9只灵能老鼠直接被秒杀，带来720点咒力值， 4.5W 经验。恭喜你提升到25级，获得20点自由属性经验值29000-35000。未用自由属性点113。大城级城市起码是传说职业玩家25级以后才能来到的地方，普通玩家更得30级之后。任务多数情况下也需要组队完成。在全世界 99.99% 的玩家都没到15级的情况下，贺北岩24级就来到这里，并且是单刷，获得的经验可想而知。等级要起飞了呀！玩家的等级注定会与贺北岩越拉越远。第91章咒装 NPC 绝对是咒装 NPC， 就是击杀灵能老鼠才获得80点咒力，有点少的可怜。要杀625只灵能老鼠才能凑齐 5W 点咒力。吱，剩下的6只灵能老鼠被猛烈的爆炸惊动，体表覆盖一层特殊灵能，宛若飞剑一般直接攻向贺北岩。吹剑5连发，负10050，负500，负1500，负10050，负2000。妮娜，你先对付他们。好的。贺北岩用斥候神吹剑进行5连击后，便交给妮娜来对付。只见妮娜变成巨型白色猛鼠，将他们全部拦下。灵能老鼠的攻击根本破不了妮娜的防御，只有瘟疫牙齿带来的属性伤害才能让她掉上一些血量。反观他们的血量在持续降低着。贺北岩打开自己的面板，分配属性点。你增加了80点力量，你增加了20点敏捷，物理攻击3810加457，攻速加 2.34S， 敏捷120加14，每次攻击伤害提升到了10667加500，每秒可造成惊人的22334点攻击伤害，7秒便能解决一只满血的灵能老鼠。35级的青铜精英对我来说太弱了。妮娜，变为巨人，一起尽快秒杀他们吧。贺北岩提着死亡战刀冲进6只灵能老鼠中间，击杀灵能老鼠，获得4800经验值，获得80咒力。击杀灵能老鼠，获得4800经验值，获得80咒力。恭喜你提升到26级，获得20点自由属性。将近半分钟左右，6只灵能老鼠只剩下一只残血，倒在地上痛苦的哀嚎。此刻她被变成巨人的妮娜用小拇脚趾压着身子，动都动不了。而妮娜打着哈欠，似乎觉得这场战斗没有激情，也就是欺负灵能老鼠不会说话，不然她非要骂眼前的家伙2句。压着我就算了，还非得用小拇指，太 TM 欺负鼠了。贺北岩伸出手触摸它，你获得80点咒力，也是80咒力。本以为活体吸收和击杀吸收的咒力不同，结果竟然是一样的。看来凡是染上咒气病的生命，吸收后得到的咒力都是固定值，这应该和咒灵体一样，越强的生命能吸收的咒气越多。提示：任务已完成，请尽快找尼克神官进行任务提交。信息出现在面板上。贺北岩命令妮娜将灵能老鼠打晕，后者提着他往审判神殿方向赶回。这个任务很轻松就完成了，毕竟对贺北岩来说，这只不过是个序章罢了。迎星山脉，赫斯特正带领队伍进行特殊任务，在一片散发微光的树林里收集液体。特殊任务：采集银星树叶。描述：银星山脉里的银星树白天会吸收阳光，每到夜晚12点后便会流出树叶，这种液体含有少量光明属性。任务目标：采集10斤银星树叶，并交给城镇里的审判分会。任务奖励：寻者符，可搜寻到15级以下的某位玩家位置。只要完成这个任务，他必能找到诅咒者的所在位置。反正审判协会发布的任务又没规定时间，随后就能得到 S 级自选成长装备，更是有机会得到教皇身上的 S 级技能。加上自己的史诗团队稍作努力，反超贺北岩简直不能再轻松。还差6斤就凑齐了，诅咒者必然不可能超越15级。赫斯特笑了起来，马上他就要得到 S 级成长装备了。就是这银星树叶也太难收集了，他们这么多人，估计要天亮才能集齐。大叔，你让我来这里收集100斤银星树叶，是不是有点太为难我了呀？这时一阵悦耳的嗓音传来，只见2女1男走进银星树林，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力。3位不好意思，我们赫斯特精英队正在收集银星树叶，如有需要请明天再来吧。有小队成员皱眉上前，明明他们留的有人把守，防止其他人进入这里，怎么给放进来了？不行，你们的事儿都不重要，先来帮我收集树叶。3人中唯一的男人淡淡道。那位玩家刚要发火，从来没人敢这么跟他们说话，赫斯特却走了过来。尊敬的雷德·泰兰先生，我是审判协会的预备审判者，
正在完成审判协会给予的任务，能否请你给我们些时间？到了早上，我们就会离开，那时你们便可收集树叶。”看到赫斯特的反应，有玩家顿时明白过来，赶忙查看对方信息。NPC 雷德、泰兰，极度危险。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雷德根本不在乎赫斯特的话，扫视一圈，看出赫斯特实力最强，帮我收集银杏树叶，让你的人把收集到树叶的交给我。赫斯特皱眉，他不知道为什么有 NPC 跟随2位才10级的女玩家来到这里，还要他们收集银杏树叶，这很奇怪，但给是不可能给的，更不可能帮忙收集。雷德先生，您是审判协会的吗？不是。那您这么做就不怕引起审判协会的不满？你咋那么多废话？雷德明显不耐烦，不知道做了什么，明明站在那里没有动，赫斯特却被一股巨力击飞。负3411 NPC 雷德、泰兰对你主动攻击，可进行防卫。血条顿时降为 1%。我防你妈！他直接气得叫出声来。从没见过这么霸道的 NPC， 还没对话2句，直接出手攻击。攻击招数都没看出来是啥，防卫？怎么防？你骂我？哼，这么多年来你是头一个。不是，雷德先生，你听我解。不等赫斯特把话说完，雷德轻描淡写地看了他一眼。负99999，你已死亡，等级1，随机属性时 B 级防御装备已掉落。收集银杏树叶任务失败。由于您脱离了新手期，可直接在城镇中复活，需花费 1W 金币，剩余复活次数10。Fuck！ 复活后的赫斯特在城镇中愤怒咒骂着。任务只要一旦进行，中间死亡便会直接判为失败，令他失去了找到诅咒者最好的办法。该死的雷德、泰兰，你犯了什么狗病？紧接着，提示：你受到雷德、泰兰的诅咒技能影响，每秒降低3000血量，持续6小时。你已死亡，等级1，随机属性时 C 级鞋子已掉落，剩余复活次数9。刚复活还没2秒，赫斯特又死了。处于灵魂状态的他顿时懵逼了，混蛋，怎么还有诅咒啊？哈哈，这是咒装者 NPC， 绝对是咒装者。他很想立刻复活，将这件事告诉审判分会，让审判分会帮自己撑腰。可惜他不能，于是果断下线，并在现实联系队伍里的史诗玩家，让他们想办法进行汇报。可他们能吗？第92章，冒着被坑的风险，也要尝试一次。看到赫斯特直接暴毙，其他史诗职业玩家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城里的 NPC 都这么凶残吗？外面的世界真可怕。我还是老实听对方的话，帮他收集银杏树叶吧。反正本来就是帮赫斯特的，现在他没了，帮谁不是帮？尤其是最开始说话的史诗玩家，内心对赫斯特产生出了无比浓郁的感激之情。大哥，您真是我的好大哥，要不是您，现在被嘎掉的就是我了。于是为了报答赫斯特以深表法的救命之恩，不让死亡事件再次发生，他第一个站了出来。各位，我觉得我们应该帮雷德先生收集银杏树叶。雷德先生这么强，都需要银杏树叶，还要100斤，肯定有大用处。所以我们先帮雷德先生收集，你们觉得怎么样？49人的队伍此刻齐齐的一起点头，眼睛都不带眨的。我觉得你说的对。雷德先生，请问有没有什么窍门能加快银杏树叶的收集？雷德先生，这是我们刚收集的4斤银杏树叶，您收好。玩家陪着笑脸，十分卖力的收集银杏树叶，把一旁的柳氏姐妹都看傻了。果然，强大的实力比什么都重要。于是把这边交给雷德，他们跑去附近练级去了。啥玩意？尼克神官不在，回到审判神殿，却被守卫告知尼克出去了。是的，尼克先生去了黄堡，在邦子爵的女儿压制咒气病。听到守卫的解释，贺北岩的眼睛直接亮起来了。好，我知道了。离开神殿，贺北岩立刻打开好友面板，联系迪克，询问他能否带自己进入黄堡。勇士，这件事我还真不一定能帮到你。我们虽然成为了皇家护卫队，但也不能随便带人进入黄堡，规矩森严。想进来有2种方法：完成亚特城内的各种任务，提高声望值，达到1万后便可与城主见一次面。基本上外人想进来都是通过这种方法。第2种是我或许能帮上忙的。请问勇士，您进入黄堡有什么事？贺北岩回复道：我可以治愈咒气病，不是压制，是彻底的治愈。不过你估计不会信。总之帮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皇堡中的子爵阁下，相信爱女心切的他一定会召见我。亚特城的皇堡里有2个子爵，一个是城主，另一个就是女儿沾染咒气病的子爵阁下，后者地位仅次于城主。这2人不像以往玩的游戏套路，有什么利益冲突或各怀鬼胎，
相互敌对，而是共同治理亚特城，希望这个城市变得更好。勇士，你说的是真的？我们刚好只属于子爵阁下守护他女儿的。皇堡内的迪克顿时不困了，虽然确实有点难以相信，但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他在古籍中看过圣医的故事，如果勇士真能治愈咒气病，那对整个神启来说都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自己作为率先汇报给皇室贵族的人，也会被世人记住。只是他不敢相信这世上会有这妖巧的事，自己碰巧遇到的勇士不仅实力强大，还是传说中的圣医，有那么幸运吗？不管怎样，贺北岩帮过自己，不是他把那群青铜级傀儡解决，整个小队早就死了。所以哪怕冒着被坑的风险，他也要为对方尝试一次。皇堡某个雅间内，一位气质不凡的男人满眼心疼地看着在床上躺着的女儿朱莉。朱莉十分消瘦，紧闭的美眸下有很深的黑眼圈，但仍能看出是个十足的美人。此刻她柳眉蹙起，体表有一层若隐若现的黑色气息，似乎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床边，尼克神官一脸严肃，双手释放光明神光，试图将咒气压制。子爵阁下，咒气常年吸收公主的生命力，越来越难以压制了。尼克额头浮现汗珠，咒气一旦进入体内，会把生命当作养料，壮大自身，逐渐从削减实力到夺走性命。朱莉体内的咒气7岁沾染，尼克从原本的半年来一次，到现在每晚都要来，这中间只过了10年。原本天赋极高，有望去王国闯闯的朱莉，只能整日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过了一会儿后，朱莉身上的黑色气息消失，面容也不再痛苦，安然睡去。终于压制了。尼克脸色苍白，似乎消耗了很大的能量，但最多5天，我就无法再帮公主殿下压制她的生命力也。我明白，多谢你了，尼克神官。伯特子爵看着床上的女儿，露出一个凄惨的微笑。若不是他，朱莉也不会沾染上咒气病。7年来，他每天都向裁决神祈祷，愿古籍中所说的圣医能够尽快出现，但并没什么用。砰砰砰！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子爵大人，冒昧打扰，但我的一个朋友说他能彻底治愈咒气病。伯特与尼克同时震惊。伯特迅速打开房门，双手按住迪克的肩膀。那个人在哪儿？现在就在皇堡之外，快带他进来。如有人阻拦，就说是我的命令。迪克心中大喜，正准备离去。等一等。这时传来了尼克的声音。那个人是谁？他忽然想起自己今晚遇到的狂妄勇士，也说自己能治愈咒气病。如果对方本就是冲着皇堡来的，估计有别的目的。别管是谁了，先让他过来再说。伯特明白尼克的意思，但他必须要抓住一切拯救女儿的机会。这些年他也在寻找能治愈咒气病的圣医，甚至愿意给予一切，但并没有结果。倒有几个不怕死的冒充者前来，结局自然是被他杀死，因为这触及他的底线。伯特真切地盼望着迪克的朋友是个真货，因为他不想在今夜连杀2人。第93章，好上道的子爵。贺北岩与提着灵能老鼠妮娜走入了皇堡内。不得不说，皇室贵族居住的地方确实奢华。此刻他眼前浮现出一个任务面板，治愈伯特子爵的女儿朱莉，极度危险。描述：伯特子爵年轻时曾带女儿外出游玩，不料受到敌对异族的偷袭，令女儿朱莉沾染上咒气病，一生愧对于他。任务目标：治愈朱莉。任务奖励：伯特子爵所能给予的任何物品。任务失败，伯特痛恨有人因女儿的事欺骗他，不仅你将死亡，还会害死迪克整支队伍。贺北岩禁不住啧舌，狠人啊！要不是自己真有这个本事，就把刚成为皇家护卫队的迪克他们给害死了。果然能成为权贵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心狠手辣之辈。来到朱莉的房间，尼克神官瞬间跟他对上眼儿。果然是你，狂妄自大的勇士！他指着贺北岩，非常生气。伯特子爵，他也曾对我说过能治愈咒气病，是个骗子，一定有别的目的。贺北岩白了他一眼。你亲眼见到过我治疗咒气病？懒得多说，让妮娜把昏迷的灵能老鼠丢到他脚边。你自己看，这个灵能老鼠身上是不是没有咒气？尼克狐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捡起地上的灵能老鼠进行检查。伯特也目不转睛地盯着，确实没有咒气存在。就在这时，昏迷的灵能老鼠悠悠转醒，吱！看到擒住自己的不是那2个可怕人类，张开嘴就咬向尼克的手。天不亡我，我的鼠上还有救！然而刚刚张开嘴，一道圣光在他身上燃起，顿时变为一地飞灰。尼克拍了拍手，好，如果你能治愈朱莉，我就向你道歉。道歉？道歉有个屁用！贺北岩伸出手勾了勾，我的任务奖励呢？
你看着他得意的眼神，尼克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自己当初真是嘴欠，非要变更任务，还把奖励给变了。好了，人家勇士完成任务，你把奖励给他是应该的。伯特不想浪费时间，这次的来者好像确实有2把刷子，有希望是真的圣衣，但他并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太年轻了。获得光明之时500声望，光明圣水。你服用了光明圣水，所受的黑暗属性伤害永久减少 20%。贺北岩当着他的面把光明圣水喝下，没什么味道，跟白开水差不多。我需要查看咒气病的严重程度，并且你们要签订神启契约，如果证实我是圣衣，不能有任何的风声泄露出去。贺北岩说道，他的实力还没在所有 NPC 面前达到无敌，要是消息泄露，诅咒神教肯定会派大高手来杀他。哪怕自己一直都戴着面具，贺北岩也不想冒任何风险，毕竟他们不知道诅咒者和圣衣是同一个人，因为诅咒教主等多方面缘故，他也不能暴露自己诅咒者的身份。好，伯特和尼克想都没想就签订神启契约，包括迪克。如果真是圣衣，他们自然知道贺北岩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张扬。随后贺北岩来到床边，朱莉被咒气病困扰7年。贺北岩用手捏住他的胳膊，眼前浮现出一行字。伯特盯着他的举动，做好随时出手的准备，一旦发现他有什么出格的行为，绝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他斩杀。所有人都注视着贺北岩，很想看看他的自信来源于哪里。在贺北岩的手捏住朱莉的胳膊时，就感觉到可以将咒气吸收，倒不如说是那些咒气巴不得跟自己贴跑进他体内。而且他还发现自己竟然可以操控对方体内的咒气，能让他瞬间安静，也能在下一秒暴躁起来。你获得了100点咒力。他没有着急全部吸收，而是先吸收了一小部分。失败了可是要被砍头的，足以证明这项任务有多艰巨。那不得捞点油水。任务奖励是伯特的任何物品，但不代表很多。自己可是即将把他的最大心结解决了，多要点东西难道不应该吗？伯特子爵，你可以让尼克来看看朱莉公主体内的咒气是不是少了点。贺北岩装做虚脱的样子，有气无力道。不等伯特说话，尼克立刻上前进行检查。真的少了一些。再次看向贺北岩的眼神浮现出无比浓郁的震惊之色。他是怎么做到的？听闻，伯特也急忙上前。虽然他解决不了咒气病，但减少了还是能看出来的。顿时瞪大眼睛。勇士，您真是古籍中的那位圣衣？伯特难以置信地盯着贺北岩。这7年，朱莉体内的咒气从来没有减少过，只有不断增加。可勇士只是摸了下胳膊，还没半分钟就减少了1/7。本以为圣衣会是闲云散鹤的世外高人，留着白须胡子的那种，需要自己一生寻找，然后去请他。但听声音明显是个年轻小伙子，而且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这既不符合他对圣衣的认知，也太过魔幻。圣衣？啥圣衣？贺北岩并不知道圣衣的故事。伯特直接半跪在他面前，请圣衣阁下救我女儿一命，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他看到了女儿重新恢复活力的希望。贺北岩微微点头，这子爵很上道啊。只是我的实力还不够，刚才去除咒气费了我很大的劲。你不等他把话说完，伯特立刻伸出手，手心里有各种高端药剂，圣衣、增加体质、力量、法力的上等药剂都在这里，你全都拿走。贺北岩当场语塞，话卡在嗓子眼说不出来了。这 TM 也太上道了吧，都会抢答了。再一看他手里的药剂，血牛药剂 A+，永久增加150点体质；蛮力药剂 A， 永久增加100点力量；精力药剂 A， 永久增加100点精神。好家伙，等于直接获得了17级的属性点，很好，很不错。贺北岩一把抓过，为了演得更加真实，他直接喝下，浑身一抖，顿时干劲满满。你永久增加150点体质，100点力量，100点精神，瞬间增加了1680的生命，224点武功，224点法功。同时双防也跟着上涨了168点，这是算上称号 12% 加成后的变化。打开面板，玩家贺北岩，青铜 BOSS， 等级26，称号天选的诅咒者，全属性具体数值正 12%， 生命值11660加1399，生命护盾 X 1.8比23506，法力值3200加384，物理攻击4010加481，法术攻击2950加354，物理防御872加104，魔法防御872加104，攻速
加 2.34S， 敏捷120加14，特殊属性不享受称号加成，生命恢复加300分号 S391， 幸运值5，弱点攻击 20%， 暴击率 5%， 施法速度 45%， 冷却缩减 25%， 火属性伤害减少 60%， 黑暗伤害减少 20%。 装备略。看完面板，贺北岩满意的点点头，自己的双防属性从来都没加过，可都快破千了，看着真叫个舒服。而尼克死死盯着他的脸，伯特子绝爱女心切，看到朱莉公主的皱气病有了好转，就直接相信了她是圣衣。但他总觉得这狂妄勇士在骗伯特的物品，就像当初刻意激怒自己骗自己的光明圣水一样，但他又找不到证据，因为朱莉公主体内的皱气病确确实实减少了。勇士，既然你恢复了，就快点把朱莉公主的皱气病彻底解决吧。尼克催促道。作为审判神官，他必须亲眼见证朱莉体内的皱气病全部驱除，才会彻底相信。反观一直没说话的迪克，不可思议地望着贺北岩，竟然真的是，好像自从遇到这位勇士开始，自己的命运就一直在变好。第94章逆天秘宝，成为男爵。你获得了100点咒力，你获得了100点咒力，你获得了100点咒力，转化的咒力还真多啊。接着贺北岩又吸收了600点咒力，朱莉身上的咒气才彻底清除。7年时间让他体内的咒气非常浓厚，比破损咒装上面的要多得多，但比起咒灵体差的不止一星半点，或许是他的实力比较弱的缘故。父亲，咒气消失，朱莉悠悠醒来，紧接看到一位戴面具的男子坐在他身边，抓住他的手腕。这一路上贺北岩都没有摘下面具。朱莉，先不要动，这位是古籍记载的圣医，刚才在帮你治愈咒气病。察觉到女儿体内的咒气病完全不见踪影，伯特彻底信了，对贺北岩的好感度蹭蹭往上涨，都有个小600了。而这个过程中，尼克的心路历程也逐渐转变，欣喜万分。他已经在计划带贺北岩去审判协会总部了。圣医，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朱莉对你的好感度增加1000点，当前好感度为尊敬。朱莉刚刚摆脱咒气病，身体还没恢复过来，需要一段时间静养。你们一直在说圣医的，这到底是个啥？贺北岩早就想问了，中间还提及到古籍，他猜测这就是诺曼克说的故事。伯特主动进行一番讲解。我还见过裁决神奥西多。听完后，贺北岩就觉得离谱，那我不是圣医，没见过奥西多。没关系，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勇士救了我女儿，我也要拿出诚意了。你获得30W 金币，称号亚特城的贵人，筋膜药剂配方。亚特城的贵人，你在亚特城的所有消费一律7折，更容易获得亚特城 NPC 的好感，有任务也优先会交予你做，还能得到隐藏任务。筋膜药剂配方，永久增加精力30点，仅触发一次，并提高 50% 法攻与法力值，持续30分钟，需要材料 XXXXX。 贺北岩眉头一挑，法师最爱的药剂，法师可是热门职业，现在还有不少全输出的法爷团狂轰各种怪物来获取经验，既无脑又有效，你的安全有保障。筋膜药剂要是制作出来，所有法爷玩家将直接成为他的大韭菜。有多少买多少，持续半小时 50% 法攻与法力值的提高，大幅增加他们的战斗续航能力，更别说还能用它增加30点精神力。很极品的药剂配方，称号还不错，最重要的是隐藏任务和消费打折，但这并不是奖励的全部。获得流电匕首图纸，该装备加130悟攻，2点敏捷，攻击命中后有 15% 的概率触发 1.5 秒麻痹效果。好家伙，又一件对玩家十分友好的武器装备。金币和图纸交给贺北岩后，似乎觉得还不够，伯特拿出了一个灰色玉符。这玉符是我几年前在路上碰巧得到，当时有不少怪物在争抢，我就掺和进去把他们都杀了，但得到后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应该是个宝贝。现在我一心在管理亚特城上面，无心在研究它了，祝你有天能用到它。获得未知的玉符秘宝物品，通过 S 级鉴定术可解锁玉符效果。 NPC 看不到物品信息条，但贺北岩是着实被惊到了。秘宝，这是什么级别的物品？还未来得及思考。提示：由于你佩戴了 S 级诅咒装备真实灭眼，附带 S 级鉴定，解锁了玉符效果。神秘玉符初级秘宝，效果附带神秘之力，你所受到的额外属性伤害若低于自身防御则完全免疫，若大于自身防御则取减去防御并除以2的最终值，并将减少的伤害绝对全额返弹。描述：据说集齐所有秘宝将会触发神秘事件，12分之一。提示：秘宝物品放在背包便直接生效，
但若死亡，必定额外掉落。贺北岩，这效果也太逆天了吧！而且真实灭眼啥时候带有鉴定术了？难道就像妮娜生来了解所有种族一样，真实灭眼自带 S 级鉴定术？总之他知道，伯特血盔放在别人手里，除了某些血牛坦克用得上外，其他人用处不大。但对全能爷的贺北岩来说非常实用，只有真正的强者得到它，才能发挥最大功效。许多攻击技能和装备都附带额外伤害，其中多数为固定额外伤害，比如赤后神吹剑的穿透效果，附带1500点固定额外伤害。至于非固定额外伤害也有，比如之前获得的淬毒附魔时，若对装备进行附魔后，若对方有毒抗，造成的毒伤就是非固定值。神秘玉符在强者手中效果就强大，弱者得到它很难发挥作用。拥有了它，今后玩家想通过大量的额外固定伤害耗死贺北岩将很难实现。而且神秘玉符的效果能和死金护手相叠加，等他将死金护手修复后，对方还没耗死贺北岩，自己就被反伤反死了。这还只是初级秘宝，更高级别的秘宝会有什么效果？全部集齐后的神秘事件又是什么？贺北岩好似发现了新大陆。勇士，你是否愿意成为亚特城的男爵贵族？我可以破例让你成为贵族，在亚特城将拥有无数的便利。伯特子爵打算将你封为男爵，是否同意？提示：由于您拥有工会，成为男爵可拥有一个小村子，约100人口 NPC 作为领地管理，每月拥有贵族俸禄，但亚特城有事情需要你，则必须帮助。提示：你的选择将在一定程度改变命运。第95章，城外的诅咒装备卑微尼克。伯特子爵，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贺北岩婉言拒绝。一个100人口的村子作为天选工会的领地，有点太不上档次了。而且现在就拥有领地，贺北岩没有足够的人手进行管理，得他亲自操劳，这还怎么去升级？小村子周围是可能出现怪物或反派 NPC 的，如果村子被毁灭或占领，他积累的声望将会全部清零。况且成为亚特城的男爵需要签订神启契约，永久忠诚于亚特城，变为他们的仆人。贺北岩怎么可能屈居于人下？那好吧，伯特心中叹了口气，果然想留住圣衣，他们这个大城级城市是不可能的。伯特子爵，请问你有主城定位传送符吗？贺北岩问道。如果能从伯特手里得到，那就省去一大笔时间了。很抱歉，勇士，我这里没有。伯特摇了摇头，这东西城内本有个大商人拥有，但在路过亚特城附近的猪人洞穴时被杀害，留在了那里。这是一群智慧生物，很难对付，我亲自带队都无法将他们解决。这么厉害？贺北岩查看伯特的面板。伯特46级青铜头目，生命值 82W， 攻击力3845，物理防御1800，法术防御1700。技能，贺北岩心中1万头草泥马飞过。青铜级头目，接近100万的血量，虽然贺北岩也能想办法干掉，但绝对不容易。还有这个恐怖输出，都快追上他的基本攻击力了。身为青铜头目，伯特肯定有很多技能，可惜贺北岩的等级太低，看不到。如果不是有青铜 BOSS 的头衔，连伯特的生命和攻击他都无法查看。伯特子爵，任务能否先交给我？等我实力足够，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根据他的面板，贺北岩大致推断出了猪人老大的实力。好，你领取了任务，击杀猪人。勇士，你的身份不能暴露，迪克，你先带勇士在黄堡内住下，外面不安全。明天起我派黄堡精锐保护勇士。说完，伯特刻意看了一眼尼克，似乎是在警告他，哪怕签订了神启契约，也别冒着为信仰献出生命的精神，将此事告诉审判协会，俨然把他当成了外人。贺北岩才是自己人。尼克，他自然察觉到了，但并不想说话。洛索城郊外的魔化庄园内一片狼藉，但这里忽然冒出一道人影，身上带着独特的香气，已经被人干掉了。看着脚边吉尔夫的尸体，空灵的女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随后他在吉尔夫的尸体上迅速翻找，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目标，果然被人拿走了。消息是怎么被泄露的？他非常不爽，使用了某种物品看到了贺北岩击杀魔化吉尔夫的场景。不管你是谁，我都会从你身上把森林之种抢回来。勇士大人，您醒了吗？隔天一早，门外就传来朱莉的声音。贺北岩打开门，发现他端着热气腾腾的早饭。伯特到底是个自觉，仅用了一晚上就让原本下不了床的女儿能够走路了，也不知道用了多少高级物品，这些是用上好食材做出的料理，能暂时增加属性值，请您享用。贺北岩接过早餐，你身体才刚恢复，要多休息。朱莉却摇着头说，
虽然我不知勇士大人的面貌，但我会一生记住您这张面具。您救了我，这点小事不算什么。我父亲和尼克神官在外面等您，勇士大人先用餐，不着急。作为公主，朱莉很有分寸。说完后便离去了。你的务攻正 15%， 持续12小时，物理攻击5164。你的双防正 10%， 持续12小时，双防1333。你的生命正 20%， 持续12小时，生命值15670。刚吃下早饭，属性就出现了百分比加成，这东西好啊！原本贺北岩的双防只有900多，经过生命与双防2次增加，突破了1300点，基础务攻也超过了5000。虽然只是临时的，但持续时间足有12个小时。去看看伯特和尼克找我什么事。来到皇堡大厅内，刚好看到2位审判骑士 NPC 从尼克那里领取任务，迎面朝他走来。城外怎么又出现无主的诅咒装备了？不知道啊，感觉是人为搞的鬼。神官让我们去回收，那就回收交给总部来销毁吧。是这样的。贺北岩耳朵微动，完好无损的诅咒装备，岂不是说他又有新装备可以绑定了？按捺住心中的喜悦，快速朝伯特二人走去。勇士你来了，我想知道最近你的安排，好派精锐保护。用不着保护我。贺北岩直接拒绝，只要你们遵守神启契约即可，我的实力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么简单。派人保护自己，怕是伯特都有点不够格。他并非狂妄自大，起码要白银级头目以上的实力，才能对现在的贺北岩起到保护作用。伯特口中的皇堡精锐，估计在他手里连3分钟都撑不到。还是算了吧，我还有别的任务要做，就先走了。勇士，等等！尼克突然叫道。他还想说带贺北岩去审判协会总部呢，去了那里，他的安全就有了绝对保障，再派些强者保护他，可以到处去治疗咒气病。谁知讲话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对方便跑走了。因为之前的事，也不敢强留对方，生怕勇士再对自己不满意。尼克第一次感受到卑微原来是这种感觉。贺北岩跟在2位审判骑士身后开启隐身。其实他听到了尼克的叫声，也知道他想说什么，但贺北岩是不会去的。他担心自己是诅咒者的身份会暴露，毕竟圣衣这个身份很沉重，在审判协会里相当于诅咒神教的诅咒者，甚至还更高。除非他在教皇面前也能不虚。这2个审判骑士是中级水平吧？查看2人的数据面板，比马达尔要强些，但完全察觉不到自己在跟踪他们。回收咒装这件事非常机密，所以2人不敢带自己麾下的审判者一起，那会引起太多人注意。他们辗转反侧来到城外的某处沼泽地，攻击着周围出现的怪物。无主咒装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虽然还没找到，但这次诅咒装备的出现方式让贺北岩有点无法理解。第96章，不抢 NPC 怪的玩家算合格玩家吗？贺北岩所知道的咒装出现形式，只有任务奖励的职业装备和击杀 BOSS 掉落，或许在一些品级较高的遗迹副本中也能得到。如果在野外找到诅咒装备，他能想到的方式只有野外宝箱。但2位审判骑士的行动非常有目的性，似乎是知道咒装的具体位置，显然和宝箱没关系。接着他就想到了2个问题：其他 NPC 咒装者是怎么得到诅咒装备的？审判协会又是怎么知道消息的？贺北岩越想越搞不懂，将真实灭眼幻化的面具变成另一种形态，并换了身外衣。等他们找到无主咒装，就直接出手，解救那个可爱的孩子被销毁的命运。不过贺北岩也没闲着，他一直留意被2位审判骑士攻击的怪物。免费的打手在眼前，总不能白白浪费，对吧？没错，贺北岩打算抢怪。审判骑士对付的怪物能为贺北岩带来不少经验值，这么好的机会在面前，还不用自己大动干戈，为啥不抢？甚至关于抢怪，玩家当中还流传着一段至理名言：玩家的怪你不抢，我会说你素质高，是个值得深交的朋友，改天一起组队。但 NPC 的怪你都不抢，出门别说我认识你这个没出息的玩意儿，马上绝交。不抢 NPC 怪的玩家还算个合格的玩家吗？你的装备、技能、职业全都会唾弃你。大郎，咱再努力，这泥鳅快死了。我知道。剑姬。此时2位审判骑士还不知道自己被一位美男给惦记上了。他俩都是近战职业，相互配合却很默契。泥鳅怪物的血量持续降低，没一会儿，当怪物的血量跌入 1% 时，贺北岩看准时机，果断使用贺飞权杖。火球术负7392，负500，击杀沼泽泥鳅，获得1600经验值。啊，怎么直接暴毙了？这附近有人！2个审判骑士先是一愣，随后瞬间反应过来，警惕地望着四周。
但贺北岩在使用完火球术后，就再次进入了隐身状态。毕竟，这个隐身技能在持续时间内也会进入冷却倒计时。奶奶爹，是哪个王八蛋这么没素质，抢别人的怪物，厚颜无耻！二郎气愤地怒骂着，释放了道破引术，却没找到抢怪者。算了，我们先干正事。大郎拽了拽二郎，触摸光团，继续往深处走去。对方抢怪却不露面，就证明实力不如沼泽泥鳅，也就不如他们。只是隐身术有点强，那在他下次出手的时候多留意，直接抓个现行，不然对方也不会看着怪物掉落的光团而不捡。原来抢怪是这种感觉啊！看着自己的经验条又涨了1小节，贺北岩笑了笑。虽然怪物的死亡经验是按照贡献来自动分配的，但击杀怪物获得的贡献是所有参与者贡献的平均值，因此经常有玩家就等着怪物进入残血，然后上去补刀拿到大量经验，或者队伍的领导者给予最后一击，让自己获得更多经验。只是一直以来贺北岩都是单刷，所以没办法触发这种机制。没多久，2位审判骑士又遭遇到了沼泽泥鳅，这次他们学聪明了，达到 5% 以内的血量后刻意放慢了速度，对周围时刻警惕。反观贺北岩站在几百米开外，正好试试真实灭眼的毁灭射线，足有上千米攻击距离的毁灭射线，完全能在他们察觉不到的地方进行攻击，几百米之外超出了他们的感知范围。想跟他玩脑子，贺北岩至少有100种方式秀翻他们。毁灭射线，找好角度，从未使用过的技能瞬间释放，一道粗壮的激光顿时射出，正中刚跌入 1% 的沼泽泥鳅。击杀沼泽泥鳅，获得1600经验值。我日，有本事你出来！妈卖批的！看到沼泽泥鳅又被暗中的老六收割，2个审判骑士顿时破防了，血压直接上头，面色通红。明明非常警惕周围，却在射线击中沼泽泥鳅时没有察觉到任何有人在的气息，但可以笃定周围绝对有人，因为怪物不会抢怪，也有可能是其他种族的智慧生物。2人对着空气骂了半天，不见有人现身，只能选择心平气和，赶紧回收诅咒装备，我就不信他敢露面。他们加快速度，不再想着抓现行，毫不留手对付遇到的泥鳅。击杀沼泽泥鳅，获得1600经验值。击杀沼泽泥鳅，获得1600经验值。击杀沼泽泥鳅，获得1600经验值。结果自然是一个不漏，全部被贺北岩补刀。大郎二郎话都懒得说，加快脚步，一肚子火气全憋在心里。终于来到了无主咒庄所在的位置，看到地上那枚暗黑色的戒指，如同看到了裁决神奥西多一样，终于能摆脱那个臭老六了。大郎快步上前，弯腰伸手，戒指呢？这就是你们要回收的诅咒装备啊！只见不远处，一个戴着面具、穿着风衣的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他们本要回收的暴怒之戒。暴怒之戒 S， 你所受到的伤害承受后将会储存起来，储存的伤害将会变成暴虐无比的破坏能量，可释放能量对单体目标造成巨大伤害，上限50万。诅咒每释放1次能量，你的生命值临时变为1点，并全属性降低 98%， 持续3天。提示：自己攻击自己无效，对你没有怒火的攻击伤害也不计算在内。这件咒装非常耐撕，贺北岩直接当着他们的面进行装备。你该死！看到要回收的咒装被佩戴，2位骑士顿时明白对方为什么一直在暗中躲藏了。妈妈的吻别，不要脸的玩意儿，终于肯露面了。一路上不光抢我们的怪物，现在还佩戴诅咒装备，这么想成为咒装者是吧？好，去死吧！2位审判骑士知道那枚戒指的效果，就算他装备上也无法发出威力。怪物没捞着，任务还被眼前这家伙给破坏，太 TM 气人了。只要砍了这小逼崽子，回去就算被神官惩罚他们也愿意。毁灭审判，大地震怒，心中的怒火终于有地方宣泄，上来就释放最强大招。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222，-366，看到对方身上的一层薄膜将攻击吸收，绷不住了。这威力也太小了吧，亏我还想着拿你们吸收伤害呢。贺北岩无奈地摇了摇头，应该是他现在的防御力太强了。不过护盾吸收的伤害，暴怒戒指依旧计算。你们看好了，什么叫伤害？第97章邪恶任务，邪神契约。贺北岩没打算留2人活口，他就是这么冷酷无情，不光要大郎二郎成为他的工具人，用完就宰，还要为他做出最后的贡献，化为经验值。轰隆隆，15颗风雷毒珠产生爆炸，将他们淹没。击杀终极审判骑士，获得6000经验值。击杀终极审判骑士，
获得6000经验值。自由属性点+1。苦逼的2个审判骑士连灰都没留下，就这么憋屈的被秒杀了。看着地上的2道光团，落后就要挨打呀。贺北岩无奈的摇摇头，没办法，谁让自己是玩家呢？又不跟任何势力站队，为了成神，为了成全自己，就委屈下他们了。获得审视巨剑 B， 大地震怒 B 加技能书。这还是贺北岩第一次击杀神器 NPC。 击杀 NPC 与玩家同样，死亡只随机爆出1件物品，除非遇到罪恶值很高的红名 NPC 将他击杀，才能爆出所有物品。这些东西都交给陈红来处理吧。有签订神器契约的头脑巨商在，陈红会知道什么时候将其上架能获得最大利润，为他自己和天选工会谋利。除这2件物品，还有之前得到的配方、图纸等等，全部通过好友面板交易给他，并让他嘱咐王天宇收集相应材料，提前做好准备。甩手掌柜确实舒服，但单靠这些物品，在贺北岩心中还不足以维持金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能上架到交易市场的物品才行。这件事只能一点点来。贺北岩在这片区域留下一些咒气，然后迅速隐身离开。风雷毒株的爆炸声并不小，不知是否有人听到。2个审判骑士的死亡迟早会被人发现，所以他留下些咒气，伪装成咒庄者将他们击杀。虽然他本身也算一名咒庄者。世界通告：玩家井野次郎主动触发邪恶任务，与邪神的契约，请西斯城镇附近的玩家在3天内将其击杀，获得巨额丰厚奖励，否则未来可能对神器带来某些不好的转变。该任务仅限玩家得知，且无法告知 NPC。 显示实时坐标3天，西斯城镇。就在这时，贺北岩忽然听到了世界通告。邪恶任务。井野次郎这个名字他在综合实力榜上见过，现位列13名，应该是位传说职业者。看世界通告的文字描述，是井野次郎主动触发的任务。这种时候，所有的传说职业者都在埋头升级，完成自己的职业任务和尽快进阶。他为何会触发一个全民公敌的任务？巨额丰厚奖励看着很不错。他点开世界频道，看能否找到西斯城的具体位置。这什么鬼？与邪神的契约？神奇世界还有邪神？你不是废话吗？这个巨额丰厚奖励很灵性啊，搞不好就有成神线索或 SSS 级奖励。有谁知道西斯城在哪儿？只要我能过去，就立刻加好友，转账500金币。西斯城镇是486-490号新手村的上级，在这些新手村的玩家，快来一起击杀井野次郎啊！井野次郎是传说职业者，还有自己的工会势力，单凭几位玩家很难对付，已经有过去的玩家死亡了。看来他这个邪恶任务还能拉帮结派。井野桑，我愿意加入你们的团体，共同化身为邪恶，在线召集附近的传说与史诗职业玩家，共同组团对付井野次郎。贺神呢？贺神是什么态度啊？有人打算对井野次郎进行讨伐，也有人表示想加入他们。这点是贺北岩没想到的。神奇里有不少玩家认为自己的上限不高，想找个靠山帮助自己快速成长，提高上限。至于选择的结果如何，都需自己承担。这次贺北岩难得的在世界频道中发言，有没有西斯城镇的传送符？我挺好奇邪恶任务的。他说的很委婉，但意义不言而喻。486号新手村离他66号新手村差得很远，距离肯定不会近。卧槽，贺神果然也有讨伐的意思。那就稳了，井野次郎活不过今晚了。谁快给贺神传送符，还能得到个好友位。看完贺神1 vs66的视频，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贺先生您好，我是井野次郎，我可以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明态度，我的任务不会影响到你，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玩家，更不会影响到神奇世界。希望各位能相信我，给我证明自己的时间。哼，不会真的有人会相信吧？给你时间成长起来。贺神，我刚托人买到了西斯城镇的传送符，但他提示我距离西斯城超过1000公里，无法使用。我是从103号新手村出来的，要不我给您试试？贺北岩皱起眉头，看来没法过去了。他也没成全别人心思，就静静的观察吧。神奇的任务种类那么多，这种事是早晚会出现的。他总不可能每次都过去，把人家扼杀在摇篮。那神奇也太没意思了，少了许多趣味性与变化。只要自己保持实力领先，井野次郎成为邪神的代言人，他都不怕。叮，你收到一条好友消息。想到这里，王天宇发来了信息。贺神，我们的2位龙国国柱就在西斯城附近，但根据估算只有60%胜率，你觉得要不要对他动手？时间只有3天，属实有点赶。不然王天宇他们可以通过贺神给予的药剂图纸，加强2位国柱和其他人的实力。怎么才60%胜率？贺北岩明白这一点，但还是觉得不该这么少。东瀛的2位国柱在第一时间进行合作，对他进行讨伐，
现在已经死过一次了。王天宇回复道：这个消息马上就会在世界频道出现。原本随2位国柱共同对付他的玩家，只要是活下来的，不知道被井野次郎做了什么，强制成了他的仆从，势力壮大不少。贺北岩眉头一挑，还能这么玩的？这个邪恶任务有点意思啊。永久仆人还是有时效性的，死掉过一次的人也是这样。他反问道：不是永久，要当他3个月的仆从，死亡的玩家则正常受到了死亡惩罚，没别的影响。那你们自己看吧，反正我是过不去，危险与机遇往往就在一念之差。贺北岩无法给出什么实质性的建议，他不知道这个邪恶任务的具体内容，无法做出有效判断。不过东瀛的国柱损失惨重，据说之前世界 BOSS 来临时还打算跟自己强 BOSS 手杀，没想到一夜回到解放前，积累的势力变成了井野次郎的嫁衣。天意难以琢磨，未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啊。贺北岩笑了起来，这样的神器才能给他带来挑战。井野次郎看到传送符有距离限制，才算松了口气。还好贺北岩来不了，哪怕他现在的势力融合了2大国柱近1半的玩家，也不认为比得上贺北岩一人。他们和贺北岩的差距就好比武者与5、6岁的孩子，孩子再多也打不过一个真正的武者。3天，度过这3天，我就能获得邪神的奖励，这可是神的奖励，一定比贺北岩得到的东西还要好，到时就能。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凶狠。第98章，神奇物品价格依旧朴实无华。最终经过高层和龙国国柱商议决定，还是要对井野次郎进行讨伐，但结果如何，贺北岩就不得而知了。回到亚特城，他没有闲着，来到了一趟生活街。生活职业等级也该提升一下了，顺便看有没有新的职业可以免费学习。贺北岩笑了起来，每个达到 B 级以上的生活职业都能得职业词条的加成效果，这是贺北岩最想要的。随着偷学的生活职业越来越多，哪天他就成为了万能的生活职业大师，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到呢。走过一家生活职业店铺，洞察 NPC 的职业操作。你洞察了药剂师的一些新本领，成为 B 加药剂师。洞察力提升。你洞察了厨师的一些新本领，成为 B 加级烹饪师。洞察力提升，就到 B 加级，而且效果也没变化。接连去了2家生活职业店铺，品级是提升了，但是效果加成没有任何改变。算了，直接找新生活职业学习，等以后去了帝国再整体提升。既然如此，贺北岩不想耽误时间，左右巡视寻找新生活职业。这事很快他就有了发现，店面上写着寻宝2字。走入其中，里面有个戴着单片眼镜的 NPC 男人站在柜台前，用手帕在擦着某样道具，看着十分文雅。身后的墙壁上摆满各种奇异物品。欢迎光临亚特城的贵人，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男人微笑道：你们是专业寻宝的？这种职业也在生活街当中出现，让贺北岩有些不可思议。是的，我们是寻宝师，成为寻宝师的话，能够找到各种奇珍异宝，甚至在触发某些特殊任务时，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贺北岩点点头，忽然想到了什么，诅咒装备也能找到。严格意义上讲，是的。男人平静回答道，不过根据各帝国的法律，除了被审判协会批准的寻宝师有资格去找诅咒装备外，其余寻宝师不能这样，否则会被砍头。哦，懂了。难怪尼克神官能对审判骑士下发回收咒装的任务，8成是有高品级的寻宝师给出的线索。诅咒神教的咒装者中，应该也有类似的人存在。贺北岩有些异动，成为寻宝师后，他就能自己寻找诅咒装备，不用像现在这样碰运气了。至于审判协会的批准，找到尼克那不是随手就能得到。作为古籍所记载的圣衣，能治疗咒气病的圣衣，找诅咒装备，顺便把它破坏掉，不是很正常吗？哪怕他不是审判协会的人，也必定能得到批准，这是只属于他的个例。不过应该也不容易，这种事得到批准应该比较严格，而圣衣的是有神启契约存在，他没办法上报。到时候先找尼克问下，怎样才能成为寻宝师？他问道。用金币购买寻宝师学习手册即可，D级寻宝手册您只需要7W 金币便可购买。这么贵？神启官方售卖的东西价格依旧是这么的朴实无华，这还是打了7折。换成正常玩家，等于是10W 金币一个 D 级寻宝手册。连贺北岩这个被无数人称为大资本家的家伙看了都流泪。勇士，付出与收获是成正比的。男人笑着道，寻宝师可是能找到任何装备、道具等特殊物品的职业，这些东西无论是自己使用还是售卖，都能快速回本。那你这里最高品级的寻宝手册多少钱？贺北岩不想听他逼逼赖赖搞营销。B 加级寻宝手册原价120万金币，您只需要84万金币便可购买，
而且亚特城仅此一份。贺北岩，多少？84万金币。我可去你的吧！老子强化几次咒庄的价格都没你这么黑。哪怕是未来玩家进入亚特城，除了极少数的势力领导者，也没人掏得起这个价格。看到这群官方 NPC 售卖物品的价格，贺北岩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直在做慈善。当初一件 A 级武器装备卖10万金币，想想都血亏。而寻宝师这个职业又比较特殊，如果遇不到寻宝师，观察他们的整套流程，他就没办法通过洞察力来偷学。行吧，我买了。贺北岩忍着肉痛说出了这句话。花费84W 金币获得 B 加级寻宝手册，看了下自己的金币数量，只剩下4500000加金币了。勇士，很快你就会明白寻宝师的强大。贺北岩离开官方黑店，拿出寻宝手册。B 加级寻宝手册使用后直接获得 B 加寻宝师职业，职业本领与知识自动进入脑海，并能灵活运用。好在这手册能一步到位，这也是玩家特有的便利。换成 NPC 是要通过长时间的学习并不断试错，才能成长为 B 加寻宝师。将其使用后，顿时有大量知识进入脑海。你成为了 B 加寻宝师，可探索到各种同级别的奇珍异宝，解锁新的生活职业词条。B 加级寻宝师，幸运+5。提示：由于您是诅咒者，对咒气极为敏感，可感知到附近10公里的 S 级无主诅咒装备方位。不得不说，寻宝店的 NPC 是个精明的商人，从始至终没有透露寻宝师只能找到同级的物品。不过寻宝师的职业词条还算不错，幸运值+5已经不算低了。第99章圣衣，你要签订契约，算我求你了。在神启世界，幸运值的用途十分广泛，潜在增加高级物品的爆率、金币、物品的爆出数量，还有各种隐藏任务的触发几率。对于某些职业而言，比如御兽使，在抓捕受宠时也更容易成功。不仅如此，暴击率、弱点攻击等一切概率性触发的攻击效果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只不过前期的提升比较少，每10点幸运值增加1%的概率，达到1000点幸运值时就能加成100%，也是幸运值带来的最高加成。在寻宝店花的金币，早晚我会翻几倍讨回来。贺北岩默默把寻宝店记在心里，继续在生活街逛溜子，又学到了2个新生活职业。你成为了 B 加级信使，敏捷+10；你成为了 B 加级符文师，精神+50，还算不错。除去在寻宝店的肉痛时刻，贺北岩相当满意。敏捷属性很难获得，10点加成看似很少，实际上已经很多了。紧接着，贺北岩又在商店里买了些短时增加属性值的消耗物品，以后遇到些难缠的对手，就可以使用提升战力。去找尼克那老东西聊聊吧。贺北岩已经想好怎么在他手中弄到批准了。虽然不得到批准，他也可以任性的去搜集咒庄，但有批准能减少许多麻烦。毕竟有圣衣的身份在，不用白不用。审判神殿依旧是那2位审判者守卫在大门，不过这次没有阻拦贺北岩，反而是恭敬的向他问好。尼克特的交代过他们，再次见到贺北岩时不得阻拦他进入神殿，而且一定要表现出恭敬，可见他想从各个方面来拉回贺北岩对他的好感度。神殿内部，尼克正在向奥西多祷告，无比虔诚。贺北岩没有打扰。勇士，你来了。祷告完毕后，尼克发现了贺北岩到来。我成了 B 加寻宝师，能不能在你这里得到寻找咒庄的批准？贺北岩直入主题。尼克先是一愣，随后认真答道：一般情况下，只有 A 级寻宝师才有可能找到 S 级咒庄，而且还要加入审判协会，签订契约才能得到批准。不过他谨慎地看了眼周围，生怕隔墙有耳，开启了神殿内特有的结界。勇士，你比较特殊，如果你能和我去审判圣殿的话，必然能得到批准，那里是审判协会的总部。不去，没有为什么。贺北岩直接拒绝。啊，尼克傻了，他搞不懂贺北岩为何不愿意去，还把他心里的为什么给堵死了。那我就破例批准一次吧，这东西本身就是记录在大城级或以上级别的城市当中的。贺北岩面带笑容，果然能行。尼克拿出了一个泛着圣光的书籍，用特定的笔在上面写下贺北岩的名字，随后一道微弱圣光落入贺北岩体内。你已得到审判神殿的批准，可以自由寻找诅咒装备。勇士，你找到了咒庄后，请务必交给我，到时我会上交给总部进行回收处理。尼克平静道。有没有一种可能，作为圣衣，我能自行处理咒庄，甚至完全摧毁？贺北岩的一句反问把他给问住了。圣衣这态度是找到咒庄也不打算交给他，而是要自己处理。要是别人敢这么说，他会直接怒斥对方，或者从批准名单上除名。但对方是圣衣，
他是绝对不敢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圣衣不像诅咒者那样，并非是他们审判协会的人，但对审判协会的重要性却比诅咒者对诅咒神教还要重要。毕竟诅咒者本就是诅咒神教的人不可或缺的一位关键存在，而圣衣没了审判协会，依旧能到处治疗咒气病，组建出独属于自己的势力，所以尼克根本不敢得罪。想一想，5000年来有多少人染上咒气病？除去死掉的，仍有不少强者时刻受咒气病侵蚀，痛苦不堪。因此他尼克哪怕跪舔贺北岩，甚至审判协会跪舔贺北岩，也不能得罪对方。那好吧，但勇士，您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算我求求你了。于是乎，尼克似是下了巨大的决心，无比的委屈道：勇士，你要签订神启契约，得到咒装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回收摧毁，绝不能流传出去。虽然我相信圣衣不会做这种事，但没有契约约束，我后半辈子都别想睡个踏实觉了。尼克抿着嘴，眼神带着恳求望着贺北岩。好。贺北岩郑重点头，凡是我找到的咒装，绝不会让他们流入任何外人手中，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回收。看到圣衣在自己面前签订神启契约，尼克才算彻底松了口气。他就怕圣衣哪天脑子发抽想不开，跑去跟诅咒神教的人合作，那就真的完蛋了。勇士，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听到尼克不停向自己道谢，贺北岩无话可说，就没见过这么卑微的人存在。拿到咒装寻找批准就算了，找到的咒装还不愿上交。作为审判协会的一员，职位还不低，尼克得求着自己签订神启契约，最后还得感恩戴德的向他道谢，好像是得到了多大的恩情一样。但更关键的是，贺北岩的契约内容只是不流传到他人手中，回收不代表自己不能用啊。因为自己圣衣的身份，尼克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或者不觉得圣衣会自己佩戴诅咒装备，承受那巨大诅咒。你这里还有没有咒气病或回收咒装的任务？我现在应该可以接了吧？有的，有的。尼克连连点头。最近亚特城好像潜入了一伙异族盗宝团，但不知其种族和任何情报，唯一得知的是他们手里有诅咒装备。我相信勇士你可以找到他们，将其解决。是否领取任务？潜藏在亚特城的异族盗宝团。任务目标：找到并击杀。任务奖励：裁决神奥西多的赐福，声望加1000。来了。贺北岩眸光闪亮。之前他就想问奥西多赐福的事，但后来一忙就给忘了。不过他还是问道：凭我圣衣的身份，无法得到奥西多的赐福吗？不行的，勇士。尼克摇了摇头，想要获得奥西多大人的赐福，需要得到他的认可。今天我向他祈祷时得到了感应，只要您能完成这个任务，他便能给予您赐福。贺北岩微微一愣，奥西多竟然在关注神启事件，那自己身为诅咒者，有没有被他发现？话说这些神明都在哪儿，他也不清楚。随着对神启的深入，他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了。这任务看着也没啥特别之处，怎么会出现神之赐福？一般来说，只有较难的任务才会给予赐福奖励。贺北岩无法确定，也有可能任务的隐藏难度较高。总之很爽就对了，不仅能得到神明的赐福奖励，还能从盗宝团中得到新的咒装，别提多高兴了。一个任务获得2份奖励，换谁都要喊牛屁。行，那我走了。贺北岩扬长而去。尼克望着贺北岩离去的背影，无比感叹。审判协会终于要迎来光明了。诅咒神教出现了诅咒者又如何？伟大的圣衣也出现了，只要他快速成长起来，被世人皆知，谁还怕染上咒气病？与该死的诅咒神教长达5000年的战争即将走向尾声。紧接着，他露出疑惑的表情。话说，那2位审判骑士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第100章，异界偷渡者，万界第一的装备，该从哪里开始找呢？贺北岩没有明确目标，不过没关系，直接动用寻宝师独特的技术，对方圆10公里内进行感知。寻宝师只能找到无主之物，对于已被得到的物品则无法察觉，否则人人都要成为寻宝师，世界早就乱套了。找到了，通过感知，贺北岩果然发现了异族盗宝团的所在地。来到附近，这里是一处破旧仓库，仓库大门紧闭，里面没有任何动静，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这次是与智慧生物的博弈，不像怪物那么简单。贺北岩眼神中闪过几分凝重。智慧生物和怪物不一样，拥有与人类相等的智慧，而且亚特城属于人类的城市，异族无法进入。他们能够进来，甚至能在亚特城拥有一处破旧仓库来藏身，可能有人在暗中帮助。就在这时，贺北岩看到一位毫不起眼的 NPC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来到仓库前，但他给贺北岩的感觉怪怪的，就好像与神启格格不入。贺北岩查看他的信息，
偷渡异界人托德，38级钻石精英，生命 51W， 攻击2610，技能暴灵地狱、血魔吸吮、摄魂魔咒、地狱悲嚎。描述：从异界偷渡降临至神启世界的人物。偷渡的异界之人。贺北岩眉头一挑，偷渡的意思应该是没有按照正常流程进入神启世界，难怪在他身上能察觉到些许违和感。异族盗宝团有诅咒装备，恰巧异世界的人找来，难道他是冲着诅咒装备来的？贺北岩不清楚异世界有没有诅咒装备，也不知道对方来到神启有什么目的。托德十分小心，先是在仓库附近闲逛2圈，确定没人跟踪，才敲了仓库大门。看他谨慎的样子，不像是什么好事。里面的异族缓缓将大门拉开，托德迅速进入其中。仓库里面的异族有没有发现他是异世界来者？带着疑惑，贺北岩在大门关闭的刹那间隐身进入其中。仓库里很是明亮，里面有10个强壮的狼人，分别散布在各个位置。贺北岩逐一观察，全部是30至40W 加血量的黄金精英狼人，他们的眼睛此刻都死死盯着托德的一举一动。托德，我们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狼人首领凝视着他。当然。被灰袍遮盖全身的托德发出嘶哑的声音：你们是不是得让我先看看那件诅咒装备？他就在这里。狼人首领指了指身旁的特殊箱子，劝你别耍什么花招，诅咒装备的咒气被封锁在里面，一旦我打开，大家都要沾染咒气病。托德双目闪过一丝红光，确认里面就是他要找的诅咒装备，笑道：那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见他手里出现一瓶星辰，狼人首领看到后顿时露出渴望，得到这件物品，他甚至有望从黄金精英晋升到白银头目序列。眼神示意，2位狼人拿着箱子走到托德面前。托德先生，请你先把永恒星辰交给我们。其中一位狼人警惕地看着他，他们知道与异界偷渡者交易的风险很大，因为神启契约对对方没有任何作用，哪怕对方世界有类似的契约可以签订，他们也不知道真假。但首领所要的东西只有对方手中拥有，因此狼人盗宝团冒着巨大风险，选择在人流量大的亚特城进行交易。不知道托德做了什么，将手中的星辰一分为2，交给对方其中半瓶。把装备给我，剩下半瓶就给你们。狼人看了首领一眼，后者轻轻点头，将箱子交给托德。谢谢了。托德也履行承诺，将剩下的半瓶永恒星辰交给他。下一秒，摄魂魔咒。狼人首领瞬间要做出反应，但阵阵魔音突然在所有狼人脑海中响起。同样受摄魂魔咒影响的还有贺北岩。你受到了精神攻击，被动诅咒之念将其免疫，可使用1次摄魂魔咒。摄魂魔咒100米范围内，凡是血量低于你的目标将永久进入呆滞状态，但自身血量会减少 20%， 反之则进入3秒呆滞，血量不减少。结，就凭你们这群垃圾，还想要永恒星辰？托德从面前的狼人手中取回星辰，这种东西在他的世界也极其少见，属于世界中独有的特色物品，而诅咒装备便是神启世界的独特产物。早就听各世界的人说，神启的诅咒装备乃万界装备第一，但越强的咒装诅咒也越可怕。这件更是我认为在 S 级咒装当中最强的存在。迅速解决这群垃圾，回到本世界想办法驱除诅咒影响。托德将狼人们逐一击杀，然后快速离开亚特城。可惜他没注意到有个小尾巴在暗中跟着他。